当今时代，癌症已经不是致死率100%的绝症，我们有先进的技术，成熟的医疗团队，只要您有一份保险，或者一个愿意支持您的家庭，再或者您自己。陈怀安关了电视机，苦涩一笑。可我什么都没有，病危通知书是前天下的，女友是昨天跑的，人是今天崩的。他只是个刚入学的大学生，父母是护林员，几年前在一场森林大火中丧生，烧得什么都不剩，只给他留下一笔不怎么可观的赔偿金。这些年，陈怀安已经从父母的死中走出来，选择积极面对生活，靠着这些赔偿金省吃俭用，外加打零工，读完大学问题不大。他的成绩还行，至少上了个一本，据说毕业还包分配工作。想着就算工资低一些，至少还能活下去。结果前天去医院检查，经常刺痛的脚踝却查了个癌症中期出来。自知没钱治疗，陈怀安干脆从学校出来，在本市湿地公园附近租了1年的房子，打算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余生。至于房租到期没钱了怎么办？呵呵，他觉得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打开手机查询银行卡余额，还剩下3万多。吃饭一个月顶多500-600，算上其他杂七杂八的日常开销，就按1000算，1年后起码还有2万。陈怀安盯着余额一阵琢磨，这几年过得太苦，别的学生到处旅游的时候，他在打零工；别的学生玩游戏的时候，他在打零工；别的学生谈恋爱的时候，他女朋友在给他戴绿帽。接下来的时间，他打算为自己而活，玩玩游戏，看看这几年攒下来的电视剧，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再去海边打个卡。安装完成，快来领取你的电子女友吧。平时看到手机弹出这样的广告，陈怀安的第一反应就是忽略或者划掉，但今天他的手指却停住了。来到手机主界面，多了个 App 图标，是个 Q 版古风人像，看起来是个女孩，青衣附件，衣袂飘飘。自动安装的游戏，该不会是什么病毒之类的吧？放在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直接就是个删除，顺带点开手机管家扫描一下。但他今天倒是有心情看看这些病毒软件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如今他一无所有，病入膏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关键是之前一直忙于打工上学，根本没玩过什么游戏，早就想试试了。点开 App， 屏幕黑下去，弹出个提示框，本游戏仅允许18岁以上游玩。游戏开始将绑定您的身份，您的账号无法销毁和转赠，开始游戏即认为同意以上霸王条款。哟呵，你也知道这是霸王条款？陈怀安无语地撇了撇嘴，点了下开始游戏。他现在已经100%确定这就是个病毒软件。那么对方会做什么呢？盗取身份信息、聊天记录。要是知道他是个癌症中期还没钱治病的倒霉蛋，这 Apple 的操纵者不会主动把 App 卸载掉吧？请选择您的电子女友。游戏画面意外的很精致， App 看着是 Q 版古风，但进来看就非常写实了。眼前展现着10几个可供陈怀安选择的电子女友，他还能看到这些电子女友的基本信息，比如现在陈怀安选择界面的就是霓虹黑道千金、雾岛晴子，年龄22，身高158，三围89、55、86。从 Life 2D 的模型来看，这位角色可以说是前凸后翘，穿着和服也难掩身材，而且还长相甜美，又有黑道大小姐的身份，这种反差的大胸萝莉估计是不少男人的菜。可惜是个黄毛，又是霓虹人，陈怀安不感兴趣。再看了几个角色，他发现这些角色来自于不同的时代，甚至有些都不在地心这个世界了，可以说是天马行空，居然还有变形金刚。最终陈怀安的选择面停在一名青衣女子身上，青云宗女弟子李清然，年龄19，身高169，三围90、60、91。这李清然似乎就是 App 图标上的那个 Q 版人物，只是现在看来更加立体。皮肤白皙，五官娟秀，乌青长发披在脑后，青衫附件，衣缺飘飘，虽不施粉黛，却依然美得像个画中人。最让陈怀安心灵震动的是那双眼睛，清冷漠然，带着一丝破碎和空洞，似乎隔着屏幕望了过来。小作坊下料那么猛，他有点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病毒了。做个病毒那么细致，想考研还是读博？就你了，确定选择李清然作为您的电子女友。注意，选择后不可更改。若电子女友死亡，你将无法将她复活，她会彻底消失。那么严肃？陈怀安皱起眉头，后知后觉，这似乎就是游戏开发者的意图。他几乎已经能预测到这游戏会怎么坑钱了。若是以前，他必然悬崖勒马，但今日他直接选择确定。您还有132天寿命。一条信息闪过，画面展开。陈怀安以为打开游戏就是劣质画面加修仙世界野外新手村诞生，然后不停一键寻路做任务，获取装备，做齐一键打本等那老一套野鸡手游操作。可却并非如此。画面中是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唯一能称得上是床的草垫已经被雨水浸湿。
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瑟缩在墙角，她抱着膝盖，乱成杂草的长发挡住了脸，看不清面容，裸露在外的手臂和腿青一块紫一块，蜈蚣形的割伤在白皙的皮肤上显得更加扎眼。这是李清然。陈怀安一脸懵逼，他注意到草甸附近有一柄断剑，确实是之前角色页面李清然拿着的。李清然饥寒交迫，身体越发虚弱。李清然受到火毒影响，剧痛难忍。李清然寿命剩余半个时辰。随着这3条信息弹出来，角落的女孩顿时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她微微抬起头，露出那双空洞麻木的眸子和苍白的嘴唇。哪怕只看到半张脸，陈怀安也确认了，这就是他选择的角色，怎么办？陈怀安心里蓦地生出一抹急切。这游戏角色的神态和声音实在太真实，包括那伤口外翻的血肉都栩栩如生，让他下意识认为，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等右上角的倒计时结束，这妹纸就真要嘎了。就在这时，一条提示弹了出来，叮，首充6元限时赠送房屋装修大礼包，让您的电子女友有个舒适的家。不是，燕国地图就这么短啊？陈怀安看到这条充值提醒都气笑了，这游戏策划是装都不装一下，上来就氪。不过看着画面中那女孩可怜的样子，他没来由的就想到自己无依无靠，没钱治病，女朋友也跑了，他的处境比起李清然又能好多少？曾经交往的那些朋友一个个都生怕他借钱，根本联系不上，谁能向他伸出援手？但现在他却能给这个女孩伸出援手，尽管这只是个程序，是为了掏干他钱包的而制作的游戏，6块钱而已，充。陈怀安没玩过游戏，只看别人玩过，这绝对是他在游戏上的处男冲。充值成功，只见这条提示散作金光朝李清然所在的破茅屋涌去，金光落在草垫上，草垫变成了铺着被褥的木床，落在墙上，破着洞的土墙变成砖砌的石墙，上面还有个窗户，将风雨全部阻挡在外。随着金光环绕整个房间，地板、桌子、椅子、火炉，各种古色古香的家具全部都有了。这样才对吗？陈怀安舒服了，他看向李清然，想看看这女孩的反应。不过只是个手机游戏，应该不会做得那么细致，最多就是表现得高兴一下。然而紧跟着他就看到李清然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再到警觉，这妹纸似乎对发生的一切难以置信，瑟缩在墙角根本不敢动弹。过了好一会儿，才像来到新环境的小猫一样小心翼翼地转了一圈。他坐回到床上，摸了摸柔软的床垫，眼里只剩下茫然。我勒个豆，这神态反馈，这动作交互系统，看到游戏角色一连串反应的陈怀安都傻了。李清然坐在床上，床铺都会自然地陷下去一点，包括他摸过的地方还会留下褶皱。区区一个手机游戏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那就算让他再充点钱，他也觉得值，就当回馈游戏作者了。然而这个想法才刚产生，限时特惠只需充值30元就可为你的电子女友添置一套漂亮的衣服。陈怀安看着李清然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心头一软。冲，刷，一套古色古香的青色长裙落在床头。今日特惠只需再充68元就可为你的电子女友摆上一桌丰盛的营养餐哦。68块的饭菜，他陈怀安平时吃的外卖都不超过15，但那咋了？冲！本周特惠充值98元即可获得一份电子女友的身世报告附赠体检表格，可以更多了解她的状态哦。陈怀安，冲！本月特惠充值188元即可为你的电子女友所在的家添置3张仙品雷火符防身哦。陈怀安，冲！您的电子女友吓坏了，请等等再操作吧。游戏里没弹充值提示了。陈怀安一看，发现李清然居然已经躲到了床底下，浑身都在哆嗦。床上的新衣服没动，一桌鸡鸭鱼也没动，右上角多了个检测报告倒计时，要半小时才能出来。房间的门、窗和房顶上多了3张符箓，不放大都看不清。让他稍微安心的是，李清然的寿命延长到了6个时辰，还行，暂时问题不大。游戏里的时间和现实时间是同步的，他可以不用那么紧张了。话说，之前这李清然身上还有什么火毒吧？那是啥？好像点住李清然就能看到状态，可惜这妹纸现在钻床底了，只能看到一只素白的小脚丫，点了没反应，反而触电般缩了进去。估计要检测报告出来才能了解个大概了。陈怀安摸了摸肚子，看了眼游戏里桌子上的菜，烤鸭上的油水都在往下流，做的实在太真实，根本就不是那种贴图的感觉，仿佛都能闻到味道。都已经下午了，他午饭还没吃，随便炒点菜吧，游戏角色都比我吃得好。陈怀安叹了口气，但想着68块钱买这么一桌子菜好像也挺划算，释然了。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充电，准备吃了午饭再来看电子女友。李清然，女，19岁，青云宗赤霄峰5弟子。原本他的生活还算平静，按部就班修炼，按部就班出宗门任务。
他头上还有4位各有长处的师兄庇护着他。直到有一天，大师兄陆长天从外面带回了六师妹，并以性命作保，让毫无天赋的六师妹拜入赤霄峰，一切都变了。曾经每天来洞府喊他上早课的大师兄不来了，擅长炼丹的二师兄萧一峰也不再喊他去试药，对谁都冷着一张脸的三师兄云子墨居然为小师妹学情歌，热衷于出任务的4师兄张含笑也不出任务了，天天就在赤霄峰守着小师妹。所有人都围着小师妹慕白霜，就连向来淡漠的师傅都对小师妹亲眼相待。只因小师妹身世凄惨，家破人亡，再加上体弱多病，总给人一种不好好呵护下1秒就要破碎的感觉。李清然其实对这些变化并无意见，小师妹嘴甜惹人怜爱，被偏爱是很正常的。作为师姐，她也应该多照顾小师妹一些。于是，在4位师兄的悉心教导和资源灌溉下，慕白霜的修为逐渐追上了她。半个月前的宗门大比上，本着尊重对手点到为止的原则，他与师妹慕白霜正常对战。慕白霜虽然修为提上来，但药灌出来的根基不稳，战斗经验更是差一大截。他本想对上几十招意思一下，再施加压力让慕白霜投降，这样慕白霜面子有了，也不会影响排名和公平。但慕白霜见杀向要害，不依不饶，无奈他只能尽力防守。然而一直气势汹汹的慕白霜却突然在某一刻转攻为守，还一头朝他的剑撞来。这时候他已经无法收剑，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故意要刺慕白霜的要害一样。这一剑只是刺中慕白霜肩头，却要了他半条命。他被逐出赤霄峰，贬为外门弟子，以为这就完了。不，他那4位师兄可没打算放过他，他们要给慕白霜报仇。大师兄陆长天废了他的修为，又求师傅拔了他的灵根。2师兄给他吃了废丹，说是要让他好好尝尝小师妹的痛楚。3师兄收买外门长老将他踢出青云宗，4师兄说要带他下山，却将他丢在万青山一座妖兽环伺的破茅屋内自生自灭。他们就像魔怔了一样，明明只是一场误会，一件小事，却个个都要为了小师妹置他于死地。这半个月他已经尽力保护好自己，前几天才拼命击退了一只妖狼，受伤不轻。再加上如今修为被废，体内本不致命的火毒成了催命符，他早就油尽灯枯。恰逢山中下起暴雨，就在他瑟缩在墙角等死之时，一只山雀从门口的雨幕中疾飞而过。突然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家来。眨眼间，他所待的破茅屋居然变成了一间石砌的宅子。李清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对于修士来说，盖个宅子很简单，但瞬间将一个破茅屋变成石砌宅子可不简单，更别说凭空变出衣服、食物。从有到有和从无到有可是2种概念。起初他以为是有大修士在戏耍他，隐身后从储物界里拿东西出来，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空间波动，所有的一切都是凭空出现的。能做到从无到有，还能把食物的色香味全部做到位，再怎么也是个化神期的大修士吧，或者合体期。李清然不清楚，反正他的师傅化神期老妖怪清玄道人做不到这一步，他只能将食材转化成做好的美食，却不能让美食凭空出现。当然也不排除清玄道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种技法，毕竟筑基期就可以辟谷了。食物的香味勾得李清然馋虫大动，修为被废后他已经无法辟谷，妖兽的肉很多都是剧毒，他无从分辨，只能吃山间的野果与草根。就这么躲在床底下也不是办法。李清然小心翼翼从床上探出半个脑袋，鼓起勇气喊道：哪位前辈在此施法？晚辈李清然斗胆请求前辈出来一见。四周静悄悄的，无人回应，只有暴雨敲打竹窗的声音。李清然沉默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先从床底下出来。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想到对方神通广大，真要做什么他有反抗的余地吗？刚刚脚掌心还被点了一下，那位前辈的手倒是暖和，似乎在嘲笑他躲在床底下还露了马脚。一想到这，李清然咬了咬下唇，脸也红了。算了，死就死吧。他从床底下钻出来，环顾一圈，没有在房间里看到可疑的人影，最终目光还是不争气地落在桌子上的大鱼大肉上。咕咚，咽口水的声音和肚子里的轰鸣同时响起。他扭捏地坐到桌前，盯着桌子上的菜，却没动筷子，而是双手抱拳，叩首在拜道：若前辈不愿出面，可否告知清然，这些食物清然能否食用？若前辈不说话，清然纵使饿死也不会动前辈的东西。话罢，李清然就坐在一桌美食面前，两眼一闭，打坐入定。陈怀安随便炒了个番茄炒蛋就对付了午餐，回来打开手机一看，只见李清然已经从床下出来，正坐在饭桌前打坐，只是他的身体摇摇欲坠，花猫般的脸蛋上沾着些汗珠，鼻翼一扇一扇的，显然正强忍着食物的诱惑。这什么造型？陈怀安乐了，哪有对着食物打坐的？锻炼意志力吗？这小姑娘下巴都快悬在烤鸡上了。李清然请求食用营养餐，是否同意？一个对话框弹出来，这玩意儿还得我同意啊？
那么严格？陈怀安哑然失笑地摇了摇头，选择同意。画面中的李清然像是听到了什么，睁开眼，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谢前辈。我丢，还有声音。冷不丁传出个清脆悦耳的女声，吓得陈怀安差点没把手机扔了。主要刚刚没开声音，因为这游戏没有 BGM， 他就以为没声音。后来开了音量才发现有很真实的环境音，比如火炉燃烧的噼啪声，还有外面暴雨倾盆的声音。但他从没想过李清然还有专门的 CV。果然还是那句话，小作坊用料猛。陈怀安继续欣赏女孩吃饭。一开始李清然还小口小口的吃，后来筷子挥舞的速度越来越快，渐渐变成狼吞虎咽，那风卷残云的速度看得他目瞪口呆。不愧是游戏，只有游戏人物吃饭才能那么快吧。吃完饭的李清然拿起旁边的小方巾擦了擦嘴，红着脸叩首拜谢。晚辈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食物了，前辈大恩，清然没齿难忘。刚刚他闭目打坐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咳，那声音宛如大道红音，贯彻灵魂。睁开眼就看到饭菜上飘着一个灵气组成的巨大金字壳，这声音显然是传音术，将灵气凝聚成字，很多修士都能做到。可是这灵气字体出现并不是调动周围的灵气，而是凭空生成，那就说明这灵气字体是跟着传音术一起传过来的。也不知道这位前辈是从多远的地方传的音。李清然暗暗倒吸一口凉气，只感觉那素未谋面的前辈更神秘了。但不管怎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位前辈似乎对他并没有恶意。前辈，我这就收拾碗筷。李清然端着盘子起身走出门外，外面还在下暴雨，天空乌云密布，密集的雨线将可见度压得不足5米，除了噼里啪啦的雨点声和若隐若现的闷雷，什么都听不到。雨比之前下得更大了。看了眼天空，李清然心里浮现出一抹感激。如果不是前辈给他的宅子，现在他那破茅屋估计已经垮了吧。宅子外有个小走廊，他沿着屋檐往旁边走，很快就找到了昨天放在门外的木桶。原本这木桶就是用来接雨水喝的，现在已经满满一桶，倒是方便他洗碗了。李清然正在清洗餐具。李清然的好感度加5，当前时好，居然还能洗碗，有好感度系统倒是不意外。陈怀安觉得这个游戏是越来越厉害了，里面的人物活灵活现不说，还有那么多可以交互的地方，怎么以前没在网上看到这款游戏？眼见身份和体检报告还要几分钟，陈怀安便开始研究起其他功能，很快就发现了新大陆。他本以为这游戏的体量也就在那座小房子附近，却发现并非如此，这游戏还有地图，并且地图很大。将地图全部展开，李清然所在的位置只是个小小的圈，里面的绿点就是李清然，小圈周围则被黑色迷雾笼罩，应该是没有探索过的原因。除了小房子一圈地图是亮的，地图上还有一座宗门模样的建筑没有被迷雾笼罩，上面写着3个金色大字青云宗。咦，是李清然曾经待过的宗门啊。陈怀安皱起眉头，李清然既然是青云宗的弟子，为什么不在青云宗？而且还搞得如此狼狈，况且这里距离青云宗并不很远，大概青云宗在另一座山头的山顶，这里则是山脚，对修士而言没几步路。这里面恐怕有不少故事啊。他重新缩小地图，接着却是脸色一变，只见小房子圈的附近出现了5个红点，正在朝李清然所在的位置快速移动。陈怀安平时不玩游戏，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游戏地图中一般只有敌人才会被标记为红点，这5个红点速度极快，不过1-2个呼吸间已经逼近小屋。完了，李清然还在外面洗碗。画面中的李清然正专心致志地搓洗盘子，根本没有注意到小屋周围的异常。陈怀安心头发凉，赶紧在游戏界面寻找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选项能提醒李清然。游戏界面的选项倒是一大堆，但绝大多数都是锁着的。充值100购买1张传音符，可向李清然传音1次。充值界面弹了出来，陈怀安来不及思考这传音符怎么那么贵，直接就是充。支付宝响起扣款提醒，同时1张符箓也出现在屏幕中央，请按住符箓开口说话。陈怀安嘴角抽了抽，深吸一口气点按传音符，沉声道：妖孽攻城，快撤！虚空中响起一声暴喝，速走！正在洗碗的李清然突然怔住，抬头望向四周，刚刚似乎是前辈的声音。嗷呜！尖锐的狼嚎突破雨幕，伴随着沉重的低吼声，3头水牛大小、通体黢黑的妖狼冲进李清然的视野。他们后面还有2匹妖狼的身影若隐若现，是黑背妖狼。怎么会？李清然立马反应过来，前段时间击退的那匹妖狼应该是赤后狼，怪不得那匹妖狼根本不跟他硬碰硬，他稍微抵抗，那妖狼就退走了。搞了半天，这妖狼只是来踩点的。最近的妖狼距离李清然不过5米，没有任何悬念，他直接扑杀上来。虽然修为被废，灵根被拔，但战斗经验还在。李清然瞅准时机，侧身就地一滚，躲开第1头妖狼的扑杀，
反手丢出盘子砸向第二头准备扑击的妖狼。屏幕外，陈怀安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眼见李清然如灵猫般动作矫健，干脆利落，不禁一拍大腿，干得漂亮！怕就怕那种遇到危险只会原地发傻的。好在李清然够镇定，反应也快。这些妖狼常年在万青山讨生活，偶尔会和青云宗的修士搏杀，此刻眼见一个白晃晃的东西砸来，还以为是李清然丢的法器，下意识就躲了一下，盘子砸在地上无事发生。群狼互相对视一眼，只觉受到羞辱，那一双双猩红的眸子顿时变得更加暴力。而李清然已经借着这个机会一溜烟窜回房间，关上大门。完了完了完了！李清然一边念叨，一边把各种家具往门那边拖，心中忧虑着，前几天对付一头妖狼就快要我命了，现在5头妖狼该怎么解决？他身上已经没多少力气，光拖个桌子都很吃力，脸憋得通红。还没把桌子拖到门口，门外就已经传来妖狼逼近的震动。李清然瞳孔一缩，立刻退至窗户旁边，跳窗逃跑或许是他唯一的退路。然而就在他以为狼妖即将破门而入时，轰！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雷鸣，隔着门都能看到雷光一闪，接着就听到狼妖的惨叫，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李清然错愕抬头，但见门上有张福禄正散发着黄黄雷光，四四方方的符纸轮廓从门的另一侧都透了进来，他正向外喷吐着雷火，将靠近的狼妖炸成焦炭。雷火符！李清然一眼就认出那符箓的名字，之前出门进门的时候都没注意门上贴了符箓，不用想都知道必然是那位前辈的手笔。符箓丹药被分为凡、中、上、绝、仙5品，仙品符箓外包金光，威力绝伦，只有钻研道法的大宗门里的老妖怪才能画出仙品符箓。普通雷火符纸适用于炼气期助机器对敌，而仙品雷火符甚至能炸死金丹期的妖怪，属于花钱都买不到的宝贝。眼前这枚符箓就是金色的仙品，大部分修士得到这种符箓都是作为底牌防身用的，结果那位前辈居然就把这种好东西直接贴在他门上暴殄真物啊！李清然心里又是感动又是心疼。屋子外面，2头最先靠近的狼妖已经被雷火符炸成了渣渣，另外3头狼妖瞪大眼睛夹着尾巴，噤若寒蝉地看着这一幕。他们何德何能啊？他们只是炼气期的小妖，至于对他们使用威力那么大的符箓，眼下那门上的符箓还散发着光辉，显然此路不通。但就这么放弃到嘴边的食物也不是他们的风格。3头狼妖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其中2个绕后去找窗户，还有一只则准备爬到房顶上看看有没有突破口。然而还没等他上房顶，轰！绕后去窗户那边的2狼妖也被炸成了灰。这还得了？最后一匹狼妖也不想着觅食了，吓得扭头就跑。开服特惠，是否购买一张雷火符制裁逃亡的狼妖？雷火符288，半价。What？ 陈怀安脸都绿了。这要是放在以前，他分分钟把游戏卸载。可看着游戏里李清然惊魂未定的模样，又想着万一这狼妖跑回去再带来更多的狼妖，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冲他妈的！陈怀安捏紧拳头，满脸狰狞，就跟手里捏着张雷火符一样。随着288从支付宝消失，一道符箓也朝着仓皇逃窜的妖狼射去。从李清然的视角来看，只听到空中响起一声雷鸣，接着就有束金光朝着雨幕中逃窜的妖狼电射而去，在击中妖狼的瞬间猛地爆炸开来，原地只剩下肆虐的雷霆和炽热的雷火，哪怕在暴雨中都久久不息。连续3张仙品雷火符，李清然怔怔地望着窗外，短短不到半分钟，5头妖狼全部死绝。那前辈却是连面都没露，只是传音提醒一句，这等神通着实害人，可这样的人物又为何要帮助他呢？他不禁想起青云宗的师兄和师父，在小师妹来之前，师兄和师父虽然对他还不错，但这不错对师父来说只是例行公事，对师兄来说或多或少掺杂着些目的。比如大师兄陆长天是火灵根，想要他这个水灵根做道侣；二师兄萧一峰痴迷丹道，没时间管理灵草，需要他代劳，偶尔还要他去试药；三师兄云子墨是个武痴，时常找他切磋，下手没个轻重；四师兄张含笑性格乖张顽劣，出宗门任务期间到处惹是生非，基本都是让他去擦屁股做顶罪羊。那这位前辈的目的又是什么？可他什么都没有，只有烂命一条，或者说没有目的，只是云游路过，觉得他处境窘迫，随手相助。李清然摇了摇头，将这些繁杂的思绪丢到一边。不管怎么说，前辈对他是救命之恩，若是还能活下去，他自当尽力报答。晚辈清然再次感谢前辈相助。这次他没再说别的，只是跪对着天空叩首行礼，神情郑重。李清然好感度+5，当前15，不错，好感度升挺快。陈怀安摸着下巴，笑着点了点头，倒是没辜负我又冲了288。这游戏确实够劲儿，
他才玩没多久，这就整了大几百进去了。稍微能理解那些借钱都要充游戏的网瘾少年了，大概就跟他一样上头吧。叮，李清然的体检报告已生成，详细身份信息已生成，是否查看？陈怀安眼前一亮，兴奋地搓了搓手。来了来了，姐姐。身份及体检报告：李清然。姓名：李清然。当前境界：炼气一层。身份：前青云宗赤霄峰弟子。年龄：19女。特殊天赋：丹水灵根已废，太阴道体未激活。状态：根基受损，丹田破裂，火毒噬体，心魔滋生，严重内伤，经脉尽断，中度外伤。生平：曾是青云宗赤霄峰内门弟子，然被奸人所害，导致其与师门反目。李清然修为被大师兄陆长天所废，灵根为师父清玄道人玻璃，体内火毒源自二师兄萧一峰所炼废丹，后被三师兄云子墨联合外门长老将其逐出宗门，四师兄张含笑将其引入破草屋，终令其自生自灭。道心种魔，心魔之一为奸人所中，心魔之二为自己产生，点击展开详细版。宗评：命途多舛，风中残烛。看完李清然的体检和身份报告，陈怀安整个人都傻了。不是哥们儿，咋给他干女频来了？况且他身上顶多就癌症一个 debuff， 李清然足足5个啊！而且这妹纸也太惨了吧！什么仇什么怨，不就是宗门大比的时候刺中小师妹的肩膀吗？既然是修真界，刀剑无眼，宗门比试受个伤有什么问题？结果一整个赤霄峰全部都受刺激，化身超雄了。这其中莫非有什么隐秘？难怪瑟缩在这么一个破茅屋里，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他估计真没了。看着房间里盘坐在椅子上闭眼入定的李清然，陈怀安不自觉的就带入进去，好像李清然是真实存在的，这也不是游戏。这个样子是在修炼吧？根基被毁，灵根也没了，还能修炼吗？陈怀安点住李清然，出于尊重，他点住的是李清然的肩膀，而不是其他什么奇怪的地方。状态：修炼中。修炼进度：39、99。这个意思应该是灵气积攒到99才能进阶炼气2层。陈怀安暗自推测，没注意到李清然微红的耳根，他就这么瞅着李清然修炼了半小时。而李清然的修炼进度不仅没动，还掉了一格，变成了38。画面中的少女也皱起眉头，苍白的嘴唇微微下撇，我见犹怜。她应该也感觉到灵气不进反退了吧？陈怀安又开始到处找按钮，看看能不能帮助李清然加快修炼进度。而且李清然身上还有那么多伤，就这么放着只会越来越糟。翻找半天，给李清然疗伤的选项没找到，有个电子女友商店是未解锁的。他终于在右上角一个阵法的图标里找到可能对李清然有用的东西。初级聚灵阵，观看广告可解锁1小时；中级聚灵阵观看广告可解锁10分钟；高级聚灵阵188，1小时需观看广告。疯狂星期4特惠原价488小时。除了聚灵阵之外，下面还有一溜各种各样的阵法，比如什么隐匿阵、玄甲阵，还有看名字就很牛的诛仙阵。这些阵法有的要花钱买，有的要满足各种稀有条件，很多条件他都看不懂。例如顶级阵法之一的十方血煞屠天大阵，需要集齐12把最低灵气级别的凶器，配合一大堆复杂的材料才能启动。关键是这些材料上哪找？花钱买？游戏送？还是要让李清然去找？就跟旅行青蛙一样，又是特惠，还疯狂星期4啊！陈怀安咬牙切齿，明天高级聚灵阵就恢复原价了，到时候再享用不划算。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冲他妈的！1888冲进去，陈怀安全身一瘫，产生了一种莫名空虚的感觉。不过也就那么一瞬间，他也没几天好活了。当然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只要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让他觉得自己是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半入土的尸体，那么倾家荡产又如何？从现在开始，高级聚灵阵10个小时，正好到晚上12点。既然李清然想修炼，那就直接给他拉满。不过在这之前还得看个广告。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吾等修仙之辈行走江湖，逆天而行，没有一把趁手的兵器怎么行？聚宝阁灵兵，兵器中的大品牌，现在修仙界搞活动，点击下方链接领取天道补贴，获得最高 25% 的优惠折扣，购买兵器认准聚宝阁。陈怀安，唉，又失败了。房间里，李清然颓然地叹了口气，修为被废，根基受损，再加上灵根都没了，哪怕熟练掌握修炼方法，也无法顺利修炼。他体内的灵气一直在减少，现在再怎么修炼也只是延缓罢了。而且他修炼的还是赤霄峰的独门功法赤云诀，在整个青云宗，赤云诀算是修炼速度比较快的玄阶下品功法，是玄阶上品功法赤霄宫的下位。
如果连赤云诀都不能把他的灵气拉起来，那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靠聚灵阵。他倒是很会布置聚灵阵。3年前，四师兄张含笑在宗门任务时帮过他一次，后来他每个月都会拿1半的灵石份额给张含笑布置聚灵阵，久而久之就非常熟练了。聚灵阵需要大量的灵石，初级聚灵阵就需要至少100颗下品灵石，中级聚灵阵需要500颗中品灵石或者50颗上品灵石，而高级聚灵阵则需要灵晶，一般只有长老和宗主那个级别才用得起。可他现在别说灵石了，灵渣都没有。就在这时，啪嗒，有什么东西砸在了地上。李清然定睛一看，不禁瞪大眼睛，小嘴都张成了 O 型。掉在地上的居然是10枚灵晶，晶莹剔透的青色晶石，婴儿拳头大小，散发着浓郁的灵气波动。他不会认错，平时清玄道人掰着用的灵晶就这么被直接丢在了地上。前辈啊，你暴殄真物啊啊啊啊！紧跟着凭空掉下来的还有8面散发着淡淡金光的阵旗，全部都是品质最高的仙品阵旗，能够将阵法材料的利用率提高到极致，绝对不会浪费1分1毫。8面阵旗就像被一只大手无形操纵着将它围住，3下5除2就组合成一个高级聚灵阵。嗡，阵法启动瞬间，灵晶中的灵气瞬间被提取出来，如漩涡般包住李清然。在阵法的封锁下，灵气浓度越来越高，先是产生灵气雾，后来甚至化作灵液滴在阵法内。这时哪怕不运转赤云诀，灵气都在争先恐后的往李清然体内涌入。他需要聚灵阵，前辈就真的给他一个聚灵阵，而且是最好的聚灵阵。李清然眼眶一阵酸涩，险些落泪。从宅子、衣服到食物，再到雷火符和高级聚灵阵，前辈给他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的价值。他甚至想过前辈是不是需要他做炉鼎，可即便是做炉鼎，也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投入。光是10颗灵晶就足够买几个处子之身的筑基女修自愿充当炉鼎了。他意识到，这或许真的是他的机缘。前辈或许就是那种四处云游的超级大能，至今并未露面，是根本不要求他做怎样的回报，只是随手落下一桩因果，积一桩功德。他唯一能回报这位前辈的方式，只有努力修炼，不辜负对方的栽培之心。前辈您放心，清然不会让您失望的。李清然抹了抹眼角，深吸一口气，重新盘膝入定。高级聚灵阵内的每分每秒都非常珍贵，他可不能浪费前辈的心意。状态：修炼中，修炼进度41、99，当前好感度20，敬畏积极提高好感度，将概率触发小礼物。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慢？陈怀安挠了挠头，又盯着看了10分钟，没事儿就戳戳李清然的肩膀，看着妹纸的修炼进度，最终只能自我安慰，灵气不倒退就行了，还要什么自行车？眼见李清然修炼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他还是把房顶的雷火符挪到了房间门口，确保万无一失后，也舍不得把手机熄屏，就这么放在旁边，然后打开电脑。之前他不想赚钱，是因为觉得赚了也没用，反正都要死。但现在他心态变了，为了这个游戏，为了李清然这串让他生活稍微有了点色彩的数据，他要去赚钱。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他又是个癌症病人，那么没有什么比把自己曝光在大众视野中更容易赚钱的方法了。没错，他要做直播，不过做直播之前还需要一些准备，比如去医院开个癌症证明，然后再把头发剃光，伪造多次化疗。化妆是不需要的，他现在的气色一看就病得不轻，至于直播的内容吗？打开电脑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向命运竖起中指，对死神微笑嘲讽。他要去爬泰山，顶着剧痛的腿，以骨癌患者的身份。青云宗赤霄峰，正在修炼的慕白霜突然睁开眼睛，似有所感。奇怪，我那师姐的气息居然稳定下来了。他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块破破烂烂的草扎人偶和2枚铜钱，掐着指头算半天也没算个所以然出来。按照他的计划，李清然内伤外伤兼具，灵根修为全废，身上还有火毒，绝不可能活过半个月。况且那万青山中妖兽横行，随便撞见一头稍微有点道行的妖兽，李清然都得死。只要李清然一死，那太阴道体可就是他的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慕白霜皱起眉头，他只能算到李清然还在破茅屋里没动，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这算是唯一有点安慰的地方。白霜妹妹，你在吗？洞府外响起个压弓嗓子。慕白霜眉头更深，满脸嫌弃。是张含笑那个聒噪玩意儿来了，这家伙一天起码要来他的洞府10几次。要不是为了维持可爱小师妹的人设，要不是为了张含笑身上的那件东西，他早就翻脸了。一个天到晚游手好闲的纨绔，还妄图成为他的道侣，也配。不过张含笑还是有点用的。慕白双眼珠子一转，立马想好了对策，脸上浮现出标准的小师妹款甜美笑容迎了出去。含笑哥哥，
一声甜腻腻的哥哥让张含笑差点酥了半边身子。含笑哥哥有什么事吗？慕白霜站在张含笑面前，微微歪着头，素衣如雪，双手拢在小腹前，满头青丝随着清风微动，眸子里含着一汪秋水，纯得像朵含苞待放的白莲花。啊，哈哈，没什么大事。张含笑直勾勾地盯着慕白霜的脸，狠狠咽了口唾沫，忙不迭将手里的东西递出来，磕磕巴巴地说：半个月前你跟李清然那厮比试，双月剑不是断了吗？我这段时间不停出宗门任务，赚了点钱给你买了一把好剑，剑名秋华，比双月更好。他撒谎了，这件其实是李清然曾经送他的生辰礼。他最近确实出了不少宗门任务，但也惹了不少事儿，赚的钱还不够赔的。以前都是李清然帮他赔钱，现在他只能自己负责。可和小师妹发展关系，总要一些小礼物调情，思来想去，他就拿出了这把秋华剑。慕白霜看了眼张含笑手中的秋华剑，这件是中品法器，确实比只是上品凡器的双月剑更好，在筑基期修士中算是比较豪华的装备了。其实陆长天已经送了他一把上品法器风絮剑，但谁会嫌弃自己武器多呢？更别说危急关头法器自爆，还能作为杀手锏。含笑哥哥，这样不好吧？慕白霜看着四师兄的腰间，嘟着嘴说：秋华剑不是你的佩剑吗？给我了你用什么？嗨，我实力在那摆着，用什么剑不是剑？张含笑大大咧咧地说：倒是白霜妹妹，你更需要趁手的兵器保护啊，就这么定了，可莫要再推脱。慕白霜闻言心里直翻白眼，什么叫他更需要兵器保护？他很弱吗？好吧，那就谢谢含笑哥哥了。慕白霜心里不屑，面子上盈盈一礼，眼里含着欢喜和感激，接过秋华剑，剑出3寸，寒光四溢，他装出很珍惜的样子，抱紧了秋华剑，笑着说：这把剑我很喜欢，含笑哥哥你真好。张含笑看着慕白霜怀里的剑，恨不得把自己胳膊换过去，心里也想起先前的计划，趁热打铁道：师妹啊，你今晚有没有时间？我跟你说，宗门后山有个好地方，灵气充足，适合修炼，今晚我带你去。啊，不用了。慕白霜礼貌地笑了笑，大师兄已经帮我布置好聚灵阵了。这张含笑傻眼了。对了，含笑哥哥。慕白霜上前2步，抱住四师兄的胳膊，手指勾住对方的手掌心，眨了眨眼道：外门有个女弟子叫宋皎皎，我跟她是好朋友，可以麻烦你送她到我这里来一趟吗？你也知道，外门那边我不方便过去了。被慕白霜这么一抱，张含笑本就酥了一半的身子彻底软了。他只感觉小师妹的身上好香好香，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浑浑噩噩，脑子也不听使唤。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站在洞府外的柳树下。值了。张含笑美滋滋地回味了一下手臂上残留的触感，意满离。外门弟子不得进入内门，内门也不能将外门弟子带进来，这是宗门的规矩，要是被带住就等着挨罚吧。但现在的他可不管规矩不规矩，小师妹的话就是规矩。慕白霜回到洞府，靠着门，下意识摸了摸后腰上炽热的蛇形印记，俏脸含煞，眸中寒光闪烁。李清然啊李清然，我看这回你的命还能不能硬下去。晚上12点，陈怀安被自己设定的闹钟惊醒。由于身体实在虚弱，一般晚上8、9点他就睡觉了，天王老子来了都不醒的那种。但今天为了让自己醒来，他直接把手机调成震动，脸就趴在手机上睡。闹钟更是1分钟响一次，主打一个往死里闹。这个点起来无他，就是为了看看自己的电子女友。打开游戏一看，高级聚灵阵的聚灵效果已经结束，10颗灵晶已经碎成了渣，阵旗也暗淡无光，但阵法中心还在调息的李清然却容光焕发。陈怀安伸手轻轻点住李清然的额头，状态调息，修炼进度327499二层。哟呵，炼气2层了，马上3层了，这钱没白花。陈怀安摇头晃脑，颇有一种给女儿买了学习资料，女儿成绩立刻突飞猛进的感觉。来不及感叹，连着2个和氪金有关的提示就糊了他一脸。恭喜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实力突破炼气2层月卡特惠，第1次月卡享受金仙折扣，购买即送传功调息1次，仅需1888即可获得价值1888万的月反馈。根据电子女友李清然的境界，每天可以获得1份对应境界的灵石补给礼和1份丹药补给礼，仅限电子女友使用。电子女友商店已开启，您可以在其中购买适用于炼气期的所有商品，也可在气运锦鲤池初级中抽奖夺宝，每抽100块，10连打9折，抽中气运锦鲤可兑换超级大奖，气运锦鲤抽中概率0，001百分号，保底1000抽。陈怀安脸上的笑容僵住，陈怀安盯着手机陷入沉默，陈怀安的手微微颤抖。陈怀安想报警。游戏论坛，苏醒的烧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款叫我的电子女友的游戏啊？制作很精良，人物建模细致，交互性很强，
微表情都不重复，就是比较片刻。喂爱嘎蛋，没听说过。沪上大叔，啥玩意儿？真有这种游戏吗？粉红法拉牛，楼主可以把安装包放这里，我想体验一下。千度上找不到这款游戏，给安装包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陈怀安发现这游戏根本没有安装包，根据一般经验，这种级别的游戏至少是10个G起步。然而安装游戏前后，他那64克的可怜内存没有任何变化。游戏的画面流畅度和精细程度也不是他这种跑农药都卡成 PPT 的千元机能驾驭的。那么真相只有一个，陈怀安推了推眼镜，他估计是被某个强大的黑客组织盯上了，而这游戏就是那黑客组织的产物，他只是这款游戏的小白鼠。唉，但是他们游戏确实做得好啊。陈怀安颓然地看着画面里已经结束打坐的李清然，喃喃自语，好到让他心甘情愿充钱的地步。这妹纸身上的外伤已经完全恢复，剩余寿命也从之前的6个时辰变成3年。此刻他正之而重之地将那8张阵旗收起来，他甚至还能听到这妹纸的碎碎念：前辈对我真是太好了，这些阵旗上面的材料还能做个护身符什么的，以后要是能见到前辈就送给他。话罢他又使劲摇了摇头，哎，可是像前辈那样的大人物，我送出这样的礼物也只是惹人发笑吧。小作坊下料有点猛过头了。陈怀安觉得如果妹纸做的护身符真能送他手上，哪怕知道是游戏官方送的，这也将是情绪价值上的绝杀。要不要试试传音符呢？告诉妹纸他很喜欢。可看着电子女友商店里已经恢复原价的传音符，他选择沉默。说了也没用，这只是个游戏。刚刚开放的练气期电子女友商店卖的东西很多，只是价格和品质就让人眼前一黑。下品灵石50一颗，凡品雷火符576一张，传音符300一张，下品凡器剑998一把，中品凡器剑4998一把，上品凡器剑9998一把。最让陈怀安无语的就是这个雷火福特会给的全是仙品，自己买就变成凡品。虽然没见过凡品啥威力，但不用想都知道和仙品差了不止一截。还有这个武器也恶心，凡器是最低级的，上面还有法器、灵器、先天灵宝、仙器，难以想象那些更高级的武器要卖什么天价出来。这游戏作者想钱想疯了吧？9998一把剑，鬼才买。陈怀安对此嗤之以鼻，特别的东西勉强还能接受，但他要是从这商店买哪怕一把武器，他陈怀安3个字就倒着写。正寻思着呢，好端端的李清然突然皱起眉头，嘴角溢出口血来。他略作调息，稳定了一下翻滚的气血，眼中一暗，口中低喃：得前辈相助，至少灵力没有继续消退，只是我丹田破裂，根基全无，再加上没有灵根，想要驱除体内火毒比登天还难，修炼速度只会越来越慢。想解决目前身体的问题，只有2个方案，要么回青云宗讨个丹药，要么就去周围万青山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疗伤的灵草。只是前者几乎难以实现，他已不是青云宗弟子，也不想麻烦宗门里的泛泛之交，后者风险很大，却是他最中意的选择。之前身体虚弱，只能在屋子里等死，现在再遇到那妖狼，多少也有反抗之力了。李清然的声音很小，但陈怀安啥都能听到，甚至能听到李清然心里的碎碎念。回什么青云宗，去什么万青山冒险？陈怀安直接拉开充值界面，妹纸都吐血了，他还在等什么？哪怕他知道这就是这款游戏圈钱的方式，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月卡直接充，这个月不买，下个月就不是这个价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购买月卡成功，获得传功调息1次，丹药补给和灵石补给已送达。提示完毕，2个袋子从天儿降落在桌子上，啪的一声，吓得李清然哆嗦了一下。这时李清然凑过去戳了戳其中一个袋子，鼓鼓囊囊的，里面有明显的灵气波动。他抬头望着天花板，拱手道：敢问这2个袋子是前辈丢下来的吗？无人回应。李清然也不意外，他已经渐渐习惯和这位前辈的相处模式了，只要不说话，那就是默认。这俩袋子显然是那位前辈给他的，之前已经接受过前辈的帮助，他也不矫情，带着赧然和好奇拆开其中一个袋子，哗啦，一大把灵石滚了出来。李清然呆呆地数了数，足有50颗下品灵石。在青云宗炼气期的内门弟子1个月的灵石份额也就3040个下品灵石左右，筑基期后可以提升到60100个下品灵石。灵石是货币，也可以捏碎吸收其中的灵气，布置阵法、淬炼武器都离不开灵石的消耗，这50颗下品灵石已经很贵重了。李清然却是不知道，这只是他今天1天的份额。清然谢过前辈的灵石，50个下品灵石对于化神、合体期的大佬不算啥，但该有的感恩和礼节不能丢。陈怀安闻言，嘴角忍不住上扬，下意识就想做捋胡子的动作，
但他没有胡子。怎么说呢？虽然月卡很贵，但下品灵石单独卖就是50块钱，这怎么不能算是一种血赚呢？李清然继续拆开第二个袋子，里面是个红色锦盒。拿到盒子的瞬间，就已经能闻到里面的药香，药香好精纯。这些年他帮二师兄打理灵草，偶尔去当试药人，炼气期到筑基期的丹药基本都见过。他那二师兄很有天赋，炼出来的药品质很高，就连丹阁长老都赞不绝口。可即便如此，也没有这般精纯的药香，多少带着一点杂气。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颗红色药丸，这药丸晶莹剔透，犹如红玉，其中竟是看不到一点杂质。大海丹，仙品。李清然震惊的掩住小嘴，符箓是仙品，丹药也是仙品，这位前辈莫不是样样精通的奇才。大海丹是炼气期到金丹期修士普遍都会用到的疗伤药，价格便宜，效果广泛，对内伤外伤均有效果。绝品大海丹据说就有解毒效果了，那么仙品大海丹解决他体内的火毒肯定没问题。无论是灵石还是丹药，这位前辈给他的都是最需要的，量身定制的。李清然心里暖意浮动，从小到大也就只有在父母那里感受过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不管前辈喜不喜欢，也要给前辈准备一份礼物。李清然暗暗下定决心。而屏幕外的陈怀安此时也收到一条提示，李清然即将开始疗伤，是否使用一次传功调息机会，亲自帮李清然疗伤，效果增强。等等，亲自。陈怀安两眼一眯，发觉此事并不简单。这个亲自是我了解的那种亲自吗？带着一丝疑惑，陈怀安选择使用。啊，前辈要为我亲自运功疗伤。他看到李清然突然愣住，俏脸立马就红了，这小妮子连忙摆手。清然身份低微，哪里值得前辈这样做，我自己来就好。4个可选择对话框弹出来，速战速决，本座很忙。小妮子居然敢忤逆老夫，活腻歪了。姐姐，哼，小娘皮，可别不识抬举，这是你的荣幸。充值300，购买1张传音符，自由对话。陈怀安，他感觉游戏制作者已经快把手伸进他银行卡了，如果这里他还要充300块，他才真是疯了。琢磨了一下，陈怀安选择第一个选项，这是唯一一个看起来算正常的，虽然有点拽。选择完对话后，陈怀安也没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李清然就像确实听到了，眼里先是流露出畏惧，接着后退半步，害怕的低下头，跟被人凶了一样，捏着100小声嘀咕好吧，不过清然身上脏兮兮的，还请前辈让清然先清洗一番，再来传功调息，可以吗？身为修士本身是不可能身上有味道的，但这半个月他蓬头垢面，生活一团糟，身上难免沾染尘土泥浆，衣服上还有干涸的血迹，就这么让前辈给他运功疗伤，他脸皮再厚也做不到。他竖起耳朵等待前辈的答复。不用清洗，老夫就喜欢原味的，姐姐也好，你自去吧，本座等你。少说废话，赶紧把上衣脱了。充值300，购买1张传音符，自由对话。先排除选择1和4。陈怀安在2和3犹豫不决。话说他选择3会发生什么？李清然不会真把上衣脱了吧？看起来他就穿了这么一件啊。选择2，李清然肯定会去洗澡。那能看吗？难怪这游戏提示必须18岁以上游玩，可能真的有不可说的 VIP 内容。但他陈怀安是那么变态的人吗？他玩游戏，他充钱是因为李清然这个数据给他提供了情绪价值，是他绝望生命中最后一束曙光。况且李清然花着脸已经很漂亮了，洗更漂亮，绝对不是他想探索一下浴室。选2。只见画面中的李清然红着脸点了点头，小声道：那清然这就去了。浴室就在旁边，原本是没有的。他之前探索宅子的时候已经观察过，里面洗漱用的东西全部都有。作为一个爱干净的女孩，她老早就想清洗一下身子，只是一直没有安稳下来。进入浴室，看着铜镜里的自己，刚想宽衣解带的李清然手指突然顿在胸口，脸上的红霞瞬间蔓延到耳根。他轻咬着红唇，垂直头，心里寻思着：前辈神通广大，提前看到妖狼进攻，他吐血就送来了灵石和丹药，这就说明他的一切都能被前辈看到。也就是说，他要是在这里洗澡，也肯定也会暴露在前辈的目光中。这不会的，前辈不是那样的人。李清然使劲摇了摇头，甚至心里还很惭愧，他怎么能这么想？若前辈想趁人之危，哪需要等到现在？况且前辈多半也是那种几百岁的长者了，听他说话就听得出来，声音年轻又不代表年龄年轻。既然是这样的长者，那肯定对他这种雏儿没兴趣。这么一想，他心中的羞涩和纠结瞬间消失大半。衣服从裸肩滑落，随着肚兜解开，露出一具比例精致、曲线诱人的胴体。与此同时，陈怀安盯着手机，双眼泛红，手指悬在浴室上，犹豫不决。之前他已经试过了，
他可以随意切换房间，只需要轻轻一点。陈怀安，不要活成你自己都瞧不起的人啊！可是这只是个游戏，食色性也。陈怀安，你是个癌症病人，你不需要有这种需求。病人怎么了？病人不能有欲望吗？我只是担心妹纸在浴室里发生意外，万一滑倒了咋办？万一浴室里突然出现一条大鲨鱼妖或者章鱼妖怎么办？念头通达，手指落在浴室上，好感度不足，无法窥视。陈怀安松了口气，悬着的心也死了，但马上又活了。意思是说，能看，只是好感度不够，不给看，搞得好像我很想看一样。陈怀安不屑一笑，随手打开个小网站鉴赏起来。鉴赏到一半，游戏里就传来提示：李清然沐浴完毕。那么快？女孩洗澡不是都要半小时以上吗？陈怀安默默把拆开的纸巾放回去，注意力集中在浴室门口。半晌，那门打开个小缝，淡淡的蒸汽从里面冒出来，接着完全打开，李清然裸着一对香肩，裹着素白的浴巾出来。陈怀安的视野瞬间被那两只修长白皙的玉足给占据，继续放大，甚至能看到水珠从上面滚落。小作坊牛批，黑客帝国牛批。陈怀安对水珠和水蒸气赞不绝口。话说，这妹纸不穿新衣服吗？他看到李清然已经跪坐在床上，背对着镜头，没有一点瑕疵的后背让他恨不得上去把2个火灌。前辈，清然已经准备好了。在李清然心里，前辈是个慈祥严肃的老爷爷形象，所以心中的羞赧和心理负担没有特别严重。不过服下大海丹，解开浴袍，那衣服顺着蜿蜒的腰线落下，遮住腿和臀，露出整个背部的瞬间，他的耳根还是红得发紫。运功调息疗伤不能隔着衣服，特别是背腹胸，他体内积攒着火毒和各种杂质，随着传功调息将会尽数从体内排出。而火毒炽热还容易引燃衣服，所以把整个背全部露出来是最方便的。只是露个背也总比被全部烧干净来的好吧。陈怀安瞅着李清然的背，整个人都懵逼了。此刻游戏视角已经将李清然的背放大，将后脑勺以下和臀部以上的区域展现出来，他甚至都能看到白皙皮肤下若隐若现的血管。不是，就拿这个考验老干部，嘴里这么说，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背真的很美，这曲线绝了。只是接下来要怎么做？没疑惑几秒，李清然的背上就出现金色的穴位图，请左手点按命门，右手点按气海鱼，开始运功疗伤。哦，原来是这么个亲字法，谈不上失望或者不失望。陈怀安伸手摁了上去。游戏里传来一声细细的闷哼。陈怀安，好，不愧是小作坊，他喜欢小作坊。灵气入体似乎很疼，李清然一直发出压抑的闷哼，额头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和脖子往下落，皮肤表面也渗出细密的水珠。陈怀安能清晰看到，随着运功疗伤的进度条缓慢往前推进，渗出的水珠中逐渐出现细小的黑色物质，这画面做的叹为观止啊！怎么说呢？给一款游戏充钱，不仅要看好不好玩，还要看值不值得。有些游戏体量就那么大，游戏性虽然还不错，但就做那么1-2张出来，整体游戏时间还没2个小时，结果却卖大几百，那不是割韭菜吗？电子女友这游戏就不一样，他有种预感，这游戏可以玩到死。随着疗伤推进到一半，一些可喜的提示终于出现。李清然，经脉修复，根基受损，移除。李清然，内伤愈合，中度内伤，移除。开始排毒，请点按腰阳关，画圈按压肾俞，运功疗伤。陈怀安按照要求换了2穴位，结果刚上手，李清然就啊了一声，肯定很疼吧？他心里默默想着。此刻李清然的皮肤开始泛红，而且这种红不是在热水中泡久了的红，而是跟煮熟的大虾一样。看把这孩子疼的都咬着牙憋着不发出声音了。可实际上呢，李清然只感觉背后的2只大手非常温暖，火毒从体内排出的过程就像无数虫子在4肢百骸中爬来爬去，又痒又麻。他咬着嘴唇，生怕发出一些失礼的声音冲撞前辈。为了转移注意力，他看向床头挂着的铜镜，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后背的一小部分。本以为能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子，可什么都没有，背上只有2只灵气聚集而成的手掌，一掌屈指点按，一掌打着圈儿，传来温和宽厚的力道。没有看到前辈的模样，李清然有点小失落，心里安心的同时又很羞愧。前辈确实不是那种乘人之危的人，就算给他运功疗伤都不沾染他的皮肤半点，是绝对的谦君子。结果之前他还有那种不敬的揣测，实在不应该。李清然，火毒排出，火毒噬体，移除。运功疗伤进度条推到底，李清然的皮肤也恢复正常。不过从陈怀安的角度来看，虽然妹纸的皮肤上附着了一些杂质，但比起之前明显变得更有光泽，就像煮熟的鸡蛋打了点蜡。谢前辈帮我疗伤，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李清然低声道谢，双手有些不知所措的放在两边抓着浴巾。陈怀安能看到他羞红的耳根，连带着后脖梗都有被波及的趋势。可以问前辈一个问题吗？李清然的声音有些抖，似乎是鼓起勇气才说出的这句话。可以。不行。你猜。充值300，购买1张传音符，自由对话。这回陈怀安想都没想就选了1。得到应允，李清然心里欣喜，说话的语气都变得轻快了许多。前辈帮助清然良多，可否让清然知道前辈的名字？当然，前辈若是不想说，清然便不问了。请输入您的名字。好家伙，陈怀安暗道好家伙，他都充了大几千了，游戏玩了大半天了，终于来到创建角色名称这一步了吗？合着如果不充钱到这一步，连创建角色名称都不配备，这游戏门槛真高。陈怀安想了想，还是没搞出什么花里胡哨的名字。陈怀安，他就输入了这么3个字。如果他以后死了，至少他手机里的这份游戏数据还记录着他的名字，这或许就是他唯一可能留存的痕迹了。怀双剑胆屈长夜，安世情心化寒宵。怀安，怀安，前辈的名字晚辈清然铭记于心。李清然回眸浅浅一笑，眉眼微扬，青丝如瀑顺着肩膀滑落。窗外长夜似墨，暴雨倾盆，但他却没有感到半点清寒，只有柔软的暖意在心头绽开。陈怀安望着李清然的笑颜怔了怔，这一瞬间仿佛手机屏幕消失不见，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女孩正对他笑着。小作坊夏料猛地受不了，他赶紧摇了摇头，驱散心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前辈，清然身上又多了不少污渍，还要再去清洗一下。这回没有对话选项弹出，李清然裹住浴巾，转身对着天花板盈盈一礼，随后拿着床头的新衣服去了浴室。陈怀安看着空无一人的闺房发了会儿呆，他觉得自己真是魔怔了，居然有那么一天会对游戏角色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话说这妹纸只是伤势好了，灵根和丹田破碎的问题还没解决吧？他又在游戏界面里翻找了一圈，然后就发现有个帮助中心，里面似乎可以提问，每日首次提问免费，第2次提问需要充值100购买提问券，第3次提问券价格翻5倍，以此类推。不是，你干脆抢银行得了呗，做什么游戏啊？陈怀安都气笑了。不过既然第1次免费，那就天天白嫖，嫖到他死。李清然的丹田和灵根问题怎么解决？您只能提问其中一个。陈怀安，丹田和灵根似乎前者更重要，毕竟是容器。那就丹田的问题如何解决？正在推演天机。还推演天机呢，整得还挺玄乎。陈怀安嗤笑一声，却不知道李清然所在的苍云界突然天象大变，周天星斗偏移，潮汐异动，地龙翻身，引得无数宗门老怪频频侧目。这是有大修士在推演天机。如今苍云界灵气越发稀薄，这般天象异动是有大能在占卜苍云界的未来吗？回避，这等大能不是我们能惹的，老老实实闭关吧。嗨，天机推演完毕，修补李清然丹田，可使用一味上古神药混元补天丹。此丹已经失传，不仅能够修复严重受损的丹田，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丹田的品质和容纳灵气的能力。气运锦鲤池已为您捕捉1线天机，抽中气运锦鲤即可兑换仙品混元补天丹。陈怀安，神 TM 捕捉1线天机，这不就是把游戏道具色保底奖池了吗？抽满1000次要10万块啊！虽然有概率直接抽到，但是00100分号和0有什么区别？他要是运气够好，也不至于得癌症了。明天早上起来先把账号起了，再去医院办证明，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去泰山开播。陈怀安抓了抓脑袋，他本来打算过几天再去泰山的，但现在他有点着急了。李清然的丹田必须修复，他陈怀安说的。雨渐渐停了，李清然有些紧张地看着手里的护身符，准备进行最后3个步骤。第1步，给护身符补充灵气。仙品镇其剩余的材料用来做护身符需要多少灵气他也不清楚，只知道50个下品灵石全部用掉，自己身上的灵气也抽干了，才勉强把护身符启动需要的灵气填满。他揉了揉苍白的俏脸，深吸一口气。接下来是第2步，刻名字。护身符的制作者要用自己的血味墨在护身符上写下被守护者的名字。这一步明明最简单，但李清然却比之前还要紧张。写好，写好，一定要写好。他碎碎念着，终于在护身符上写下陈怀安3个字，脸上却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完了，这下更惹人发笑了。只见那护身符上的字7扭8拐，竟比狗爬还要难看。李清然有个天生的弱点，他字写得丑。倒不是说他粗鄙野蛮，主要进入青云宗之前，他是武将之女，从小父母虽然要求他学女儿家的本领，但他愣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注意力全部都在马术、枪术、
剑术，还有功伐术等上阵杀敌才用得到的东西上面。那时候爹娘逼他学写字，他就哭。挑枪上马，现阵杀敌也不需要写字好看啊。现在他后悔了，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好好跟着爹娘学写字。爹爹说过，礼物心意到了最重要。李清然挥了挥拳头给自己打气，进入最后一步赠运。顾名思义，就是把气运送给别人。天地气运自成方圆，有增就有减。好在有护身符作为媒介，这气运送出去也只是暂时的。只是送出去之后，作为赠运的人，气运亏损会倒霉一段时间。可李清然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不管前辈是否需要这微薄的气运，他只希望前辈平平安安。用秘法将气运封锁到护身符里，李清然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又差了不少，但他却笑得很开心。这护身符就先放在桌子上吧。李清然对着屋顶叩首参拜，也不管那前辈能不能听到，想来是肯定能听到的。晚辈清然承蒙前辈照顾，伤势痊愈，自觉无以为报，便特制一枚护身符赠于前辈。礼物虽小，却是清然一片真心，还望前辈莫要嫌弃。说完他就低着头，眼睛却又紧张地向上瞟，小心翼翼地看着桌子上的护身符。1秒2秒3秒，唰，护身符消失了。前辈接受了他的礼物，李清然心头欢喜，脸上不自觉露出笑来，不好意思地说：“谢谢前辈不嫌弃清然愚钝，嘿嘿。”忙活一夜，他伤势刚愈，此刻早已身心俱疲，转身回到床上，困意顿时席卷而来。足足半个月，他第一次睡在那么柔软的床铺上，瞌睡虫立马就钻进了脑海。不过他还是望着天花板，挣扎着迷迷糊糊地哼哼了一句：“前辈晚安。宋皎皎，你最近修为倒是精进不少吗？都练气9层了。正好我有件事要你去办。你说帮我杀了李清然。”啊，杀李清然？你对那件事还耿耿于怀吗？哼，那又怎样？李清然在宗门的名声已经臭了，死了也无所谓，他也该死。况且你只要处理干净点儿，完全可以把他的死归结于万青山里的妖兽。乖，这件事要是做得好，我就帮你搞来一粒筑基丹。筑基丹？好的，你等我好消息。翌日一大早，天还没亮，陈怀安第一件事，电子女友启动。您的寿命剩余131天。神经，什么游戏啊？上来就是这么一句。他知道自己有绝症，但区区一个游戏还预言他啥时候搞笑。不过陈怀安转念一想，这必然说的是他在游戏中的这个前辈角色还有131天会死。不过既然是游戏，后面肯定会有对应解决方案的。等我和李清然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这个前辈也快死了，然后就让我氪金续命。我已经看透了你们的片刻手段。陈怀安冷冷一笑，接着又一个提示弹出来：由于您推演天机受到天道反噬，气运亏损。今日卦象：离卦小吉宜婚配，忌爬山。明日卦象：震卦凶宜打扫，忌爬山。哟呵，还算上了。陈怀安撇了撇嘴，我陈怀安半只脚已经踩在阎王殿了，有什么好记的？而且他都身患绝症了，那应该每天都是大凶才对。可见这游戏就是瞎鸡巴乱算，信你个鬼！不过陈怀安本身就对这种神神秘秘的东西有点兴趣，于是抱着一丝求知欲就去百度了一下。所谓震卦预示着雷霆震动，对应人的足部一般出现震卦搭配凶势，则不宜出行。凶就很好理解了，大凶就是要嘎，凶仅次于大凶，预示着重伤，缺胳膊少腿之类的。怎么说，他去爬个泰山还能被雷给劈死了？他又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明2天泰山那边都是30多度的天，上哪去找雨下？将2个提示框插掉，他们挡住李清然绝美的睡颜了。李清然果然还在睡觉，这小妮子的睡相很好，一晚上都没挪过位置，就是不知为何气色不太好。昨晚上他看完泰山攻略就去睡觉了，也没注意李清然的情况。反正他睡觉之前，李清然还在打坐修炼。该说不说，这妹子是真的拼，一有空就修炼。永动机似的，他点住李清然的脸，看了看李清然的信息，发现多了一条 debuff， 气运亏损。奇怪，难道推演天机还会影响到李清然吗？思来想去，好像只有这个原因了。状态：睡觉中，当前好感度25敬仰，好感度达到25，已触发小礼物。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为您制作了一份小礼物，已送达。礼物系统啊，倒是常见。陈怀安摸着下巴点了点头。不过他找了半天没在游戏背包里找到李清然的礼物，邮箱这玩意儿是没有的。这游戏非常逼氪，根本不会开服送几百抽，应该是还没刷新吧。陈怀安给出个这样的推测。有些小作坊的游戏是这样的，公告更新快，道具更新一大截，或许等早上8、9点应该就有了。就在这时，外面的门突然敲响，
陈怀安带着困惑去把门打开，可门外空无一人。正欲关门，低头却瞥见一个巴掌大小的快递盒子。唉，我没买过东西啊，而且谁家快递员早上5点送快递啊？他把盒子捡起来，标签上没有任何快递公司的标志，也没有任何运单号，只有一排楷体小字：李清然的小礼物，陈前被收。啊！陈怀安一整个就是懵逼，不是真送来了啊？小作坊都这么下料的？还有，这游戏绝对是黑客搞的，这不实锤了，直接把他盒给开了。寻常人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必然是害怕，但陈怀安不怕，他烂命一条，大不了就嘎，怕什么？喂，你们肯定躲在楼道里吧？出来说话！你们这游戏太氪了，不能改吗？我真没啥钱。他对着漆黑的楼道一阵吼，回音顺着楼洞传递下去，无人回应。不出来算了。陈怀安撇了撇嘴，凭的一声关了门。他知道这些黑客不会出来，说那些话只是试探一下。我倒要看看怎么个事儿。他坐在沙发上拆着盒子，心里还是有点好奇。既然对方会专门把游戏角色做的道具1比1定制送过来，那就说明对方对这个游戏确实非常上心，所以这礼物的质量肯定很高吧。盒子里是个四四方方的香囊一样的东西，做工很精致。然而陈怀安把这香囊翻过来一看，顿时没忍住抽了抽嘴角。香囊上竖着写着3个繁体字陈怀安，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平平安安。显然这是个护身符，只是上面的字吗？陈怀安想说他刚上小学的时候字儿都比这好看，这简直跟狗刨出来的一样，歪歪扭扭的才感觉做工精致，一看这字瞬间没了档次。不过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他尝试打开袋子，但这材料比他想象的还要坚固，居然撕不开。于是为了初步确定里面装了啥，他就凑上去闻了一下。这一闻不得了，一股淡淡的幽香就一股脑冲进了鼻子里，不甜不腻，素雅淡然，没有一点侵略性，就像个默默诉说思念的女孩。说不出来是什么香味儿，可他脑海中就自然地出现了李清然的身影。他甚至产生了一股错觉，这上面就是李清然身上的味道。我去！陈怀安震惊了，有什么游戏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送礼物的游戏他听说过，什么女角色原味丝袜啥的，他大学舍友就收到过，也有香味儿，但那不一样，那就是恶俗香水的味道，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联想。这个平安符就完全不同，他换了几种不同的姿势去闻，脑子里还是李清然。哪怕打开小资料，面对最喜欢的老师再去闻，脑子里依然是李清然。神了！陈怀安一拍大腿，不是哥们儿，你们有这技术在游戏里骗客啊？把游戏靠免费推广起来，成立一个香水品牌，这不得赚到盆满钵满。最终陈怀安还是选择把这个护身符带在身上，无他，就凭这护身符确实给他一种是李清然亲制的感觉。不到一上午，陈怀安就已经置办好一切。医院楼下随便找个店剃了光头，癌症证明放在直播账号首页，又拜托医生帮忙拍了个励志 vlog， 发了第一个视频，并咬牙投了1000块钱的推广。中午找家面馆吃了3两干杂，下午就坐上前往泰山的飞机。他的直播账号首页很霸气，很中二。青春没有售价，生命只有一次。我叫陈怀安，我已确诊癌症晚期，剩余的时间里，我将蔑视命运，嘲笑死神，挑战各种生理极限，让我的生命尽可能发光发热。今天的挑战项目：5个小时登顶泰山。抵达泰山脚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他的目标是晚上12点开始爬山，这样爬到山顶差不多就能看到泰山日出，如此也算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小梦想吧。至于能赚多少钱他还不清楚，但癌症晚期爬泰山的噱头并不常见，况且他的腿是真疼，2脚脚踝已经完全肿起来，穿鞋都很不方便，这样的身体情况别说爬山了，稍微走点路都剧痛难忍。在泰山脚下找了个椅子躺了3小时。晚上10点过，养精蓄锐的陈怀安再次拿出手机，他先是打开游戏看了眼李清然，这小妮子已经起来了，正坐在床上打坐，桌子上是已经清洗干净的盘子，旁边还有一筐水果，只吃了一点点，这些都是他今天给李清然投喂的，真是努力的妹纸。那么他也要加油了。本来还很紧张的心情在看到李清然的瞬间就平静了下来。深吸一口气，陈怀安嘴角勾了勾，打开直播账号。经过半天的发酵，他的 vlog 已经被很多人注意到，包括今晚的直播居然都有100来个人预约。虽然这人数跟正常户外主播没法比，可他已经非常满意。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嘛。主播，你怎么证明你是癌症晚期患者？不会是来博同情卖惨圈钱的吧？癌症晚期爬泰山没问题，你还要5个小时登顶，没看错你是骨癌吧哥们儿？诈骗也得讲逻辑吧？哈哈哈，
太假了，和陈怀安想的差不多。打开直播间没多久，各种质疑声接踵而来，他没说话，只是耐着性子又给直播间投了一波推广，直到直播间人数来到几百人，他才终于开口：大家好，我叫陈怀安，我将以癌症晚期患者的身份5小时内登顶泰山，全程直播无剪辑。我的主页有诊断书、缴费记录和检查记录，如果觉得我的诊断书造假，也可以去相关医院申请查询，我接受任何实锤。话罢，他把手机翻转过来对着双腿，然后捞起裤腿，脱了鞋袜，露出肿胀的脚踝，上面密布着形如烫伤的肿块，继续把裤腿往上扯，只见右腿的肿块已经蔓延到膝盖。如你们所见，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每走一步都会给我的神经带来巨大的痛楚，给我的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陈怀安将镜头翻转回来，摸着光头露出个洒然的笑。但我会证明我自己，我会踩在病魔的头上，嘲笑命运的无力，向死神竖起中指。那一刻，日出之时，我将与诸位屏幕后的观众们共勉。准备齐全的病历材料，腿上斑驳的肿块，扎眼的光头，以及陈怀安洒脱的笑脸，4大杀气全出，整个直播间顿时鸦雀无声。妈呀，真是太感人了，我居然怀疑主播是圈钱的，太热血了，我真该死啊！主播你别爬了，我给你刷礼物。陈怀安一波肺腑之言，直播间内的言论顿时就有了部分逆转，不过其中还是不免夹杂着一些质疑，比如说他证明可能也是造假的，还有说要亲自来泰山真实他的。那位要来泰山真实我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12点准时开始爬山，12点之前我哪也不去。这话一出，直播间内的响应者又有不少。骨癌晚期爬泰山，骗鬼呢！电脑前，一名刚打完瓦被挂狗打红温的青年满脸戾气，正好今晚气得睡不着，他在直播间里留下一句话：我距离泰山开车1小时，兄弟们等我真实主播。话罢，他拿起钥匙就走。网上的骗子太多，举报一个出来2个，就跟那些挂狗一样。现在他就带着替天行道的想法，挂狗他抓不到，一个在泰山下开直播的卖惨主播他还抓不到吗？这些留言陈怀安也看到了，他反而希望有人来真实他，越多越好，这样不仅能证明他是真的癌症患者，也能让他的直播间更火爆。一旦流量跑起来，被一些高等级的账号注意，他赚钱的机会就来了。兄弟们点点关注不迷路，我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就是在跟时间赛跑。除了爬山之外，以后还想尝试更多极限运动，比如跳伞、蹦极什么的。陈怀安的话又引爆了一波弹幕，嘲笑者和鼓励者皆有之。不过所有人更关心的还是陈怀安到底是不是真的癌症患者，以及他如果是，能不能5小时内登顶泰山。要是不是，那就等着那些真实的人来，到时候就当看乐子了。临近12点的时候，陈怀安再次检查了一下装备。作为一个病人想5小时登顶，那么他就必须轻装上阵。原本打算带2个充电宝，最终为了减重就带了一个直接挂在肩膀上。他的手机电池已经不太行了，才开了2个小时直播就只剩下27%的电，耗电很快，不过有充电宝支援，应该勉强能坚持到下山。你就是陈怀安？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陈怀安转身看到一个年轻男人，2个中年人，还有个朋克少女。你们是直播间的？没错，我们是来真实你的。张瑞很不客气，脸上露出个冷笑。来泰山的路上，他就和直播间里几个要来泰山实锤的观众拉了个群。为了防止陈怀安逃跑，他们专门在门口先集合，才过来找陈怀安，这样可以保证陈怀安跑不脱他们4个人的封锁。你们好，你们好。陈怀安笑着和4个水友打招呼，语气轻松地说：我本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旅途，能有人跟我一起，那再好不过了。张瑞却是不接话，指着陈怀安的腿说：你腿上的肿块是特效妆吧？裤腿扯起来给我看看。陈怀安无所谓地扯起裤腿，张瑞和另外几个水友打着手电凑近了看。朋克少女还伸手捏了捏，顿时惊讶地捂住嘴。妈呀，是真的皮下肿块，那么多，他怎么走啊？不是，这人玩真的。张瑞脸上有点挂不住，下意识挪开目光，嘟囔道：肿块也不能说明就是骨癌啊，这是骨肉瘤。陈怀安笑了笑，你可以在网上搜搜和骨肉瘤有关的信息，再和我的做对比。好了，到时间了，我要开始爬山了。张瑞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陈怀安已经举着直播支架往前走了。你有点过分了哦。朋克少女苏小倩斜了张瑞一眼，不管是不是骨肉瘤，他的腿肯定是有问题的，结合那些资料，他说谎的概率很低，多少要有点同情心啊。是啊，小兄弟。旁边的一名中年男人点头附和。我父亲也是癌症去世的，就是长了骨肉瘤，这孩子腿上是不是骨肉瘤，我能不知道吗？他能顶着重病爬泰山，不说能不能上去，光站在这里，而不是躺在病房里，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确实，另一个中年人也跟着说，
骨癌容易引起并发性骨折，必须减少高强度运动。这小子还来爬泰山，勇气和毅力真没得说。张瑞羞愧地抓了抓脖子，闭上嘴不说话了。四人见陈怀安走远了，赶忙追上去。主播，你这指甲不轻啊，要不我帮你拿？苏小倩自觉有愧，凑上前去主动请缨。陈怀安却摇头拒绝，不用，我自己拿方便调整视角，而且拿着支架爬本身就是我给观众们的承诺。小兄弟好样的！一个大叔竖起大拇指，满脸佩服，太厉害了！大家都在鼓励陈怀安。张瑞最后也插了句嘴，哥们儿，对不住啊，我今天打游戏输了，脑子有点昏，说了不该说的话。没事，大家有顾虑可以理解，毕竟赚钱都不容易。陈怀安头也不回，这样，我给你刷礼物，就当赔罪了。闻言，陈怀安立马回头露出个和蔼可亲的微笑。那你给我刷啥？啊，我给你刷大火箭，2000块一个的那个。好啊，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张瑞，他看出来了，这主播有疾病是真的，想赚钱也是真的。不过可以理解，正是因为有重病才想赚钱治病，不是吗？只是他有点搞不明白，照陈怀安这么折腾，癌症不会越来越严重吗？不过他家境不错，既然陈怀安需要钱，那就刷好了。张瑞点开陈怀安的直播间，先点关注上了的灯牌，起手就是10个大火箭。卧槽，老板大气，这不是去真实的那个哥们儿吗？这是愧疚了啊，看来主播是真的癌症患者。第一次见到现场真实的，前排围观。哎，主播不容易啊，我也刷点吧，主播加油，实在不行咱就不爬了，我们也给你刷。10个大火箭果然引起连锁送礼反应，同时吸引更多人进入直播间。直播间内的人数正在快速上涨，人们看到李物语和骨癌晚期5小时登顶泰山挑战的噱头，很多都留下来不走了。感谢老板的10个大火箭，陈怀安心头一喜，立马给了身后的张瑞一个镜头。这哥们儿还挺腼腆，红着脸躲开了。除去平台分成10个大火箭，他能到手1万，这就是气运锦鲤100抽到手了。果然还是互联网来钱快啊！陈怀安看着礼物值快速积累，不禁有些唏嘘。那些出租车司机、搬砖的工人、送外卖的小哥，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如当红主播半小时的打赏赚得多。不过他到底也是在付出了。随着两腿在台阶上迈开，剧烈的疼痛也蔓延开来，豆大的汗珠顺着他额角滴落。直播间里质疑调侃的声音越来越少，张瑞等人也只是默默跟在陈怀安身后，哪怕陈怀安的速度很慢，他们默默注视着陈怀安蹒跚的背影，喉头像是堵着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陈怀安很疼，汗水浸湿了胸口的护身符，淡雅的香气稍微浓烈了些许，萦绕在鼻尖。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李清然的笑脸，那小妮子现在在做什么呢？前辈这个时候在干嘛呢？李清然托着双腮望着天花板，他大概能感觉到陈怀安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关注他这边。像前辈那样的大人物，肯定是在为整个苍云界的修士们战斗吧，比如铲除大妖什么的。心里暗想着，脑海中已经描绘出一名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爷子驾驭飞剑斩杀大妖的潇洒画面。想着想着，他脸上就不禁露出憨笑来。如果前辈是他的师傅，该多好啊！不行，李清然，你可别得寸进尺。李清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略作警告。今天前辈给了他足足12枚灵晶，维持了6个时辰的高级聚灵阵，也非常粗暴地把他的修为抬到了炼气5层。得益于经脉和内伤的恢复，丹田内灵气逸散减缓很多。不过他的丹田到底是破碎的，就像扎了个洞的盆子，灵气总会一点点往外漏，得想办法把丹田和灵根的事情解决。李清然心里琢磨着，虽说前辈神通广大，但他不能什么都麻烦前辈。如果前辈愿意帮助他，那是前辈的事情，他不能主动向前辈索取。具体思路他已经有了，青云宗肯定靠不住，他得去别的宗门，哪怕只是小宗门也行。那些小宗门也会收藏一些古籍，或许碰运气能找到修复丹田和灵根的方法。实在是找不到，那就离开修仙界，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慢慢收集仇家的线索，或者干脆回南朝国做女将。至于找他的那些师兄报仇，李清然没想过。以前他就不是那几位师兄的对手，现在的他更是机会渺茫。这样确实很窝囊懦弱，但修真界的生存法则历来如此。他之前已经不想活了，怎么都无所谓。可现在他想活久一点，活到前辈什么时候忙完，愿意露面和他见一见的那天，哪怕只是跟他说一句话。他真的很想当面跟前辈说一声谢谢。不对劲，不是说李清然被丢进一个茅草屋里了吗？宋皎皎望着山脚下那间石屋，眉头紧皱。修士目力极佳，他看得出来这石宅子是新修的，那就说明有人在帮助李清然。可帮助李清然的人会是谁？赤霄峰的那几个亲传弟子，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虽然慕白霜说那几位对李清然都恨之入骨，但万一他们念及旧情，还给李清然一些关照呢？那他要是把李清然给杀了，不就是跟那几位亲传作对吗？可祝姬丹他也不想放弃。宋皎皎左右一琢磨，决定先试探试探，也看看那几位有没有在李清然的住所附近留下什么手段。于是他从储物戒里拿出一根半丈长的红香，这香名为狂兽引，其香味传播范围极广，难以被修士察觉，却能吸引嗅觉敏锐的妖兽。平时这玩意儿是围猎妖兽的时候用来引妖怪的，但在某些时候也能作为杀人利器。原本他的想法是冲进茅屋刺杀李清然，再把尸体丢进山里喂妖兽，这样最干净，但现在计划有变，他不敢贸然靠近，只能使用狂兽引借兽杀人。尽管狂兽引引起的妖兽暴动有可能引起宗门的注意，李清然墙倒众人推，你也别怪我。宋皎皎点燃红香，屈指一弹，那红香飞射而出落在宅子附近的一棵树上。做完这一切，他飞快布置了一个隐匿气息的法阵。等会儿小规模妖兽暴动，难免会出现一两个狠角色，有这法阵才能保证他的安全。接下来就是躲在暗处看戏了。妖兽从闻到气味到聚集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石房子里的陷入熟睡的少女还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早上5点，天边已经亮起一线朦胧的光，陈怀安也快到山顶了。只是他现在的状态很不好，泰山上风大，温度也低，很多游客在半山腰还热得满头大汗，但临近山顶的时候，身上的汗已经被冷风吹干，他们开始觉得冷，想让身体热乎起来，就得加快步伐，或者去山道旁边的饭馆里整点热乎的粥吃。但陈怀安不一样，他脸色苍白，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湿，每一步都摇摇欲坠，还有汗珠从泡透的衣摆脚上滴落，这是疼的。一路上他就吃了2块面包，其余就在喝水，一直在喝水。可他的步伐虽然蹒跚，但每一步落下都很坚定，不再摇晃。他的背很直，平和的目光望着前方，眼里的光让他看起来犹如朝圣。哥们儿，我背你上去吧。别爬了。张瑞都要哭了，今天晚上的经历他能记一辈子。他眼睁睁看着一个腿上长满骨肉瘤的患者忍着剧痛一步步毫不停歇地爬上那一条条石阶，那俩中年人甚至都有点跟不上，朋克少女也气喘吁吁。张瑞平时经常锻炼，体力不错，但他的压力主要来自心理方面的。陈怀安每往前走一步，再看到衣摆上的汗水滴落，他的心就会被拷打一次。至始至终，陈怀安都没抱怨过什么，他用宽容平和的心态拥抱了他们的恶意。陈怀安的身后不只是跟着那4名水友，还有很多其他游客，这些游客很多都是爬到一半打退堂鼓的，但听到陈怀安的故事后，又自发的跟在陈怀安后面，如此人数就越来越多。此刻临近山顶，队伍规模之庞大，已经组成石阶上的一条长龙，马上就到了。陈怀安抬头望着山顶，笑了笑，他必须坚持到山顶，因为1个小时前有个57级的大哥说了，如果他能在日出前登顶，就给他刷66个锣鼓龙城，一个锣鼓龙城价值2888，除去平台分成到手就是9万5，加上其他游客积少成多的打赏，他今晚就能赚12万左右。当然也不排除那个大哥只是说大话的嫌疑。陈怀安对这些看得很开，他本来就要登顶的，有没有大哥的礼物他都会做到这件事。他爬泰山本身也不只是为了赚钱，他只是想在仅存的生命里看看自己的极限，看看自己还能产生多少热量。然而就在距离泰山顶部还剩98个台阶的时候，陈怀安的右腿突然传来一阵剧痛，他的身体失去平衡，跪在了石阶上。跟在身后的苏小倩下意识看向陈怀安的腿，他脸色一变，捂着嘴尖叫出声：啊，腿，他的腿！陈怀安咬牙低头看着自己的腿，只见右腿脚踝到膝盖处已经扭曲的不成样子，他骨折了。并发性骨折是骨癌患者身上常见的症状，由于癌细胞对骨骼组织的破坏，导致患者骨质变软变脆，很容易就发生骨折。这样的事情也最终在陈怀安身上发生，疼多了就有点麻木了。生理上的疼还在承受范围内，心理上的疼根本不算什么。陈怀安觉得不会有什么比当年父母葬身火海这件事更让他心痛，所以在周围游客关切的目光和问候中，陈怀安淡定地摆正摄像头，对旁边搀扶着他的张瑞说：哥们儿，帮个忙，你把我的背包打开。不是，哥们儿，赶紧打救护车啊，你还管什么背包？张瑞从没见过陈怀安这样的人，就跟骨折变形的腿不是自己的一样。你喊救护车，救护车也上不来，帮我把背包打开，我自有办法。张瑞半信半疑地拿下背包，拉开拉链递给陈怀安。陈怀安从里面掏出一个袋子，然后把一个折叠拐杖抽出来。张瑞，其他游客，不是，哥们儿，这就是你的自有办法，还以为有什么镇痛的特效药呢。好，我们现在继续。陈怀安熟练地用拐杖把自己撑起来。
骨癌骨折的概率很高，所以在没有骨折的时候，他就经常用拐杖走路，就怕骨折的时候不适应。这一下正好骨折了，这何尝不是一种与命运的舌吻？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默默点赞刷礼物，要么就是劝主播下山的，已经没人质疑陈怀安身上的病的真实性，或者说现在他们已经不关心陈怀安身上是什么病了，他们只关心这位猛人能否不虚此行。那弯折的右腿恰似命运的压迫，死神的嘲讽，而陈怀安手中的拐杖不正是对死神和命运竖起的中指吗？你们不让他登顶，甚至废了他的腿，他也依旧要登顶。游客们望着那个一点点艰难往上挪的身影，纷纷肃然起敬。这位少年如此执着，肯定有着远大的抱负吧？冲啊！马上就能得到9万赞助费了，1000抽报锦鲤奖池。陈怀安看着一级级减少的台阶，咬牙切齿，面目逐渐狰狞。混元补天丹，结，区混元补天丹。周围的游客们心里则更加敬佩，看给这位小哥疼的，五官都拧巴在一起了。泰山山顶，当陈怀安的腿哆嗦着落上最后一级台阶，一缕尚未成熟的微光刺破无数云层，从昏暗的天际线蔓延而来，轻抚过头顶，飞鸟群从光中穿过，有钟声在远处群山中荡漾。下一秒，一轮朝日从地平线喷薄而出，光焰铺洒开来，照亮整片天地。陈怀安瞪大眼睛，心中震颤着，周围的游客也停止了交谈，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看着朦胧的山峦轮廓被镀上一层金色。突然，拜！一声喧喝不知从何响起，日光中出现奇异的波动，光晕像是被搅动的湖水，泛起层层涟漪。涟漪中，一排古代仪仗队伍在光影交错中浮现。为首那人身姿威严挺拔，身着玄色龙袍，头戴冕旒，腰挂宝剑，身后跟着文武百官，文官手持护板，武官身着玄铠，侍从抬着礼器，他们踩着云层，脚下浮现青砖瓦砾，一步步朝泰山之巅走来。卧槽，这是啥？海市蜃楼吗？不是，有人在这里拍电影。游客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此刻仪仗队离他们还很远，他们尚有心思讨论。下一秒，那仪仗队竟跨越数里，突然闪现到近前。泰山顶上安静了，鸦雀无声，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他们，让他们不能动，不敢言。陈怀安呆立着，望着那威严的帝王迎面走来。他看不清那帝王的容颜，只感觉眼睛被什么撩着，一片模糊。仪仗队从游客人群中穿过，如烟似雾，难以捉摸，不可触碰。他们目不斜视，走着自己的路，就像另外一个时空的画面剧现在眼前，透过历史的长河互相对视，又互不影响。一开始陈怀安是这么认为的，直到那帝王来到他面前。就在即将穿过他身体的前一秒，帝王微微颔首，眸子垂下，金色的树瞳与陈怀安对视。陈怀安头皮发麻，他发誓这帝王绝对是在看他，不是偶然。他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眼神中的审视。不过这对视只存在了一瞬，帝王穿过陈怀安的身躯，和他的仪仗队一起逐渐消失在泰山之巅的薄雾中。泰山之巅的海市蜃楼引起全网热议，迅速冲上热搜第一。有专家分析，这是始皇帝的仪仗队。海市蜃楼展示的是当年始皇帝泰山封禅的画面。至于久远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折射到现代，专家们目前还没编出更好的理由。但子不语怪力乱神，最终解释肯定是非常科学的。陈怀安没管网上的风波，包括被那海市蜃楼瞥了一眼，他也没放心上。作为一名忠实的唯物主义者，谁要是告诉他家里有女鬼，那么他会立刻下楼去超市买一盒冈本001，不为别的，就是想给物种多样性贡献点微薄之力。57集的大哥说到做到，66个锣鼓龙城已经到账，还说感谢陈怀安让他看到了几辈子都看不到的超稀有海市蜃楼，光这一个人生经历就值得他刷那么多。还表示以后陈怀安的活动他都会支持。陈怀安心里爽啊，他就喜欢这种真爱大佬。直播任务完成，手机电量也告罄，他简单打了个招呼就下播了。老哥，你打算怎么下山？坐缆车还是抬轿子下去？经过这件事，张瑞已经对陈怀安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前他是不相信有什么人能被称之为人中龙凤，现在他信了，陈怀安这种在他心里就已经是超人级别。当然是坐缆车。陈怀安回答，现在有不少大学生来泰山做陪爬工作，还有抬轿子送人下山的。他选择坐缆车主要是便宜还快，赶紧下山续上店看他的电子女友。话说现在也有12万进账了，虽然搞这种直播很辛苦，却也看到了来钱的路子。只是他的病很难治，截肢是肯定，关键是截肢后存活率也很低。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主治医师没有明说，但从字里行间中推测，估计是已经扩散了。那么这病值得砸钱去赌吗？要不要努力赚钱化疗搏一搏？
还是说开开心心过好当下呢？陈怀安一边琢磨着这件事，一边在张瑞几名水友的搀扶下来到缆车前。缆车售票点这边人满为患，除了本地的游客，还有不少外国人。fuck！ 人群中响起一声咒骂，原来是个插队的老外被不知哪来的碎石砸到了肩膀。活该，让你不好好排队。旁边的张瑞等人露出个幸灾乐祸的笑。很快就轮到陈怀安坐缆车了。这处索道的缆车可以让8个人同时搭乘。张瑞搀扶着陈怀安正要上去，却看到这趟缆车里面坐着几个身上纹龙纹虎，一看就不像好人的家伙。老哥，还坐吗？张瑞有点犹豫，看向旁边的陈怀安。坐啊。陈怀安无所谓地说。虽然这几个不像好人，但也只是不像，万一大哥只是喜欢身上画点飞禽走兽呢？不能以貌取人啊。然而就在这时，啪，挂护身符的绳子莫名断开，护身符也落在地上。陈怀安愣了愣，俯身去捡。他的动作很慢，缆车里几个大哥顿时冒出几句带侮辱性质的催促。突然，轰隆，整个泰山猛地一震，地动山摇。陈怀安握住护身符的瞬间就被晃翻在地，一路滚到售票厅里。卧槽，快躲开！他滚得龇牙咧嘴，头顶上的顶棚噼里啪啦，有什么在往下砸？啊！落石！恍惚间听到有人在吼，还有人群的尖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以及缆车玻璃破碎的声音。泰山发生地震，引起山岩崩塌，其中一块巨岩砸在缆车售票厅前，将一个即将下去的缆车砸成了饼。令人庆幸的是，索道却没有被波及，否则整个索道上的游客都得遭殃。更让人惊讶的是，那缆车里被砸死的7个人是毒贩，交易方和收货方都在里面，而且这7个还是2个贩毒组织的主谋，手上沾了不少人命。很多人都说是泰山山神显灵，还有人把这起突发事件和泰山封禅的海市蜃楼联系起来。以上是陈怀安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他下山第一件事不是叫救护车，而是找了个小超市借充电宝，手机充上电，打开电子女友游戏，跟个没事的人一样坐在椅子上。旁边的张瑞正满脸紧张地打120。他觉得今天陈怀安之所以骨折，他有一半的责任。如果说他没有讲那么过分的话，陈怀安也许不会坚持要爬泰山吧。让我康康我的电子女友在嘎啊！游戏画面刚打开，陈怀安就被一屏幕的提示刷屏了。您剩余130天寿命。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受到小型兽潮攻击。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奋力厮杀中。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已受伤。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重伤。啥玩意儿？陈怀安心里一紧，就爬山那么一会儿，怎么就受伤了？凌晨那段时间怎会有兽潮袭击？就算符合妖兽昼伏夜出的习性，但这是游戏啊，玩家不用睡觉的吗？他赶紧把提示框全部擦掉，接着就看到了揪心的一幕。只见那宅子几乎已经在妖兽的进攻下破碎，李清然被一群妖兽围着，周围横七竖八着妖兽的尸骸。他半跪在血泊中，低着头，满头青丝盖住了脸，手里杵着那柄断剑，身上还穿着充值30送的新衣服，只是此刻那衣服上已经密布着大大小小的爪痕，破碎的布料后没有香艳的光景，只有血肉模糊的伤口。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生命垂危，可惜还是没能和前辈见上一面。李清然感觉自己快死了，他勉强抬起头，望着已经破了个洞的天花板，憔悴的脸颊上没有一丝血色，那双空洞的眼凝视着清晨的天空，越来越暗淡，视野中的一切渐渐灰暗下去。再世19载，回眸过往，尽是愁滋味。父亲战死沙场，母亲被敌国的刺客下毒杀害。本以为进入青云宗能为爹娘报仇，哪知却是从一个泥沼进入另一个泥沼。修真界规矩森严，不准插手凡人国事，可这些规矩只是用来拘束普通修士的枷锁。于是他尽力提升修为，兢兢业业，想着未来凌驾于规矩之上，在慰藉天上爹娘亡魂，如今却被逐出宗门，落得丹田灵根被废的凄惨下场。一只山雀从屋顶的洞口飞过，李清然的眸中多了些许光彩。短短2天时间，与前辈结识的一点一滴在脑海中浮现，哪怕前辈从未出现，却给予了他没有丝毫所求的关心和温暖。此生清然已无力回报前辈恩情，可嗨嗨，他佝偻着背，喷出的血与泪水混在一起，顺着嘴角一滴滴淌下。若有来世，一头妖兽见李清然摇摇欲坠，已然再无威胁，立刻冲上去就要撕裂女孩的身体。就在这时，几十上百道雷光从天而降，轰轰轰，黄黄雷光带着威严狂暴的气息劈杀下来，将小屋和小屋周边映成一片赤白。本来已经要撤走的宋皎皎躲在隐秘法阵中，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刚刚看到了什么？居然有一大把雷火符从天上落下，朝着那些妖兽射去。这是谁的雷火符？李清然的。
可最便宜的雷火符都要500下品灵石一张，这一下子就去了至少几万下品灵石。李清然不可能那么有钱，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是李清然背后的人出手了。对方到底是谁？宋皎皎望着那漫天雷霆，脸色苍白。雷光还在持续，那雷火符就跟不要钱一样，一把一把往下扔，扔了起码200多张，将小屋里外的妖兽全部炸死炸烂，连带着尸骨全部炸成飞灰，才停了下来。雷光逐渐消失，小屋尚且完整，但小屋周围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雷坑占据。小屋中，李清然昏死在血泊里，周围雷火熊熊，却被一个金色的护盾隔绝在外。此地不宜久留。宋皎皎感觉要出事了，心中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下一秒，一张雷火符突然出现在头顶，那雷火符散发着金光，连带着上面银钩铁画的字都带着雷霆的威严。这是仙品。宋皎皎瞪大眼睛，一张仙品雷火符冲着他来的，冲着他一个小小的还没筑基的修士。对方是怎么发现他的已经不需疑惑了，能把这种符箓当垃圾扔的存在，他的隐秘法阵在人家眼里就是个玩具。哈哈！宋皎皎脸上浮现出一抹惨笑。下一秒，轰！水桶粗的金色雷光从天而降，隐秘法阵瞬间破碎，连带着里面的宋皎皎也尸骨无存。看到地图上的红点尽数死绝，陈怀安这才稍微松了口气。在泰山上骨折和遭遇落石的时候，他都没那么紧张。特娘的，这游戏就不能设置个御敌提醒吗？一会儿不见，直接就有怪偷家。刚刚已经抽了500次锦鲤池子，开出来的东西不是灵石，就是雷火符、传音符。怎么说呢？开下品灵石肯定是亏的，但不管是雷火符和传音符都算赚。而且开出来的雷火符也不都是凡品，其中还夹杂着10几张上品和绝品。仙品最难出，抽了500发就给了2张，刚刚就用了1张，把那个躲在暗处的小 boss 给劈杀了。不过倒是还出了一把极品法器素弦剑，极品法器要卖多少钱他不知道，反正炼器商店没有，那就肯定是筑基期修士常用的武器，应该赚了不少吧。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时候。陈怀安脸色凝重地点住李清然的身体状态，失血过多，濒死，修炼进度1456 4999 5层，剩余寿命1时半刻，好感度35静养。游戏角色受伤严重，按照正常流程应该先给药。陈怀安打开李清然的储物戒指，将1颗月卡送的仙品大海丹拖到他嘴边，却收到个这样的提示：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重伤濒死，无法自主吞服大还丹，给药失败。很符合现实逻辑和主观能动性。陈怀安觉得，你以游戏做得如此硬核，是想考公吗？花钱买的道具用不了，这种事情只能找客服。陈怀安直接天机推演，今日第1次免费，怎么帮助李清然恢复伤势？正在为您推演天机。轰！苍云界风云突变，无数宗门老妖怪纷纷从打坐中惊醒。呜呼！才2日不到，哪位大能又在推演天机？恐怕是未精通卜算的大修士。难道是安慈念斋的老祖？哎，苍云界灵气日渐稀薄，这些大能也是着急了。我们还是好好闭关，争取早日突破瓶颈吧。回避！若是探测到我魔门底细孔对我们的计划不利，推演天机完毕，可使用传功调息和金针刺穴为李清然疗伤。前者效果一般，可恢复3成伤势；后者效果很强，当前伤势除丹田和灵根可完全恢复。电子女友商店已为您捕捉1线天机，是否在商店花费9998购买金针刺穴失传秘术？购买后该技能将成为常驻技能，您可以进行升级，每次使用只收取金针的耗材费。陈怀安受不了了，商店都开始捕捉1线天机了，以后马桶洗澡盆也捕捉一下天机试试呗。还有9998，买个技能就不说了，升级要氪金是肯定的，但是金针耗材还要花钱，这游戏把玩家当人看啊。可看着血泊里的李清然，陈怀安不禁想到了已故的父母，他家境一般，但从小到大父母都是尽量给他最好的资源，他现在终于能带入一些父母的感受了。冲！恭喜您获得失传秘技金针刺穴技法，流云手已激活技法，逢春针法 LV1 已激活，逢春针耗材特制银针64根，共计640，请先充值。陈怀安捏紧拳头，咬牙切齿，不是，还能少你1分了，请先充值。你他妈冲！这游戏确实吃相难看，但他不能放着李清然不管。又是640从钱包里消失，技能会了，耗材也有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请为李清然宽衣解带。陈怀安愣住，缓缓打出个问号。终于要来了吗？不对，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啊，现在救人更重要啊。谁打的120？谁需要治疗？救护车来了，医生和护士从车上下来。张瑞指着旁边专心致志瞪着手机两眼放光的陈怀安，他怎么了？医生一时之间没看出陈怀安有啥问题。他癌症晚期，骨癌，还长了骨肉瘤，爬泰山的时候腿骨折了。骨癌晚期，爬泰山骨折。医生眼角一抽，这说的是国语吗？这些词是如何诡异组合在一起的？他下意识就以为张瑞是在开玩笑，毕竟这小伙子坐那专心致志玩手机，哪里像骨折的人？骨折不应该抱着腿，脸色苍白，哭天喊地吗？更别说还有晚期骨癌，和这少林寺18铜人之一呗。不怕疼，但本着实践辩证的精神，他捞起陈怀安架在椅子上的腿，扯开裤腿一看，脸色立刻就变了。快，拿担架下来！这小伙子的腿确实骨折了，肉眼可见有很多皮下囊肿，那都是骨肉瘤的标志。小腿已经严重变形，骨折处肿起个大包，紫红的，里面全是淤血。再不好好处理，这小伙子的腿保不住啊。不过都已经长那么多骨肉瘤了，似乎本来就保不住。医生扶着陈怀安上了担架，整个人都有点麻瓜。第一次见到那么淡定的病人，有点皇帝不急太监急。不是，哥们儿，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张瑞看到担架上依然双手举着手机的陈怀安，一脸无语。啥游戏那么好玩？可是他的角度看陈怀安的屏幕是一片黑啊，这哥们儿该不会还有精神疾病吧？看着已经远去的救护车，张瑞把陈怀安借的充电宝插回旁边超市的充电柱，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有精神疾病，不怕疼，不怕死，那么种种反常的举动就解释得通了。所以他对一名癌症晚期还有精神问题的人说了那么多失礼的话。想着想着，张瑞就抽了自己一耳光。我他妈真该死啊！救护车上，2名护士看着担架上专心对着手机戳的陈怀安，神情诡异。他们不知道一个全黑的手机屏有什么好戳的，但在陈怀安的视角里，他正在给李清然金针刺血。宽衣解带是解了的，几乎全光。他把手机屏直接对脸上，这样可以防止尴尬，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的。况且看着李清然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他心里一点色胚的念头都没有，更无暇关注一些私密的部位。再者，为了帮助他施针，游戏里李清然全身覆盖着穴位图，密密麻麻的穴位在皮肤表面浮动，哪个穴位亮起来就要点哪里施针，私密部位也被穴位图遮挡住。就算没挡，陈怀安也没时间看。穴位亮起的速度太快，已经有当年劲舞团 S 级难度的味道了，他必须集中注意力，专心致志才能勉强跟上。小伙子，你癌症多久了？有病历吗？之前是在哪家医院做的检查？哎，你这个腿太严重了。先生，这位先生，护士有点生气了，都到医院进病房了，这哥们儿还在戳手机，长得挺帅，看着也不像傻子啊。他伸手在陈怀安眼前晃了晃，医生在跟你说话呢。陈怀安赶紧歪了歪头，躲开那只手，头也不抬，紧张兮兮地说，不好意思，我这里还在忙，你们等一下。医生，这小伙子还怪有礼貌的。他递给护士一个眼神，指了指陈怀安，又指了指脑袋，小声说，你去给他办住院手续，我去喊精神科的吴大夫，等吴大夫来了，先给他看看再说吧。医生和护士前脚刚走，陈怀安就施针完毕。随着最后一根银针扎下去，顺时针一扭，一道道氢气顿时从64根银针上升起。接着陈怀安就看到李清然身上还在淌血的伤口瞬间止血，伤口开始逐渐愈合。请将仙品大海丹磨成粉撒在李清然伤口表面。画面中出现个石墨，陈怀安一步步照做，然后就看到止血的伤口飞快长出血肉，不消片刻就已经完全愈合，没留下一点痕迹。呼，终于好了。陈怀安松了口气，看了眼李清然的状态，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就是还在昏睡，需要一段时间清醒。那么接下来陈怀安咽了口唾沫，是时候手机电量不足，刚准备欣赏一下李清然绝美的身材，手机彻底黑屏。不是，哥们儿，他都已经拿出洁柔了。陈怀安愣在那，足足待了半分钟，咬牙切齿。他在泰山借的充电宝呢？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不对劲，他似乎没在泰山底下了。左右一看，瞬间懵逼，我啥时候进的医院啊？我瞬移了。小伙子，别吵吵，老头我睡觉呢。旁边传来个苍老干涩的声音。陈怀安扭头看向旁边，隔壁的病床上是个老人，腿上打着绷带，脸色不太好，顶着黑眼圈，估计是疼了一晚上没睡好，现在才稍微有点睡意。于是他赶紧收了声。然而当他目光看到老人床边小推车上的东西时，眼睛顿时挪不开了。那是一套银针。他捏了捏手指，感觉手痒的厉害。
这骚骚的小感觉，总想拿着针扎点什么。没错，这种强烈的感觉不是错觉，甚至让陈怀安控制不住罪恶的手。他抓住了那套银针，看了眼隔壁的老头子，嘴角勾起一抹狞笑，其中竟有3分不羁，3分猥琐，3分傲慢，3分轻描淡写和88分迫不及待。然后打开针套，里面躺着36根银针，手指从银针针头抚过，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尖儿，就好像摸的是女友的指头。对不住了，陈怀安对旁边的老头默默抱拳，然后捏起一根银针，反手就扎在自己腿上，用别人用过的银针扎自己的腿。这对银针来说何尝不是一种 NTR？ 这就是他对老头和针深深的歉意啊。至于为什么不扎老头，疯了吧，他只是有点感觉和兴趣使然，随便扎别人这么不负责的事情他可不会做，倒是扎自己没什么心理负担，反正他快死了，啥都敢给自己试试。目光落在腿上，眼前有穴位脉络浮现，隐隐和游戏中的穴位图重合，他手指快若闪电，行针宛如流云浮水，眨眼间36根针头已经落满右腿。陈怀安深吸口气，屏住呼吸，接下来一根根调整深度，旋转银针屁股，刺激着腿上的穴位，他那平时拿瓶水都会哆嗦的手此刻却稳得吓人。半晌，施针完毕，陈怀安把银针收回针套，放回原位，那股骚骚的小感觉终于没了，舒服了。他搓了搓手，一满离，骨折的是右腿，他扎的就是右腿。此刻腿上的淤血已经有消退的迹象，只有骨头还是扭曲的。但骨折本身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主要是骨折后引起的组织挫伤能不能处理好，缓解淤血自然非常重要。行针不到10分钟，却能有明显的消肿和退淤血的效果，陈怀安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是，这游戏真硬核啊，是真能学到东西啊。不过肯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学明白，谁能像他一样做一遍就记住行针方法和穴位图呢？可他以前记性没那么好来着，有点邪乎啊。陈怀安琢磨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一拳击掌。原来如此，我懂了，哈哈哈哈。病房外，吴大夫和张大夫一起走来，还在谈论陈怀安的事。这小伙子是个大学生，没有精神病史啊，你确定他脑子有问题？吴斌已经看过陈怀安的资料，对张大夫的判断表示质疑。是癌症，是神秘的癌细胞激活了我的基因，说我真是天才。病房里传来陈怀安压着声音的怪笑。张大夫两手一摊，朝病房里歪了歪头。吴斌，看来这小伙子可能爬泰山看到海市蜃楼之后受到了些许刺激，那确实需要医疗手段介入了。小伙子，吴斌走进病房。医生，我没病，我要出院，或者你们这里有充电宝吗？要是有充电宝，我就多待会儿。吴斌瞅着病床上满脸认真的年轻人，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得加大剂量。张大夫则注意到陈怀安的腿，当即一愣。唉，你的腿怎么好了？他记得很清楚，刚去找吴斌的时候，陈怀安的小腿骨折处还肿起一大片，最严重的地方都发黑了，已经到了不处理就要坏死的地步。可现在骨折的地方已经明显消肿，淤血也明显没有之前严重。陈怀安注意到大夫的眼神，有些心虚地收起自己的脚，讪笑着说：我从小就耐造，在自我恢复方面有点小小的天赋异禀，总不可能说淤血是经侦秘书帮忙解决的，说了人家也不信，到时候还引来一堆麻烦。至于马上给2位医生表演一下施针，那也是无稽之谈。旁边那老人家确实是个很棒的小白鼠，可还没等他动手，说不定就被架到精神病专属病房了。况且他也没把握，扎自己有效果，可不代表扎人家有效果。当今社会，扶人过马路都得琢磨琢磨家底够不够硬，更别说拿着一套针扎人了。张大夫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只能说目前看到陈怀安脚上的骨肉瘤没消失，要是骨肉瘤都没了，他就真的要想办法把陈怀安留住，并将这件事向上级汇报了。小伙子，你这个癌症的想办法治啊，如果就这么不管，恐怕不太好啊。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没钱。陈怀安笑了笑。你没买保险吗？没有。你的父母呢？没了。唉，张大夫不说话了，几个问题下来，反倒给自己干沉默了。作为从业几十年的主治医师，类似陈怀安这样的情况，他遇见太多了，什么都没有，只能等死。但像陈怀安这么发自内心无所谓的，还真没几个。大夫，我的情况我清楚，我没有多余的钱，你就按正常骨折处理就好。张大夫点了点头，还是提了一句：你需要募捐的话可以跟我说，或许我能帮上点忙。谢谢您，我能赚到钱的话一定好好治病。陈怀安和张大夫交谈的时候，吴斌一直在观察，发现这小伙子条理清晰，眼神明亮，根本就没有精神问题嘛，最多就是稍微中2了一点，差点就让人动用麻醉枪了。虚惊一场，陈怀安一直在医院待到了下午。
右腿骨折做了个手术，腿上已经打起石膏板子。按照医生的说法是最好住院观察，但他以身上没钱拒绝了。走之前还在医院旁边的药房里买了一套银针充电宝。充电宝！出了医院的陈怀安就跟饿坏的狼一样，绿油油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商店。他要充电宝，整整一个下午没上游戏，万一李清然又被妖兽袭击，他的难受死。再者，他都充了快6万进去了，这角色要没了，他能气得从医院2楼往下跳。放开那个充电宝！在一名女学生惊恐的目光中，陈怀安杵着拐杖，健步如飞，抢到了餐馆充电柱上的最后一个充电宝。开机，上游戏，松了口气。李清然还在悬甲阵里好端端昏迷着，陈怀安嘴里叼着充电宝，一只手杵拐杖，一只手拿着手机，在女学生懵逼的目光中来到餐馆的桌边坐下。老板，3两干杂。好嘞。要煎蛋吗？不要，但要面汤。老板，得嘞，一个煎蛋3块钱呢。不吃，面汤免费，可以整。李清然昏迷暂且不管，于是他打开气运锦鲤抽奖池，目前距离保底还差500抽。我就没有欧皇的命。陈怀安冷哼一声，随着一支付扣款的提示，手指也点在抽奖上，直接梭哈。李清然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正被无数妖兽追杀，前后左右都看不到光源，黑暗像漆黑的潮水向他涌来。然而就在他要被妖兽追上的时候，随着一声悦耳的雷鸣，一个看不清模样穿着奇怪衣服的年轻人出现在天边。他就像给食物撒佐料般，左手一挥一把符箓，右手一挥一片法器。追他的妖兽不是被符箓中的雷光劈死，就是被天上落下的法器扎死。是前辈吗？李清然望向天空，他有种直觉，那似乎就是前辈，前辈是来救他的。虽然看不清脸，但前辈似乎比他想的要年轻许多。来不及仔细观察，下一秒前辈就已经闪现到他面前。李清然心头发慌，红霞蔓延到耳根，慌忙中就要俯身叩拜。下一秒，一双有力的大手将他拖住，然后对方将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塞进他手里。那东西通体黝黑，看着像块砖，却没有砖那么沉，上面还写着3个简化版的字，似乎是电管宝。电管宝是什么？某种法宝吗？正疑惑中，眼前的前辈却越来越淡，如迷雾般逐渐散去。前辈，清然一直很感激您，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散去的迷雾中回荡着前辈的声音，一定要保管好它。就这个吧，电管宝，听名字就很靠谱。陈怀安点击下单，3元的煎鸡蛋是吃不起的，300块的充电宝是闭眼入的。经历这件事之后，他已经害怕了，以后必须随时把充电宝带身上，而且一定要买那种电容量够大的。他也不是没想过要不要换个手机，可是换了手机就能把电子女友这款游戏一起换过去吗？这可是连安装包都没有的病毒程序，他实在不知该如何操作。看了看电脑上的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从他回家到现在也有1个多小时了。李清然应该醒了。陈怀安打开电子女友游戏，果然看到李清然已经清醒过来。这小妮子正裹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瑟缩在角落，双手抱着膝盖，空洞的眼神盯着地面，不知道在想什么。陈怀安注意到李清然脚边还有一柱烧了半截的红香。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的房屋已破碎，充值6元即可修复。陈怀安眉头都没皱一下，再充值88可以为您的电子女友添置2套风格各异的新衣服。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肚子饿了，心情低落，充值68即可。房子瞬间翻新，新衣服落在床上，各种鸡鸭鱼水果跟着盘子噼里啪啦砸了一桌子。那么大的动静，李清然要是注意不到就怪了。他知道前辈来看他了，其实他知道先前前辈已经来过，毕竟小屋周围大大小小的雷坑，还有被雷火烧成灰的妖兽骸骨，以及身上已经恢复的伤势都揭示了这一点。妖兽群来的实在蹊跷，他借着周围尚未燃尽的雷火为掩护，在小屋周围转了转，然后就在一棵树下发现了这根摔成2截的狂兽影。这种影兽香是各个宗门都会使用的猎妖利器，但不同宗门的影兽香略有不同。比如青云宗的狂兽影根部就有青色云纹，这些青色云纹是狂兽影中某种材料刻画出来的图案，必不可少。如果刮掉狂兽影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这毕竟是个危险的东西，各大宗门自然要做好标识，以免被人栽赃陷害。投降者或许以为狂兽影会燃烧殆尽，只留下一点灰，却不曾想前辈半路赶来，将方圆500米劈成了一片荒原。那人没来取他性命，想必也是被一起劈杀成灰。前辈，李清然望着天花板，脸上写满了疲惫，干涩的嘴唇微微开合，整个人就像一朵即将枯萎的花。前辈觉得清然是不是那种很令人厌恶的人？
姐姐，老夫喜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这么认为？第一个对话框才刚出现，陈怀安就直接选择自由对话。刚抽完锦鲤池，他现在70多张传音符，他膨胀得很。清了清嗓子，他按住传音符，语气温和地说：怎么会呢？清然在我眼里是个非常懂礼貌、很懂事的女孩，平时修炼也很努力。巴拉巴拉，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以上是陈怀安说的差不多300字的小作文，而李清然听到的是威严的大道红音。何出此言？如若不是，为什么青云宗的人，我的那些师兄，我的师父总想置我于死地？明明我的丹田和灵根都被废掉，明明已经被逐出宗门，被驱赶进万青山自生自灭，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愿意放过我？我难道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吗？陈怀安望着李清然那双不再清澈、渐渐蒙上一层晦暗的眼睛，他很能理解李清然的疑问。从李清然的生平来看，他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别人给他一点恩情，他10倍100倍奉还。清玄道人收他为徒，哪怕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指导，他也一直把清玄道人当作最敬重的长辈。大师兄陆长天在他入门的时候关照了一下，他把陆长天当作自己的兄长。二师兄萧一峰把平时用不到的丹药给他，他就去帮二师兄打理灵草，给二师兄当试药人。三师兄云子墨送他一枚储物戒指，所以被云子墨栽赃陷害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就这么被赶出宗门。四师兄张寒笑出任务的时候帮他一次，他就把每个月的零食份额大部分都用来给张寒笑处理那些惹出来的破事。他沾到一点阳光就开成灿烂的花，哪怕被狂风暴雨击打，也依旧养着一张笑脸。只是揭开那张笑脸面具的背后，大概是个被划满了伤口的哭脸吧。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有时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那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智慧。就像他一味地把所有好给了前女友，换来的却是背叛和绿帽。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掏心掏肺珍惜呵护的女神，却在廉价酒店里被玩命的蹬，倾尽所有培养的花朵，最终却开在别人家的阳台上，反目成仇，背后插刀。越来越多的人将精神寄托在猫猫狗狗和虚拟人物身上，不惜为此花钱、花时间和精力，是他们傻吗？不，是他们不想再被伤害了。人应当有火气，你、我们并不是随意就能被丢进垃圾桶里的玩物，终有一天，那颗千疮百孔的心也会被人小心捧起。李清然，陈怀安看着李清然，两人隔着屏幕，目光却像是跨越无数时空交错在一起。他凝视着李清然的眼睛，那眼睛里倒映着的亦是他自己。今日我祝你恢复丹田。大道红音这次并未删减陈怀安的话，而是尽数传达。纵使你的过去一滩烂泥，但他今后必然繁花似锦。青云宗，赤霄峰顶，清玄道人1周只会出关讲道一次，每次2个时辰。讲完之后，会再给1个时辰的时间解答麾下弟子在修炼途中遇到的疑问。此刻赤霄峰一众弟子汇聚于峰顶那棵不知道长了多少年的苍松下，讲道已经结束，正是答疑解惑的时间。陆长天第一个起身，行罢跪拜大礼，方才望着那苍松下的一席青衣提问：师父，听说宗主亲传弟子赵灵天与魔修战斗时被一掌打碎丹田，现在宗主正在为修复赵灵天的丹田发愁，不惜耗费重金，这丹田就真的没有办法修复吗？这问题一出，苍松下另外几人神情各异，毕竟丹田破碎的人可不只是宗主亲传赵灵天，还有他们曾经的武师妹李清然。清玄道人闻言，闭着的双眸眯开一条细缝，捋了捋胡子，淡淡道：丹田并非不可修复，只是缺一味上古神药，有那神药，哪怕丹田没了都能复原，若是没有，就比登天还难。敢问师父，是何神药？混元补天丹。清玄道人一字一顿，众人面面相觑，光听这名字就感觉心头一震。好东西！只听清玄道人娓娓道来：所有生灵诞生之时，丹田就已经固定，乃是定数。每个人的丹田品质不同，容纳的灵气量和灵气质量也不同。就修仙天赋而言，丹田的影响并没有灵根那么明显，但随着修为一步步向着高深进发，当2个同样修为、同样灵根天赋的修士站到一起，丹田品质的差别就会体现出来。上古时期，灵气上充裕之时，大能还将丹田分为9品，9品最次，1品最优。1品丹田海纳百川，淬炼灵气的速度极快，转化的灵气无比精纯。那个时候，光看丹田就能确定一个修士最终能走多远，宗门也更加看重弟子丹田的质量。那师父，您看我的丹田是多少品？张寒笑上前2步，自信地扒拉2下肚子。他觉得自己的丹田就很不错，修炼速度快，灵气也还算浑厚。哪知清玄道人只是斜了他一眼，嘴里嗤了一声：你不入品。张寒笑。苍松下响起一阵哄笑，张寒笑脸顿时黑了，恨不得找个地缝往里钻。却听清玄道人又道：笑什么笑？你们大多都不入品，
只有陆长天的丹田勉强可以算个7品，放在上古灵气充裕的时期，你们只能在外门做杂役，给宗门镇守打扫粪便。也就是如今苍云界灵气枯竭，灵气质量越来越低，丹田对修为和战力的影响反而赶不上灵根和一些身外之物，你们这才有资格成为内门或者亲传。众人不笑了，脸色惨淡，寥寥几句话就已经把座下弟子全部打击一遍。清玄道人这才把话题扯回来，修士的丹田是定数，破碎了就破碎了，绝不能修复，正如覆水难收，但天眼4九，人遁其一。上古时期有一丹师从补天石中取那一线变数，勘破天机，炼出混元补天丹，这神药即可让丹田的定数成为变数，不仅能修复丹田，还能让丹田品质更进一步。而这只是凡品混元补天丹的功效，仙品有如何功效，估计只有那位上古丹师才知道了。清玄道人说完，众人皆露出向往之色。如果现在能获得一颗混元补天丹，再拿去献给宗主，他们这辈子或许都不用为修炼资源发愁了吧。下个月中州有小型上古秘境开放，其中不仅有妖兽战场，据说还有上古修士的洞府，说不定就能在其中找到这种神药呢。陆长天神情振奋，按清玄道人的意思，他的丹田现在是7品，若是能得到一颗混元补天丹，他丹田怎么也得提升到6品甚至5品吧。你们可以去碰碰运气。清玄道人点了点头，其实他心里并不看好，那混元补天丹放在上古时期也是稀罕物，又怎会出现在小型秘境中？不过进入秘境到底是一番历练，还能获取些资源，他就不打击这些弟子了。今日讲到此为止，都回洞府去吧。清玄道人袖袍一挥，就要遣散弟子。然而就在这时，轰！一道青光不知从何而来，冲天而起，将万青山上空的云雾都完全冲开。那青光继续上升，直插清明，宛如一根通天神柱。整个苍云界的修士都抬头仰望，脸色大变，灵光化柱，耀气冲天。这是有神丹出世，是万青山的方向。走，说不定还能赶得上。也不知是什么神丹，若是能得到，我的修为肯定突飞猛进。赤霄峰顶，清玄道人眯起的眸子猛地睁开，下一秒已经腾身而起，朝那青光冲天的方向疾飞而去。与此同时，青云宗另外几座主峰也先后有大修飞起。万青山周边，但凡有点实力的修士全部出动。仙品混元补天丹出世将引起四方震动，是否充值18，遮掩天机？哈！陈怀安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提示，嘴角一抽，没毛病，这天地异象太明显了，就差告诉周围的人这里有好东西了。地图上迅速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点，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红点逐渐亮起，看得他头皮发麻。好在估计是考虑到他已经氪了9万，所以游戏方并没有在后续维护上多逼氪，但心里还是好不爽啊，这遮掩天机的功能就不能白送吗？陈怀安咬牙切齿地充了18块。遮掩天机中，青色光柱消失不见，就连空气中弥漫的药香都瞬间没了。最先靠近的清玄道人停在空中，一脸懵逼，神识如浪潮般覆盖方圆几里，却什么都没发现。那不是李清然吗？神识扫过小屋的时候，清玄道人认出里面是自己曾经的5弟子。他记得李清然被逐出赤霄峰后又被踢出宗门，张含笑说送李清然下山回世俗，怎么李清然还在这万青山里待着？找死吗？哼，以为赖在万青山就能回宗门。清玄道人摇了摇头，冷笑一声，找不到神药，他本就心情不好，自然更不想管李清然。左右寻找一番，一无所获，他只能带着疑惑和郁闷回了青云宗。万青山内必然是有神药出世的，可神药的异象瞬间消失，只能说明2点：要么神药已经被人带走，要么神药的天机被人掩盖。无论是以上哪种，造成这种情况的修士都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前辈可否出来一见？晚辈斗胆请前辈赐我修复丹田的药物，晚辈愿意用任何资源来换。青云宗宗主吴断天对万青山深居一功，若有大能在此炼出神药，那么以对方的能力，说不定有办法弄来修复丹田的丹药，这样他亲传弟子就能得到救治。只是等了许久，那茫茫大山中都无人回应。唉，吴断天脸色惨淡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只能打道回府。大修士知道怎么回事的都回去了，只有部分散修和阅历短浅的修士还在万青山中碰运气。没人知道，那震惊整个苍云界一瞬的神药，此刻正躺在一张平平无奇的木桌上，旁边的角落里还瑟缩着个已经被吓傻的女孩。前辈，这是何物？李清然听到陈怀安说要帮他恢复丹田，先是惊了一下，接着什么东西落在了桌子上，然后整个屋子就被铺天盖地的青光笼罩，还有那浓郁的药香，只是吸一口，甚至感觉体内灵气的运转速度都快上几分。这是能恢复你丹田的丹药。陈怀安没说这丹药的名字，毕竟这丹药一看就很贵。对于李清然，
他现在的看法大概是高智能的 AI 角色。想做到这点，以现在的 AI 水平并不难，只需要投入足够的数据流进行训练即可。游戏制作者既然是高明的黑客，那么搞个高智能 AI 模型还不是随便。虽说高智能的 AI 和人类不一样，但也会在数据流的作用下模拟人类的感情。就这么告诉李清然这是混元补天丹，李清然肯定不会接受。恢复丹田的丹药，李清然从未听过这样的丹药，他只知道丹田一旦破碎就几乎不可能修复，就算能修复，涉及到的方法也绝对不是他一个练气期的小修士所能触及的。而且这丹药光是拿出来就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肯定非常珍贵。前辈，这丹药太贵重，清然不能要。李清然语气坚定，他是很想修复丹田没错，但他已经得到来自前辈的恩惠太多太多，同时他又没办法给予前辈对等的回报，这样不平等的付出让他心怀愧疚。让你收你就收。陈怀安摁着传音符，心里暗道果然，这 AI 确实对人物性格的模拟非常到位，要是换一个游戏，哪怕是养成类型的，估计对方也就直接收了。他继续道，这个丹药本来就是专门给你搞的，对我来说没有用，收下吧，再不收那些人就要来抢了。陈怀安吧说了一大堆。李清然这边听到的是，此物对本尊无用，刚刚的动静已经引起修士注意，本尊遮掩不了多久天机，你若现在不吃下去，就是在给本尊找麻烦。李清然望着天花板，目光又落在那混元补天丹上，牙齿咬着下唇，一脸纠结。服下丹药，他内疚，他还不起；不服丹药，就是在给前辈找麻烦。快点！头顶响起一声严厉的暴喝。李清然吓得浑身一哆嗦。在底线和忤逆前辈两件事上，他终究还是选择打破自己的底线，他不想惹前辈生气。陈怀安看着这小妮子小心翼翼地捧起桌子上的丹药，嘴角勾起个邪魅的笑。杰，终究还是得乖乖给本尊吃下去。他发现一直被李清然叫前辈，心里渐渐也有点飘了。以后他就自称本尊好了，主打一个应景。这丹药你要是不吃，我不是白花9万块钱了吗？刚刚事情紧急，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后面500抽都中了些啥呢。李清然捧起丹药，纵然是打破了自己的底线，他也要想办法补救。望着天花板，他举起一只手，竖起3根手指，对应着天地人三才，朗声起誓：今日晚辈清然得前辈相助，获得修复丹田的神药，内心羞愧无以为报。日后前辈若有任何需要清然的地方，纵使刀山火海，无间炼狱，清然也万死不辞。李清然对天道亦是对着道心发誓，句句发自内心，誓言引起天道共鸣，周围灵气奔涌，将他满头青丝吹起，露出那双坚定的眸子。誓言落下，他也再无负担，双手托起丹药服下。他已经把自己交给前辈，这是他能给出的一切了。仙品混元补天丹入口即溶，化作一道清气，朝着李清然破碎的丹田进发。从陈怀安的视角来看，就有一条金线朝着李清然的小腹游动，同时屋子里的一切都被吹着以李清然为中心旋转起来，这漩涡越来越大，逐渐波及到小屋外，形成一根连接着天空的龙卷风。这估计就是灵气旋风。陈怀安琢磨着，既然游戏背景是修真界，那么现在李清然的状态应该是有大量的灵气入体，作为混元补天丹发挥作用的燃料。话说这动静也不小吧，真不需要遮掩一下吗？灵气龙卷搅得整个天空的云彩形成一个漏洞，地图上那些无头苍蝇般的红点就跟找到组织般朝这边聚集。李清然服用仙品混元补天丹，将持续引起天地异象是否冲至28，为李清然遮掩天机。你妈！陈怀安都气笑了，隔着挤牙膏呢，就不能来个痛快？尽管对这游戏的充值系统恨得牙痒痒，他还是老老实实把28克了。万青山中，在那边，如此恐怖的灵气波动，果然有神丹出世。哈哈哈哈，老夫要成仙！突然，空中的灵气龙卷气势一减，就跟被一只巨手掐灭的火苗般散掉了。一众寻宝的修士再次陷入茫然。劈其娘之，怎么又没了？不是吧，逗我们玩呢？别管那么多，就往那边搜，不要放过路上遇到的一切，哪怕是一坨屎也捡起来闻闻。这边，陈怀安正美滋滋欣赏着打坐入定的李清然，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两缕青丝垂落肩头，不时在涌动的灵气中摇曳。身上的衣服虽然简单，却和他清雅肃然的气质相吻合。平日里看他眉宇间还有几分英气，此刻闭着眼，眉头轻蹙，薄唇微抿，苍白的俏脸带着些许病态，更多生出几分惹人怜爱的滋味。陈怀安是个理科生，他没什么华丽的词藻，但他愿意用最朴实无华的词汇来赞叹李清然的美。卧槽，长得真牛逼，不能再看了，再盯着看，以后找老师学习他都起不来了。前后一共抽了1000次气运锦鲤奖池，后面这500次报了哪些东西，他
他还没来得及看。陈怀安打开自己的背包，12个格子已经塞满，从左到右依次是：下品灵石、中品灵石、传音符、雷火符幡、雷火符中、雷火符上、雷火符诀、雷火符仙、玄甲阵、终极巨灵阵、速贤剑以及一卷金色的玉简。真是服了，特娘的雷火符就不能放一个格子吗？陈怀安气得要死，雷火符也不能都给李清然啊，万一李清然被控，他还能场外支援不是？最关键的是，扩展背包第一格就要充188。算了，等会儿用不到的都给李清然。陈怀安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个道具上，玉简，金色道具，一看就是好东西。青莲剑典，打开金色玉简的瞬间，一股顶级道具的气势扑面而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3尺剑，直指九霄愁。青莲剑典为青莲剑仙所创，其中包含基础剑法36章，剑式12式，品级为仙品。任何经脉贯通者都可修行青莲剑典，但想修至巅峰造极，剑骨、剑灵根、剑心缺一不可。道具确实是极品道具，但看完介绍的陈怀安满脸古怪，这青莲剑仙不会就是李白吧？李白不是诗仙吗？啥时候成剑仙了？算了，这年头二创什么的太正常了，唐僧都能手持加特灵了，那李白成剑仙也没啥问题。陈怀安一阵摇头晃脑，他想到李清然不就是用剑的吗？这青莲剑典完全可以给李清然使用，仙品剑法应该很厉害吧？此刻青莲剑典已经打开第一页，陈怀安本以为这就只是个游戏道具，却发现第一页真的有字，还有毛笔画的小人像。这就是小作坊吗？恐怖如斯。剑章之一鹤立，双腿并拢，屈膝抬起一只脚，呈鹤立状。初学者可不抬腿，身体挺直，剑直立于身体正前方，与身体平行，剑柄横切，与地面水平线平行，剑身贴近手臂，保持垂直，呼吸平稳，沉心静气，注意力集中于剑与自身气息之交融。旁边配了个图，方便更清晰了解这一剑章的具体操作方法。陈怀安继续往下翻，发现还有剑章之2松斩，同样有解说和图片；剑章之3持风，剑章之35归一，剑章之36逍遥。他不信邪，一直翻到最后，结果每个剑章都配备图文，没有一点划水。陈怀安此刻已经为这位游戏制作人的认真和硬核叹为观止，之前被坑那么多钱的不爽也在此刻缓解了些许。36剑章看起来是打基础的东西，后面还有12件事。正要往后翻，屏幕上就弹出个提示：你尚未学会剑章1到12，无法阅读剑识。啥玩意儿？我还得学会？我咋学？陈怀安下意识就去找充值窗口，但是没找到。这青莲剑典似乎不是靠充钱来升级的。是否开始学习剑章之一？是。再想想，陈怀安没犹豫，直接选是。他倒要看看这游戏怎么个事儿。正在翻转摄像头，游戏画面消失，照相机自动打开，启动自拍录像模式，游戏窗口继续在上面浮现。请按照青莲剑典剑章之一鹤立的说明开始练习。当前进度：初亏0%。啊，不是，哥们儿。陈怀安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嘴角在疯狂抽搐。如果没搞错的话，这游戏的意思是让他现在做鹤立的动作，对吧？还要录像上传，他妈的不充钱就折腾人是吧？陈怀安觉得自己要是按照这游戏的要求做，他才真是脑子不正常。话说这游戏的制作者不会有什么恶趣味吧？就喜欢看玩家摆出各种歪七扭八的滑稽动作，然后坐在服务器上一边看一边吃着外卖狂笑是吧？我陈怀安不会让你这种人得逞的。陈怀安冷哼一声，此刻他已经看清游戏开发者的意图，他只需要拒绝，不一会儿就会出现充值按钮，都是套路。就比如某些游戏搞点特别干的奖励，等玩家干不下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选择直接氪金买入了。然而等了半天，陈怀安都没等到充值按钮。那这剑法我给李清然不就行了吗？他把页面关了，将青莲剑典往李清然怀里拖动。您无法直接传授李清然青莲剑典，请先将青莲剑典36剑章修炼到初亏境界，即可开放剑法传授。卧槽，什么鬼啊？陈怀安抓狂了，这什么游戏这么轴啊？弹窗右上角有个带圆圈的问号，他死马当活马一地点了一下。帮助本游戏的初衷是为了给玩家提供最真实的养成体验，玩家可为电子女友提供资源和各种帮助，也可成为电子女友的领路人、精神寄托。然而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更好的教导电子女友，请玩家努力提升自己哦。看到这条提醒，陈怀安沉默了。以前看别人玩游戏之所以没兴趣，不仅是因为觉得游戏花钱，还因为觉得游戏没有代入感。枪法再好，你也不是游戏里那个第一个冲进 A 大的突击手，打也再厉害，
你也不是那个驰骋野区的野王。游戏和现实终究是割裂的，但这款电子女友游戏似乎在玩一种新的东西，很新颖，但也容易在当今的游戏行业中暴毙。可是陈怀安不得不承认，他心动了。亲自教导电子女友的成就感啊！自己先学会，再教导那个懵懵懂懂的女孩，看着她用自己教的剑法克服一个个困难，击败一个个敌人，这不正是当今游戏最缺乏的代入感吗？诚然，他很氪，很硬核，但他就喜欢这样的游戏。陈怀安重新打开青莲剑典的学习页面，他把手机架在直播支架上，深吸一口气。好，为了教给李清然一套绝世剑法，被游戏制作者耻笑就耻笑吧，反正看不见，没有剑就用晾衣杆代替。陈怀安发现文字和图片描述很简单，可实际做起来并不简单。首先健身不能晃动，以前他拿一瓶水手都抖，今天不知道为啥手稳了一批。可除此之外，还要保证2个垂直点，剑身与地面，剑身与手臂，同时剑身和身体还要平行。做这个动作短时间还没问题，但坚持不到2分钟手就开始酸了。更恶心的是，陈怀安发现他满头大汗的举了半小时晾衣杆，剑章之一出盔的修炼进度才走了1%。不过到底是毅力惊人，陈怀安死活坚持了1个小时，直到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才停下来。卧槽，不行了，要散架了。他哆哆嗦嗦地把晾衣杆放下，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此刻已经很晚，快到12点了，但他衣服没洗，澡也没洗，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酸臭味。如果把这个修炼当成锻炼身体的话，就还好。陈怀安揉了揉酸痛的手臂，心里并未放弃，他打算先休息，明天早上再继续练。就在这时，突然门口传来咚的一声，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撞在了门上。打开门，外面没人。陈怀安一脸无语，心里暗道不会又是游戏公司送的快递。下意识低头一看，只见一团毛绒黑煤球瑟缩在门边，依稀能看到眼睛鼻子耳朵。这是一只猫崽子，没记错的话，我住的是连锁酒店。陈怀安看了眼长长的走廊，陷入沉思。连锁酒店猫咪是怎么进来的？他蹲下身，伸手在煤球身上戳了戳，这毛团子没反应，只是浑身哆嗦。于是他拎着后颈把小猫提起来，这下子看清了，这猫崽子脸上有个白色的秃，俗称鸡巴猫，2条后腿一片血肉模糊，背上也有伤。住的房间在走廊尽头靠着窗户，此刻窗户是完全打开的。他还在门上发现了一小坨血迹，那是猫崽子无论如何都够不着的地方，窗户边还有几根猛禽的羽毛。这猫不对劲，不会是什么妖怪吧？陈怀安两眼一眯，发觉此事必不简单。他仔细寻思，心头灵光一闪，已经有了答案。好了，破案了。有只大鸟撞窗户上，顺便把猎物扔我门上，然后大鸟受惊跑了，猎物也不要了。何等敏锐的思维！陈怀安觉得癌细胞肯定激活了他的潜能。小家伙，你与本尊有缘。陈怀安拎着小猫进屋，要是不管这猫崽子，肯定会死。作为酒店住客，哪怕他打算在这里住很久，也是不允许养宠物的。不过陈怀安想着自己都绝症了，哪管那么多规矩，小猫被暂时安置在一个鞋盒里。这个时候去宠物医院肯定不可能。临近12点，大部分宠物医院已经关门，他这里又比较偏，去24小时营业的宠物医院就要坐1个半小时车去市里。他感觉这猫崽子根本挺不到那个时候，因为就他查找宠物医院的几十秒里，已经有血渗在鞋盒内。小家伙，既然常规手段你必死无疑，那今日本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若是你命不该绝，今后好好长大，可别再被大鸟抓了去。若是你命数如此，也别怪本尊。陈怀安双手合十，对着小猫拜了拜，然后掏出之前买的一套银针。他本想着每天给自己扎1次针，看看能不能让腿好得快点，以后再考虑要不要扎别人。今天刚好来了只小猫，那就试试吧。陈怀安捏出1根银针，目光落在小猫身上的瞬间，穴位图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脑海中。猫咪的穴位和人不一样，陈怀安也不知道自己是咋知道的，可能这就是潜力吧。冯春针的主治是止血凝血，活血化瘀，促进伤口修复。升级条件是施针1000次或者充值998，即可升级到开脉针 LV2。按照穴位图中亮起的顺序快速扎针，一气呵成。小猫身上很快出现了喜人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止血效果，伤口已经没有再往外渗血，背上的创面最清晰，有一层血膜将伤口完全封住。要知道施针前这血膜可是没有的。这针灸效果有点猛啊。陈怀安摸着下巴一阵寻思，他不了解中医，但对神秘的中医一直抱着尊敬的态度。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到底是他猛，还是从那游戏里学到的针法猛？他有点分不清了。对于小猫，目前他只能做那么多，接下来就看小猫自己的求生欲了。他转身去浴室里洗澡，只是
进淋浴间的时候，并未注意到背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那黑龙如烟似雾，时隐时现，仿佛介于存在和虚无之间，唯有那双龙眸中的威严如渊如玉，令人胆寒。鞋盒里，全身黝黑的小猫艰难地翻了个身，它的嘴巴微微蠕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根惨白的骨节从在它嘴里若隐若现。随着咀嚼，它的身体不断扭曲，在羊身和猫身来回变换，面目也扭曲成形，如长着虎牙的无目恶鬼。它的嘴很大，眼睛生在腋下，交替变换数秒，最终还是稳定成一猫身，渐渐没了动静。宋角角死了。这件事是慕白霜从宋角角的道侣杨伯涛口中得知的。宋角角是怎么死的？面对慕白霜的质问，杨伯涛脸色难看。不知道，我只是让他去杀了李清然那个贱人，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我这里留着一盏魂灯，我刚刚回洞府取灵时，发现魂灯居然灭了。慕白霜闻言心头一惊，脸上却是做出悲痛和愤怒的神情。你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让宋角角去杀李清然？宋角角是我的好朋友，李清然是我的师姐，你疯了吗？我这还不是为了你。杨伯涛苍白着脸，声音颤抖地说，白霜，李清然那贱人居然敢伤你，之前他还羞辱过我，我早就看他不爽了。那日你不是跟宋角角说你在李清然这里受了多少委屈吗？我这不是帮你出气吗？叫我慕白霜，我跟你没那么熟。我和宋角角说什么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需要你去帮我出气？慕白霜冷着脸，心里却是一团乱麻。他原本的计划是故意给宋角角诉苦，再利用宋角角和杨伯涛无话不谈的特点，将倾慕他的杨伯涛惹怒，这样教唆宋角角杀李清然的事就是杨伯涛而不是他。同时带宋角角来内门的是四师兄张含笑，如此一来，他就完美把自己从这件事中摘出来。他唯一的问题就是让张含笑把宋角角带到内门，但这根本不算什么，按照宗门的规矩只会处理张含笑，更别说张含笑还是师兄，应该帮他背这个锅。宋角角炼气9层，李清然只是个丹田被废灵根被抽了的废物，杀李清然简直不要太简单，甚至宋角角都可以不露破绽，这样大家都安全。可他万万没想到，李清然没死，宋角角却死了，这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从之前李清然身上的伤势恢复就已经不对劲，只是他并没有在意。白霜师妹，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让你开心啊。杨伯涛心慌了，李清然既然被赶出宗门，那就已经和青云宗无关，再加上丹田灵根被废，只是个不相干的普通人，但青云宗是正道宗门，一名修士对一个无辜普通人下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其他宗门不得笑掉大牙。为了维护脸面，他必然受到宗门的严惩，宋角角的死也会算在他身上。不，我并不开心。杨伯涛，你等着接受宗门的制裁吧。慕白霜一句话把锅全部甩到杨伯涛身上。刚好这时候赤霄峰大师兄陆长天走了进来，慕白霜非常自然地躲到陆长天身后。杨伯涛，这里是赤霄峰，不是你们玄灵峰，跑来这里做什么？长天哥哥。慕白霜神情伤痛，梨花带雨，搂住陆长天的胳膊哭诉道，杨伯涛他指使宋角角去刺杀李清然，还把宋角角害死了，他怎么能这样？那一个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可是我的师姐啊。不是这样的，陆清传，你听我解释。杨伯涛还想说两句，看到小师妹哭泣，瞬间红温的陆长天已经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上。杨伯涛，你真是好胆！李清然就算出了青云宗，那也曾经是我赤霄峰的人，我赤霄峰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管了？你以为杀了李清然，我们就会高看你一眼？好，你让宋角角杀了李清然，已经触犯宗门规矩，现在跟我去执法堂领罚。陆长天见风指着脸色苍白的杨伯涛，说着就要伸手去抓。旁边的慕白双扯了扯陆长天的袖子，小声嘀咕，长天哥哥，清然师姐没死，死的是宋角角。陆长天伸着的手一顿，脸上尽是愕然，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说什么？宋角角死了，李清然没死？搞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后，陆长天更是难以置信。李清然什么实力？靠着常年灵气温养的身体，也就只是个厉害点的武者。宋角角呢？没记错是炼气7、9层吧？这个实力杀李清然，不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结果结局却是宋角角死了。宋角角是被李清然杀死的。陆长天瞪着杨伯涛，我不知道。杨伯涛被吓得不轻，支支吾吾地说，我只是让他去杀了李清然，他一开始还不愿意，我就说给他搞枚筑基丹，他就去了。后来我不是去取灵石买筑基丹吗？回洞府就看到宋角角的魂灯碎了，人死灯灭。至少对元婴以下的修士，这4个字就是铁律。魂灯中寄宿着修士的一丝分魂和一滴精血，主魂死，生魂如无根浮萍，自然脱离那滴精血，消散于世间。长天哥哥，这件事蹊跷的紧，
我听说最近魔门又开始在苍云界活动了，是不是师姐被魔宗之人夺舍了？慕白霜露出个害怕的神情。虽然青然师姐已经不是我们青云宗的人了，可是我还是不希望她被魔门中人害死。陆长天脸色阴沉，心里一阵寻思，杨伯涛肯定会被惩罚，这件事跑不脱。李沁然这事儿确实古怪，李沁然的死活他无所谓，但李沁然绝对不能成为青云宗的隐患。为什么李沁然能够击杀宋皎皎，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都必须弄清楚。正巧听到旁边的慕白霜说，长天哥哥，沁然姐姐到底曾经是我们赤霄峰的人，不能就这么放着不管，否则其他峰会怎么看我们？不管是不是沁然姐姐做的，我们把沁然姐姐接回来，就算只是让她做个杂役，也好过在万青山中等死。他装作才知道李沁然下落的样子，眼里都是悲天悯人。还是小师妹心善，那李沁然这么伤你，你还能为他说话？当初张含笑就应该直接把他结果了。陆长天咬牙切齿，却是把慕白霜的话听进去了。如果宋皎皎死于意外，那就把李沁然送离万青山，离青云宗越远越好。如果宋皎皎真是被李沁然杀的，不管李沁然是获得什么机遇，还是被魔门夺舍，那都是个定时炸弹。既然是定时炸弹，还是放在眼皮子底下比较好，免得哪天炸了都不知道。不过他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更大。除了被魔门夺舍或者投靠魔门，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一个灵根丹田都没有的废物击杀一名炼气9层的修士。师父说了，只有混元补天丹才能恢复丹田，那可是上古神药，李沁然总不可能得那一颗神丹吧？师妹不用忧心，这件事我会向师父汇报，无论如何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陆长天摸了摸慕白霜的头，露出个温柔的笑。宋皎皎不能白死，若那李沁然不是杀宋皎皎的凶手，就把他接回赤霄峰又如何？一个凡人赤霄峰还是养得起的。那长天哥哥你最好啦。慕白霜眉眼弯弯，眸子深处闪过一抹狡猾。陆长天把宋皎皎离奇死亡以及对李沁然的猜测上报宗门。宗主吴断天对此事非常重视，先是惩罚杨伯涛、雷霆崖面壁思过半年，包了1个月所有资源配额，随后任命陆长天为领队，带领一队执法堂弟子前去万青山中探查情况。临行前，众人汇聚执法堂，青云宗宗主吴断天再三提醒，若是遇到魔门中人，也不得立即动手，魔修狡诈，展现出来的实力或许只是他们想让你们看到的。陆长天，你到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用传音玉简上报宗门。宗主请放心，晚辈必不会鲁莽行事。陆长天对吴断天鞠躬行礼，又转身请示赤霄峰主清玄道人。清玄道人捋了捋胡子，眯眼道：你做事一向沉稳，为师就不多说了，且去吧。陆长天闻言抽出腰间飞剑，潇洒帅气的动作又迷晕一片女弟子。他带着一众执法堂弟子刚要御剑飞行，突然空中传来一声雷鸣，轰隆，整个苍云界的天空风云突变。原本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云层中竟有血红的雷霆闪烁，一股神识带着恐怖的威压横扫而来。陆长天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刚踏上飞剑就一头栽了下去。青云宗修士望着天空，人心惶惶，宗主吴断天和众峰长老们也是神情凝重。这几天是怎么了？一过50就有大能推演天机。推演天机一般是大修士面对困难想不到任何办法才会采取的措施，而且也不是谁都能推演天机，必须是修行对应功法的大修士才能依靠天机推演获得点滴破局的契机。这种做法非常消耗修士的元气，甚至会损伤修士的命格和气运。一般1年推演一次就已经算是大消耗了，这一天推演一次是什么鬼？昨天那万青山中还有神丹出世，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这苍云界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吴断天喃喃自语，颇为唏嘘。化神期修士看着风光，但在天地大势之下，不过一群蝼蚁，那每日推演天机的大佬尚且找不到破局的方法，他们这些小修士又将如何面对那险恶的未来？陆长天，保险起见，你带着执法堂弟子步行过去吧。吴断天从阴沉的天空收回目光，对陆长天吩咐道：有大能推演天机，想必真有魔宗之人也不敢乱跑，早去晚去都一样，你们也不要太招摇，低调一点。是。陆长天脸色难看的点了点头，他瞥了眼昏暗的天幕，捏紧拳头，总有一天他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只是推演天机就让弱者惊慌失措，不敢御剑飞行。推演天机，你是人工 AI 吗？浴室门口已经穿好睡衣的陈怀安正对着手机一阵猛戳。正在推演天机，推演失败，请换个问题。1+1什么时候等于3？正在推演天，1+1等于2，请换个问题。树上10只鸟，开枪打死1只，还剩几只？正在推，地上死1只，树上没了。换个问题。嘿嘿，好玩。不过这后面肯定是个 GM。陈怀安摸着下巴一阵寻思，
平时能考住人工智能的题，却考不住这个推演天机，那么后面一定是真人无疑。既然如此，能给我个内部号不？我一定好好体验游戏，给你们天天写报告，别再坑我钱了。我学会金针刺学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就像跟着老年太极拳练出神功一样，我现在简直妙手回春。你们以后要是缺胳膊少腿，我免费帮你们治。陈怀安一字一句输入进去，刚点击发送，推演天机的游戏框就自动关闭了。还挺犟。陈怀安撇了撇嘴，既然如此，他们以后缺胳膊少腿，求到他陈大师的时候可别后悔。如何恢复灵根？他又打开天机推演，这次换了个正常的问题。李清然还在消化混元补天丹，这仙品混元补天丹身为上古神药，显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全吸收的，所以他闲着没事就又开始来折磨天机推演了。李清然身上2个大问题，丹田和灵根，如今就灵根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天机推演完毕，灵根不能修复，但可以人为种植。修为战令已为您捕捉1线天机，只需充值12888即可获得100倍返利，达到炼气大圆满、筑基中期、筑基后期、筑基大圆满均有超级大奖，境界达到筑基大圆满即可获得极品神秘灵根。是否开启炼气中期、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战令？陈怀安，我占你大坝，就没有别的渠道获得灵根吗？这个战令就非开不可吗？他陈某人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吗？对于陈怀安的悲愤和困惑，页面中弹出了系统女友商店。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就是金光闪闪的玄水灵根，标价1999万。这种极品类型的5行灵根只是最便宜的，下面还有各种标价更加离谱的灵根，后面的灵比他的命还长，普通灵根是没有的。这商店只卖极品，关键是这玄水灵根还是锁着的，李清然必须达到元婴境界才能解锁购买权利，真是疯了。他要是有1999万拿来治癌症不香吗？治好了他还能躺着花一辈子。所以这游戏压根就不打算让他从购买这种渠道来获得灵根这件游戏道具。呵呵，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陈怀安苦笑一声，想着这劳什子游戏至少阴差阳错地解开了他的基因锁，那就冲呗。又是一大笔钱从易支付账户消失。陈怀安瘫倒在沙发上，那浓浓的空虚感不仅比贤者模式来得猛烈，还比贤者模式更加源远流长。喵！一声虚弱的猫叫传来，陈怀安直接一个鲤鱼打挺冲到鞋河边。哟，小比嘎还挺坚强。比起刚刚那副凄惨的样子，这小黑猫显然已经好多了，至少能在鞋河里面动了。尽管身上的伤口看着还是很严重，但仔细看的话，似乎又比洗澡前愈合了一些。我陈某人真是个天才。这次陈怀安用的是肯定句，不过马上又摇了摇头，自嘲一笑。可惜命不久矣。他并未注意到小黑猫正死死盯着他的脖颈，乌黑的猫瞳里一抹杀意的红芒闪烁而过。吃了它，再把它吃了，伤势就能恢复。一只破鸟不够吃，你瞅啥？陈怀安和小黑猫大眼瞪小眼，注意到陈怀安的目光，小黑猫凶狠的眼神一下就清澈，原本竖着的瞳孔也变得溜圆，夹着嗓子喵了一声。还是不舒服吗？陈怀安摸了摸下巴，这样吧。他转过身，毫无防备地露出后背。机会。黑猫弓起背，做出扑杀的动作，浑身毛发炸起，眼里杀意沸腾。然而下一秒，这个男人就突然转身，左手拿着一套银针，右手捏住他的后颈。黑猫眼睛顿时瞪圆，可恶，这该死的人类做了什么？喂，为什么动不了了？这具羸弱的身体，快给本王动起来啊！刚刚只扎了一遍针，现在我再给你巩固一下。陈怀安把小黑猫提到沙发上，拿毛巾随便一裹，接着就开始施针。这小猫也不知道有没有狂犬病，既然已经能活动了，那还是注意一下，免得被抓伤它还要去医院打狂犬疫苗，怪费钱的。可恶，卑贱的人类，敢用毛巾裹住本王！黑猫疯狂挣扎，龇牙咧嘴。陈怀安早有准备，对着其中2个穴位各扎一针。黑猫眼睛再次瞪圆，这是什么招数？又双若动，动不了了，真好用啊！陈怀安边扎针边摇头感叹，我这以后就算不能拿去扎人，但办个兽医假证，再开个宠物医院，说不定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而且那些家长还得给我发锦旗。话说这是公猫还是母猫？陈怀安撩起尾巴瞅了眼，哦，公猫，那你乖乖长大，到时候本尊亲自给你做绝育手术，免得你去霍霍别的母猫。黑猫，这个人类说什么？他要给本王绝育，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吃了它，必须吃了它。可随着陈怀安不断施针，黑猫猛然察觉身上的伤口正在快速恢复，体内的痛楚也渐渐消失。那些扎身上的银针并未带来痛苦，反而向体内传递着一股热流，
让他舒坦的昏昏欲睡。这人类好像除了吃掉之外还有别的用处，这针法似乎能够疗伤。原来如此，这个时代居然还有金针秘术的传承者吗？有意思，那就等他给本王疗完伤再吃掉，到时候金针秘术就是本王的了。吼吼吼吼！您的电子女友已吸收完仙品混元补天丹。游戏里弹出个窗口，陈怀安余光瞥见，心头顿时一喜，3两下把黑猫身上的银针拔掉，反手一抛，精准丢进鞋盒。那鞋盒在沙发上弹了一下，盖子也啪的一声合上了。黑猫，伤还没给本王治好啊！乌喵！人类，本王要你死！陈怀安不理在鞋盒里疯狂抓挠、暴跳如雷的黑猫，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李沁然身上。状态调息，丹田生成中，修炼进度3679 5999层，剩余寿命273年，好感度50尊崇。哇哦，这状态很火热啊！看到李沁然的寿命长到了273年，陈怀安欣慰的同时，内心也很是羡慕。12点的时候，那个游戏提示又刷新了，预测他的寿命还剩下129天。陈怀安不信，但他确实是个短命鬼，自然羡慕能够长寿的存在。不过很快他也就释然了，游戏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只要他狠狠砸钱，保证李沁然不发生任何意外，那么哪怕他死了，只要这个游戏账号不被游戏公司销毁，李沁然这个游戏人物就相当于会带着他的痕迹继续存在200多年。他突然觉得之前充那么多似乎也没啥问题，当然前提是游戏公司不耍赖讲良心。以前听说很多游戏说关服就关服了，玩家充的钱培养的角色全部打水漂，给的补偿也只是其他同公司旗下游戏的垃圾道具，这种行为和破坏他人财产有什么区别？好在进游戏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句流氓提示游戏最终解释权归本游戏公司所有。与此同时，手机里李沁然的周围发生了异变，窗帘不再晃动，小屋周围的沙尘也渐停息，灵气波动变得平稳下来。陈怀安看到有金色的类似植物萌芽的东西从女孩身边钻出，它们生长的范围越来越大，渐渐蔓延到整个房间，萌芽上也开始结出花骨朵，似乎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要诞生了。李沁然进入新生丹田的最后阶段，一品丹田容易引起四方窥伺，是否冲至88为李沁然护法？新的氪金套路吗？陈怀安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这里不选李沁然恢复丹田肯定失败，到时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个老妖怪把李沁然的丹田给抢了，至于能不能抢，那游戏是人家开发的，事故怎么编还不是人家一个程序的事儿。好在88并不多，陈怀安直接冲，请选择您的护法形式。身外化身亲自护法100888一次，坐骑饕餮护法58888一次，剑灵护法38888一次，终极护法套餐35888一次，包含小诛仙剑阵一套、玄武阵一套、九阳武雷符7张，高级护法套餐18888一次，包含雷索困龙阵一套、九阳武雷符1张，终极护法套餐1888一次，包含冲霄剑阵一套、仙品五雷符10张，低级护法套餐188一次，包含雷火焚天阵一套、仙品雷火符10张、九阳紫雷符1张，自由组合套餐，购物车叠加付款以上均为限时特惠，只此一次，预购从速。看完一溜套餐，陈怀安嘴角抽了抽，他真是太天真了，88块钱只是开启爆氪的钥匙罢了，不交那88块钱甚至没有资格氪金，现在交了88块钱，你就说还是不氪吧。不过好在附加项目也没有太变态，这里给出的套餐肯定都是能帮助李沁然度过这次劫难的标准，买那些贵的只是土豪装逼罢了。他甚至能预测这游戏要是正式开服，等玩家玩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土豪就能收获满屏幕特效，地图上其他玩家和他们对应的电子女友都能看到，只能羡慕的流口水。普通玩家大部分就选择没什么特效的低级护法套餐即可，选择这种套餐一样不会影响游戏进度。陈怀安自认不是冤大头，当然就选低级护法套餐。说来也奇怪，他一个吃15块钱的外卖都觉得贵的人，此刻居然觉得188的套餐还算良心，这还只是限时特惠的价格，要是原的要多少钱？片刻游戏真是太可怕了。低级护法套餐投放中，陈怀安看到一个雷光闪烁的大阵以李沁然的小屋为中心迅速生成，覆盖了方圆100米的区域，之后就隐没下去。与此同时，小屋四周贴上了10张仙品雷火符，房间内部李沁然面前的桌子上则是贴上了一张闪烁着紫色雷光，上面画满7扭8拐神秘笔画，足有成年人手臂长的超大符箓九阳紫雷符。接下来肯定就是怪物工程了吧？陈怀安双手抱胸，已经对游戏的进展了如指掌。此刻李沁然的丹田重铸已进入最后阶段，
进度条来到 90%， 苍云界万青山，一处草木不生的乱石岗，被重峦叠嶂遮掩的一处漆黑深潭里，一双邪恶的眼睛蓦然睁开，好香，好香的味道。这味道是丹田，绝品丹田。难以置信，这个时代居然还有凝聚绝品丹田的旷世奇才。结，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陆师兄，这万青山中真有魔宗活动？听说魔宗之人会拿修士炼丹，抽筋扒皮制作法器，行事邪恶残暴，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离谱。一众青云宗弟子从宗门山上下来，自从进入筑基期之后，都是飞剑赶路，没有时间闲聊。今天倒是个难得的机会，众人慢慢赶路，自然要找点应景的话题。都闭嘴！陆长天冷哼一声，淡漠的眼神瞥了眼身后一众弟子，淡淡道：就算有魔门之人又如何？这万青山是我们青云宗的地盘，哪怕是魔门老祖来了也得盘着。众弟子闻言纷纷露出恭维的神情。陆师兄说的对。是啊，陆师兄可是我们青云宗新一代亲传弟子的最强者，天赋不比那些魔门弟子高多了。要是碰到魔门弟子，我们直接大开杀戒。陆长天闻言表面上面无表情，但心里还是有点小爽的。没错，之前有宗主亲传赵灵天压在他头上，现在赵灵天丹田被废，他就是年轻一代亲传弟子中的第一人，青云宗最强筑基期，区区魔门。呼！晴朗的夜空突然晦暗下来，陆长天抬头，只见一片乌云从山中升起，遮掩了月色，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西边飞去。那乌云中涌动着猩红的魔气，即便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令人脊背发寒的威压。是魔修，好恐怖的魔气！快通知宗门！陆长天脸色苍白，全然没了之前的得意。魔气都已经化云了，对方保底都是个老妖怪，与这样的老妖怪撞上，他们这些金丹期都不到的小修士，不是找死吗？陆长天身边的执法堂弟子手忙脚乱地拿出传音玉简，刚要启动，却发现身体无法动弹。结，小娃娃，可不能让你们随便传递消息。阴森的笑声在身后响起。陆长天亡魂大冒，发现空中的黑云已经消失不见，那魔修居然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他们身后。魔气迷雾将那名执法堂弟子吞噬，连惨叫都没发出来，连带着那玉简也被捏成碎片。老夫今日有急事，没时间料理你们，就给你们一点小玩具玩玩吧。结。魔气逐渐散去，那魔修甚至都没有真正露面，就已经击杀一名青云宗筑基期弟子，原地只留下一具面目狰狞的干尸。他走了。张师弟，哎，别喊了，死透了，赶紧回宗门汇报吧。传音玉简只有一个，况且万青山有大魔修出现，已经不适合他们这种战力的弟子继续执行任务了，必须由宗门派出更精锐的弟子，甚至派出长老来解决问题。一名弟子上前，正要给名为张师弟的倒霉蛋收尸。别过去，快回来！陆长天紧盯着那尸体，已经察觉到一丝异样，赶紧提醒，但还是晚了一步。只见死透的张师弟周身突然长出红毛，接着从地上瞬间弹起，迅猛如猎豹般扑向那名弟子，血盆大口张开，露出上下两对锋利的獠牙，照着那弟子的脖子就啃了上去。噗嗤，一名筑基期弟子的脖子居然就这么被直接啃断，脖子连着半截血肉，血涌如注。突如其来的一幕将周围的弟子一个个都吓懵了，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而那见了血的怪物气势却变得更加狂暴。这是毛江。陆长天拔出腰间的飞剑，神情凝重，赶紧对左右弟子吩咐：速速结阵，敌人棘手，若是不杀了他，我们谁都别想跑。望着那狰狞的毛江，他心里发凉，随手就能转化一头相当于筑基期巅峰的毛江出来。那魔门大修到底是何来头？山脚下的小屋里，前辈给我的丹药恐怕不只是珍贵那么简单啊！李清然震惊地内视着丹田部位，只见那即将成型的新丹田朦胧在一片金光中，和认知中的丹田并不一样。随着凝聚来到尾声，一盏旋转的金色莲台呈现在眼前。这是我的新丹田。莲台模样的丹田上面绽放着雾蒙蒙的青光，每一片莲叶都清晰可见，甚至能在上面看到玄奥的大道经文。这是什么丹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李清然知道这丹田了不得。他平时经常去藏经阁浏览资料，那藏经阁第一层虽然没什么强力功法，却有不少关于苍云界历史的传记，很多都是修士记录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不能提升战力，却能增长眼界。上古时期的宗门最看重的并不是灵根，而是丹田质量。那时候丹田可是有品级的，一品丹田是先天丹田中的顶级，但上面其实还有绝品，只是从来没有修士天生就拥有绝品丹田，是那些一品丹田的绝代天骄利用各种珍贵资源提升丹田，才有那么一丝概率得到传说中的绝品丹田。李清然没见过绝品丹田是什么样的，但他隐隐有种预感，
现在他的丹田就是绝品。前辈他到底拿了个什么了不得的丹药给我啊？李清然睁开眼，看到开满金莲的小屋，茫然无措，都快哭了。本来恢复丹田的恩情就已经还不起，结果前辈不仅给他恢复丹田，还送他那么大一桩机缘。结，果然是绝品丹田，老夫的机缘来了。小屋外突然响起一苍老的狂笑。李清然望向窗外，但见空中停着一片黑云，那云中魔气涌动，其中有个模糊的人影，是魔修。来者不善，而且实力不俗，前辈有魔门修士来了。情急之下，李清然也没多想他心里的前辈会不会比这魔修还强，只是拾起把柄断剑，目光死死盯着窗外。结，那魔修也是听到了李清然的声音，狂笑道：老夫天魔门老祖叶福天，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乖乖成为老夫登临大道的基石吧。休要猖狂！李清然眼神一凝，提着断剑就要起身，却被一道柔和的力量弹了回来。酒店房间里，陈怀安望着黑云和地图上的大红点，嘴角勾起个邪魅的笑，拿出传音符摁住。丫头退后，乖乖去床上盖好被子，本尊要开始装逼了。而李清然听到的，无妨，区区蝼蚁，本尊随手可杀，您可以随意操纵阵法。符箓。看到这条提示的瞬间，陈怀安脸上的笑容也逐渐变态。作为氪金玩家，为的不就是在面对 BOSS 的时候直接碾压吗？雷火焚身阵不用藏了，给本尊造起来！苍云剑，一声宣喝在小屋上空响起。雷火焚身阵起。嗡，什么东西？从叶福天的视角来看，小屋方圆100里的地面浮现出流动的紫色阵纹，阵法符文中有雷霆火焰喷涌而出，它们交织成一个大圈，将他和小屋圈在里面。一股威胁感在心头顿生，并不强烈。叶福天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否则也不会被正道修士追杀那么多年，重伤逃逸了无数次，还能如今天这般大摇大摆地跑出来造孽，换其他的魔门修士估计已经被大卸8块了。放在以前稍微有点威胁感他立马就跑，但今日不同往日，今天摆在面前的诱惑实在太大。绝品丹田啊，要是能获得这具身体，困扰他多年的瓶颈算什么？哪怕散功重修他都觉得值。苍云界的灵气越来越少，只是天才地宝已经不足以给他带来质的飞跃。富贵险中求，今天哪怕青云宗所有长老全部到场，他也要搏一搏。哼，区区一个阵法也想阻拦老夫？叶福天身体隐藏在魔气中，不见其人，只能闻其声。魔气一阵翻涌，只见以血雾魔掌从魔气中拍出，飞到小屋顶上时，已有泰山压顶之势。小屋周围飞沙走石，草木低俯。小屋中的李清然只感觉一股森森寒意流上心头，呼吸都变得困难。砰！魔掌拍在大阵上，那大阵符文闪烁了一瞬，却没有破碎的意思。我勒个豆！盯着手机的陈怀安吓了一跳，他还在研究怎么驱动阵法呢。眨眼间 BOSS 的攻击就拍上来了。臭老头不讲武德，那就先给你吃几张仙品雷火符。陈怀安手指在屏幕上一顿点，小屋门和墙上的符箓就飞出去3张，朝魔气云电射而去。叶福天并未在意区3张符箓，他心头凝重，那大阵吃他全力一掌居然没有破碎，可见大阵品质奇高。而苍云界最神秘的当属阵法师了，如果有的选他当真不想和一名阵法师较量，全力续出第2掌。叶福天毫无保留，想着速战速决。他这掌法乃是地阶下品功法血云掌，掌出必中，还有腐蚀灵力的诡异能力，一旦中招，和他对敌的修士就会越来越弱，灵气不断被血云掌的魔气吞噬，对阵法自然也有效果。转眼3枚符箓已经飞到近前，符箓上金光大放，雷声轰轰。不对劲，这是仙品。叶福天头皮发麻，但已经来不及变招。仙品雷火符当空炸开，雷火喷涌而出，将叶福天的血云全部笼罩在内。同时陈怀安这边也研究出阵法应该怎么驱动了。他手机上弹出个键盘，按照给出的顺序摁出不断的出现英文中文组合，每摁对一组，阵法即可激发1次。这对我陈某人来说不是小儿科吗？放在之前陈怀安可不敢这么说，但自从学会扎针之后，他的手又快又稳。如果他现在去参加音游比赛，说不定能力压群雄，破个世界纪录。啪啪啪！陈怀安对着手机屏幕一阵输出，来是 come， 去是 go。轰隆！刚刚顶住3枚雷火符的叶福天还没缓过神来，就被阵法中激发的一道雷火劈中面门。点头 yes， 摇头 no。要打招呼 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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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hello。轰隆！轰隆！噼里啪啦！随着陈怀安答题速度越来越快，雷火射出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尽管雷火焚天大阵的威力并不足以将叶福天秒杀，但架不住量多啊。很快，那魔气组成的黑云就变得越来越淡，显露出一个浑身焦黑、衣衫褴褛、满头白发、披成蒲公英的黑衣老者。哦！
够了，老夫要你死！叶福天活了500多岁，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羞辱？当即也不再隐藏身形，直接腾身来到小屋顶。乌青的双手伸出往前一按，铺天盖地的魔气在周身升腾，于身后形成一尊青面獠牙的巨大法相。那法相张开血盆大口，与叶福天的动作一致向前虚按。轰！整个雷火焚天大阵在恐怖的压力下完全显化出来，维持法阵的阵法符文寸寸破碎，难以支撑。我去 ，BOSS 进入3阶段开大了。从陈怀安的视角来看，叶福天的血条还有1/3，他不禁笑着品鉴。不过这 BOSS 确实可以啊，技能那么拉风，只要买了套餐就肯定可以通关，所以他一点不慌，甚至还有时间鉴赏 BOSS 的皮肤。法相凝实，协同攻击，这是一名化神期魔修，而且绝对不是普通的化神期。小屋中李清然捏着衣摆，满脸焦急，忍不住提醒前辈，魔修狡诈，千万小心对方有没有什么底牌。此刻前辈已经出手，他若是再上去也只是帮倒忙，只能在这里默默祈祷前辈与魔修的战斗中不要受伤，同时也产生了一股深深的无力和愧疚。若不是前辈为他修复丹田，怎会吸引这样的魔门高手？若是他强上一点，怎会如老鼠般躲在角落，眼睁睁看着前辈冒险，却什么都做不到？父母的死给李清然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同门的欺辱看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锻造了一颗坚韧的心。此刻一丝变强的信念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天道不仁，想要守护真实的一切，无时无刻都需要实力。砰！雷火焚天大阵轰然破碎，叶福天悬浮于小屋之上，身后法相将飞射而来的符箓统统捏碎。爆炸的雷火对那法相而言就像在挠痒痒。结，还有什么别的本事？天魔功修4大狮王法相，老夫苦修500载，凝聚银钩法相，金刚不坏，力大无穷，一力破万法。你那阵法再精妙又如何？是吗？小屋中传来一声冷哼。随着陈怀安将最后一张符箓祭出，昏暗的夜空居然泛起秀色，墨云如涛，翻涌奔腾，紫雷如剑，撕裂长空，像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叶福天头顶风起云涌，大片雷云积聚，9阳紫雷符就漂浮在云层间，若隐若现，云层深处有浑厚的力量在凝聚，其威如渊，其势如虹，天地灵气变得狂暴起来。叶福天抬头望天，脊背生寒，隐隐产生一股不祥的预感。青云宗众修士观那天象，心神震动。万青山内本来压着陆长天等人暴杀的红毛僵尸突然浑身一震，嚎叫着扭头就跑，想要跑出雷云覆盖的区域。雷火符就算是仙品，也只是将灵气灌注其中，以灵气产生雷火，但9阳紫雷符则是借天地之势，取那神雷一束，诛邪扫恶。宁！陈怀安按照游戏的要求，手指跟着符箓上的笔画描绘。天威煌煌，再不走必死无疑。只要离开这里，总有一天还能得到绝品丹田。他只需要继续蛰伏。叶福天看都不看小屋里的李清然，一眼腾身就要跑。下一秒，轰隆，一条雷龙从天而降，晃得天地瞬间一白。那落雷分成2束，一束追着叶福天，一束朝着万青山东边劈去。刹那间，地动山摇间。陈怀安看到手机里叶福天这 BOSS 的血条也跟着瞬间清空。他吹了吹手指，呵呵一笑，啧，这也不行啊，看着牛逼哄哄的，188块钱直接秒了，有什么好说的？吴断天带着亲传弟子来到现场时，战斗早已结束，天地异象消失，隐晦的灵气波动早已消散，那前辈也不见踪影。有残留的魔气，莫非那位前辈之前是在和一名魔修战斗？他环顾四周，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几十米宽的巨大雷坑。凑近去看，只见那雷坑足有3丈深，里面流淌着灼热的岩浆，那是高温融化的岩石所形成，熔岩中还有电弧闪烁。此时还有稀薄的魔气在雷坑中残留，但魔气的主人已经不知所踪，不知是死无全尸，还是跑了竟能驱动如此恐怖的雷电。这位前辈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吴断天表面上维持着一名化神期修士的冷静，实际却是心惊不已。化神期修士除了法相进一步凝实，可以协同进攻防御外，也能初步引导天地力量，但想象这位前辈这般借天道之力，他是万万做不到的。那前辈究竟是什么实力？不过既然与魔修战斗，肯定是个正道修士，这倒是个令人放松的信息。师傅，您看，那小屋里好像有个女人。赵灵天指了指山脚下溪流边的小屋。吴断天瞥了一眼，化神修士的目力让他隔得老远就看到小屋里的李清然。他轻疑了一声，这不是赤霄峰那个故意伤小师妹的女弟子吗？好像叫什么李清然，她怎么在这里？是了，那就是李清然。这时赵灵天也看清楚了，露出个不屑的冷笑。宗门大比点到为止，他却非要公报私仇，
被逐出赤霄峰和宗门是应该的，听说张含笑将他赶回世俗了，估计他又跑回来了，以为这样就能再回到我们清源宗，不必在这种无关人等身上浪费时间。吴断天收回目光，一个被废了修为的女弟子而已，并不值得他和赵灵天关注。倒是这李清然运气不错，2位大修士战斗余波，居然没有将他杀死。要知道这雷坑距离小屋也就300-400米，要是再进个100来米，光是落雷的余波就够李清然受的了。至于那神秘前辈和李清然有没有关系，吴断天从未想过，根本不会往那边去想。李清然新诞生的丹田已经收敛在内，所有气息波动完全消失，再加上2人的身份差距云泥之别，他并不认为那位能炼制出神丹的前辈会在意区区蝼蚁。赵灵天，那位前辈可能还在附近。吴断天对身边的弟子叮嘱道，大战之后那前辈必然会就近找一处僻静之地调息，你好好求求那位前辈，说不定能帮你治疗丹田。是，宗主。赵灵天自信满满，他出身不凡，乃是世俗一大国皇子，再加上修仙天赋极高，灵根是非常稀有的药火灵根。丹田破碎之前，他那丹田也能评个4品，再加上样貌英俊，一表人才，任何人看到他都会起爱才之心。修仙讲究缘分因果，尤其是那些卡在某个瓶颈很久的隐士高人，他们出关就会四处游历，寻找机缘的同时也不介意结善缘积功德，这样反而有利于他们突破瓶颈，甚至提高渡劫的成功率。前辈，赵灵天上前2步，对着雷坑拱手一礼，眼里挤出几滴眼泪来，恭恭敬敬地恳求道：晚辈赵灵天，青云宗亲传大弟子，前日见前辈炼成神丹，今日又击退魔门修士，心中对前辈向往已久。晚辈丹田就是被魔门修士击碎，心里对魔修也是无比痛恨。晚辈想斗胆求个恢复丹田的方子，可否请前辈指路？若是能恢复丹田，前辈的恩情晚辈没齿难忘，晚辈愿意为前辈当牛做马，鞍前马后。这话一出，吴断天心里很是吃味儿。当初收徒的时候可没见赵灵天这么说，可为了恢复这名心爱亲传弟子的丹田，只能暂且忍了。茫茫万青山中无人回应，吴断天和赵灵天也不着急，只是默默等待。吴宗主和赵灵天怎么来了？似乎还要找前辈。李清然站在窗前张望了一下，又退回到床边。听赵灵天那些话的意思是在找前辈要机缘，不过前辈会给他机缘吗？对于这一点，李清然非常不确定。说句稍微有点失礼的话，在他的印象里，前辈除了强的不像话之外，还像个到处无条件送机缘的老好人。不得不承认，赵灵天在各个方面都比他更优秀，不管是天赋和背景，他都与赵灵天没有可比性。显然投资赵灵天比投资他更容易得到回报。李清然回到床上，抱着膝盖坐着，红唇嘟起都能挂个醋瓶。他不想前辈给赵灵天机缘，不是他自私，只想他一人独占，是他知道赵灵天不是个宅心仁厚的人，这人虽然很有天赋，却傲慢自大，心胸狭隘。前辈将机缘给这样的人，万一这人以后拿着前辈的资源到处惹事，岂不是给前辈的因果惹麻烦？可怎么决定是前辈的事？他只能默默看着。有人向您所求机缘。陈怀安正在清点击杀 BOSS 的收获，然后就看到屏幕中弹出这么个提示。什么玩意儿？他愣了愣，随着游戏的提示看到了小屋附近的吴断天和赵灵天。青云宗宗主吴断天，青云宗亲传大弟子赵灵天。2个 NPC 头上出现各自的身份信息。哟，大人物啊，青云宗不是李清然之前待的宗门吗？一个宗主，一个亲传大弟子，跑来跟我要机缘。陈怀安只觉得可笑，还很气。他是谁？李清然是他电子女友，那么换句话说，他是李清然赛博男友，没毛病吧？这群人欺辱他陈仙尊的女友，还跑来找他要机缘。游戏界面非常适宜的弹出一个传音符对话框，第一次处发赠机缘剧情，本次使用传音符免费，您可赠与其他修士机缘，也许会给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带来难以预测的影响。赠与物品可从背包中选择，影响可能是正面，可能是负面，请仔细斟酌。看到这条提示，陈怀安冷静了一下。他们想要啥？修士赵灵天向您所求一枚混元补天丹，是否赠与？啥玩意儿？混元补天丹？这 Beyond 要的是机缘，这他妈是要老子的命！陈怀安打开游戏背包，拖出一把雷火符，瞄准吴断天和赵灵天。我能给这俩狗东西劈死吗？吴断天为化神后期修士，是否与之战斗？看来系统并没有充钱摁死这俩 NPC 的剧情。算了。陈怀安再次冷静，他深知目前身上拥有的东西应该不足以弄死个化神期修士，到时候没打死就尴尬了。他自己身份掉价不算什么，就怕波及李清然。既然如此，那就保持神秘高手的风范吧。陈怀安双眼一眯，摁住传音符，深吸一口气。抄你的也不看看你们俩那样子，找老子要机缘，
妈了个的，你们不瞅瞅你们配吗？我抄此处省略1000字。苍云剑。吴断天和赵灵天面前一阵狂风涌起，草木低伏，两人眼前一亮，已经清晰感觉到狂风中的灵石波动。好好好，前辈终于肯回话了。吴断天心头暗想，我的丹田终于有救了。赵灵天难掩激动，握紧拳头，他们竖起耳朵侧耳倾听，生怕漏掉一个字眼，但狂风中只传来一个字，一声怒吼：滚！小屋里，床头坐着的李清然先是瞪大眼睛呆了一下，随后再也忍不住，眉眼弯弯，轻掩嘴角。噗嗤，听清那风里的怒吼，吴断天和赵灵天脸瞬间黑了下来。前辈，晚辈是否有得罪前辈的地方？晚辈与前辈素不相识，没必要如此折辱晚辈吧？赵灵天不服气，他这样的绝世天才上哪不是被人供着？他丹田被魔修击伤，堂堂化神后期修士，他的师父吴断天为此天天愁眉苦脸，忙上忙下，不就是因为他天资卓越，很有可能将青云宗的未来拔高一大截吗？什么时候被这般唾骂过？哪怕只是一个滚字，赵灵天脸上也骚得慌。只是万青山中再无回应，赵灵天又气又尴尬，想一走了之，又不想放弃恢复丹田的机会，就这么处在原地发傻，只能望向吴断天求助。哎，走吧，得之无幸，失之无命，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说明你与那位前辈无缘。吴断天摇头叹气，面对这种情况，他也无可奈何。如果对方只是个实力相当的修士，他尚且可以为徒弟讨一讨公道，可就目前为止，哪怕那神秘修士激发灵石传音过来，他却顺藤摸瓜都无法确定对方的位置。这说明对方只要想就可以让他们找不到，从一开始人家就已经占尽主动，实力比他只强不弱，继续纠缠不过，自取其辱。师父，赵灵天不干。吴断天却是拍了拍徒弟的肩膀，也不照出飞剑，只是徒步而行，故作洒脱道：走吧。他心里比赵灵天更难受，身为师父理应护短，为徒弟出头，此刻却只能忍气吞声，灰溜溜的逃走。另一边，陆长天和一众执法堂弟子惊魂未定地坐在一棵松树下，来的时候还有50号人，现在只剩下36个人了。与红毛僵尸的战斗中死了14名执法堂弟子，好在有高人在万青山中做法，那道雷霆劈下来的时候，分出一只将那红毛僵尸顺带一起给收了。要不是那高人的帮助，想要彻底解决红毛僵尸，他们还会损失更多。也不知是哪位大佬所为，引天上雷霆扫邪诸恶，此等手段，我等望尘莫及啊！有弟子唏嘘感叹。陆长天虽闭口不言，但对那神秘高人的手段也向往得紧。若是能遇到那位高人，顺便被对方指点1、2，他的修行路也会更顺吧。陆师兄，遭逢此番变故，我们还要继续任务吗？是啊，陆师兄，那魔修也不知道死了没。哎，众弟子虽未明言，但眼神躲闪，言语中已生退意。陆长天见此心头不屑，淡淡道：宗主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这样吧，看你们状态不行，就先回去汇报伤亡情况，剩下的全部交给我。哎呀，陆师兄，这不好吧？万青山危险，就陆师兄一个怎么行？陆长天听着这些假惺惺的客套，撇了撇嘴，就这么定了，我心意已决，我是领队，你们听从我的命令行事。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些执法堂弟子也不再推脱，一个个千恩万谢的走了，独留陆长天一人站在松树下。呵呵，无胆鼠辈，就你们这样，永远都不可能抓住机缘。继续任务可不仅是为了脸面和宗主的命令，还因为机缘。僧多肉少，一个人的机缘和一群人的机缘那可是两码事。小屋里一切风平浪静，晚辈清然丹田能够恢复，全是前辈的恩情，感激不尽。女孩对着天花板作揖，已经说了太多的谢谢，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欣喜和感恩，只是语言太过苍白，说多了显得敷衍。于是她便将那些多余的话藏在心里。谢什么谢？你可是我的电子女友啊！陈怀安看到涨到60的好感度，顿时眉飞色舞。作为赛博男友，帮助电子女友不是应该的吗？清然啊，你以后就好好修炼，将那些瞧不起你的人全部踩在脚下。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你不一样，虽然你只是个数据，但数据也是有成长性的。这游戏正式开服之前，我肯定把你培养成最强女修，这样我就算被阎王勾走，也能含笑转生成世界首富了。李清然听到的，好生修炼，戒骄戒躁。是，晚辈必不辜负前辈的期望。李清然长揖而拜，绷着俏脸，神情严肃，心里却忍不住想着，前辈还是那么高冷，不过却意外的很可靠，很有安全感呢。嘿嘿，他不禁憨笑了一下，又立马故作严肃地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串手串，那是用灵石制作的手串，每个灵石都被打磨成了大小一致的珠子，看起来非常精致。前辈，这是晚辈制作的转运珠，不是什么好材料，还请前辈不要嫌弃，
以后等晚辈有了好材料，一定给前辈重新做一个新的。下品灵石是李清然觉得自己能动用的唯一的东西了。灵晶是每天高级聚灵阵要用的，他很想用那个做转运珠，却害怕前辈生气。但每天前辈给他的下品灵石不一样，应该是随便他支配的份额。既然是随便支配的，那就让他稍微人性一下吧。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为您制作了一份小礼物，已发送，请注意查收。哇，还有小礼物，清然你真好。嘿嘿嘿，手机前的陈怀安露出个姨母笑，只感觉前面充那么多钱全部都是值得的，哪怕知道这是官方的套路又如何？情绪价值无价，他认了。与此同时，苍云界，李清然听到的，不错，有心了，也不知道小礼物什么时候送来。某7天快捷酒店，陈怀安还抱着手机舍不得放下。话说上次那个护身符质量一般啊，就爬了一次山回来，上面本尊的名字就被汗水洗掉了。想起这事儿，陈怀安就一阵无语，好歹是贡献了那么多钱了，结果护身符居然掉色，一点诚意都没有。希望这次官方送的东西稍微上档次点。也不知道这人类小子盯着那个黑盒子傻笑什么。鞋盒的缝隙里露出一双浑圆的猫眼，毛毛碎碎往外瞧着。现在本王的身体太羸弱，正面恐怕不是对手，再加上这人类似乎有什么特殊能力，抓住本王的后颈就能让本王动弹不得。保险起见，就等这人类睡着再行动。后半夜，李清然照常修炼。陈怀安睡前犯贱查了一下余额，顿时脸都绿了。不是他的钱呢，这才2天，刚赚的那么多钱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看来得赶紧开启第2场挑战直播了。可他现在的脚还没好，要有直播效果那么难度，就不能比泰山低，不然谁看啊？要么就搞出新的花样，可不管是哪一种，都对他现在的残疾状态很不友好。陈怀安愁眉苦脸，直到凌晨4点才彻底睡着。月光从窗户探入，拂过窗台、沙发，悄无声息地洒在鞋盒上。一动不动的鞋盒突然打开，4只灵巧的黑猫爪稳稳落在桌上，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黑暗中，一对猫瞳闪着红光，死死盯着床上熟睡的男人。他一步步接近，走进月光，墙上倒映的不是猫的影子，而是一头恐怖的巨大兽影。窗外风停草静，虫鸣瞬间消失，时间都在此刻变得粘稠。任何生物在熟睡时都是最脆弱的，脆弱到能够被弱小无数倍的存在轻易杀死。正如此刻，黑猫俯下身，目光锁定陈怀安暴露在外的脖子。他才刚刚苏醒没多久，若是正面对抗，很难是一名成年男性的对手。不过等他继续恢复，再多捕食一些猎物，恢复元气，就算是那些4个轮子的铁盒子，也无法再对他造成伤害。想到那4轮铁盒子，黑猫眼里不禁闪过一抹恨意。那些狡猾的人类居然把自己隐藏在快速移动的4轮钢铁盒子中，第一次遇到不知其中底细，差点没把他给撞死。那么复仇就从吃掉这名人类开始。呼！黑猫向陈怀安扑去，速度快到模糊成一团残影。他扬起猫爪，那爪尖居然在空中留下猩红的轨迹。这一爪直取脖颈。然而就在他即将得手之际后，一声炸雷般的龙吟在黑猫脑海中响起，震得他两眼发昏，灵活的4肢瞬间僵硬，跟块死猪肉般摔在地上。祖龙，这气息怎么可能？黑猫颤颤巍巍地重新爬上床铺，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再次看向那呼呼大睡的男人，猫眼里尽是难以置信。刚刚的动静让床上的陈怀安吧唧2下嘴翻了个身，身上的被子也滑落下来，露出半截后背。只见那条黑龙纹身正张牙舞爪缓缓游动，龙眸的位置闪烁着一对刺目金芒，散发着威严的气息，似乎是察觉到了黑猫的注视。吼！又是一声龙吟在脑海中炸响。黑猫脑子一猛，只见那龙形纹身居然从男人背上窜出。呜呼！至于吗？黑猫吓得扭头就想跑，然而那金边黑鳞的龙尾已经横扫而来，将它直接抽回了鞋盒。鞋盒盖子啪的一声合上。哦！该死！这人类居然有祖龙庇护！黑猫蜷缩在鞋盒里，疼得浑身哆嗦，只感觉5脏6腑火辣辣，像是有火在烧，嘴里也喷出口血来。他才刚苏醒，身体羸弱，在这灵气荒芜的时代，本就疗伤不易，先是被4轮铁盒子撞飞，又被一只破鸟撕扯叼着飞了那么远，现在又被龙尾扫了一下，伤势比起来，这里之前反倒是更严重了。不行，本王得离开这里，此地不宜久留。黑猫艰难地支撑起身子，只觉头重脚轻，还没在鞋盒里走2步，就彻底晕死过去。月光依旧静悄悄，那龙形纹身围着床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背上。睡梦中的陈怀安露出个傻笑，挠了挠屁股，又翻了个身。早上7点，闹钟一响，头完全埋在枕头里的陈怀安反手精准抓住手机，单手画屏解锁，这才露出一张顶着黑眼圈的脸。电子女友
启动。小屋里的女孩还在床上盘膝打坐，积极汲取聚灵阵的灵气。状态：修炼。修炼进度：7631 99998层。剩余寿命273年。好感度60清净。可以啊。陈怀安看到李清然的修炼进度，瞬间清醒了。由于兜里没多少钱了，他只是给李清然开了终极聚灵阵，可即便如此，一晚上李清然也连跳多层，实力突飞猛进。这就是绝品丹田的恐怖之处吗？陈怀安心里那叫一个欣慰啊！虽然这个游戏很骗氪，但只要你氪了，效果立竿见影啊！他戳了戳李清然的肩膀，战令系统和一些历史信息跟着弹了出来。这战令系统随着李清然的境界提升都有奖励，比如昨晚李清然从6层以下跳到了8层，就解锁了3个金袋子模样的奖励。陈怀安点击领取，3个袋子瞬间刷新在李清然的桌子上。灵石幸运盲盒有机会开出1枚灵晶，99上品灵石，999中品灵石，保底获得1000下品灵石的盲盒袋，仅限李清然使用。马马虎虎，陈怀安对这种小奖励不感兴趣。他的目光落在炼气大圆满的大奖上，那界面都闪烁着炫目紫光，一看就是好东西。朝生诀玄阶下品心法，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朝生诀缘起沧海浩渺之象，那天地潮汐之灵韵，悟阴阳交替之玄机。修炼此心法，仿若置身沧海之畔，观日月轮替，感潮水之息。极致上乘，引动灵力于体内汇聚成潮，更可与天地灵力交感，借自然灵力补充消耗，于战斗中持久不衰。该心法为沧海诀下位，修炼至大圆满境界，可直接改修沧海诀。不愧是战令出品，恐怖如斯。陈怀安摸着下巴连连点头。虽然他没问过李清然修炼的是什么内功心法，但估计没有战令获得的好吧。毕竟按照这个游戏的尿性，只要不氪金，那原本白送的都是没啥逼格的基础道具。他打开李清然的角色面板，拉到心法那栏瞅了眼，顿时尴尬了。赤云诀李清然目前的内功心法品级也是玄阶下品，虽然同样都是玄阶下品的功法，且这朝生诀还有尚未替代，可是重修内功心法就要散功，相当于现在李清然辛辛苦苦修上来的境界都白费了。如果赤云诀也有上位功法，那让李清然散功重修就显得很划不来。算了，到底是个功法，拿到看看再说。陈怀安注意到朝生诀功法后面并没有标注仅李清然可用，不禁歪了歪嘴角，心里冒出个古怪的想法，该不会这朝生诀还能给我用吧？他脑子里不禁浮现出那本青莲剑典，该不会必须要他先学会朝生诀才能交给李清然吧？陈怀安觉得以这个游戏制作者的恶趣味，很有可能会搞这么一出，整得那么严肃，好像对着修炼就能成仙一样。无奈的摇摇头，他只把这些当作游戏制作者提升玩家代入感的小细节。您的电子女友赠送的小礼物已送达，您选择的战利品已送达。连续2条提示弹了出来，小礼物就是李清然制作的手串。至于战利品吗？那是杀死叶福天之后报的道具，报了一本名为《天魔功残卷之一》的内功心法，一把下品法器长剑，一把破损的中品灵器，若干灵石。当时游戏弹窗让他从里面选择一件作为真实战利品。所谓真实嘛，这游戏玩了也有那么多天了，他拿脚趾都知道是游戏作者给他送的小礼物。咚咚咚，外门响起敲门声。陈怀安先是一愣，接着架着拐杖一个弹射起步冲向门口。今天他必然要找到大早上送快递的人是谁。然而打开门，外面还是空无一人。难道对方是个跑酷高手？陈怀安望着右手边黑洞洞的楼梯，并没有听到下楼的声音，那就只有从旁边的窗户下去了。要是对方从窗户下去，他确实来不及实锤。还挺害羞，跑了就跑了吧。陈怀安从窗边缩回头来，只见脚边赫然躺着2个盒子，一个盒子很小，刚好可以装进去一根手串，上面写着清然的小礼物。另一个盒子则很长，目测的有1.5米，上面就只有3个大字战利品。果然和本尊所料的一样，他伸手捞起地上的盒子，单手却没能拿起来，里面的物件极沉，又咣的一声砸在地板上，直接给酒店的地板干了个坑。卧槽！陈怀安左顾右盼，做贼心虚的拖过地毯的一角，把地板上的坑给盖住，这才双手郑重将那长条盒子托起，心里不禁暗叹：好剑，好剑，节。他陈怀安也有自己的剑了，可惜他直播账号粉丝还很少，不然一定做个开箱直播。陈怀安美滋滋的拿着2盒子进屋，关门关窗拉上窗帘，只打开床边的台灯，回到床上坐下，兴奋的搓了搓手。首先是我们清然小可爱的礼物，他用指甲刀剪断胶带，拆开盒子，脸色顿时一黑。盒子里就一个密封袋，里面装着一串珠子，也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材料，看起来很像玻璃球。这点敷衍啊。陈怀安拿出那串珠子，
就觉入手温顺冰凉，不知是不是错觉，呼吸的一瞬间，空气变得清新了。早上起来倦怠的感觉一扫而空。虽然材料很一般，做工很垃圾，上面刻的字衣就丑得想哭。他看着珠子上歪歪扭扭的祝福语，还是把珠子戴在手上，眼里尽是笑意。不过一想到是李清然的小礼物，整个人就精神了不少呢。没错，他把刚刚那种透心凉心飞扬的感觉认定为爱的力量。不远处桌子上的鞋盒里，原本一动不动躺尸的黑猫鼻子抽了抽，紧闭的眼睛揭开一条缝。接下来就是大件了。这次陈怀安拆包装的动作暴力了一些，3下5除2就把里面的大家伙暴露出来。这是一把造型古朴的长剑，看起来有点年头，但显然是故意做旧。剑长1.5米，通体青铜色，剑身上有黑色鱼鳞点缀，剑柄处刻有难以辨识的繁体字。陈怀安暗猜可能是铸剑师的名字，剑名黑灵，倒是贴切。陈怀安将黑灵剑举起，对着顶灯，灯光划过剑锋，在那剑刃上倒映着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寒芒。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总觉得这把剑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应该说这把剑就属于李清然的那个世界。它不是一件工艺品，而是真实的属于苍云界的一把飞剑。我肯定是昨天没睡好，脑子瓦特了。陈怀安为自己天真的脑洞感到无语。不过对于游戏制作方制作道具的水平，他非常认可。比如上次的护身符，虽然掉色，却好像真的是李清然做的。这次的珠子，尽管材料可能只是玻璃，上面却有淡淡的香味，和之前那个护身符上的一样。说白了，这就是细节。至于这柄剑嘛，没什么好说的，真材实料，放在家里当个挂饰也是拉风的很。话说这件是开封了吧？陈怀安挠了挠头，刚打算用手去试，又立马缩回来，潜意识告诉他最好不要这么做。于是他从地上捡了一根卷曲的黑毛，轻轻往剑刃上一丢，银。依稀听到一声剑鸣，陈怀安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毛发就这么断成2截，从剑刃两边落下。卧槽，那么锋利，这属于管制刀具了吧？怎么运过来的？要是被查到他，该不会被抓起来吧？陈怀安赶紧把剑收回剑鞘，刚好床头墙上有个挂花的钉子，他就把黑灵剑挂在那里。还真别说，现代化装修挂上这么一把古风飞剑，倒是一点都不突兀。决定了，黑灵剑，以后你跟本尊一起火化。结，黑灵剑，鞋盒里的黑猫，这小子真邪乎，居然有法器飞剑。难道说现在这时代居然还有可以使用的法器吗？为什么路上没有遇到？倒是傀儡技术非常发达。鞋盒里，黑猫瞪着一双溜圆的猫眼朝外瞅着，它是被灵石散发的灵气所惊醒。这灵气对它目前来说就是最珍贵的资源，哪怕只是靠近点呼吸含有灵气的空气，也能加速它的伤势愈合。又是金针秘术，又是祖龙护体，现在灵石和法器也出来了。黑猫心里七上八下，搞不清楚陈怀安是个什么情况，更搞不清这个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理说，这些和灵气有关的东西应该已经在这方世界销声匿迹。他苏醒后的所见所闻也证实了这一点。可是这小子咋啥都有？这不玄学啊！不管了，先借助这小子赶紧恢复伤势才是第一要务。那祖龙庇护虽然棘手，但只要他不产生伤害，那小子的想法就没事。他正打算奄奄一息的喵一声把陈怀安吸引过来，却发现一转眼屋里已经没人了。那小子呢？黑猫拖着沉重的身体来到窗台上，发现目标正穿着一身睡衣，手里拿着根晾衣杆朝酒店对面的广场冲去。李老头已经在小广场上打了20年的太极拳，在老年太极拳这个赛道上，周边7、8个小区所有老头里，他说第2，没人敢说第1。走在路上还打游戏，小心车。看到俩小孩过马路还在打农药，李老头好心提醒了一句，结果其中一个小孩回头对他比了个中指。老头管好你自己，关你屁事。你们，嗨。李老头望着2个远去的学生仔，摇头叹气。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没有朝气了，一天到晚不是打游戏就是打游戏，不像他那个时代。科技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却也让大家丢掉了很多纯真和怀念。唉，李老头又叹了口气，走到每天打拳的那棵树下，却发现已经比他更早的多了一个人影。是个穿着睡衣的年轻人，正举着个晾衣杆，撅着腚，满头大汗的保持着诡异的动作。即便这年轻人的动作很不标准，但李老头还是觉得这一刹那，黑暗中出现了一线曙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这不正是时代缺失的他最欣赏的那种吗？看着小伙子的动作有点味道，但明显缺乏基本认识和坚实的基础。今天既然见到，就让他这位前辈好好教导一番。年轻人，你这样不对，你的底盘不稳，扎马步不是你这腰扎的。陈怀安正痛苦修炼青莲剑点呢，突然就听到后面响起个苍老的声音，然后一双宽厚的手掌就按在他肩膀上猛地往下一压。
接着一只脚卡进他的两腿之间，往外一撇。陈怀安倒吸一口冷气，他那打着石膏的右腿剧痛袭来，但他心里却一点都不恼，因为随着后面那老人帮他纠正动作，他惊喜地发现，青莲剑典第一章的修炼进度居然从 2% 猛涨到了 13%， 惊喜，天大的惊喜！原本陈怀安以为教导李清然青莲剑典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结果老人随便给他纠正了一下动作，就让他看到希望的曙光。同时陈怀安也确定了一个事儿，摄像头背后那个黑客团队肯定是能看到他的动作的，再不济也有个 AI 系统一直检测他的各种动作，而只有在动作标准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增加修炼进度。这游戏细节硬核到极致，甚至精细到给的金针都是完全正确的正统中医技法。那么这青莲剑典基础篇必然也是从正统武学中借鉴改编，所以对动作肯定有一定的要求。大师，陈怀安转头作揖，虎目含泪，感谢大师纠正动作。李老头都懵逼了，但紧跟着一股舒爽就直冲天灵盖。大师啊，有时候那些老头老太也会这么叫他，不过都是以玩笑的成分居多。身为一名老人，比起同龄人的认可，他更希望获得年轻人的认可，就像年轻人也希望获得老人的认可一样，这玩意儿是相互的。还没有哪个年轻人称他为大师，眼前这小伙子是第一个。仔细看看，这小伙子长得也是英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剃了个光头，脸色也不太健康。他倒是会点医术，可惜医者不自医，这么多年只能耗着。不管怎么说，等会儿纠正完动作，再帮这小子把个脉看看什么毛病。多好的年轻人啊，可得健健康康的。小伙子，只是帮你纠正一下动作而已，不用那么感动。老头子，我也不是什么大师，不过是小时候练过几年古典武术。李老头笑呵呵的把正陈怀安其他有错误的地方继续道，看你的动作应该也是效仿一种古典武学，和太极有点像，但多了几分锋利和桀骜，与太极之道不符。但不管是什么武学，第一步都是练下盘，在保证手上动作标准之前，最应该稳定的是你的下盘，这两条腿。说着他又瞥了一下陈怀安哆嗦的右腿，不禁眉头一皱，小子，你这腿不太对劲啊。李老头伸手摸了一下，入手就摸到那层石膏板，脑子顿时一懵，不是，这小子腿瘸着，大早上还来打拳。又一摸，眉头更皱，他摸到了陈怀安腿上的肿块。这是，小子，你给我把个脉。说话间，手已经按在陈怀安的手腕上，只是摸着摸着，李老头的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时死无声，整个脉象都写满一个字死。细密的汗珠从李老头额头上渗出，他脸色难看的抬头看了眼陈怀安，心里犹豫要不要跟这小子说，却看到陈怀安脸上一副坦然的样子。老爷子，你也太厉害了，打拳打那么好，还会给人把脉。陈怀安知道老人是看出来什么了，所谓中医皱眉，生死难料。中医叹气，阎王点卯，老爷子现在又是皱眉又是叹气的，正迎合了他现在的情况。他已经被阎王爷登记在册，随时会召唤他过去报道。老爷子，我是癌症晚期，活不了多久了，我自己的情况我清楚，只能说您看脉很准。癌症晚期，你小子还有心情笑？李老头望着陈怀安苍白的脸，心里一阵痛惜。多好的小伙子啊，为什么会被这么棘手的疾病缠上？既然已经是定局，那就坦然面对。陈怀安洒脱地说，在最后的这段时光里，我只要过得快乐充实，对我来说，在这人间走一遭，就算不虚此行。无非是走的路比很多人短一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大学生那么难找工作，大家都过得很苦很累，我也算是提前躺平了。李老头张了张嘴，他想反驳陈怀安的话，但搜肠刮肚，却发现陈怀安的态度就是最好的应对方案。他从陈怀安的眼里看到了洒脱和豁达，很多老人都没有这样的心态，一个年轻人却看得那么开，是天生就这么成熟吗？李老头心里沉重，没人天生这么成熟稳重，成长必然付出对应的代价。能让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通透成这样，只能说明这年轻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导致他对很多事情都已经完全看开，很多难以承受的伤害对他来说就显得风轻云淡了。没有机会治愈吗？几乎没有。陈怀安摇了摇头，就算有保险，也只是续命。癌细胞已经深入骨髓，病入膏肓，想完全治愈，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几乎不可能。况且我根本没有保险，我有时候会思考赚钱砸在续命上是否值得。目前还是觉得开心每一天更重要，抓紧时间去做一些我以前不敢去想去做的事，也不是完全放弃治疗吧。如果在开心的同时还有钱治病，那我也愿意续命。哈哈哈。他笑得很坦然很豁达，但李老头却从中听出来心酸和无奈。小伙子，这个病我没办法帮到你，不过心态确实很重要。之前我听说有癌症晚期的病人天天打太极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体内的肿瘤居然逐渐缩小，最后完全消失了。你要是撑得住，
每天早上都可以来这里，我能帮你纠正一些动作上的问题。古典武学的基础部分大体是相通的，你也不用怕学偏门。李老头口中的奇闻，陈怀安也听说过。他知道老人是把他当作那种病入膏肓，什么方法都尝试的人了。不过他也不打算否认，因为他确实对练好青莲剑点很感兴趣。这会不会太麻烦您了？不会不会，李老头笑着摆手，能跟你这样的年轻人接触，对我来说是件能让心情愉悦的好事。他的糖尿病一直是心头大患，就像一柄悬在脖子上的刀，让他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踏实。不过和陈怀安攀谈了一会儿，他明显感觉这段时间积累在心中的烦闷一扫而空，就好像年轻人的朝气也让他变得更有活力了。一上午的时间，陈怀安青莲剑点第一章已经推进到 80%， 随后不管他怎么练都不再动弹。按照李老头的话来说，他练得太多肌肉疲劳，动作已经走形，今天再练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陈怀安只能先回酒店休息。李老头还想邀请他去家里吃饭，但他下午还要研究下一次的直播计划，就不叨扰人家了。总感觉还是哪里不太对劲。回去的路上，陈怀安摸着下巴一阵寻思。昨晚上青莲剑点第一章的动作，他坚持半小时就手软脚酸。今天早上没吃饭，他居然还能坚持做动作5-6个小时，连李老头都说他如果没有癌症的话，简直就是武学奇才。想到这里，陈怀安下意识摩挲了一下手腕上的玻璃手串，并未注意到其中一颗珠子已经暗淡了些许。他眼前忽地一亮，我懂了，更加用力地盘着珠子，嘴角微微勾起。原来如此，我果然是个天才。之前还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被激活了基因潜力，现在他完全确定了。有些东西普通人是学不会的，但天才却能轻松学会。癌细胞虽然让他命不久矣，却也激活了他的基因。既然如此，陈怀安打开手机，目光落在金针刺学的升级表格上。当前冯春针 LV1， 下一级开脉针 LV2， 需要冯春针施针1000次。现在施针次数已经来到3次，具体怎么核算的他也不清楚，他只知道凑满1000次要猴年马月去了。作为氪金玩家以及命不久矣的潜力激活3体人，他最缺的就是时间。998而已。陈怀安看着银行卡中的余额，露出个狰狞的笑。钱没了还能赚，错过钱能激活的黄金期，那可损失惨重啊！充 TM 的。随着998从银行卡消失，游戏界面中冯春针法闪闪发光，光芒继续向下流转，直到把冯春针法下面的开脉针法一起点亮。您的技能金针刺学已进阶为 LV2， 获得新针法开脉针法。好，这就是氪金的力量。此刻他已经回到酒店，立马关好门窗，坐在沙发上，两眼放光地看着开脉针。是否开启针法教学？注意，开脉针法危险性极高，若熟练度不够，将大概率导致残疾。是，请选择一个施针目标。选谁好呢？李清然肯定不行，要不等会儿让李清然出去抓一头野猪回来。陈怀安愣住，然后就看到手机自动跳到摄像头，摄像头又自动翻转为自拍，屏幕里是他自己。选择完毕，请开始施针。不是，哥们儿，就已经不演了吗？演示都不演示一下了吗？我知道你们能听到我说话，从现在开始，你们停止操控我的手机，更禁止窥探我的隐私，否则我就把你们告上法庭。陈怀安语气严肃，陈怀安怒气冲冲。由于开脉针非常危险，对合适的目标施针将会极大提升开脉针的熟练度。本次施针可以获得 20% 熟练度，降低 20% 因开脉针残废的概率。开脉针效果强悍，可辅助您的电子女友加速修炼，还可稳固修行者根基。陈怀安看着3条游戏提示，眉头一皱。陈怀安冷静下来，眼神不自觉落在自己的右腿上，似乎也不是不行，反正他右腿已经是天残脚了，那再残疾一下又有什么区别？再说了，这只是个游戏道具。他说残疾就残疾，危言耸听。这小子又在鼓捣什么？黑猫从盒子里爬出来，跳到沙发上，瞅着隔壁不停戳手机的陈怀安。他需要靠近陈怀安才能吸收灵石散发的灵气，但也不敢靠太近，害怕被陈怀安身上的祖龙制裁。一天到晚盯着那黑盒子，不对，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小子身上的好东西都是从这个黑盒子上面获得的？黑猫小心翼翼的又凑近了些，可只能看到手机屏幕上一片漆黑，心里却是越发猜疑了。如果本王的想法成立，那只要把这个黑盒子搞到手，他的那些机缘就都是本王的了。说不定之所以这人类能获得祖龙庇护，就跟这个黑盒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并没看出来陈怀安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黑猫再次凑近了些，一只眼睛盯着手机，一只眼睛留意着陈怀安的后背。突然，陈怀安从旁边拿起那套银针，黑猫愣了一下，以为陈怀安终于良心发现要给他扎针，下一秒就看到陈怀安将银针狠狠扎在自己的右腿上。黑猫，
嗷吼！凄厉的惨叫几乎响彻整个酒店。还好现在已经是中午，要是早上这么好，肯定会被其他客人找上门的。我勒个豆，那么疼！陈怀安瞅了眼自己扎下去的地方，那一片的皮肤已经紫了。可是很快他又感觉到不对，他扎的地方之前可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啊，现在居然能感觉到这么明显的疼痛，这不正说明这银针在产生效果吗？不过是一点痛楚而已，他陈怀安还怕疼吗？又是连着10几针下去，黑猫见陈怀安沉迷于自残，便俯身弓背，做好抢手机的准备。最后一针下去的瞬间，黑猫也喵了声扑向陈怀安大腿边的手机。然而陈怀安那条本来已经骨折的腿却在针落下的瞬间猛地弹起，速度快若闪电，直接给黑猫来了个暴力吸顶。喵呜！砰！黑猫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刚好飞回鞋盒，盖子也跟着盖上。唉，虽然很疼，但是有知觉了。陈怀安摸了摸自己的右腿，一脸惊喜。开脉针的效果是梳理经脉，贯通血气。他这腿没知觉，主要是因为骨折和肿瘤压迫，用开脉针治疗刚好对症，当然也可能是以毒攻毒，运气好产生了效果。话说刚刚我膝盖似乎顶到了什么东西。陈怀安挠了挠头，环顾四周，刚才他的注意力都在穴位上，根本没在意周围的情况。算了，可能是我的错觉吧。苍云剑，自从有了绝品丹田，李清然的修炼速度完全可以用1日千里来形容。昨晚突破炼气8层，今天下午他就已经朝着炼气大圆满进发，这其中有绝品丹田的功劳，也由于他没有灵根，此刻5行灵气就安安静静待在他的丹田中，也就凉看起来比较唬人。有灵根的修士能把天地间汲取的灵气全部转化为与灵根属性对应的灵气，比如火灵根修士就能把5行灵气全部转化为精纯的火灵气，而灵气属性也只有和灵根相符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威力。如果灵根和使用的灵气5行相克，那么就会导致灵气紊乱发生危险。部分功法和内功心法对修行者的灵根属性也有要求，平时修士之间运功传功也必须选择灵根相似者，即两者必须有至少一条同类的灵根才能实现灵气交融。因此修行界以单灵根为上佳天赋，变异灵根更盛，而5行灵根和无灵根为最次天赋。无灵根者修炼速度极慢，几乎一辈子都难以突破炼气期。无灵根者虽然修炼速度快，但因为灵气质量差也很难突破瓶颈，同时使用法术威力都比其他修士差一大截。李清然本以为自己没有灵根无法突破到筑基期，那瓶颈就像个蓝河大坝，想要冲开大坝不仅要足够的量，还要强大的冲击力。一身驳杂的灵气显然冲击力是不足的，可临近突破筑基期，他才发现绝品丹田带给他的是更精纯的灵气，以及比以前更庞大的灵气量。前辈赐予我的绝品丹田实在太厉害了。李清然内视丹田，心头的震惊无以复加。修为被废之前他是筑基小成，但现在他丹田内拥有的灵气量就已经是当初巅峰时刻的2-3倍。若是他还有灵根再顺利突破筑基期，他岂不是相当于5个甚至更多普通筑基期修士的灵气总量？没有灵根又如何？得前辈相助，我依然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体内5行灵气在李清然的运作下逐渐沸腾起来，朝着那筑基期的蓝河大坝聚集。他要准备突破筑基期了。然而就在这时，脑海中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无边无际的黑暗将李清然彻底吞噬。恍惚中，他看到一名青衫老者站在他面前，是清玄道人，他曾经的师傅。李清然，你伤害同门师妹，是为不义；你修本门武学，却不思进取，践踏为师的教导，是为不孝。赶你去外门，你却欺辱外门弟子，是为不仁。你拿着赤云诀的内功心法，却还有拜其他人为师，改换门庭的想法，是为不忠。道心蒙尘，心魔滋生，微笑的面具遮不住狰狞的疤痕。苦难的过去也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轻易掩盖。清玄道人的话宛如洪钟在李清然脑海中震颤，也震散了那一鼓作气即将冲破瓶颈的灵气之潮。大师胸露长天的身影在清玄道人身边浮现，他嘴角噙着冷笑。李清然，像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还妄想突破筑基期，可悲可笑。李清然，你居然伤害小师妹，我真是看错你了。三师兄云子墨满脸厌恶。李清然，把我给你吃的丹药灵草都吐出来，你也配。二师兄萧一峰面目狰狞。四师兄张寒笑持剑上前，目光凶狠。若你突破筑基期，我自当清理门户，彻底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不是的，我没有故意打伤小师妹，我没有懈怠修炼，也没有欺压过外门弟子，没有。李清然抱着头瑟缩在冰冷的黑暗里，他想要辩解，黑暗中却伸出无数漆黑的手将他的嘴巴捂住。没人相信他的话，没人认真听他说话。就像那天门派大比师妹受伤，他被暴怒的陆长天一掌劈下擂台。他的辩解苍白无力，他的眼泪被当作是伪装和心机。
可是他分明咳着血，躺在尘埃里。慕白霜只是肩膀被刺了个口子。他李清然就不是陆长天的师妹吗？就不是赤霄峰的小师妹吗？就不是清玄道人的徒弟吗？那些围观的同门又出现了，在黑暗中浮现，簇拥在赤霄峰的众人身边。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厌恶和敌视，指指点点，只能听着那些或是谩骂或是嘲讽的话语。就是他故意打伤小师妹，真不是东西。赤霄峰怎会有如此心肠歹毒的弟子？估计是嫉妒慕白霜师妹好看吧。哈哈，亏陆师兄那么好的人，以前还那么照顾他。这种人就该死，该滚出宗门，为万青山里的妖兽。滚出青云宗，滚出青云宗！六师妹慕白霜躲在所有人身后，依偎在陆长天身边。她站在光里，被所有人挡着，像朵被呵护的小花。她笑望着泪流满面的李清然，微微动了动嘴唇，却只有深陷黑暗的李清然能听到她的声音：“清然师姐，消失吧，你这样的人就不配活着。哦，对了，昨天不是救了一只黑猫吗？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了。”陈怀安起身，正要去协和那边看看。协和里刚被踹了一脚脑壳发懵的黑猫听到动静，也立马振作精神，准备好好卖萌，和陈怀安套一套近乎。就在这时，嗡，茶几上的手机突然震动，响起提示音。陈怀安重新坐回沙发。协和里黑猫悬着的心又死了，继续趴着。您的电子女友正在遭受心魔攻击。陈怀安心里一惊，打开小屋，见李清然正在床上盘膝打坐，只是脸色苍白，眉头紧锁，脸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印堂阴气汇聚，嘴唇乌青，那俏脸上分明写满了痛苦。炼气期也有心魔吗？陈怀安有些不知所措。他也看过不少小说了，那些小说里的主角都是到后面大境界才会遇到心魔，哪有炼气期就遭遇心魔的？打开李清然的状态栏，那里的心魔副状态给了他解释：心魔滋生，心魔与境界无关，乃是修行者心中的念，执念、恶念、贪念等皆可为心魔。心魔可由修行者的精力自发产生，也受到部分魔门功法引导，使本没有心魔的修士产生心魔。破除心魔，需破除心中的念。这样吗？那困扰李清然的念是什么呢？陈怀安回忆着李清然的背景资料，除了父母被奸人所害之外，在修行这条路上给他带来最大打击的，必然就是赤霄峰那群人了。或者说，整个青云宗对李清然来说都是个巨大的噩梦吧。只是知道源头是一回事，怎么破除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还没忘记这是个游戏，于是东戳西戳，开始寻找充值页面。这游戏还有一点非常离谱，除了摆在明面上的商店外，其他所有充钱获取的功能全部是隐藏状态，比如给李清然护法这种并不是常驻的，只有跟着剧情走，等游戏主动把充值按钮弹出来，他才能通过氪金的方式来解决李清然身上的麻烦，就很烦。游戏制作方总给人一种当婊子海里牌坊的感觉。算了，没找到，遇事不决，天机推演。陈怀安直接打开游戏客服，本次推演天机需要花费100购买机会，同时你会获得一层气运亏损状态，是否推演？推演天机中，苍云界风云突变。又是那位大能，今日午时推演一次天机，现在又推演一次。苍云界这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吗？万青山那边又是神丹出世，后又有灵光冲天，那位前辈推演天机很有可能与这2次异象有关啊。中州秘境要开了，多事之秋啊。万剑阁宗主苏七年双手抱剑立于剑门山峰顶，他一袭白衣，衣绝飘飘，满头白发在风中狂舞，两眼微眯遥望着万青山的方向，那潇洒的样子尽显高人姿态。然而这高人姿态并未维持多久，下一秒他便破口大骂：驴日的青云宗，去你娘的贼老天，啥好处都给你们万青山呗，给老子等着，这次中州秘境定要让你们好看。宗主，一剑阁长老从飞剑上下来，作揖道：宗主，有2件大事。何事？苏七年一正面色，风轻云淡地捋了捋胡子。宗主，我们没钱了。长老欲言又止，脸色惨淡。啊！苏七年愣了一下，没灵石了，去后山挖啊？就是灵石没了，挖空了。驴日的，这才多久？苏七年绷不住了，这事儿也算在预料之中。上个月他就知道后山的灵石要挖空了，只是没想到居然那么快。当下只能安抚道：这件事交给我，我会想办法弄灵石的。还有别的事吗？剑阁已经够穷了，被誉为苍云界最穷宗门，原本靠着后山的灵石矿和一点产业还能勉强维持，现在临近中州秘境开启，宗门上下到处都需要资源做准备，当真是雪上加霜。看来只能变卖一些家产了。苏七年下意识按住腰间的飞剑，噌，那柄飞剑发出一声剑吟，猛地哆嗦了一下。还有，长老咽了口唾沫，我们的镇宗兽发情了，
申请出去配种，说要是不放他出去，他就把我们后山的灵草全部锯了。苏七年闻言，嘴角抽了抽，去找万寿宗配种那是要给钱的，平常的妖兽那畜生又看不上，可是发情的事情也不能不解决啊，灵草都是钱啊。放朕宗兽出去，外门弟子的基本安全怎么办？也不行。既然如此，他下意识按住腰间的飞剑，脸上露出一抹沉痛，闭眼道：淹了。什么？长老大惊失色。苏七年猛地睁开眼，眸中剑气纵横，杀气冲天，凝声低吼：驴日的，给那畜生说现在宗门没钱，给老子憋着，憋不住老子就把他阉了。宗门镇兽一般都是由宗门从幼崽期培养起来具备强攻击性的雄性妖兽，不能阉，一旦阉了影响他发育，还会让他失去攻击性。长老苦着脸走了。宗主既然已经被逼迫到这个地步，那就真的证明宗门入不敷出了。苏七年则继续站在悬崖上发呆，看着风轻云淡，实际右手已经伸进储物袋摸了摸里面的夜行衣，得想办法搞点钱。天机推演完毕，李清然破除心魔须回青云宗，彻底斩断与赤霄峰的因果。李清然受到心魔反噬，修为即将倒退，请您使用开脉针配合绝品护心丹帮助李清然稳固境界，本次使用开脉针无风险，绝品护心丹为赠品，请放心使用。您获得气运亏损状态24小时，绝品丹药免费送。我乐个豆游细致作坊，这是良心发现了啊。陈怀安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游戏那么大方，就算是剧情需要白给的道具，也让他有点不习惯。青光一闪，绝品护心丹已经出现在桌子上。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青云宗，赤霄峰二弟子萧一峰刚回洞府，美滋滋的拿出炼丹炉。这绝品护心丹终于还是被我买到了。上次买的上品中品都不足以让我研究明白炼制的诀窍，这次一定能行。萧一峰勾了勾嘴角，虽然青云宗内有护心丹丹方，但每个炼药师的手法不同，导致丹药的品质也有差别。寻常炼丹法只能炼出下品到上品的丹药，唯有那些炼丹大师自己总结了一套经验，才能炼出绝品和仙品。这些经验自然是不传之秘，极其珍贵，也极少有人能通过丹药逆推这些细节。恰好他就是这样的天才。等我整明白如何炼制绝品护心丹，小师妹一定会更崇拜我的。这么一想，萧一峰顿时觉得倾家荡产买一颗绝品护心丹也不是那么心疼了。他往储物袋里伸手一摸，脸色逐渐苍白。没了，买的丹药全没了，我的绝品护心丹也没了。赤霄峰内门亲传弟子丹药疑似被偷，可是一件大事。况且那价值上万中品灵石的绝品护心丹也不是什么便宜货。为了买这丹药，萧一峰可是动用所有人脉，把能借的人都借了个遍。他想着自己好歹是个丹师，若是会炼制绝品护心丹，这点钱随随便便都能还上。被问到丹药是什么时候遗失的，萧一峰支支吾吾，只能说那护心丹在储物袋里凭空消失。他从山下回来，储物袋就没离过手，踏进青云宗的时候还打开确认了一下，可丹药就这么离奇的从他储物袋里消失了。准备给萧一峰打抱不平的清玄道人和长老们闻言一脸无语。宗主吴断天命令全宗戒严，所有弟子都要拿出全部家当接受搜查，可一顿鸡飞狗跳后也什么都没找到。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偷了我的丹药，我定要让他碎尸万段。这边萧一峰在对天明志，另一边陈怀安已经给李清然服下绝品护心丹。阿切，谁他妈在念叨我？陈怀安连续打了3个喷嚏，听到手机里传来提示，赶紧集中注意力，请左手点暗器海穴，象气海穴运功调息，同时手指向关元穴滑动，请按照开脉针法用右手施针。手机内的画面放大，集中在李清然的腰部和小腹位置。此刻由于心魔的影响，李清然身上已经大汗淋漓，汗水将材料纤薄的长衫浸湿，让本就有点透感的衣服变得更加清凉了，以至于他能清晰看到诱人的腰部曲线，内里的肚兜像件青色的小裙子盖到大腿根，上面绣着一片疑似荷叶的植物，荷叶上还有只疑似小青蛙的动物，肚兜右下角绣着李清然3个字，歪歪扭扭的。这该不会是李清然的字吧？陈怀安心中的旖旎在看到那3个狗塔一样的字的瞬间消失干净。这字的风格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啊？好像他的护身符和手串上就是这种狗刨字啊！来不及拿出手串与之比对，李清然的气海穴和关元穴已经亮起淡淡的金光，正指引着他按上去。陈怀安以拇指和食指点按，能明显感觉到李清然的身体颤抖了一下。这应该不疼吧？陈怀安暗暗想着，可惜他看不到李清然的脸，不知道李清然正轻咬着红唇，2抹红霞从脸颊蔓延到耳根。屏幕中的画面分成2个部分，左边是腰部以下、腿以上，右边是腰部以上、脖子以下。右边的一串穴位一个接一个亮起，陈怀安无暇顾及，迅速按照顺序施针。李清然在黑暗的淤泥中挣扎着，
耳边充斥着嘲讽和谩骂，身体像是被无数看不见的蛛丝缠绕，四肢百骸传来火辣辣的刺痛，却又动弹不得。清玄道人、陆长天、萧逸风、云子墨、张含笑、慕白霜，还有青云宗的同门，所有人的面孔化作巨大的脸墙，围着他旋转，不同的面容，不同的声音，却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般的神情，从那一张张黑洞洞的血盆大口中吐出一样冰冷残忍的话：李清然，就你也想突破筑基期？可笑！贱人，活该被废修为！滚出青云宗！滚出青云宗！师姐，你这样的人就不配活着。耳鸣声像是把要切开李清然脑子的利刃，混乱的思绪像沸腾的开水，与那些苍蝇般嗡嗡乱叫的伤人话语混在一起，在脑海中炸开了锅。灵魂似乎要被抽离，闲言碎语如针般从上面穿刺，千疮百孔。身体的每一寸骨骼都像被用力践踏着，碾碎着，连带着他的尊严和自我。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用力伸手想要触摸什么，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入手却只有冰冷的虚无。那些人的面孔越来越近，已经听不到血盆大口中的声音，只能看到他们一开一合，就要将他吞噬，撕成碎片。不，谁来救救我！噌！黑暗中有一声清脆的剑影响起，就像淤泥中落入的甘泉，将那嘈杂的嗡嗡声全部冲刷殆尽。一线光撕裂黑暗，透了进来。李清然，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李清然费力地睁开眼，他看到围着他的那些人头全部都停止了谩骂，他们错愕地瞪大眼睛，一条线横着从头颅中间切开，火焰从逐渐张开的线中喷涌而出，烧得他们扭曲变形，四分五裂，然后轰然破碎。李清然，那个声音更近了，飞灰中他只能模糊看到一个身影，那人站在硝烟后，持剑而立，看不清面容，只是黑衣如卷，白发如瀑，一条威严的五爪黑龙瞪着灿金的眸子围在他身边狂舞。前辈！李清然望着那人，眼神痴痴，一股安心的感觉扫平了脑海中混乱的思绪。黑暗像是畏惧那人的威严，迅速退去。李清然睁开眼，他还在那小屋内，之前害人的种种不过是心魔引发的幻象，此刻他浑身近乎湿透，小腹和腰部传来异样的感觉。低头一看，他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两只金色的灵气大手正点按着他腰腹部的穴位，左手运功，右手以灵气为针施针灸之术，针灸的地方还有妈妈痒痒的感觉传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大嘴喘息。不过他到底还是忍住了，立马闭上嘴，屏住呼吸。现在前辈可是在帮他运功，他不能打扰前辈。于是李清然就默默看着小腹和腰上的软肉随着那两只手的按压皮肤陷进去，又弹起来。他低着头咬着下唇，耳根处的红霞已经朝脖颈蔓延，手不停绞着衣角，手指都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双脚不自觉地在地上来回蹭着，恨不得找个地缝赶紧钻进去。完了，肚兜都被前辈看到了，羞死个人！我为什么要在上面绣荷叶和青蛙啊？前辈肯定觉得我很幼稚吧？李清然，你真蠢，真的。呜，完蛋了，已经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前辈了。被陈怀安这么一搞，心魔的事情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女孩满脑子都是以后在前辈面前该如何自处，甚至到陈怀安施针完毕，李清然都还沉浸在未来各种尴尬的预演中，没反应过来。呼，完事儿了，境界是保住了。陈怀安看着李清然仍然处于炼气大圆满的境界，松了口气。绝品护心丹的效果就是巩固修为，原本心魔带来的反噬非常严重，哪怕护心丹都不一定完全保住境界，但只要配合上他陈克金仙尊的开脉针法和独家按摩穴位的技艺，区心魔反噬简直小菜一碟。接下来就是想办法解决心魔这个麻烦了。陈怀安皱起眉头，按照天机推演的说法，李清然需要回青云宗斩断因果。说句实在话，如果有的选，他并不想让李清然回青云宗冒险，可惜这游戏的剧情设计就是这样，根本没有给他其他选项。李清然要是回去，恐怕会有危险啊，恰好他现在又没钱了。正当陈怀安焦头烂额琢磨着之后应该如何操作时，叩叩叩，小屋外突然有人敲门，跟着就是个淡漠的声音传来。李清然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来人是陆长天。关于这点，李清然绝对不会认错，在赤霄峰待了3年，他太熟悉陆长天的声音了，同时他还感觉到一股淡淡的杀意和扫来的灵石探查。李清然，你炼气大圆满了？怎么可能？陆长天的声音里满是错愕。李清然丹田被废，按理说已经不能正常修炼，就算强行修炼也绝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提升到炼气大圆满才对。他要看个究竟，伸手就推在门上，有人意图闯入您电子女友的闺房，请您选择反制措施，一击发一掌将其轰飞，让他知道对您电子女友动手动脚的下场；二以强者威压令其跪伏在地，让他学会什么叫做尊重。
三冷哼一声，激发内力震碎其耳膜，在对方下破胆之际，让对方滚蛋。该项选择将导致对方猜测您为魔门修士。陈怀安看着游戏给出的选择，并不满意。外面这位就是李清然的执念之一，大师兄陆长天。对方来得很快，在地图上显示为中立的黄色圆点，所以也没有提前弹出危险提醒。这种黄色圆点大概意思是随时会转化为红色或者绿色圆点吧，分别代表敌对和友善。我加钱能直接把他弄死吗？陈怀安阴着个脸，要是放在现实世界，随手捏死个人类，他还要经历一波心灵的自我拷问，但这只是个游戏，对于弄死陆长天，他就没什么道德底线了。等了一会儿，游戏里没有弹出其他的充值选项，显然是没有按死陆长天的剧情杀。不过很快陈怀安也反应过来，陆长天算是李清然的心魔，客服说李清然的心魔要自己斩断，那陆长天确实得由李清然亲自收拾，就是不知道后续剧情会如何发展。陈怀安琢磨了一下，最终选2，既然陆长天是李清然的垫脚石，他就不插手好了。这破门怎么推不开？小屋外的陆长天急眼了，刚要运转灵力对门轰出一拳，下一秒一股恐怖的威压突然降临头顶，犹如大山般镇压在他身上。咔嚓，气血涌动，五脏六腑犹如被铁手攥紧，陆长天根本支撑不住，双膝跪地，膝盖砸碎地砖。陆长天心里惊恐不已，整个青云宗能靠威压就让他跪下的只有师父、宗主和那几位山峰的长老，比起那些长老，这迎面而来的威压更加摧枯拉朽，让他生不出一点反抗的意思。晚辈青云宗赤霄峰亲传弟子陆长天，刚才并不知道前辈在屋里，多有得罪，晚辈闭嘴。门内响起一声暴喝，狂风将门吹开，又砰的一声关上。陆长天身体倒飞出去，砸进个雷坑里，只感觉腹部像是被狠狠轰了一拳，五脏六腑都似乎卷成一团，嘴边的话也全都咽了回去。清然，这是你之前宗门的人，本尊不插手。是，清然谢谢前辈。李清然居然叫那人前辈，两人的关系似乎还挺近。难道李清然伤势恢复就是这前辈的帮助？宋皎皎也是被这前辈拍死的。李清然投靠了魔门，可是刚刚的威压中正平和根本没有一丝魔门的邪气，那位前辈怎么看都不像魔门修士。可是李清然又是如何与这样的大佬扯上关系的？陆长天脑子里正一团乱麻，小屋门打开，已经换了身衣服的李清然从里面走出来，俏脸上还残余着淡淡的红晕。陆长天，你有什么事？陆长天抬头望着这位曾经的师妹，没有过去多长时间，但他身上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此刻的李清然气质清冷，再也看不到一点曾经恳求他们时懦弱可怜的样子，就像一把出鞘的剑，周身散发着淡淡的锋芒。这位师妹已经变得很陌生了。面对这样的李清然，再加上那神秘前辈就在小屋内，陆长天不自觉的就放下了师兄的架子。他捂着胸口站起身，语气平缓地说：师妹，我这次出来是带你回青云宗的。虽然你在宗门大比上击伤6师妹，但罪不至死。我是不知道张含笑那狗东西把你扔在这万青山等死，不然定不会坐视不管。罪不至死，罪不至死。李清然脸上露出个惨笑，冰冷的眼神凝视着陆长天。罪不至死，所以废我丹田；罪不至死，所以拔我灵根。好一个罪不至死！陆长天，你当知道灵根和丹田对修士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没直接让我死，却让我生不如死。陆长天看着咄咄逼人的李清然，皱起眉头。若是放在以前，他只说带李清然回宗门，李清然肯定感恩戴德，现在却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他既然还能修炼，那丹田估计只是破损，并没有被完全废掉，又得到那神秘前辈的帮助，吃点固本培元的丹药也就解决了。陆长天抿了抿嘴道：师妹，废你丹田是我不对，不过你不是还能修炼吗？我和师父会想办法帮你进一步修复的。至于灵根，我们可以给你找。我的灵根呢？李清然的眼底寒意如潮，声音颤抖。你的灵根？陆长天欲言又止，最终还是硬着头皮道：你也知道，小师妹体弱多病，根基不好，所以我们就把你的水灵根给她了。不过师妹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再找个丹灵根，哪怕倾家荡产去拍卖也给搞一个。李清然低着头，刘海眼下一片阴霾，垂落在两边的手捏成拳又松开，松开又握紧，不知在想什么，两串泪珠顺着脸颊滑落，又啪嗒啪嗒落在地上。游戏外看到全程对话的陈怀安都气乐了，这赤霄峰的人可真会玩，拔了李清然的灵根给那个什么老屎子小师妹，疯了吧？看得出来，哪怕被迫害成这样，李清然对青云宗、对赤霄峰还是有感情的。他是个非常念旧的人，他还记得清玄道人的教导之恩，记得每一个师兄曾经对他的好。只是现在随着眼泪落下，这些他还念着的东西也该彻底破灭了吧。陆长天，我会回青云宗。李清然抬起头，
含着泪的眸子里没有一丝感情波动，只有冰冷的死寂。被这双眼神盯着，陆长天心头都惊喜不起来，只感觉脊背发寒。他听李清然一字一顿地说：“明日我回青云宗，只为和过去做个了断。”前辈，清然自作主张，明日想回一趟青云宗。陆长天走了，李清然回到屋里，对着屋顶作揖。长跪不起，清然不是顽固的痴儿，也不是念着青云宗和赤霄峰的恩情，只是他们已经成为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清然必须亲自将他们斩断，方才能继续修炼，不负前辈的期望。李清然低着头，字句恳切。他知道青云宗是龙潭虎穴，却不得不闯，也知道从前辈的角度肯定不希望他再回青云宗，甚至这种行为都容易引起前辈的猜疑。他已经得到太多恩惠，这个时候再投入青云宗，那不就是个白眼狼吗？所以他在等前辈的意见。前辈让他回去，他就回去；前辈不让，那他就待在这里。陈怀安想了想，摁住传音符说：“没事儿，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事既然是从赤霄峰开始，那就从赤霄峰结束，你自己处理就好，我相信你。”小屋里，李清然等了一会儿，耳边才响起缥缈之音：“兴尽悲来，时盈须知有数。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皆有因果，自当担当。你且去吧。”李清然仔细琢磨陈怀安的话，内心震动，长衣一礼，原本犹豫的眼神顿时坚定下来。晚辈清然谢前辈解惑。去之前，本尊赐你一物。唰，桌子上出现一把飞剑，剑鞘皓如月白，剑穗赤如热血。此剑名为素弦，极品法器飞剑。本尊观你原本的飞剑已断，你就拿此剑护身。李清然捧起那素弦剑，心头的柔软又是一阵触动，感动到无以复加。他抹了把眼角的泪花，抱着素弦剑，躬身拜谢。清然不会让前辈失望的。你好，请问是陈先生吗？我是这样的，我们有个综艺节目想邀请您参加，不知道您哪来的诈骗电话？陈怀安眉头一皱，直接把手机给摁了。他正愁明天怎么帮李清然度过一劫呢，毕竟现在没啥钱了，这破游戏到时候肯定会找机会逼氪，他可没时间跟这些诈骗电话周旋。要是放在以前，他必拿出1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骗子谈人生和理想。电话刚断，对面又打来了。陈怀安看着来电显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按下接听键。好，敬酒不吃罚酒，今日他陈仙尊本想放下屠刀，奈何这些骗子赶着往刀刃上撞，那就别怪他大忽悠。陈先生，您先别挂电话，我们不是搞诈骗的，我们是一档户外综艺节目，叫来咖大冒险。这边是看了您泰山挑战的 Vlog 剪辑，我们导演对您很感兴趣，特别邀请您参加这档节目。我们节目有不少当红小花小鲜肉参加，在芒果 TV 上收视率很不错。如果您参加的话，也能为您的直播账号做宣传，增加很多粉丝，这是双赢啊。陈怀安闻言眼神一凝，发觉此事并不简单。他马上打开酒店电脑百度了一下，发现还真有这档户外综艺，甚至还有点小火。这综艺节目基本内容就是带着一群当红小花小鲜肉做户外极限挑战，例如徒步登山、潜水、蹦极、野外生存啥的，这种节目很适合给这些明星建立人设。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娇生惯养的，在这种户外挑战中原形毕露。不过这综艺节目邀请他参加干啥？他又不是什么明星。陈怀安带着疑惑打开自己的直播账号，顿时傻眼了。那条随意剪辑的 Vlog 居然有上亿浏览量，点赞数高达700多万，后台的评论和私信更是密密麻麻，卡了半天都没刷新出来。卧槽，我火了！陈怀安看着自己涨到27万的粉丝，后知后觉地发出一声感叹：这就是网络时代啊！他不禁摇头唏嘘，时也命也，终于理解为什么现在大学生出来就想当网红了。毕竟给老板打工死路一条，当网红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关键是自媒体行业涵盖的范围很广，完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变现自然皆大欢喜。就算没有赚到钱，似乎人生也不是毫无意义。他的 Vlog 有多条关联，其中一条就是在热搜上居高不下的泰山风扇海市蜃楼。专家已经给出解释了，说远在魔都的剧组在拍剧，然后通过大气的种种正常人听不懂的光学作用，将这剧组投射到了泰山顶。为了证明这件事，魔都那边还真拉出一个在拍泰山风扇的剧组。陈怀安点开看了一眼，就确定这剧组是临时拼凑赶鸭子上架的。虽然帝王的选角也是穿着玄色黄袍，面容英俊，但气质上简直天差的别。说难听点，就是泥鳅和真龙的差别，没有可比性。另外几条热点关联都是呼吁抗癌、呼吁关爱癌症患者、呼吁勇敢面对生命的，热度都很高。看到这里，陈怀安明白了，他的直播一没带货，二没募捐， Vlog 也没有卖惨，从直播到视频都贯彻着积极向上的抗争精神。并不是说带货募捐不对，毕竟这是很多重疾患者获得治疗资金的重要途径，
主要是大家看的太多，再加上网络骗子四处横行，一来二去，同情心都被消耗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他的视频和直播简直就是一股清流，顿时将同赛道的其他视频和直播杀得人仰马翻。平台再推动一手，自然就火了。他的视频和直播才发出来3天，后面还有很大的发酵空间。那综艺节目必然也是看中了这点，想蹭一波流量。哼，神他妈双赢，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果然啊，资本家连屁眼都是黑的。我不想参加什么综艺节目。陈怀安当即拒绝，我只想安安心心过完我剩下的时间。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早就料到陈怀安会这么说，他笑呵呵道：陈先生，有机会治病，谁会不愿意治呢？只要您出席这次综艺活动，我们就给您50万的出场费。多少？陈怀安的眼睛瞬间变成俩大金蛋。50万，买断您在我们综艺这一季的出场费。我们1个季度大概拍摄3档节目，后续不管需不需您出场，这笔钱从您答应参加并签合同后，就会立刻打在您的账上。陈怀安冷静了一下，50万，这是很多2、3线明星出场费的级别。综艺主办方为了蹭这波流量，也是诚意十足啊。要知道，很多刚出道的艺人想上综艺，甚至还要倒给钱，更别说给出场费。怎么样，陈先生，您觉得如何？陈怀安一直是个相信双赢的人，他脸上露出爽朗的笑。我觉得很不错，可以说说你们这一档节目打算拍什么吗？徒步登天门山，到时候会有1名专业登山运动员跟随。除了您之外，我们还邀请了5位明星艺人，咖位高低都有。您会作为神秘嘉宾出席本次节目。如果您同意的话，加个滤信，我马上把电子合同发过来。同意，完全同意。我就喜欢神秘。结。陈怀安嘴角狞笑不断。挂了电话，宾主尽欢。陈怀安看着游戏里认真打坐修炼的李清然，心里百感交集。虽然他在这游戏里充了很多钱，看起来非常疯狂，但若是没有这个游戏提供的动力和契机，他现在根本不可能拥有50万。只是近距离拍到泰山封禅的海市蜃楼和癌症晚期挑战登泰山这俩噱头都无法让他爆火，只有这俩合二为一，并且刚好在泰山骨折，才造就了他如今恐怖的流量。也正因如此，才会有综艺节目找上他开高价，请他参加节目。因果妙不可言。签完电子合同，提交银行卡号，看到银行卡里多出来的50万，陈怀安心里还是难以抑制的涌现出了一抹生的希望。能活着谁想死？10万面对癌症杯水车薪，50万总有点机会了吧？他当即穿上衣服，出门打车去了曾经做过检查的医院。主治医师按照正常流程做了穿刺复查。诊断室里，陈怀安和医生默默看着电脑里的 X 光片，气氛沉默。你真的只是去爬了一趟泰山，然后骨折了一下？医生脸色难看的转过头来，眉头紧锁。是啊，我没干别的。陈怀安看到医生脸上的神情，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就听到主治医生叹了口气。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指着 X 光片，语气唏嘘。这才不到1个月，你的癌细胞已经从腿、胰腺扩散到了全身，连脑子里都开始长肿瘤。正常情况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扩散速度。你要明白，癌细胞的繁殖扩散是需要养分的，相当于它们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巨额养分，然后爆发性增殖，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陈怀安无语道：搞了半天还是没得治呗。主治医师眼神复杂的看了陈怀安一眼，叹息道：小伙子，你不是说你赚了50万吗？剩下的时间好好享受人生吧，只要不违法犯罪，喜欢干嘛就干嘛，一定要天天开心啊。主治医生的话已经很明显了，翻译一下就是小子，你没几天好活了，赶紧把钱都花干净，免得死了便宜别人。陈怀安无可奈何地回到酒店，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过。哎，能赚钱也没用啊，这病有钱都治不好。他打开游戏，看到李清然已经停止调息，正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月色发呆。这小妮子肯定也在担心明天的进展，可他根本不需要忧愁，因为现在银行卡里有50万，对这游戏来说50万已经算得上一笔巨款。能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一个仙品混元补天丹才10万，50万说不定都能买1名元婴修士的命。要是我也能氪金给我自己买命就好了。陈怀安摇了摇头，可惜他的人生不是游戏，也没人会在游戏外面给他送来逆天改命的道具。明天李清然要回青云宗，而他也要去天门山录制节目。逆天改命还是要靠我自己啊，至少现在我有了50万，可以做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改命啊？陈怀安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本来还有些焦虑的心态瞬间平复下来，事情已经不会变得更糟糕了。那么之后每一步都是上上签。哎，暂时无事可做，给那只黑猫扎个针吧。他终于想起这房间内还有一个生命存在，于是把黑猫从鞋盒里拎出来。黑猫刚刚在睡觉，
此刻被陈怀安放在沙发上，眼神还是迷茫的。不过马上就反应过来，他夹着嗓子可怜巴巴地喵了一声，然后一瘸一拐地在沙发上走了2步，又转头对陈怀安喵了一声。这陈怀安受得了吗？他盯着黑猫也瘸了腿，摸着下巴寻思起来，用什么针法比较好？之前那开脉针的效果不错，虽然疑似有风险，但是反正都瘸了，真要遭到副作用也无所谓。况且我陈某人的运气不会那么差。黑猫盯着陈怀安也在寻思，杰杰，本王可爱吧？快对本王施针吧，治好本王身上的伤，这样本王就更有机会对你的法宝下手了。姐，那就用开脉针好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陈怀安拿出银针对着黑猫一阵操作。半小时后，黑猫看着自己瘸掉的右腿陷入沉思。不对啊，不应该啊，难不成这小子不会针灸？可是本王的腿之前还是好的啊，他只是装瘸，现在彻底瘸了。视野中伸过来一张面无表情的大脸。你与本尊有缘。陈怀安一脸深沉的掩盖心中的愧疚。他看得出来，黑猫的右腿彻底没有知觉了，就像一根木棒槌，梆硬的。既然如此，本尊会对你负责，以后你就叫霸基吧。在我们人类的世界，给宠物命名即代表将它纳入麾下，以后你要健康长大，我吃啥你吃啥，不准挑食。陈怀安一边絮絮叨叨，一边把一脸懵逼的霸基放进鞋盒里，盖上盖子，心里想着一只小猫懂个屁，等他开脉针法弄明白了，再把他的腿治回来。然后他杵着拐杖下楼买馒头。今天有钱了，除了馒头他还要加个鸡腿。门砰的一声关上，桌子上的鞋盒也猛地震动起来。本王的腿，该死的人类小子，给本王等着，别让本王找到收拾你的机会。午时，陈怀安已经睡着，桌子上的手机还运转着电子女友游戏。随着时间来到12点整，一个游戏提示框弹出，您的寿命剩余72天。听说了吗？那个李清然要回宗门了。李清然？谁啊？打伤赤霄峰小师妹的那个，据说是故意的。哎呀，性质恶劣，他怎么还敢回来呢？管他故不故意的，宗门大比哪有不受伤的？那赤霄峰那么矫情的吗？都别说了，李清然来了。众弟子向青云宗门口望去，不知何时，那里已经多了一道纤瘦的身影。他一袭青白道袍，黑发扎着白绳束在脑后，右手提一柄月白飞剑，晨风一吹，额前2缕发丝微扬，衣角和剑穗也在风中翻飞。他的步伐并不很快，但不过须臾已经走到宗门殿前广场。他就是李清然。都在说慕白霜漂亮，李清然是嫉妒慕白霜抢占了他在赤霄峰的位置，可现在看起来这李清然可比慕白霜漂亮许多啊。哼，李清然本身就比慕白霜漂亮，当初他被逐出宗门，我还觉得蛮可惜的。李清然在殿前广场上站定，抬眸迎接着周围形形色色的目光。青云宗拢共1200名修士，能清晰听到他们议论的嗡嗡声。他不知道这些议论声都在说些什么，想必不是什么好话吧。李清然没什么好怕的，他紧紧握住素弦剑，那剑鞘冰寒刺骨，千年玄铁打造的剑刃透过剑鞘都散发着丝丝霜白的寒气，与那晨雾交融在一起。但他却没感觉有多冷，反而心中逐渐安定，也不再感到紧张。他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他身后也并非孤立无援，哪怕看不到前辈的身影，但他能感觉到有一束温和的目光正注视着他。每日每夜，他修炼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沐浴的时候，那目光总会不时出现。一开始他还会害羞，会尴尬，后来没有那束目光，反而会有些不安。不知何时，他已经非常依赖前辈了。他知道这样不好，但总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意。等了不知多久，只是日光偏移3分，众峰亲传长老纷纷到场，宗主大殿殿门打开，宗主吴断天带着3名亲传走出大门。赤霄峰山头飞出5道红光，一柄青色飞剑一马当先从天而降，清玄道人从玄元剑上飞身而下，后面跟着萧逸峰、云子墨和张含笑3名赤霄峰内门弟子先后下飞剑，落在广场上。陆长天最后到场，飞剑后载着小师妹慕白霜。李清然和陆长天身后的慕白霜对视一眼，目光淡然，而慕白霜却像是受到了惊吓，赶紧躲在陆长天身后。一声暴喝突然响起，震得李清然两耳嗡鸣。李清然，你可知罪？说话的人是清玄道人。李清然淡漠的目光和清玄道人对上，冷冷开口：我李清然无罪。整个殿前广场随着李清然这句话出来都安静了一瞬，所有人都震惊地望着李清然。李清然，他哪里来的胆子顶撞化神修士？对于大部分宗门内的修士来说，清玄道人这样的长老是德高望重的长辈，是天理般的存在。甭管说的对不对，清玄道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应着就完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慢慢再解释。就这么直挺挺的和化神期修士应对，那不是找死吗？不必说什么权力不权力的，
化神期修士的实力就摆在那里，敢说一个不字，就以境界压你又能如何？这修真界终究是拳头大财，是硬道理。宗主吴断天看着李清然，唏嘘摇头。这李清然的心性不错，面对清玄长老的压迫，尚且还能心神不乱，就是过刚一折，不适合待在修真界啊！你无罪。清玄道人怒极反笑。现在你目无师长，就已经罪大恶极，给我跪下！轰！一股恐怖的压力降临在李清然身上，哪怕李清然紧咬牙关，却还是被一寸寸压下去，就要跪在地上。但这时又出现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的膝盖拖住，传遍他的全身，让他足以和清玄道人的威压对抗。是前辈。李清然心中一暖，暗道前辈果然来了。只是这青云宗内话，神期修士足足7个，元婴修士也有10几个，前辈若是为他出头，说不定会有危险。他依赖前辈，却也时刻担心着前辈的安危。清然愚钝，又给前辈添麻烦了。无妨。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本尊在，谁敢辱你？游戏里的陈怀安是拉风的，游戏外的陈怀安是懵逼的。时间回到10分钟前，李清然刚登上大殿，游戏界面也如陈怀安预料中那样弹出了一堆提示框。您已触发主线任务1，帮助李清然与赤霄峰斩断因果，度过此次劫难。本次任务难度极高，若任务失败，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将留在赤霄峰，最终死在刑牢内。请您先创建您的游戏角色。陈怀安嘴角一抽，牛批啊！充了10几万了才开始创建游戏角色，这屌游戏不弹这个窗口出来，他甚至都不知道还能创建游戏角色，还以为自己的角色就特么是个虚无的灵气形体，或者干脆只有2只手。让我康康怎么个事儿？陈怀安打开创建游戏角色的面板，发现这游戏的捏脸系统并不全面，只能以他现在的模样进行微调。好在他长得不赖，再微调一下扔进修真界也有点鲜味了。拉开头发那一栏，陈怀安的手顿时僵住。限时特惠仙尊飘逸白发无限，一次付款永久享受，只要998，绝品白发带回家。我乐个逗！陈怀安的脸色那叫一个精彩。原本以为这游戏不会在这里片刻，没想到人家装都不装一下。一共上百款白发可供选择，不要白发还有金发、红发、银发，各种发型更是上千款。眼下这特惠白发是最便宜的，看起来很像魏无羡的马尾发型，不过是白化版。他试穿了一下，简直帅炸！998还行，比其他9998的便宜多了，买吧。陈怀安摇了摇头，作为一名白毛控，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在他现在家大业大，这点钱不算啥。接下来是时装，如果不买时装，就只有一件白送的麻布衣，别说有什么高人风范了，比起街边的乞丐也就好那么一点。时装的买，陈怀安精挑细选了一件玄色道袍，帝俊，袖口上还有金色龙纹点缀，售价3988，同样是限时特惠。其他道袍都是上万的，部分带功能的甚至几十上百万，还有需要用灵石来购买的，具体原理他就搞不清楚了，反正买不起。有了拉风的时装和白发，他的游戏角色终于看起来有点逼格了。不过比起那宗门大殿上周身宝光4溢的化神老妖怪还有不小差距，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氪金选项。环身特效，一祖龙庇护，获得祖龙护体特效，入场时祖龙开道，龙威环身，四海沉浮。单日卡9988，或1灵金；月卡288888，或28灵金；年卡300万，或300灵金；永久卡30亿，或30万灵金。2金乌逐日，获得金乌大日特效，入场煌煌天威，烈日当空。单日卡8888，月卡25万，年卡208万，永久卡25亿，或用灵金支付。1999祖龙印，获得祖龙环身，今日特惠99。8下次购买恢复原价，原价单日卡998，或100上品灵石。陈怀安沉默了一会儿，他最终选择祖龙印，价格实惠，性价比高。这个特效佩戴上去的瞬间，就能看到他的角色周身有一条五爪黑龙虚影环绕。虽然比不得完全版的祖龙庇护，但99块8要什么自行车？而且他面对的是化神期修士，又不是一群大罗金仙，没必要整这么大的火。毕竟接下来还有更花钱的地方。武器特效，武器就是黑灵剑，这把剑虽然被送到他家了，但游戏里的道具并没有消失，还在他的角色背包里。武器特效，陈怀安就简单买了个极品灵气特效，今日特惠也只要99。8武器这玩意儿终究是身外之物，打铁还需自身硬，重头戏来了。境界直升限10灵，一折超值特惠。新创建的角色是没有境界的，也不知道能不能修炼。目前角色没有完全创建完毕，
所以根本没有修炼选项弹出来。倒是氪金点已经罗列出来了：一直升炼气大圆满20万，炼气大圆满体验卡99.8日；二直升筑基大圆满500万，筑基大圆满体验卡998日；三直升金丹大圆满8000万，金丹大圆满体验卡10998日；四直升元婴大圆满6亿，元婴大圆满体验卡8万日；五直升化神大圆满8亿，化神大圆满体验卡8万日。其他境界暂未开放，以上均可用灵金支付，一灵金抵消1万。打铃1折都那么贵，要死啊！放在以前，哪怕是刚接触电子女友，或者再说近点，就在他去医院复查之前，看到这些离谱的充值选项，他都会冷笑一声，把游戏制作方的祖宗18代全部问候一遍。但现在，他只是淡然一笑，点了点化神大圆满的体验卡，8万从银行卡消失。他的角色人物身上神光冲天，铺天盖地的灵石威压宛如水面涟漪般扩散开来。刚好听到游戏中清玄道人极怒反笑的暴喝：“给我跪下！跪下！让李清然跪下！”哼！陈怀安摁住传音符，冷笑一声：“今天有我在，我看谁敢！”青云宗大殿广场上，两股化神期灵压对撞，以李清然为中心发生灵气爆炸，四周围着的修士只感觉脑袋瞬间闷在水里，耳朵里一阵嗡鸣。广场上飞沙走石，尘埃遮掩视野，地砖被无形的力量铲飞，噼里啪啦砸在山门边的围墙上，留下密集的凹坑。不好，有高手！吴断天脸色大变，扭头对左右长老急道：“快去打开护宗大阵，保护好诸位弟子的安全。”是。两名长老不敢拖大，立刻行动。但他们的警惕实在多余，那煌煌威压只针对赤霄峰的人，针对那不可一世的清玄道人，对其他弟子来说，那威压只是一阵拂面清风，就连飞射而来的石块都绕开他们的面门。可清玄道人身后的弟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两名强者化神期的威压无差镇压在陆长天等人身上，他们一个个只能在地上趴着，脸都憋成了猪肝色，却一句话抱怨的话都不敢说。阁下何人？为何插手我青云宗的事？清玄道人脸色难看，他是整个青云宗除了青云老祖外最强的存在，宗主吴断天都不是他的对手，但那尚未露面的神秘强者却能和他分庭抗礼。之前陆长天回来说李清然在外面结识了一名神秘前辈，想来就是这人了。他想过这人可能会给李清然一些资源上的帮助，却没想到这人居然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普通弟子如此出头。这人就不怕他们青云宗那么多人吗？本尊就插手了，如何？你这话差点没给清玄道人给噎死，还尚未来得及组织语言，就听那飘渺的声音随风飘来：“李清然已不是青云宗弟子，本尊只陪他来了却因果，平心静气。修行中人最信因果，凡是和因果扯上关系，那就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清玄道人皱眉道：“什么因果？当然是赤霄峰的因，李清然的果。本尊不会插手此事，你也不准，否则休怪本尊不顾及你们青云宗的面子。”这话说出来，陈怀安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可惜只能买到化神大圆满，若是能买和体气境界，他根本懒得避避，直接一剑全给突了。现在这些长老要是一起上，他若是拼命加自爆，应该也能全干死。前提是这些长老不跑，看来还是得装一波神秘人。他的人物角色还没放出来，对方应该就找不到他的位置。只要维持这个神秘感，那清玄道人保准不敢乱动。至于为什么陈怀安敢肯定这一点，那是因为他能看到清玄道人的基础信息。清玄道人化神后期负651岁，生性多疑，行事谨慎，高傲冷酷。他陈怀安就是这样的人，平时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在暗中算计，一旦触碰到他的逆鳞，他就让对方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黑暗。这种就是铜狼脸，表面单纯，实际通透，没人能算计他，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布局了，他是真正的棋手。清玄道人似乎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在找到他陈某人的真身之前，清玄道人肯定老老实实。正如陈怀安所料，清玄道人包括青云宗宗主，其他长老听到这话都纷纷变了脸色。什么叫不顾及青云宗的脸面？对方什么实力敢说出这样的话？吴断天很想给陈怀安展示一下青云宗的脸面有多沉重，奈何他根本不知道陈怀安在哪里，顺着那灵压探查过去也只是一片虚无。他摸不准陈怀安的实力，只能咬牙忍气吞声。你们继续探查那人的位置。他又喊两名长老去想办法，同时递给清玄道人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逼音呈现道：“清玄，对方在暗，我们在明，不知底细，不可轻举妄动。那李清然只是个炼气期修士，他又能翻起多少风浪？暂且看看再说。”清玄道人闻言微微点头，收敛了身上的威压，
只是冰冷的眼神依旧锁定着李清然。李清然带着一名外人来砸山头，让他赤霄峰丢人现眼。从现在开始，李清然不管说什么都无法再获得他的原谅，哪怕陆长天他们求情都没用。还想再拜入青云宗赤霄峰？呵呵，简直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此刻清玄道人还沉浸在上个版本，以为李清然还心心念念着赤霄峰。有了陈怀安撑腰，李清然心中更加安定。他上前2步，走到赤霄峰众人面前，无视清玄道人冷箭般的眼神，目光左右一扫，落在张含笑身上，拱手作揖，淡声道：“四师兄，别来无恙。”“可以啊，李清然，怪不得敢大大咧咧的回宗门，原来是找到人给你撑腰了。”张含笑双手抱胸，嘴角噙着冷笑。这里可是青云宗，长老们和师傅都在，一个外人纵使实力强悍，也不敢再为李清然出头吧？那一个小小李清然不是随便拿捏，前辈自是为我撑腰。李清然并未否认，只是抱着素弦剑直视着张含笑，淡漠道：“那四师兄可还记得，清然被赶出青云宗之前，四师兄是如何在清然的撑腰下到处惹是生非，赊账欠债的？那些灵石都是我帮你还的，如果没有我，你的名声早就臭了。”被当众揭短，张含笑热血上冲，脸上一片通红，支吾道：“你在说什么？休要污蔑我！污蔑你！”李清然从储物袋中抓出一把字据，冷冷地往天上一抛，那字据洋洋洒洒，随风飘落，如漫天飞雪，可见数量之惊人。清冷的声音也从那雪花中窜出：“这些字据都是我帮你还债时留的凭证，本意是想记个账，看看到底花了多少钱。后来记账的速度还赶不上你惹事的速度。这些年我的零食份额几乎都花在这些上面，那些赌场、宝阁、钱庄主事全都能为我作证。张含笑，在外，你是赤霄峰光鲜亮丽的四师兄，宗门任务第一人。”李清然盯着张含笑完全红温的脸，呵呵一笑：“可实际上呢？你不过是个定在师妹身上撕肉吸血的寄生虫。”青云宗的弟子很多都拿到了1-2张字据，上面的数额触目惊心。这些字据几乎全部都有张含笑留下的正印，还债的却是李清然。众人错愕的同时，也不禁议论起来：“想不到张师兄是这样的人。啧啧，你才知道，去年我借钱给他，他现在都没还，那时候我就对他敬而远之了。李清然这师妹做的没得说啊，我要是有这样的师妹，折寿100年也行啊。”清玄道人也伸手从空中接过一张，上面居然是张含笑去醉仙楼的嫖具，他顿时眼前一黑，破口大骂：“混账东西，老夫就是这么教导你的，让你用师妹的灵石去找妓女。”他右手按在剑柄上，就要抱起拔剑，虚无中却有一股灵石扫了过来，忘了本尊的话了。坐下。清玄道人额头青筋跳了跳，强忍着怒火收了剑。周围的目光和闲言碎语刺得张含笑无地自容。用师妹的灵石怎么了？反正李清然天资愚钝，也用不到那么多灵石，他用怎么了？又不是不还，都是李清然，都怪李清然揭他老底。张含笑望着面前5步开外淡然站在那里的罪魁祸首，怒从心起，恶向善边生：“李清然，你血口喷人！”他拔出2寸剑锋，情绪也跟着冷静下来，咬牙道：“贱人，你可敢跟我决斗？输，你就跪地道歉；赢，我就承认那些事情是我做的。你敢吗？以势压人就能扭曲是非吗？倒是符合四师兄的行为方式呢。”李清然双手垂落，右手握住剑柄，即便不是对手又如何？他今日来此，剑之所指的是过去那个对赤霄峰重情重义、逆来顺受的自己。筑基期修士的压迫感扑面而来，狂风吹起鬓角的碎发，刘海下的那双眸子越来越冷，双白的脸上却露出个笑来。“好，拔剑吧。”张含笑，青云宗任务出勤第一人，实力自然不俗。尽管他好嫖赌，但天赋确实不错，年纪不到30，境界已步入筑基中期。在赤霄峰中，他的年纪只比慕白霜和李清然稍大，境界比不上陆长天等人，可从来都是压着李清然一头。以前还在赤霄峰的时候，李清然经常被张含笑喊去做沙包，却从来都不是张含笑的对手。2人所练剑法都是赤霄峰的独门剑法小无相剑。张含笑的剑法已经炼制大成，李清然入赤霄峰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清玄道人没事就在闭关，实在不算特别负责的师傅。他似乎也确实在练剑上没有太大的天赋，所以进展一直很慢，3年才堪练到小成。面对剑法和内功心法都完全一致，各方面都压着一头的张含笑，李清然心里没有一点压力是假的，可他的手却稳稳握在剑柄上，握着素弦剑。“李清然，听大师兄说你硬是顶着破损的丹田修到炼气大圆满，好毅力，要是之前你还在赤霄峰的时候这么努力该多好，可那时候你整天鬼混，现在想着努力已经迟了。”张含笑下意识就要拔出飞剑，
伸手却摸了个空。他这才想起惯用的那把飞剑已经送给慕白霜，现在他只有一把下品法器，平时他拿出来切菜都会觉得钝的破飞剑。他抿了抿嘴，还是把那柄剑拿出来，对付李清然，这破飞剑也够用了。李清然，我是筑基中期，以此实力与你决斗，就算赢了也难免胜之不武。这样吧，我就把修为压制到炼气大圆满，和你一样。张含笑剑指李清然，倨傲地抬起下巴。不远处的清玄道人却不禁抽了抽嘴角，脸色更加阴沉。张含笑这个蠢货，李清然现在丹田破损还没有灵根，就算压制到炼气大圆满，不还是胜之不武吗？至少要压制到炼气5、6层，表面上才能算得上公平。他当初是怎么把这么个丢人现眼的蠢猪收进赤霄峰的？吴断天是了解清玄道人的，这位长老最是在意脸面。此刻他看到清玄道人的脸已经黑成锅底，心里估摸着今日这事儿结束，张含笑多半要去撕过牙面壁个半年了。面对张含笑的语言挑衅，李清然并未搭话，他剑已出鞘，剑光如电，身如惊鸿，以极快的速度朝张含笑掠去。师妹，你这第一式金枝头火候还不到位。张含笑大笑一声，纵身而起，凌空一剑斩下，空中出现3道剑影朝李清然聚拢，上来就是小无相剑阴狠的杀招孤红影。李清然望着那3道虚实变幻的剑影，曾经他无数次败在这一剑招下，今日却感觉似乎没有那么棘手。张含笑哪怕压制了境界，大成的剑法依旧凌厉，在他眼里却变得缓慢了许多。为什么？是绝品丹田的原因吗？疑惑很快变成了肯定。绝品丹田无比稀有，就算放在上古时期也是人人追捧的存在，怎会没有点特异之处？思绪翻飞间，李清然捕捉到张含笑的实影，两剑相击，铿锵一声。张含笑脸上的得意僵住，他了解李清然的弱点，所以上来就是无往不利的杀招。可惜他的杀招落空了，地上躺着一截断剑。他低头看到手中的剑只剩下半截，下品法器竟只是一击就被斩断。张含笑难以置信地看向几步外的李清然，他持剑而立，那手中的飞剑正散发着丝丝寒意，剑刃如玄叶，剑柄如月白，赤红的剑穗在风中摇曳。这剑绝对不是李清然的，那剑品级不低。宗主吴断天眯了眯眼，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剑至少也是个极品法器，剑身寒意如瀑，就算放在极品法器中也是最上乘的那种，继续酝养很容易就能产生一丝灵智，到时候便是把灵气了。清玄道人沉着脸，手指在剑柄上摩挲着，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恨不得冲上去把张含笑给一剑抹了。之前他觉得张含笑胜之不武丢脸，现在他看着张含笑手中的断剑也觉得丢脸，万一张含笑打不过李清然，那不是更丢脸？别说什么法器不法器的，武器也是修行者实力的一部分，但这件确实超标了。对他们化神期来说，这种准灵气的法器也算寻常，可对于炼气期、筑基期乃至于金丹期的修士而言，这种准灵气的极品法器就是珍宝。这样的极品法器给一名炼气期的小修士，那神秘人和李清然到底什么关系？为何如此鼎力相助？还是说对这人来说，区区一柄极品法器长剑根本不算什么，所以随手就能赠出去，根本不需要在意是否浪费资源？清玄道人心乱如麻，而殿前广场上的战况已经急转直下。张含笑没了武器，根本不敢和李清然硬碰硬，一寸长一寸强，飞剑的优势也弥补了李清然在剑招上的短板。张含笑尽力应付，想着将李清然身上的灵气消耗干净，可拖得越久，他的灵气反而快要枯竭落入下乘。怎么可能？要是放在以前，他的灵气早就消耗完了才对。望着气势汹涌、一丝疲态都没有的李清然，张含笑道心一阵波动，这也导致他分神了一瞬。战斗中走神可是大忌，李清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剑招一变，保守的进攻霎时变得凶狠，衣袂翻飞，翩若蝴蝶。小无相剑第9式树影婆娑，他的手腕一抖，那剑便像是化作阳光，透过树叶留下的密集光斑，又像是分裂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直指要害。李清然彻底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同。树影婆娑是小无相剑法中最难的一式，放在以前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松使出，今天却格外顺畅。绝品丹田不仅仅提升他的灵气纯度和灵气储备，还提升了他的悟性。想到这里，李清然眼底微热，那丹药到底有多么珍贵，可想而知。可前辈就这么把丹药给了他，只是为了帮他恢复丹田，说不定那神丹前辈自己也有用，却还是用在了他的身上。前辈，清然不会让你失望。李清然，别得寸进尺。张含笑狼狈躲闪，心头怒意已积蓄到极点，他不再压制修为，双手结印，境界重新回到筑基中期。而李清然的剑也到了，剑光如影，漫天碎金。随着一声惨叫，张含笑的身体倒飞出去，滚落一身尘土，胸口四肢布满密集的剑伤，血液从中汩汩流出。3步开外，
李清然收剑入鞘，昂首矗立。四师兄，不，张含笑，你输了。李清然看着倒地不起的张含笑，心里的郁结顿时一轻，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许多。整个宗门广场噤若寒蝉，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李清然身上的灵气波动显然是炼气大圆满，结果身为筑基中期的张含笑却不是李清然的对手。尽管张含笑是最后才解开修为压制，尽管他的飞剑断了，也不应该就这么被击败才对。宗主吴断天也神情错愕，他扭了扭僵硬的脖子，问旁边的清玄道人：清玄长老，这李清然真的被拔了灵根，废了丹田？当初他其实觉得这些惩罚有点过，但介于青云宗的规矩是各封管各封的事，宗主只是统筹兼顾，再加上清玄道人实力最强，更是和青云老祖有点关系，所以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却是有点茫然了。他的亲传大弟子赵灵天丹田也被废了，修炼的灵气都会逐渐流失，根本没有一点战斗力。这李清然同样丹田被废，怎么还能把筑基中期的张含笑打成这样？这也太猛了！清玄道人死死盯着李清然没说话。他震惊的点不只是李清然爆发出来的战力，还有李清然对小无相剑的掌握。依稀记得李清然跟他请教过很多次，只是对剑法悟性实在有限，他讲解几次李清然都整不明白，渐渐对李清然就不耐烦了，让李清然独立思考，或者去问陆长天。李清然离开赤霄峰的时候，小无相剑也只是小成，现在却能用出树影婆娑，少说已经领悟到大成。虽然小无相剑也不是多么高明的剑法，只是个玄阶，可也不是短短几个月就能从小成领悟到大成的地摊货啊。张师弟，四师兄。此刻看到张含笑被击倒在地，陆长天等人立马围了上去。云子墨扶起张含笑的上半身，萧一峰拿出疗伤丹药塞张含笑嘴里，帮忙运功调息。慕白霜梨花带雨埋在张含笑的胸口，哭哭啼啼：师兄，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不应该收你那把剑，你要是有那把剑也不至于伤成这样。心里却在想着，幸好张含笑把那柄剑给他了，不然现在不白瞎了。李清然手中的剑一看就是好东西，就算换把剑估计也是被砍断的下场。他心中也更加疑惑，同时带着些许恐慌。这李清然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站在他身后的那位大修士究竟是谁？对方会不会看破他的伪装？不行，他的身份绝对不能被看破。少主如今寿元将近，他必须拼尽全力帮少主博一线生机，等少主突破瓶颈，再和闭关的老祖联系上，他们就还有崛起的机会。慕白霜暗道三声低调行事，立马从张含笑身上起来，低着头装作哭泣的样子，神隐到陆长天身后。李清然，你未免有点过分了。陆长天指着李清然，神情冷峻。再怎么说，张含笑也是你曾经的师兄，你怎可下如此毒手？毒手？李清然两手一摊，摇了摇头。我只是炼气大圆满，不是筑基大圆满，我能伤到他已是极限，莫不是你觉得我还能把他打成重伤，昏迷不醒吗？陆长天张了张嘴，哑口无言，扭头又去看昏迷的张含笑。只见张含笑面红如砖，哪还不知道这位师弟是在装晕。他身上的外伤确实严重，可也的确不至于昏迷，他只是不愿意接受被李清然打成这样的事实罢了。李清然，你的丹田修复了。半天不吭声的清玄道人突然说了一句。赤霄峰的众清传一愣，盯着李清然。慕白霜也从陆长天身后探出半个头来。幸得前辈怜爱，我才能修复丹田。李清然捋了捋耳发，单手扶着剑鞘，垂眸盯着脚尖，两抹红霞悄然爬上耳根，哪里还有之前淡然的样子？只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话上，并未注意到他的小女儿态，唯独慕白霜眯了眯眼睛。女人最是了解女人，她不知道李清然这段时间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她看得出来，现在李清然已经对那个神秘修士动了些特别的感情，就是不知道那修士对李清然如何，有点麻烦了。如果那修士的目标也是李清然的太阴道体，那么以他现在的实力，怎么跟这种老妖怪争夺？慕白霜咬了咬嘴唇，眼珠转动，心生一计。清然师姐，他从陆长天的身后站出来，怯生生地说：之前我听师父说，修复丹田要一种极其珍贵的丹药，名为混元补天丹。这丹药已经失传，也只有这种丹药才能修复丹田。我想说的是，师姐丹田是不是真的修复了？可要注意别有用心的人啊，表面上给师姐一个假象，但实际上是贪墨师姐别的什么东西。闭嘴！慕白霜话还没说完，一股凶猛的杀气已经扑面而来，将他嘴边的话全部按了回去。李清然紧紧握着素弦剑，指节发白，身体微微颤抖。前辈对我恩重如山，岂是你能随意抹黑的？慕白霜吓得花容失色，连忙摆手道：啊，对不起，师姐，我只是担心你啊。噌！回答慕白霜的是一声剑吟。李清然低着头，一侧发丝扬起，素弦剑已是出鞘，一道剑光斜着飞向慕白霜。
没有丝毫留手，就是奔着慕白霜的喉咙去的。慕白霜一动未动，只是楚楚可怜的闭上眼。他知道有人会比他先动，如此才不会暴露他的根底。铿锵，这一剑果然被接下。慕白霜睁开眼，赤霄峰的第3位亲传云子墨挡在了他面前。李清然和云子墨对望，那位曾经也将他护在身后的三师兄，此刻却用一种仇恨厌恶的目光瞪着他，多么讽刺！不过倒也无所谓了，他现在无需在意这些，他无需再为任何人而活，他就是他自己李清然，不再是谁的小师妹，不再是赤霄峰的前亲传，也不是谁的你我他。如果此生真要为谁开出花来，那也只有前辈值得。李清然摸了摸素弦剑的剑穗，眼中的淡漠与冰冷随着一段段记忆闪过逐渐升腾，嘴角微微上扬。云子墨，既然你现在站出来，那就从你开始，继续清算。怎么，你还想跟我决斗？云子墨眉头挑起，冷笑一声，我可不是老四，不会压制修为，对付你这种欺压同门目中无人的狂妄之徒，哪怕境界碾压你，我也不会觉得有多丢人。云子墨实力同样是筑基中期，但他身上好东西比张含笑多，张含笑赚了灵石立马就会花出去，云子墨就会攒着，再加上会点炼器和布阵之术，寻常筑基期修士遇到他都会觉得他很难对付。三师兄，你害怕了？李清然定定地看着云子墨，你不用激我，我不会上当。他从储物袋中拿出飞剑，目光落在素弦剑上，继续道，你的剑很不错，但我可不会像老四一样吃武器上的亏，我的飞剑还有很多。李清然却是不搭话，只是对宗主吴断天拱手作揖，朗声道，吴宗主，青云宗主张为善不可污，为恶不可长，污蔑他人，同门之间勾结陷害，乃是重罪，可有此事？吴断天满脑子都是修复丹田的丹药，此刻被李清然突然发问，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确有此事。李清然，你想说什么？我可没有污蔑你的地方。云子墨的眼中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慌张，但他想着这事儿他处理的也算干净，就算被问到了不承认就行。李清然还能拿出什么证据不成？李清然瞥了云子墨一眼，继续问吴断天，该当何罪？吴断天眯着眼，捋了捋胡子道，污蔑诽谤，情节较轻者，执法堂司过口头警告，若要再犯，则发配司过衙，互相勾结，残害同门者，情节极其严重，若所查为实，则应拔舌寡眼铁水贯耳，1个月不得治疗，以示惩戒。对修行者来说，拔舌寡眼铁水贯耳也不是什么难以逆转的重伤，但带来的痛苦却一点不少，再加上1个月不能听，不能说，不能看，终日只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度过，说是极刑一点都不过分。李清然闻言再次作揖，赤霄峰第3亲传弟子云子墨勾结外门长老，污蔑迫害同门，青云宗既是名门大派，对这样的事情当不会坐视不管吧？这话一出，在场不少人都变了脸色。李清然虽未明说，但都知道这话是在影射什么。云子墨表面上怒火中烧，可那捏紧的拳头还是暴露了内心的紧张。外门长老王川和则眼神阴狠地盯着李清然，恨不得生吞活剥。外门弟子中也有几人眼神躲闪，下意识躲到众人身后。混账，你竟做过这样的事！清玄道人拍案而起，拔出剑来指着云子墨，怒目圆睁，一头黑白参半的长发被周身散发的威压吹起，活像头发飙的狮子。啧，本尊让你坐下。虚空中那灵石再次扫来，带着毋庸置疑的意味。清玄道人咬了咬牙，连着深吸3口气，这才把剑收了回去。这神秘修士既然帮李清然恢复丹田，那必然是当时炼出神丹的人，这样的存在少说也是河道往上走，他惹不起，加上在座的所有长老一起都惹不起，除非青云老祖出山。可青云老祖闭关就是为了突破瓶颈，贸然打扰他老人家也不可取，忍着吧。清玄道人尽力平息着心头的怒火，吴断天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俗话说得好，民不举官不究，李清然不说，他当然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可李清然既然说了，那这事儿的情节就严重了。放在平时，看在清玄道人的面子上，他会选择当和事佬或者私了，但今天李清然身后站着个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具体位置的老怪物，他敢和稀泥吗？况且这事儿说白了也是赤霄峰和清玄道人该头疼的。平日清玄道人也不怎么把他这个宗主放在眼里，今日正好借助这个机会给清玄道人上点眼药，同时也给李清然身后那位是个好。他还想着帮亲传大弟子赵灵天恢复丹田呢。云子墨，李清然所言可是事实？吴断天冷冷地盯着云子墨，化神后期的契机将云子墨锁定。云子墨面对那钩子般的目光，只感觉脊背生寒。他知道这件事爆发出来的后果，但咬死了李清然没有证据，便嘴硬道：“还请宗主明鉴，我从未做过此事。”这是李清然在污蔑。吴断天看云子墨外强中干的神情，已经知道个七七八八了，于是又看向李清然，
作为青云宗宗主，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被踢出青云宗，本宗主自当为你讨回公道。但凡事要讲究证据，你可有实证？公道？李清然只觉可笑。吴断天嘴里的公道是给他的吗？不是给他身后那位前辈的。没有前辈护着他，他今天什么都讨不到。晚辈自然是有证据的。晚辈当时已被逐出宗门，收拾东西下山之前，曾找到一名当世弟子，以1000下品灵石让他供出背后主使。他觉得晚辈马上就不是青云宗的人，再加上有灵石诱惑，便尽数告知。那名弟子还让晚辈对天发誓，绝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李清然眼神一凝，抬眸直视着吴断天和赤霄峰众人。其实早在驱逐下山之前，他就可以这么揭发云子墨，只是他那时候还抱着一丝幻想，幻想着同门情谊，幻想着重新回到赤霄峰，大家重归于好的一天。直到被张含笑丢进破茅屋，他才明白赤霄峰的人已经不值得他抱有任何期待。前辈，清然不会让你失望。他眼眸微沉，心里念叨着，往日的沉痛也随着一颗颗字眼宣泄而出，否则当受万箭穿心之苦。话音刚落，噌，一柄虚幻的剑从身后破体而入，插了个对穿。李清然脸色蓦地惨白，嘴角一行血溢出，顺着下巴啪嗒啪嗒落在地上。他的手掌颤抖着抬起，从那虚幻的长剑穿过捂住胸口，身体摇摇欲坠，右手杵着剑才能勉强站稳。蹭蹭蹭，更多的剑从虚空中落下，扎在身上。剧烈的痛苦像无数虫子撕咬着他的神经。大口大口的血从嘴里喷出，从七窍中流出，洒在地砖上，留下触目惊心的痕迹。可他却愣是不吭一声。青云宗殿前广场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心神震颤。短短不到2个呼吸的时间，只见李清然的身前身后竟已插满了虚实不定的利剑，将他活生生插成了个刺猬。他似乎被这些剑的重量压迫着，满头青丝落在地上，与那血水混在一起，只有单膝跪着才能支撑着单薄纤弱的身体不至于倒下。玄奥的大道经文在利剑身上环绕，万箭穿心。大道誓言在众目睽睽下应验。救！快点救一下啊！不是，这游戏也没说有女主的剧情杀啊。游戏外，目睹李清然瞬间变成个血人的陈怀安傻眼了，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是不是自己没冲够。他狂戳屏幕，本就遍体鳞伤的手机屏上的裂纹又扩散了一些，汗水顺着脸颊滚落。此刻陈怀安无比期待系统弹出个充值按钮。青云宗上下弟子全部傻眼，人群中有名弟子脸色苍白，满脸错愕。他这辈子都想不到李清然会把大道誓言当成证明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可是万箭穿心之苦，稍不注意就可能成为修行路上一辈子都迈不过去的阴霾，境界再也难以精进一步。陈怀安这边片刻虽迟但到，一个提示框终于在屏幕被戳烂之前慢悠悠地弹出来。是否充值18？购买1颗仙品碧玉造化丹，为李清然疗伤。限时特惠，买！陈怀安二话不说就是闭眼冲，根本没注意这次系统给出的金额意外很良心。苍云界青云宗殿前广场上，近乎腾晕过去的李清然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扶住，然后众人就看到一枚锦盒从李清然身后的虚空中飘出。锦盒打开，露出里面碧玉色的丹药，一瞬间药香四溢，离得近的弟子只感觉周身灵气运转都快了些许，尚未长好的伤口竟传来阵阵瘙痒，离得远的也是精神一振，神清气爽。还不等众人细细品味那股醉人的药香，这丹药已经飞到李清然嘴边，化作一道青光，随着呼吸进入体内，眨眼间就扩散到全身。碧玉造化丹，肯定是碧玉造化丹。宗主吴断天第一个反应过来，这段时间为了给赵灵天恢复丹田，他什么珍贵的丹药都试过了，其中自然也有这号称能从鬼门关前抢人的碧玉造化丹，只是他给赵灵天吃的碧玉造化丹根本没有这么汹涌的药香，再加上刚刚关那丹药通体晶莹剔透，没有一点杂质，宛如翡翠。答案呼之欲出，还是仙品碧玉造化丹。吴断天心头的震撼无以复加。师傅，这丹药很牛。吴断天瞥了眼赵灵天，没好气地说，碧玉造化丹最低都是5品丹药，这枚碧玉造化丹的品质已经达到仙品，你觉得它应该算几品丹药？赵灵天闻言瞪大眼睛，凡品碧玉造化丹是5品丹药，那这仙品碧玉造化丹怎么也得算4品或者3品丹药了吧？这么好的丹药就拿出来给李清然缓解疼痛，他只是疼，又不是要死了。赵灵天这一刻只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各峰长老们眼巴巴看着李清然身体被碧玉般的青光包裹，心头也是五味杂陈。这丹药要是给他们那死活都是生死危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哪有这么浪费的？人群中外门长老王川和此刻已是满头大汗，
他感觉到要大难临头了，被供出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谁能想到这李清然那么虎万箭穿心的大道誓言说破就破，以吴断天的脾气，他这个长老的位置肯定没得做，还要挨剐眼拔舌的酷刑。最关键的是，李清然身后那神秘修士会放过他吗？吴断天为了讨好那修士，会不会把他作为牺牲品？越想越是后怕。王川和盯着李清然的目光越发阴狠，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那弟子身上，那神秘修士肯定也牵挂着他的安危，正是不设防的时刻。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王川和直接掏出飞剑往前方一扔，接着飞身而起，双脚踩在飞剑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走你！然而还没飞出2步，一把10几张金色符箓就以更快的速度追上，轰隆，晴空万里，却落下漫天惊雷。王川和躲闪不及，被劈了个正着，冒着黑烟一头栽了下去。手机前，陈怀安阴着脸将没用完的雷火符塞回背包，吹了吹抽得发麻的手指，深藏功与名。王川和作为外门长老，只是个金丹大圆满的修为，雷火符虽不足以把他直接劈死，但连续这么10几下，他也被劈得外焦里嫩，想站起来都够呛了。吴断天见此，心里也是跟着一惊，赶紧令人将王川和控制住，心里对那神秘修士又多了一层忌惮。那雷火符直接一把一把地扔，其中还有几张绝品雷火符，这说明对方拥有不少资源，该不会是其他宗门隐世的老怪物吧？这种有宗门作为后盾的老怪物是最难缠的，若是散修反而好拿捏一些。师父，宗主，弟子有罪。云子墨见王川和被摁住，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下去，于是便主动跪到吴断天和清玄道人跟前叩首谢罪。但弟子只是气不过李清然伤害小师妹，所以才会意气用事，出此下策，可不管怎么样都触犯了门规，弟子愿意受罚。混账东西！清玄道人气得浑身发抖，满脸涨红，丢人丢大发了，以后他赤霄峰就要成青云宗的笑柄了，说不定等老祖出关，还会因为这些破事对他产生看法。越想越气，但暗中一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却不敢轻举妄动。清玄道人发誓他这辈子都没这么憋屈过。这事儿没有王川和的参与你也成不了，他才是问题的核心。吴断天捋了捋胡子，眯着眼。云子墨闻言也是心头狂喜，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那肯定主要惩罚是给王川和，这样他的惩罚就小了。接着就听吴断天朗声下令，外门长老王川和陷害污蔑同门弟子，性质极其恶劣，身为长辈却无德无道，身为管理者却不规不矩，现包了他长老的身份，挖眼寡舌铁水贯耳，送去思过崖忏悔半年。赤霄峰亲传弟子云子墨同样挖眼寡舌铁水贯耳，思过崖忏悔3个月，念其有主动认错的意愿，每日餐食加2片菜叶。至于其他被供述出来参与此事的弟子，就都送去思过崖面壁。云子墨闻言脸色大变，这说来说去不还是那些惩罚吗？而且思过崖忏悔的时间还延长了。宗主大人，不要啊，那样我会废掉的。师父，您替我求求情。云子墨连滚带爬地来到清玄道人脚边，却被清玄道人一脚踹飞出去，一路滚到广场口子上，停下来时已经不省人事。师父，三师弟他已经知错了。陆长天也没想到李清然被赶出青云宗是一场陷害，但看云子墨那凄惨的样子，他还是于心不忍。慕白霜也凑过去，软乎乎地恳求道：是啊，师父，三师兄他只是一时昏了头，然而平时对诸位师兄百试百灵的撒娇大法，在清玄道人这里却失去了作用。闭嘴！清玄道人阴冷的眼神刀子般刮在陆长天等人身上。再多说一句，你们也给本座滚去思过崖面壁。陆长天脸色一白，只能把嘴角闭上。刚想跟着求情的萧一峰呆了呆，赶紧把话咽了回去。慕白双眼里闪过一抹阴霾，事情和人都已经开始逐渐超出他的掌控了。吴断天瞥了眼赤霄峰众人，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笑，目光转而落在已经清醒过来的李清然身上，语气温和地说：清然啊，本宗主的处理结果你可还满意？碧玉造化丹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治疗伤势的同时还能缓解疼痛。修士陷入生死危机时，有时伤势不是最致命的，致命的反而是疼痛带来的各种负面状态。仙品碧玉造化丹几乎将所有痛苦完全隔绝，哪怕万箭穿心之苦都轻微到完全可以忽略。李清然看着身上朦胧的青光，左手轻轻捏住手腕，眼眸低垂下来。他知道不知不觉又成了前辈的恩情，只是欠下的恩情太多，早已不知该如何偿还。前辈，清然，无碍，一枚丹药而已，先处理眼下的事。缥缈之音在耳边响起，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清然啊，本宗主的处理结果你可还满意？李清然抬头看着吴断天，余光的角落里
云子墨已经被2名弟子架起来，即将送到执法堂用刑。诚然，哪怕是寡眼蛙蛇在耳朵里灌满铁水所带来的痛苦，都远不及他所经历的苦难。没有前辈，吴断天看在清玄道人的面子上，大概只会给云子墨一个不痛不痒的惩罚吧。他本该不依不饶，可一想到站在他身后的前辈，顿时就释怀了。吴宗主深明大义，公平公正，晚辈自然敬服。李清然长揖一礼，这话的意思就是满意了。慢！一声淡漠的宣喝在虚空中响起。清然满意，本尊不满意。吴断天脸上刚扬起的笑容僵住，捏着胡须的手放也不是，抬也不是，只得小心翼翼对着那虚空问道：阁下觉得应当如何？那当然是当场用刑啊。陈怀安盘腿坐在沙发上，左手强撸着猫头，右手摁着传音符，一顿巴巴鬼知道。你们把他带到执法堂用刑，是真用刑还是假用刑？我又看不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虚空中沉默了一会儿，传出个飘渺的声音：刑不引轻，法不宜爱，惩戒若不展现在人眼，则不足以儆效尤，故当立决。李清然闻言怔了怔，心中稍暖。前辈那般圣洁的人，当时不愿看到这寡眼拔舌的阿扎画面。他是怕自己辛辛苦苦争取来的一切却被蒙骗，怕欺辱过他的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吴断天松了口气，他还以为这神秘修士要求把云子墨踢出青云宗，或者干脆一剑抹了呢，那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了。虽然他是宗主，但踢一名亲传弟子怎么也得跟长老商量，更别提这长老还是清玄道人。没问题，那就当场行刑吧。吴断天给架着云子墨俩执法堂弟子甩了个眼神。其实行刑后每个月他都会带着所有弟子去思过崖探望那些受罚的弟子，如此也能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不过既然那神秘修士这么要求，他就不多嘴了，最多就清玄道人丢点面子，他才不管那么多。执法堂弟子将云子墨拖回广场中间，其中一人固定住云子墨的身子，另一人则拿出随身携带的钩子。修士恢复能力强悍，钩子就没必要用火烧一下了。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不少青云宗弟子都别过脸去。广场中间，云子墨没了舌头，瞪着一双血咕隆咚的眼眶对着天空干嚎，声音早就走了样。铁水要现场烧制，需等待一段时间。吴断天看着李清然，明眼人都知道这话是对李清然背后的神秘修士说的。所有人都眼巴巴地望着李清然，仿佛李清然已经成了神秘修士的话事人。张含笑还在装晕，陆长天和萧逸峰脸色惨淡，也不敢给云子墨求情。他们一左一右将慕白霜护在身后，似不愿让慕白霜看到云子墨凄惨的样子。被那么多人盯着，李清然有些不知所措。前辈没说话，他也不好带前辈说什么，只能抱着素弦剑低头数地上的蚂蚁。清然觉得如何？温和的声音突兀响起。李清然闹了个大红脸，呆了一下，才强装镇定地说：晚辈觉得已经足够了。清玄道人阴着脸闷哼一声。吴断天则捋直了胡子，一脸和事佬的笑。他眯了眯眼，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便望着李清然的身后拱手道：老夫后言有个不情之请，阁下既然有办法恢复李清然这孩子的丹田，不知能不能也帮帮老夫的亲传大弟子。他把身后的赵灵天让出来，苦着脸说：这孩子天资聪慧，宽和仁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被魔门修士废了丹田。老夫不忍心就这么看着这孩子郁郁寡欢，止步于此啊。李清然抬起头，脸上的红霞褪去，秋眸里画着2块寒冰混元补天丹。他现在终于知道前辈给了他怎样珍贵的机缘，这样的神丹对前辈来说必然也很难弄到吧。吴断天张嘴就想要，凭什么？莫不是打算拿他要挟前辈？与此同时，手机前的陈怀安也收到了提示：青云宗宗主吴断天向您索求一份机缘混元补天丹，请您做出选择，不同的选择或将带来不同的后果，请慎重选择。直接拒绝，你们也配？滚！权宜之计，此事暂且不谈，待此件事了再细说。赠与机缘也罢，区区混元补天丹对本尊不算什么，给你1颗便是。失去1枚混元补天丹，若背包内没有混元补天丹，则会扣除100万或100灵金强制购买。使用1张传音符，自由对话。陈怀安几乎瞬间就要选其中一个，手指却猛地顿住，两眼一眯，发觉此事并不简单。他本来是想选第一个，先不说混元补天丹10万一个，就说现在锦鲤池里已经没有混元补天丹了，那是游戏方给的福利。选项3的提示也恰好说明混元补天丹这玩意儿价格绝对不只是10万这个级别，而且这里还只是混元补天丹，不是仙品。要是选1，这劳什子青云宗全体阴基超雄化了咋整？虽说化神大圆满能把这些化神后期打得满地找牙，可护不住李清然啊。而且这种修仙门派放在明面上的实力只是一部分，鬼知道有没有那种神秘圣地，里面再窝几个老不死的闭关老妖怪，
到时候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他顶不住啊。陈怀安撸着猫头的左手开始反复揉搓，思绪飞快翻动。他并不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一般这种养成类游戏一旦涉及到剧情选项，都会影响游戏的走向，稍微一不注意就会进入 bad end。到时候游戏重来，给他一个新的电子女友又有啥用？那也不是他的李清然。略微犹豫后，他的手指在选项2上按了下去。此事暂且不提，待清然的事情处理完，再找个地方细谈。缥缈之音沉稳浑厚，令人信服。吴断天也暗骂自己有点操之过急，赶紧拱手致歉。说的是，清然这孩子的事情更重要，是老夫没有抓住重点。他也不求立马得到答复，在他看来，能练出混元补天丹的大修士也不屑于搞一些弯弯绕绕的，顶多之后就谈谈报酬啥的。但只要能恢复赵灵天的丹田，就算掏干他的家底又如何？一切都是值得的。李清然想着提醒前辈一下，却没有机会开口，耳边却响起个声音：稍安勿躁，本尊自有安排。原来前辈心里一直都清楚，他倒是白担心了。李清然深吸一口气，心里安定下来，又觉得自己蠢蠢的。像前辈那样的人，只是看着年轻，实际都不知道多少岁了，走过的路比他吃过的米还多，需要他去忧虑那么多吗？反倒还要前辈来安慰他，属实不应该。这么想着，他耳根子又有点发热，赶紧把那些杂乱的想法抛到脑后，眸子一抬，目光就扫在赤霄峰二弟子萧一峰身上。萧一峰本来还在安慰慕白霜，突然感觉背后一凉，扭头就对上李清然那双淡漠的眼神。他头皮一麻，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些许记忆来。记忆中的李清然一直都是逆来顺受的样子，什么时候露出过这样的眼神？哪怕吃药的时候无比痛苦，也会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哪怕每天保护灵田打理灵草，被那些偷药的雀妖打得遍体鳞伤，也总是嘻嘻哈哈。李清然一直非常崇拜他的炼丹天赋，不，应该是他以为李清然一直很崇拜他的炼丹天赋，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请李清然试药或者帮忙打理灵田的时候，他从恳求变成了趾高气扬的要求。他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他平时也会把用不着的丹药给李清然，尽管那玩意儿对李清然可能也没啥用，但他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可是真的够吗？师兄，你怎么了？萧一峰回过神来，手里塞着一只冰凉的小手，柔弱无骨，映入眼帘的是小师妹慕白霜那双楚楚可怜的眸子。这小妮子吓坏了，刚刚听到云子墨的惨叫，一直在哭，脸都煞白煞白的。可她明明那么害怕，现在却还强撑着关心她。她现在居然还在畏惧，有什么好畏惧的？萧一峰并未注意到慕白霜的眼底深处有淡淡的红雾游动。吴断天身边闭目打坐的清玄道人突然睁开眼朝萧一峰这边瞥去，眉宇间闪过一抹疑惑。刚刚那股气息不对，不可能，他赤霄峰的弟子怎会出问题？都是经过他严格筛选的，可能也就心性方面有点长歪了。话虽这么说，清玄道人还是留了个心眼子，暗暗将那股一闪而过的气息记在心头。李清然，你看我做什么？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别忘了我给过你多少丹药。得到小师妹鼓励的萧一峰重新振作精神，走下台阶，抬头挺胸与李清然针锋相对。那倒是要谢谢您送我的辟谷丹、驱虫丹、通便丹。李清然掰着手指一个个数，引得周围青云宗弟子哄堂大笑，萧一峰脸都红成了猴子屁股。他顿了顿，眼里寒意如霜，又道：对了，还有您送我的那枚伪装成正常大海丹的废丹，火毒在我身体里烧了93天，烧得我夜不能眠，昼不能食，最严重的时候连走路都够呛。您可真是赤霄峰的好二弟子，我的好二师兄。萧一峰脸色变了变，他早就知道李清然会把这件事说出来。当时大比武结束，慕白霜受伤，李清然被陆长天劈了一掌，吐血不止。后来他是唯一去洞府看望李清然的，表面上说给李清然一颗大海丹疗伤，实际那丹药就是个伪装的废丹。他看着李清然感激地吃下去，不到半刻钟就火毒爆发。当时他还说要让李清然好好体会一下小师妹的痛苦，可李清然有什么证据吗？又对大道起誓不要命了，真不怕气运有缺，命格亏损，以后变成个短命鬼吗？再说师妹，我只是个7品炼丹师，虽然小有天赋，也不能保证所有丹药的丹毒都能剔除干净。你如何证明我是故意迫害你？萧一峰双手抱胸，抬着下巴颐指气使道：你经常来我这里试药，身体对丹药非常敏感，早已和我这种炼丹师差不多。你能看不出来一枚丹药内有没有火毒？我看你就是白眼狼，失心疯了，把我们对你的好全部当成狗屁。李清然看着盛气凌人的萧一峰，突然捂着嘴，胃里一阵翻涌。哪怕被逐出青云宗，哪怕待在破茅屋里等死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他曾经崇敬的二师兄会变成这么一个令人作呕的小人。不过他确实没有直接证据。萧一峰说过的那句话，也只有他和萧一峰两人知道。
正当李清然有些手足无措之时，身后的虚空里忽地响起一声冷哼：“有意思。萧一峰，本尊问你，你身为炼丹师，就一定能知道丹药里有没有火毒？”萧一峰怔了怔，辨别丹药内的火毒是一名丹师的必修课，如果连这最基本的都做不到，还做什么炼丹师？所以他当即点头：“没错，既然如此，那你就给本尊好好辩上一遍。”话音落下，李清然身后的虚空里飞出10个锦盒，里面全部都是最基础的凡品大还丹，这是最基础、丹方被研究的最透彻的丹药，并且品级越低越是简单。萧一峰困惑地望着这些丹药，只觉都是正常凡品大还丹，并无特别之处，甚至还是一炉所出。那么这前辈又是何用意呢？这里有10颗凡品大还丹，其中9颗有火毒，一炷香的时间，你若能选出没有火毒的那颗，本尊便算你过关。萧一峰抬眼扫过所有丹药，有些品质低劣的废丹火毒会暴露在丹药表面形成黑斑，此刻光是靠眼睛看，他没有察觉任何丹药有异常。他缓过神来，这是李清然背后那位前辈在给他下套。这些丹药必然是经过精心伪装的，一般人可看不出来。可是他是一般人吗？萧一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是先天乙木灵根，最适合炼丹师的灵根之一，天生就对灵草特别敏感，有些材料比较简单的丹药，他只需要闻气味就能将丹药用了什么材料分辨出来，这一能力同样可以用来辨别丹毒。比起嗅觉，他的味觉则更加敏锐。毫不夸张地说，在场的化神修士看不出来的丹毒他都能看出来。前辈，我若能看出丹毒，当如何？他并未立即答应，而是不卑不亢地看向李清然身后的虚空。今天他就要为云子墨、为张含笑还有小师妹出口恶气，给他赤霄峰争一口气。算你过关，清然的事本尊既往不咎。萧一峰很想问这前辈和李清然到底什么关系，还既往不咎上了，但理智还是控制住了他。他躬身作揖，恭恭敬敬中含着半抹锋芒：“前辈，若晚辈能辨认丹毒，那就请前辈亲自为我3师弟和4师弟疗伤，并向吴宗主求情，撤销对我3师弟的惩罚，如何？”吴断天的脸色变了变，心道这萧一峰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还跟一名实力未知的老妖怪讲上条件了。清玄道人则是欣慰地捋了捋胡子，他是不信萧一峰给李清然喂毒丹的，而且现在萧一峰的表现很对他的胃口，这才是他清玄道人教出来的徒弟。陈怀安瞅着手机一阵寻思，目光落在萧一峰发现正常丹药的概率上，0%，这是游戏给出的评估。他有点无语，又有点想笑。这萧一峰不是找死吗？他有脑子吗？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他好了。于是他摁住传音符：“行啊，没问题，我还给你3次机会，3次都没找出正常丹药，你就把10个丹药全吃了。”青云宗广场上，所有人都眼巴巴等着虚空中那神秘修士的答复。萧一峰表面上很勇，实际心里也慌的一批，只能寄希望于这神秘修士不跟他这种小辈计较，毕竟刚刚那些话确实很不敬了。可虚空中缓缓传出声音来：“你只有3次机会，若是不成，这些丹药你当尽数10只。”萧一峰闻言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个自信的笑：“前辈雅量，晚辈说到做到。”他上前几步走到锦盒前，胸有成竹，先是把10枚大还丹挨着闻了几遍，脸上的随意逐渐被认真取代。从嗅觉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些凡品大还丹完全一致，这种一致体现在火候、结构、材料用量、材料的年份等等，给人的感觉就是这10颗大还丹是1比1互相复制的。可是这对吗？什么级别的炼丹术才能做到这种地步？萧一峰心头震颤，额角不自觉溢出汗来。清玄长老，萧一峰能行吗？吴断天不太懂丹道，但看萧一峰又是闻又是捏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放心吧。清玄道人两眼微磕，鼻子里嗤了一声：“我这弟子可是先天乙木灵根，那人用这种方式考验萧一峰根本没有意义。”吴断天哦了一声，大体的细节已记不住了，反正当初萧一峰拜山门的时候，本来是拜他这里，结果半路被清玄道人截胡，因为这事儿他气得2晚上没睡着。陆长天听到清玄道人的话，顿时松了口气。筑基期修士的自我排毒能力相当于没有，要是萧一峰把9个毒丹全吃了，当场就算没废，后续要是不好好休养身体，也得半废这老妖怪，果然心思歹毒。陆长天望着李清然身后的虚空，冷笑道：“李清然跟着这样歹毒的人，日后就算有什么成就，估计也跟魔修没什么两样了。”躲在陆长天身后的慕白双翻了个白眼没说话，怕是没见过真正的魔修什么样吧？他们魔修可不会讲什么道理，看不顺眼直接杀，就算迫于无奈讲道理，那么此情此景，这10颗丹药都得是剧毒。时间1分1秒的过去，萧一峰已经不满足于用鼻子闻了，他开始每个丹药都舔2口，用小刀刮点粉末或者切开一角观察切面。一阵忙活后，
他脸色越来越苍白，眼神也越来越迷茫。一炷香的时间到了，你可选好了？一个声音冷不丁传来，吓得萧逸风哆嗦了一下。他怔了怔，喉头上下滚动，目光最终落在其中一颗丹药上，眼神也跟着坚定下来。选好了，就是这颗。陈怀安看着萧逸风选的大海丹，当即冷笑一声。他这里其实还有瞬间替换的选项，6块钱一次。如果萧逸风真的运气逆天，选中了那颗没有单独的大还丹，他也可以花钱替换成有单独的。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他充钱。萧逸风也不是什么运气逆天之辈，选的第一个丹药就是有单独的。他摁住传音符，既然选出来了就吃啊，愣着干啥？既已有定数，便服下看看。萧逸风，你还在犹豫什么？清玄道人斜了二弟子一眼，他已经迫不及待看到萧逸风打脸神秘人了。至于萧逸风脸上那便秘一样的神情吗？他只当是距离那神秘人太近，萧逸风紧张了。是，师傅。萧逸风把漫天仙神求了个遍，闭着眼将那大还丹一口服下，药力爆发极快。萧逸风闷哼一声，痛苦的捂住胸口，脸涨成了紫红色。他眼珠赤红，喘气如牛，正是丹毒爆发的特征，而且绝对是料很足的丹毒。为了避免经脉受损，他立刻就地盘膝打坐，调息体内灵气，用乙木灵气来逐渐化解体内丹毒。换成其他灵根的修士此刻只能嗑药或者找长辈帮忙运功排毒。吴断天看了眼旁边的清玄道人，发现这位长老的脸又黑下去了，黑得发青，跟头上的帽子差不多一个颜色，藏在袖子下的手都在哆嗦，显然气得不轻。你还有2次机会。李清然身后的虚空里，那声音平淡如水。四周围观的青云宗弟子和长老们知道，萧逸风第一次辨认失败了。萧逸风将丹毒暂时压制，睁开眼睛，脸色难看。他犹豫了片刻，对李清然身后拱手道：晚辈斗胆，想问问这10枚丹药中，当真是有1枚正常的丹药吗？怎么，觉得本尊诓你？一声冷哼响起，威压降临，狂风席卷而过，将萧逸风周围的台阶碾碎成渣。虚空中传来杀意升腾的声音：就凭你刚刚这句话，本尊杀你不需要理由。晚辈知错，请前辈息怒。萧逸风赶紧低头，心惊胆战。他的余光瞥向清玄道人那边，却见自己师父正冷漠地闭着眼，似乎眼不见心不烦。宗主吴断天笑眯眯地看着李清然，眼神像在打量亲闺女。没人能帮他，师父和宗主都不愿意得罪那个神秘修士，现在只能靠他自己。萧逸风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选了第2枚丹药。嗑药，火毒却再次爆发。你还剩1次机会。压制完火毒，萧逸风伸出青筋暴起的手，颤抖着伸向8颗丹药。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火毒是体会如此痛苦。全身经脉和骨骼就像有一把插满钢针的刷子在反复刮擦，这种痛苦并不会一直持续，而是一阵接着一阵，如一条蛇般在全身四处游走，不给人任何适应的机会，只会不得安宁。这还是因为他是乙木灵根，他的灵气天生就有解毒和压制毒素的能力，可李清然没有。原来李清然被逐出赤霄峰之后，终日都在这般痛苦中辗转反侧吗？这神秘修士炼丹手段实在高明，哪怕他作弊般的切一点下来，常都辨别不了哪个丹药没有单独。既然如此，还不如随便选一个。萧逸风闭上眼，也不挣扎了，随便拿了1枚。这小子运气不错啊，1/8的概率都让他选到了。陈怀安无奈氪金6块，扣款的瞬间，萧逸风手里的丹药也同时被掉了包。旁边的黑猫眼神诡异地看着陈怀安，这小子盯着那黑盒子在自言自语什么？该不会脑子有问题吧？难道说这黑盒子是某种能操控心智的魔器？有趣，有趣，就是不知道这黑盒子背后的魔和本凶兽比，谁又会更加邪恶？结。黑猫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尾巴高高翘起。萧逸风将最后1次机会服下，火毒再次爆发。前面2次的火毒已经积累到极致，这第3次就像一朵引爆导火索的火种，前2次的火毒和第3次叠加在一起，彻底爆发开来。萧逸风面如金纸，又赤红如潮，咚咚咚在台阶上连退数步，最终还是跪倒在地，仰头喷出一口黑血。诡异的是，那黑血居然见气化物，空气中弥漫着药渣和恶血混合在一起的腥臭，离得近的弟子们立马掩住口鼻。广场中心那道人影捂着胸口强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栽倒在地，抽搐几下没了动静。清玄道人，你这弟子似乎没有他自己认为的那么天才啊。虚空中响起一声轻嗤，还有7枚丹药没吃，你们给他喂，还是本尊亲自动手？陈怀安一点都不同情萧逸风，李清然可是忍受了火毒3个月之久，身上的经脉已经被丹毒烧得发黑溃烂，与之相比，现在萧逸风承受的这点痛苦算什么阁下？这弟子已经受到了惩罚，他现在火毒噬体情况非常严重，就不要再吃剩下那7枚丹药了吧。
吴断天感觉旁边的清玄道人已经在暴走的边缘，赶紧出来打圆场。本尊让你说话了，坐下。你休要欺人太甚。清玄道人忍无可忍，站起身来，剑却指着李清然。别以为本座不知道，你这10枚丹药全部都有丹毒，本座那2弟子根本就挑不出来。就算你想为李清然出气，未免也有点太过分了。况且我那2弟子就真的给李清然吃了毒丹。清玄长老，清然顶着化神后期的压力，绷着苍白的小脸，艰难地上前2步，像是要挡住身后虚空中的人。那双清冷的眸子凝视着自己曾经的师父，眼里却尽是冷到骨子里的凄然。晚辈自大比武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吃的唯一的一颗丹药就是萧逸峰给的大海丹。你放屁！清玄道人怒目圆睁。晚辈若有一句假话，以天道起誓，五雷轰顶。李清然3指对着天，天道的威压让他俏脸煞白，他甚至能清晰感觉到命格在亏损，曾经苦苦维系这些关系有多卑微，今日他奋不顾身的反扑就有多凶猛。青云宗上空本晴空万里，瞬间乌云密布，几条雷光在云层中闪烁，似在窥探。窥探无果便又随着乌云一并散去。清玄道人与李清然决然的目光对上，手里的剑颤抖，哑口无言。连续2次与那天机纠缠，命数必然亏损。李清然这是在搏命。即使如此，那毒丹就是萧逸峰故意给的，包括他让拿去给李清然的疗伤丹药，也并没有送到李清然手中。剩下的7枚丹药中，有1枚飘到清玄道人面前，压迫在李清然身上的威压也随之化解。虚空中那飘渺之音又道：是不是毒丹？阁下不妨试试。清玄道人望着眼前装着丹药的锦盒，眼里闪过一抹犹豫。我怎么知道你这丹？话音未落，锦盒突然打开，1枚大海丹嗖的一声射进清玄道人嘴里。虚空中斥道：给本尊吃。看到丹药射清玄道人嘴里的时候，2个人哆嗦了一下，一人是宗主吴断天，一人是手机前陷入呆滞的陈怀安。刚刚游戏弹出提示是否将正常丹药主动递给清玄道人，他选了是，所以这就是递给吗？那么硬核的吗？这 NPC 真的不会暴怒吗？该不会突然出手引发 bad end 吧？吴断天则是在震惊陈怀安的粗鲁，身为大修士居然做出将丹药强行塞进别人嘴里的事，实在是有辱斯文，相当炸裂，令人惊喜。李清然已经傻眼了，一根呆毛在脑门上竖起，呆呆的。清玄道人喉头滚动了一下，大海丹下了肚子。他正要怒火攻心，大还丹的药力就扩散开来，其中没有哪怕一点丹毒，显然正如那神秘修士所说，并没有耍诈。萧逸峰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清玄道人心情复杂，被怒火冲昏的头脑也冷静了些。他总不能说这丹药里就是有丹毒来扭曲是非吧？所有人都明眼看着，这脸已经丢到家了。眼下这修士境界不明，还在暗处，他要是抱起还没打过，那以后就别在青云宗待了。算了，最后再忍一手。清玄道人深深吸了口气，僵硬的脸抽搐2下，嘴里挤出句话来：这大海丹内确实没有丹毒，本座没教好徒弟，倒是让阁下看了笑话。不过萧逸峰丹道天赋绝伦，假以时日，若能有所成就，到时候再跟阁下讨教。清玄道人的话很委婉，意思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徒弟版。陈怀安听懂了，对清玄道人话里话外的示威嗤之以鼻。等你徒弟有所成就，我早就把清然宝宝刻成剑仙了。师父不必等那么久，今日我就好好讨教讨教。众人听见一串脚步声，纷纷侧目，见陆长天走上广场台阶，站定在李清然面前。他从剑鞘中缓缓拔出飞剑，身上气势逐渐升腾，锋利的眼神锁定李清然。赤霄峰大弟子，筑基大圆满，在不到30岁的修士中，这般境界已是天纵之才。2人沉默对视，已是剑拔弩张，心弦绷紧。陆长天的长袍鼓动，似有大风灌入，他的瞳孔深邃，含着怒意和憎恨，待气势攀登到巅峰之际，却又逐渐内敛向下压缩，直到炼气7层才停下来。师妹，我依然愿称呼你一声师妹，但我称呼的是曾经的你，而不是现在面目可憎的你。若不是你，张含笑、云子墨、萧逸峰不会伤成这样，赤霄峰和师父也不会因此受辱，但我不愿称你为师兄。李清然拔出素弦，剑尖斜对着陆长天，剑刃上倒映着一双被霜雪覆盖的眸子。我从擂台上跌落那天，陆长天就已经死了，你伤害小师妹，这是你罪有应得。我若想伤害慕白霜，你们根本反应不过来。那时我筑基，他炼气，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想伤他，你们拦得住？诸位长老和宗主都不在，就凭你们和一个金丹期的外门长老，休要辩解，让我看看你的剑有没有你的嘴皮子利索。陆长天欺身而上，剑气如雪，寒意森然。
正是慕白霜常用的剑招揽霜雪，同样出自小无相剑法。这剑招也是当日擂台上慕白霜所用。彼时慕白霜是炼气7层，他就把修为压制到炼气7层。他精通小无相剑所有剑招，慕白霜当时用过什么，他就用什么。倒要看看是不是如李清然所说，只要他想，他们就拦不住。李清然同样察觉陆长天的想法，他躲过一道扫来的剑气，身影一晃，素弦剑刺向一处无人之地。身化霜雪的陆长天出现在那片空气中，他眉头紧锁，目光凛然，一个鹞子翻身躲过素弦剑，暗叹什么时候李清然的反应变得那么快，又感到头皮上方凉意袭来，立马举剑格挡，一股大力轰在剑上，却一闪即逝。待他旋身抽出一记阴险的鞭腿，李清然已经翩然退出3步。在陆长天尚未收腿的瞬间，挺剑在此，剑光如雨，其势剑急。他所用剑招同样是当初擂台上对慕白霜用的小无相剑第6式与淋漓。压制境界太多，陆长天的身体跟不上脑子的反应，也未曾想李清然的剑居然那么快，哪怕再了解小无相剑，也只能仓促应对。与淋漓最高持续刺出49剑，记忆中李清然找他练剑，这一剑招从未施展超过30剑，只要撑过30剑，来不及再多想，一抹凌厉的剑光突兀映入眼帘，快到极致。这剑光从天而降，后面跟着一团模糊的倩影，暴雨倾盆，剑势如瀑。那剑影组成的雨幕中，竟有一丝微不可察的剑意孕育。蓄势49剑后，猛然刺出，势如破竹。当，陆长天的剑脱手而出，他跪在地上，瞳孔震颤，呆呆地望着跟前那熟悉又陌生的少女。素弦冰冷的剑刃早已横在脖间。为何你能刺出与淋漓这最后一剑？为何？李清然的声音似在叹息，又似在自嘲。陆长天，我其实早就会了，只是你的耐心从不让我刺到最后一剑。陆长天怔了怔，记忆中是什么时候开始，师妹找他练剑，他却越来越不耐烦了呢？明明是他让师妹经常与他切磋，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呢？他不再耐心喂招，不再每天等待李清然来演武场。曾经李清然哪怕笨笨的他也会笑着鼓励，细心复盘。后来李清然再怎么努力，在他眼里却是漏洞百出，是愚蠢，是没有见到天赋。哼，原来如此，原来变的不是李清然，而是他。筑基期的李清然真要伤害慕白霜，他们根本拦不住。从始至终，他们只是在发泄，是因为没有索取到更多在发泄他们的不满。李清然从始至终都把他们当作师兄，当作亲人，他们却在李清然的一声声师兄中迷失自我，一切都变成了理所当然。陆长天悟了，要杀要剐随你便，这是我欠你的。他没脸再跟李清然，只是低着头叹了口气，你自废丹田吧。李清然收剑转身，只留下一个纤弱笔直的背影。陆长天抿了抿嘴，拳头攥紧，又缓缓松开。如果我自废丹田，你能原谅我吗？清然，你能回赤霄峰吗？那个摇曳的身影头也不回。寒风刺骨，风里噙着2个决绝的字眼，不能。帅。手机前本来还有些紧张的陈怀安顿时一巴掌拍在大腿上，要的就是这种感觉，狠狠打脸，全部一耳巴子甩回去。结，不愧是我的清然宝，钱没白充。他还真有点怕游戏制作方搞什么幺蛾子，比如整个李清然于心不忍的心软剧情，然后被哄着回到赤霄峰，演绎出师兄全部悔改追师妹火葬场的戏码。那么他这个前辈大概就会在剧情的影响下成为扶持赤霄峰和青云宗的道具，想想就特么恶心。这和 NT2 有什么区别？好在游戏制作者是个脑子正常的。感谢您对本游戏的支持，您的专属游戏头盔已送达。一个窗口弹出来，门口也跟着咚了一声。陈怀安一个弹射起步飞到门口，打开门环顾四周，熟练低头，嗤笑一声，抱起盒子回到沙发。打开盒子，里面是个形如摩托车头盔，但看起来更有科技感的黑色游戏头盔，上面还有电子女友的游戏 logo， 旁边是个 Q 版的小李清然。陈怀安缓缓打出个问号，旁边的黑猫也缓缓打出个问号。陈怀安，这玩意儿戴在头上不会爆炸吧？有点可疑啊，这游戏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需要用到游戏头盔的。黑猫，没看错的话，这玩意儿是个残缺的仙器吧？这大佬怎么回事？他是祖龙什么人？陈怀安看了旁边的黑猫一眼，疑惑道：你哆嗦啥？黑猫喵了一声，低头不太熟练地舔起爪子。他只是个小猫咪，他永远都只是个小猫咪。他懂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陈怀安最终还是把头盔戴在头上，他可以不相信游戏制作方，但他相信冲进去的30多万。电子女友连接中，漆黑的画面一晃，陈怀安傻了，
他看到李清然一步步走到自己面前，环顾四周，不正是青云宗广场吗？我勒个豆，这 VR 技术那么强！陈怀安以前去体验馆玩过最新款的 VR 头盔，确实画面做得很真实，但还是有明显的割裂感。可是电子女友这个游戏就不一样，它是真的身临其境。要说有什么割裂的地方吗？也不是没有。虽然画面和环境音效那些都非常逼真，就好像李清然真的站在面前，皮肤下细小的血管都能看到，甚至能听到沙子滚动的声音，但总感觉还是隔着一层膜，触碰不到游戏里的那个世界。即便如此，陈怀安也满足了。30万不亏，一点都不亏。以后买个飞机上用的保温杯，直接就是起飞。今日我陆长天自废丹田，一位赎罪，二位获得清然师妹的原谅，虽死无悔，还请师父成全。陆长天站起身，正要自废丹田，头顶却响起一声暴喝，接着身体就不能动了。孽障！本座辛辛苦苦将你栽培到如今这地步，你却要为了一个人将你的丹田和修为废掉，窝囊废！给本座滚去撕过牙面壁！在亲传大弟子即将自废丹田之际，清玄道人终究还是坐不住了。陆长天是他最喜欢的弟子，萧逸峰次之，排第3的是慕白霜，倒不是因为慕白霜有什么天赋过人之处，主要是会说话讨人喜欢。陆长天作为他的第一个弟子，他投入的心血何其之多，怎能眼睁睁看着陆长天自废？陈怀安一看，这还了得！游戏制作方最终还是忍不住喂食了。您的角色投影已激活，可自由行动，化神大圆满状态剩余21小时，您可自由对话。请注意，您的所有语言和决策将会影响剧情走向，您的言行代表您的形象，请三思后言。陈怀安一看，嘴边的干灵酿赶紧咽回去，面色一正，冷哼道：本尊说过，今日之事谁都不能插手。清玄道人，勿谓言之不预也。说到用十方恨少，陈怀安只觉得词汇量实在有限，只能尽量憋。而随着这话一出，整个青云宗广场上的气氛瞬间低沉下来。清玄道人沉默不语，只是拔出清玄剑，化神后期的气息如浪潮汹涌，周身灵气激荡。他的帽子落在脚边，衣袍和头发在无形的气息中狂舞。清玄长老，有话好好说啊！吴断天是最不想看到两个修士打起来的，这里是青云宗，打坏了他吃亏。再说他还等着那神秘修士帮赵灵天治疗丹田呢，这要是结了仇，还谋划个屁啊！陆长天乃本座大弟子，本座岂能坐视他丹田被废？清玄道人逼音呈现，对吴断天说：他绝对不是合体期，关他和李清然的关系，就算无师徒之时，也有师徒之意。既是师父为徒弟出头，若真是为合体境大修士，用得着这么弯弯绕绕？清玄道人语气决绝，铁了心要死保陆长天。吴断天叹了口气，清玄道人的话他怎会不懂？大家眼右不暇，对方显然也顾及青云宗的实力，不会轻易出手。可他并不在意这些啊，对方是什么实力境界无所谓，他只在意对方能不能帮赵灵天恢复丹田，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吗？无话可谈。清玄道人依旧冷着脸，直接放出了声音：罢了罢了，那就打吧。吴断天劝不住，干脆摆烂，打得山门破碎，打得老祖出山，到时候苍云界正魔两道都看我们青云宗笑话。很好，那就看看今天这事，等有没有资格插手。李清然身后的虚空扭动起来，从中传出怒意升腾的冷哼，比清玄道人身上更加骇人的威压降临在所有人心头。一人影逐渐在虚空中浮现，悬衣白发，手持一黑灵长剑，神光朦胧的脸上五官看不真切，只知俊逸非常，倒是一双金色的树瞳分外威严，只与之对视都叫人心慌。他悬停在李清然身后，随着身体彻底凝实，吼！空中闪过一道炸雷，只见一头黑龙虚影从这人身后窜出，围着这人身体盘旋，张牙舞爪，威势赫赫，最终与那柄黑灵飞剑部分相融，宛如那飞剑的剑魂。前辈李清然双眼紧盯着已经站到他身前的陈怀安，哪怕只能看到个侧脸，却连呼吸都忘了，只是俏脸越来越烫，脑子一片空白。丫头退后，本尊要开始装，嗨嗨，杀人了！李清然紧张，陈怀安也紧张。他现在视野右边一片眼花缭乱的技能栏全亮，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技能是啥，根本没有时间了解，就已经被赶着鸭子上了架。关键还戴着 VR 头盔，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增添几分心头的紧迫。他都不敢看李清然，刚刚看了一眼，太好看了，长得真牛逼。有 VR 和没 VR 简直两码事，他怕自己盯着一直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应该怎么操作？哪里亮了点哪里。可是这特么全亮。下面开始新手战斗教程。陈怀安视野中出现一个游戏框，他心头狂喜，太好了，是傻瓜教程，我们有救了。下一秒，
周围的一切陷入静止。陈怀安知道进入教学了，立马扭头盯着李清然一阵猛看。这叫脱敏训练。本游戏采用最新脑神经映射技术，玩家可以通过意念直接操控角色做出任何动作。眼前出现一个水波般的镜子和一个假人木桩，陈怀安依依不舍地从李清然脸上挪开视线，对着镜子试着做了个剪刀手。仙气飘飘的化神期大圆满修士做出这样的姿势还是非常违和的，他立马恢复正常那副仙风道骨的样子。进入角色之后，他不自觉的就装起来了。本游戏会将您可以使用的功法、心法以及对应的效果映射到您的脑海中，请放心，这并不会对您的大脑造成负担。随着映射的次数增加，它们将逐渐成为您的一部分记忆。请您攻击面前的假人。陈怀安寻思了一下，对那假人挥出一剑，假人直接碎了，没有任何打击感反馈，像切豆腐，轻飘飘的。请你使用一次功法技能。假人再次生成，陈怀安脑子反应了片刻，使用青莲剑点第一式长风破浪。银，随着一声剑鸣，陈怀安身随剑动，剑出如龙，眼前只看见雪亮的剑光闪过，那木桩已经四分五裂，下一秒他就已经回到原位，而木桩附近居然还留着一道水汽组成的残影，保持着他刺剑的姿势。这时候长风破浪的二段还亮着，掠影杀，顺身回到残影位置，再次一剑。卧槽，牛逼！陈怀安没啥文化，但他懂得赞美。想不到青莲剑点第一式就这么诡异，那必须要好好练出来，交给李清然了。教学结束，祝您游戏愉快。周围静止的一切重新鲜活过来。陈怀安目光锁定不远处的陆长天和清玄道人，原本茫然的眼神已经被自信取代。清玄道人是吧？喜欢插手是吧？陈怀安冷笑一声，对于这种顽固不化的老骨头就应该直接丢大招。脑海中浮现出青莲剑点第10式月出天山，主要11和12是锁着的，化神大圆满根本用不出来，不然他今天非得把银河插在清玄道人脸上。黑灵剑出鞘半寸，剑光如尘，肆虐的剑意从剑鞘中吐露，将周围的空气切得嘎吱作响。清玄老狗，想护住你那徒弟？陈怀安两眼金芒一闪，那就接本尊这剑。银，剑鸣如雷。青云宗上，大殿门前，有抹月色平地而起，公子无双，剑意如虹。所有人都震惊在那一轮圆月之中，尽皆失语。吴断天踉踉跄跄地站起身，难掩失态。清玄道人手里的清玄剑微微颤抖。青云宗山体深处，隐蔽的洞天福地内，一满头白发闭目打坐的老妪眉头突然锁住。李清然痴痴仰望月色，圆月中有人剑舞，恣意癫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缥缈之音在月色中传来，余音贯耳，却不显得聒噪，反而令人目眩神迷，渐渐沉溺其中。月中剑舞如梦似幻，有寒光凌冽飞射，刺破云海。突然剑势一变，急如奔雷，又听那缥缈之音大笑，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宁，高天之上，剑意峥嵘。那剑舞的身影停住，手中飞剑轻飘飘往下一斩，噌，云海左右分开，天地一清，月色更浓，无边的杀机却也笼罩而下。吴断天心惊肉跳，脸色煞白，慌忙对左右吼道：不好，快去稳住护宗大阵，让弟子立即从广场撤离。方才那神秘修士现身的时候，看气息只是个化神大圆满，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太当回事。本以为清玄道人就算不敌也能周旋一下，大不了他就让长老们帮帮忙，谁曾想对方剑招刚起，光是剑意就已经让他从头凉到脚。这人莫不是剑阁隐士的老怪物吗？居然能使出这般恐怖的剑法。众所周知，修士多用剑，但纯粹的剑修却很难有所成就。可一旦有所成就的剑修，那招式的破坏，立苍云界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无时多想，那剑已然落下，直指清玄道人。月色的清冷与剑意的凌冽融为一体，远看尚有形体，可及到近处，视野之中只剩一片银白。清玄道人握着剑，分不清眼里是月光还是剑光，前后左右皆被笼罩，避无可避，只能咬着牙使出大无相剑最强一剑揽星河。清玄剑身带起一抹星光，灼人眼球。这本是声势浩大的一剑，在月光中却显得幼稚可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星光在皓月面前只能被吞噬消融。圆月消失，青云宗广场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剑孔，越靠近中心越是密集。清玄道人满身是血，用剑支着摇摇欲坠的身子，陪伴他上百年的清玄剑已是千疮百孔，连同他那布满剑痕的身体一般，仿佛只要动一下就会支离破碎。一道月光落在清玄道人身后，陈怀安从月色中走出，看都不看那跪在广场中心的血人一眼，只是缓步走到陆长天跟前。你自己来，还是本尊帮你？
陆长天仰望着陈怀安，脸色越发苍白，他喉头滚动了一下，艰涩道：我自己来。灵气逆行而下，随着一声闷响，陆长天捂着丹田，在地上疼得满地打滚，刺耳的哀嚎在广场上回荡。清玄道人的身体动了动，想要站起身，挣扎了2下，却还是跪回血泊里。冤有头，债有主。陈怀安走到慕白霜面前，凝视着这模样娇美的少女，那双金色的树瞳里只有淡漠。此刻，这女孩像个受惊的小鹿般满脸惊恐地看着他，嘴唇和身体都在哆嗦。那我见犹怜的样子确实诱人，仿佛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将其撕碎。但陈怀安的额角却落下一滴汗来。慕白霜，女妇347岁，化神中期，自我封印中天生媚骨。2个坏消息：第一，这是个极品隐藏老怪物；第二，为了装波大的，他的蓝已经空了。2人对视了一会儿，陈怀安缓缓开口：“李清然的水灵根交出来。”前辈，你交还是不交？望着那对杀意弥漫的金色树瞳，慕白霜咬了咬牙，心里认真掂量了一下，如果不交，势必要解除修为封印，跟这怪物般的剑修打一架，不仅暴露身份不说，对方万一还有余力，他不是白给吗？他必须活下去才能帮到少主，他不能暴露身份。左右不过是个水灵根，对少主无用，他也不稀罕。我给。慕白霜装作委屈的样子，对陈怀安挺了挺胸脯，偏过头露出白皙的脖颈，娇俏的脸上满是凄然，说话间眼里已是落下泪来。前辈直接取吧。不愧是天生媚骨。陈怀安无语。请选择要取出的灵根。丹水灵根来自李清然，土木霜灵根来自杨天。好家伙！陈怀安心里直呼好家伙。虽然不知道这妖女是怎么藏着之前那组灵根不被清玄道人发现的，但现在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2个都拔了，结。既然是个隐藏身份的妖女，她敢说什么吗？敢暴露吗？陈怀安2个都选。只见慕白霜小腹亮起2团光，她直接伸手一捞，那手居然毫无阻碍透体而入，2个光团全部拔出，再往背包里一塞，同时递给慕白霜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慕白双人都傻了，失去灵根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恐惧和骇然才更令他头皮发麻。他天生媚骨，本就没有灵根，或剥夺他人的灵根所用，又修了一卷天魔宫中隐藏灵根的法门，按理说和道都不可能看出来他的底细。这人怎么？他回味着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只感觉毛骨悚然。这修士不会是看出什么来了？可是既然看出来，为何不揭发？难道他也是魔修？慕白霜心乱如麻，抬眸想再去和陈怀安眼神确定一下，却发现陈怀安早已转身朝李清然那边走去。人也揍了，仇也报了，该拿的也拿了，蓝也打没了。陈怀安准备带着李清然跑路。从清玄道人身边经过的时候，他琢磨着要不要给这半死不活的老东西补一刀，随即就感觉周围有多个化神后期的契机锁定了这边。吴断天没说话，但陈怀安能从这沉默中读出一些信息，适可而止，否则不死不休。也罢，清玄道人这老东西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顶多算个教徒无方。清然，我们走。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不知何时，清玄道人身边已经站着一名白衣老妪，他杵着个龙头拐杖，浑浊的眸子盯着陈怀安，身上没有一丝气息波动，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出现，无声无息的站在那里，似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隔下来我这青云宗打砸一番，拍拍屁股就想走，这恐怕说不过去吧。老妪龙头拐杖往地上一杵，咚，青色的波纹如水面涟漪般扩散开来。四周几个青云宗化神后期的长老连同吴断天皆双膝跪地，俯身叩首。宗门大殿前静若寒蝉，一片死寂。陈怀安脚步一顿，暗道终究还是来了。隐藏 BOSS， 修仙小说的常见桥段，写在书里甚至都会被认定为毒典的宗门老祖。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打了老的，来了复活的。天下无敌，天上来敌，无限套娃，无穷匮也。若是别的玩家这个时候可能只有逃命或者剧情杀，但他陈仙尊不一样，他有钱。你就是隐藏在青云宗内的老怪物吗？呵呵。陈怀安只微微偏头，半张脸笼罩在阴影里，唯有那只树瞳依旧灼人。这话一出，全场皆惊。李清然默默地望着陈怀安，总感觉前辈的说话方式和露面之前有很大的区别，但这不重要，他只知道自己心跳很快。吴断天和诸位长老瞅着陈怀安一副看傻子的眼神，装死的张含笑扒拉开一只眼睛，陆长天也不打滚了，慕白双瞪大眼睛掩住小嘴，就连半死不活的清玄道人都抽了抽嘴角。青云老祖合体境大修士居然叫他老怪物，虽然他确实很老，可基本尊重的有啊，更何况
你一化神大圆满在狂傻，只差一境，那也是天差地别。你叫我老怪物？青云老族眼尾的皱纹狂跳，嘴角却咧出个笑来，只是那笑里没有一点笑意，尽是阴森和杀意。没错，老怪物。陈怀安心里一点不虚，但这话说完，他感觉对面这隐藏 BOSS 差不多要动手了，是时候启动金钱的力量了。于是心头默念，给本尊把境界提升到合体境大圆满。既然是脑神经映射技术，那么应该能捕捉他的意识流。正如他所料，这游戏确实捕捉到了，却弹出个提示框：境界暂未开放，且您的余额不足。陈怀安，那就给本尊提升到合体后期。境界未开放，余额不足；合体中期，境未开，钱不足；合体前期，未开，不足。陈怀安，完了，记了，斯巴达了。意念的交流不过一瞬间，而对面的青云老祖已经周身灵气翻涌。只见一尊面容青黑、苍发赤目、面容威严、由青石组成的巨大法相在他身后直立而起。那法相生有6臂，分别手持剑、刀、枪、瓶、盾、扇6种法器，举手投足间威严赫赫，直接亮法相了。陈怀安脸上镇定，心里慌的一批，不会真触发剧情杀吧？您激怒了隐藏 BOSS 青云老祖，您有3个选择可多选。一个游戏框弹出，陈怀安即将佝偻下去的腰板立马挺直。本月限定充值18，获得一张千里神行符，逃离战场。超值0，001折特惠充值88，临时获得合体后期境界威压，持续30秒。超值特惠充值188，提升魅力值。青云老祖对你刮目相看，你攻略青云老祖的成功率得到提升。不是，第3个选择是认真的吗？陈怀安仔细一琢磨，异界版绑富婆，要是没有李清然，他包秒选的。这只是个游戏，有大腿抱当然要抱大腿啊。反正游戏角色只需要享受富婆快乐钢丝球和数值的飙升就好了，身为玩家的他要考虑的就太多了，而且还能提升魅力值。但现在嘛，陈怀安两眼一眯，在青云老祖即将暴走之际，直接充值294，全选。刹那间，青云老祖死死盯着陈怀安的目光猛地一顿，他恍惚觉得那张被神光笼罩的脸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子浩是子浩吗？不，子浩已经死了，他不可能是子浩。可是气质真的好像。青云老祖原本渐渐拔高的气势，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衰弱下来。吕子浩，青云老祖曾经的道侣，苍云界前10美男子，但由于天赋实在太差，哪怕青云老祖找了各种天才地宝，还是没能让其突破到化神为其延寿。原本青云老祖不是这副老妪的模样，修仙之人驻颜有术，只要他想，谁都看不出他什么年龄，哪怕他1000岁、10000岁，都能像个28年华的小姑娘一般鲜嫩多汁。他只是心死了，可现在早已死灰般的心却冒起了一丝火星子。然而下一秒，这火星子就被对面一句话掐灭。老妖怪，你合体境就很厉害吗？陈怀安淡笑一声，话罢，他的气息终于不再掩饰，猛地向上拔升。合体后期，整个青云宗广场像是被一座巨山镇压，笼罩上一层阴影。2尊合体期修士的威压让那些化神期长老头都抬不起来，跪在地上的双膝都陷入石砖之中。陈怀安身后，一头比之青石怪人更大的黑龙法相盘旋而出，龙吟震耳，威严如玉。那一对金色的树瞳恰似2轮烈日，连太阳的光辉都被掩盖。这个时候，我似乎应该作诗一首。陈怀安眉头一皱，心里突然爆发出这种古怪的冲动，可惜肚子里墨水空空，总不能张口一句卧槽牛逼，索性闭口不言，维持高冷。殊不知旁边的李清然眼里已经在冒红星了。你竟也是合体期？青云老祖心神更乱，这人身形气质都和他那已故的道侣很像，实力又和他相当，今日这场子还找吗？若是找了，以后和这人还能搞好关系吗？若是不找，青云宗颜面何在？青云老祖在纠结，陈怀安在卡时间，眼见30秒就要过去，他主动扔出个台阶。今日本尊来青云宗，也算是见识到大宗气度，冤有头债有主，本尊无意再惩戒他人，现在因果已清，本尊就不多留了，告辞。还有5秒。陈怀安直接拿出千里神行符，想去拉李清然的手，却没拉住，直接穿了过去。好在神行符把2个人都包裹在内，阁下可留姓名。青云老祖眼神追随着那威严的背影，目光盈盈波动。剑门，陈怀安。唰，陈怀安和李清然的身影瞬间消失。剑门，莫非是隐世宗门？青云老祖心里五味杂陈，却也没有追上去。那修士实力很有可能还在他之上，既然对方已经给面子了，再赶上去送就不礼貌了。他转身走到清玄道人身边，
龙头拐杖点在清玄道人的肩膀上，青色的光辉将清玄道人笼罩，他身上的伤势逐渐愈合。半晌，缓过气来的清玄道人艰难抬起头，望着老妪：“娘，闭嘴，滚去撕过牙面壁。”老妪冷哼一声，擦身而过，没走2步，复又转身回来，冷着脸道：“半个时辰内，给我送2炉驻颜丹上来。”清玄道人：“对了，还要牛奶玉和洛神花。”清玄道人：“不开玩笑。”清玄道人觉得自己妈要没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但青云老祖的命令不敢违抗，哪怕身上伤势没有完全复原，也只得奉命行事。倒是没想到那人是个合体期大修士。清玄道人唏嘘摇头，既是合体修士留他一命，就是手下留情，是顾及青云宗的面子。他心里也释然了，被压制境界的合体大修士一剑秒了又如何？他的惨败与有容焉，一般化神在那惊天一剑下估计早被碾碎成渣。师父，我这丹田……陆长天踉踉跄跄走到清玄道人面前，脸色惨淡：“你这丹田为师也没办法。”清玄道人眉宇间尽是不耐和厌烦：“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早知如此，你们何必欺辱清然那女娃？还跟我说她故意要伤慕白霜，让我把她灵根拔了，现在后悔了，知道来求为师了。”陆长天低着头，哑口无言。清玄道人到底不忍心看着自己最喜欢的徒弟就这么废掉，摇头道：“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走，要么转体修，体修横练一身骨肉，以力破万法，以你的天赋也能有所成就。但青云宗没有多少体修法门，包括整个苍云界都很少，这条路很窄很难走，需要你自己摸索的东西很多。要么就是第2条路子，提前为中州秘境做准备，这次会有一大一小2个秘境。师父，我愿意进入大秘境。”陆长天立刻作揖，神情坚定。清玄道人抬起剑柄敲在陆长天脑门上，怒道：“蠢货，那是元婴以上修士进去的地方，你去了必死无疑。我提到秘境是要告诉你，这次各大圣地会来挑选人才，若你在小秘境中表现优异，或许能被圣地看上，这样你就能获得一桩机缘，说不定能把你的丹田治好。”陆长天闻言豁然开朗。苍云界3大圣地，瑶池、真武、梵境，其中强者如云，更有很多在苍云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些人手段通天，或许其中就有哪位有混元补天丹，或者有完整的体修炼体系呢？那样他丹田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清玄道人瞅着陆长天脸上的喜色，心头一暗。圣地挑选天骄弟子都是有标准的，丹田破损的陆长天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看上？难。不远处打坐疗伤的慕白霜竖起耳朵一阵打听，中州秘境的事情他当然知道，这可是1年1度的盛事，很多上古功法、上古法器、丹药都会在秘境中出现。毫不夸张地说，若是能得到里面的好东西，哪怕一个普通人都能摇身成为各大门派趋之若鹜的天才修士。李清然应该也会去中州秘境吧？慕白霜心里一阵寻思。太阴道体和张寒笑身上的乌金寒玉对少主非常重要，搞到乌金寒玉对他来说不难。张寒笑现在正好受伤，他趁机再跟这位师兄好好温存温存，这块宝玉就基本到手了。至于太阴道体吗？之前李清然在宗门内，他一直不好动手，原本的想法是让李清然死在外面，他靠天魔噬骨秘法将太阴道体剥夺到自己身上，结果李清然遇到那名高人，不仅没死，还修复丹田，破了他中的心魔。但凡事都有2面性，出了这青云宗，若在秘境中相遇，一个小小李清然不是随便拿捏。那位合体期的大修士就算再闲，也不可能一直盯着李清然，毕竟像这种修士没事儿就爱闭关打坐，他敢在青云宗待着，就是因为青云老祖10年半个月都不会出关一次，而只要不在这老祖面前晃来晃去，隐藏身份还是没问题的。你是清玄的徒弟？正当慕白霜这么想的时候，旁边突然响起个苍老的声音。慕白霜浑身一震，鸡皮疙瘩和汗毛都起来了，他看也不敢看那人，只是跪地叩首：“弟子慕白霜拜见老祖。”青云老祖眼眸沉着，没说话。慕白霜咬着下唇，视野里只有青云老祖的鞋和拐杖，汗水顺着脸颊一滴滴往下落，只感觉度日如年。正当他怀疑青云老祖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他要不要拼死反抗一下的时候，青云老祖发话了：“李清然的事情我知道一点，慕白霜修行就好好修行，若在心术不正，我不介意帮我那逆子清理门户。”话罢，青云老祖杵着龙头杖一蹦一跳的走了，很有少女味道。像慕白霜这种喜欢挑拨离间的女弟子他见得多，曾经他还只是个弟子的时候，玩的手段不见得就比慕白霜少。他现在正迫不及待焕发自己的第2春，一个炼气期弟子敲打就行，懒得理会。与此同时，另一边陈怀安带着李清然从千里神行符中出来，他瞅了眼地图，
发现从地图上看根本就没离开青云宗多远。本尊曹了，这牛鼻子地图的有多大？为了避免青云老祖追上来，陈怀安用隔空取物拎住李清然，biu的一下就上了黑灵剑。趁着化神体验卡还有时间，他必须带着李清然飞远些。化神强者飞行速度有多快？陈怀安感觉跟战斗机有的一拼，他没坐过飞机，也没个对比。就在他感叹这游戏真牛逼的时候，身后的李清然已经被狂风吹得睁不开眼。他望着前辈的背影，想说话求助，可一张口，嘴巴就被吹成了喇叭花。为了避免被前辈看到狼狈的模样，他只能赶紧闭上嘴，心里却是一阵困惑。前辈踩飞剑的时候都不开防风阵的吗？难道是因为这样吹起头发比较帅气？不，前辈不可能这么肤浅，前辈定然是在感受风的律动，感受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大道法则。李清然啊，李清然，和这样的前辈相比，你还是太差劲了。就这样，你还想成为前辈的徒弟？哎，也不知道前辈有没有徒弟，有没有女徒弟？有几个女徒弟？李清然望着前面狂舞的白毛，即便自己的头发已经被吹得糊了一嘴一脸，却还是心里软软的。管那么多做什么？前辈怎样都对，有100个女徒弟也是应该的。西嘶，这风吹得还挺冷。陈怀安搓了搓手，稍微降低速度。都修仙了，飞剑就不能自带温度调节吗？给他清然宝冷到了怎么办？一点都不玄学。恭喜您协助电子女友完成主线任务1，您获得奖励雷火符10张已送达。呵，区10张雷火符，打发叫花子呢。陈怀安撇了撇嘴，他陈仙尊缺这玩意儿吗？殊不知酒店的房门突然咚了一声，黑猫从鞋盒里探出头，仔细探查了一下门外物件的气息，顿时浑身一震，猫眼瞪圆，又哆哆嗦嗦地缩回了鞋盒。主线任务2，请帮您的电子女友在新的托管所立足。托管所？陈仙尊脑子一懵，差点没从飞剑上栽下去。前辈，您以前来过天泉城吗？前辈，您看这个好有趣，小时候爹娘给我买过呢。前辈，您有什么爱吃的吗？晚辈知道这里有个特别棒的酒楼。对不起，亲然忘了你已经辟谷了。前辈，这条路是通往飞龙关的，爹娘那时经常说，从这条路离开的人大概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李清然转身面对陈怀安，却只是低着头，手捏着衣角，额前的碎发随着风儿荡着，睫毛下一闪一闪的，是难以诉说。天泉城，李清然曾经的家乡，如今早已改朝换代，城主更是换了2批。站在城门前，面对来往的车水马龙，李清然的声音酸酸的：“前辈，您……”他不敢抬头，怕让前辈看到他泛红的眼。本尊，陈怀安手足无措，因为他现在的行为和把小孩扔进托管所里，只顾自己轻松的父母长辈没有任何区别。清玄道人闻言微微点头，收敛了身上的威压，只是冰冷的眼神依旧锁定着李清然。李清然带着一名外人来砸山头，让他赤霄峰丢人现眼。从现在开始，李清然不管说什么都无法再获得他的原谅，哪怕陆长天他们求情都没用，还想再拜入青云宗赤霄峰？呵呵，简直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此刻清玄道人还沉浸在上个版本，以为李清然还心心念念着赤霄峰。有了陈怀安撑腰，李清然心中更加安定。他上前2步，走到赤霄峰众人面前，无视清玄道人冷箭般的眼神，目光左右一扫落在张含笑身上，拱手作揖，淡声道：“四师兄，别来无恙。”可以啊，李清然，怪不得敢大大咧咧的回宗门，原来是找到人给你撑腰了。张含笑双手抱胸，嘴角噙着冷笑。这里可是青云宗，长老们和师傅都在，一个外人纵使实力强悍，也不敢再为李清然出头吧？那一个小小李清然不是随便拿捏。前辈自是为我撑腰。李清然并未否认，只是抱着素弦剑直视着张含笑，淡漠道：“那四师兄可还记得，清然被赶出青云宗之前，四师兄是如何在清然的撑腰下到处惹是生非，赊账欠债的？那些灵石都是我帮你还的，如果没有我，你的名声早就臭了。”被当众揭短，张含笑热血上冲，脸上一片通红，支吾道：“你在说什么？休要污蔑我！污蔑你！”李清然从储物袋中抓出一把字具，冷冷地往天上一抛，那字具洋洋洒洒随风飘落，如漫天飞雪，可见数量之惊人。清冷的声音也从那雪花中窜出：“这些字据都是我帮你还债时留的凭证，本意是想记个账，看看到底花了多少钱，后来记账的速度还赶不上你惹事的速度。这些年我的灵石份额几乎都花在这些上面，那些赌场、宝阁、钱庄主事全都能为我作证。张含笑，在外你是赤霄峰光鲜亮丽的四师兄，宗门任务第一人。”李清然盯着张含笑完全红温的脸，呵呵一笑。可实际上呢？
你不过是个定在师妹身上撕肉吸血的寄生虫。青云宗的弟子很多都拿到了1-2张字据，上面的数额触目惊心。这些字据几乎全部都有张含笑留下的正印，还债的却是李清然。众人错愕的同时，也不禁议论起来。想不到张师兄是这样的人。啧，你才知道，去年我借钱给他，他现在都没还，那时候我就对他敬而远之了。李清然这师妹做的没得说啊，我要是有这样的师妹，折寿100年也行啊。清玄道人也伸手从空中接过一张，上面居然是张含笑去醉仙楼的嫖具，他顿时眼前一黑，破口大骂：混账东西，老夫就是这么教导你的，让你用师妹的灵石去找妓女。他右手按在剑柄上，就要抱起拔剑，虚无中却有一股灵石扫了过来，忘了本尊的话了。坐下。清玄道人额头青筋跳了跳，强忍着怒火收了剑。周围的目光和闲言碎语刺得张含笑无地自容。用师妹的灵石怎么了？反正李清然天资愚钝，也用不到那么多灵石，他用怎么了？又不是不还，都是李清然，都怪李清然揭他老底。张含笑望着面前5步开外淡然站在那里的罪魁祸首，怒从心起，恶向善边生。李清然，你血口喷人！他拔出2寸剑锋，情绪也跟着冷静下来，咬牙道：贱人，你可敢跟我决斗？输你就跪地道歉，赢我就承认那些事情是我做的。你敢吗？以势压人就能扭曲是非吗？倒是符合四师兄的行为方式呢。李清然双手垂落，右手握住剑柄，即便不是对手又如何？他今日来此，剑之所指的是过去那个对赤霄峰重情重义、逆来顺受的自己。筑基期修士的压迫感扑面而来，狂风吹起鬓角的碎发，刘海下的那双眸子越来越冷，双白的脸上却露出个笑来。好，拔剑吧。张含笑，青云宗任务出勤第1人，实力自然不俗。尽管他好嫖赌，但天赋确实不错，年纪不到30，境界已步入筑基中期。在赤霄峰中，他的年纪只比慕白霜和李清然稍大，境界比不上陆长天等人，可从来都是压着李清然一头。以前还在赤霄峰的时候，李清然经常被张含笑喊去做沙包，却从来都不是张含笑的对手。2人所练剑法都是赤霄峰的独门剑法小无相剑。张含笑的剑法已经炼至大成，李清然入赤霄峰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清玄道人没事就在闭关，实在不算特别负责的师傅。他似乎也确实在练剑上没有太大的天赋，所以进展一直很慢，3年才堪练到小成。面对剑法和内功心法都完全一致，各方面都压着一头的张含笑，李清然心里没有一点压力是假的，可他的手却稳稳握在剑柄上，握着素弦剑。李清然，听大师兄说你硬是顶着破损的丹田修到炼气大圆满，好毅力，要是之前你还在赤霄峰的时候这么努力该多好，可那时候你整天鬼混，现在想着努力已经迟了。张含笑下意识就要拔出飞剑，伸手却摸了个空，他这才想起惯用的那把飞剑已经送给慕白霜，现在他只有一把下品法器，平时他拿出来切菜都会觉得钝的破飞剑。他抿了抿嘴，还是把那柄剑拿出来，对付李清然，这破飞剑也够用了。李清然，我是筑基中期，以此实力与你决斗，就算赢了也难免胜之不武。这样吧，我就把修为压制到炼气大圆满，和你一样。张含笑剑指李清然，倨傲地抬起下巴。不远处的清玄道人却不禁抽了抽嘴角，脸色更加阴沉。张含笑这个蠢货，李清然现在丹田破损还没有灵根，就算压制到炼气大圆满，不还是胜之不武吗？至少要压制到炼气5、6层，表面上才能算得上公平。他当初是怎么把这么个丢人现眼的蠢猪收进赤霄峰的？无断天是了解清玄道人的，这位长老最是在意脸面。此刻他看到清玄道人的脸已经黑成锅底，心里估摸着今日这事儿结束，张含笑多半要去撕过牙面壁个半年了。面对张含笑的语言挑衅，李清然并未搭话，他剑已出鞘，剑光如电，身如惊鸿，以极快的速度朝张含笑掠去。师妹，你这第一式金枝头火候还不到位。张含笑大笑一声，纵身而起，凌空一剑斩下，空中出现3道剑影朝李清然聚拢，上来就是小无相剑阴狠的杀招孤红影。李清然望着那3道虚实变幻的剑影，曾经他无数次败在这一剑招下，今日却感觉似乎没有那么棘手。张含笑哪怕压制了境界，大成的剑法依旧凌厉，在他眼里却变得缓慢了许多。为什么？是绝品丹田的原因吗？疑惑很快变成了肯定。绝品丹田无比稀有，就算放在上古时期也是人人追捧的存在，怎会没有点特异之处？思绪翻飞间，李清然捕捉到张含笑的石影，2剑相击，铿锵一声。张含笑脸上的得意僵住，他了解李清然的弱点，所以上来就是无往不利的杀招。可惜他的杀招落空了，地上躺着一截断剑。他低头看到手中的剑
只剩下半截，下品法器竟只是一击就被斩断。张含笑难以置信地看向几步外的李清然，他持剑而立，那手中的飞剑正散发着丝丝寒意，剑刃如玄叶，剑柄如月白，赤红的剑穗在风中摇曳。这剑绝对不是李清然的，那件品级不低。宗主吴断天眯了眯眼，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件至少也是个极品法器，剑身寒意如瀑，就算放在极品法器中也是最上乘的那种，继续酝养很容易就能产生一丝灵智，到时候便是把灵气了。清玄道人沉着脸，手指在剑柄上摩挲着，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恨不得冲上去把张含笑给一剑抹了。之前他觉得张含笑胜之不武丢脸，现在他看着张含笑手中的断剑也觉得丢脸，万一张含笑打不过李清然，那不是更丢脸？别说什么法器不法器的，武器也是修行者实力的一部分，但这件确实超标了。对他们化神期来说，这种准灵气的法器也算寻常，可对于炼气期、筑基期乃至于金丹期的修士而言，这种准灵气的极品法器就是珍宝。这样的极品法器给一名炼气期的小修士，那神秘人和李清然到底什么关系？为何如此鼎力相助？还是说对这人来说，区区一柄极品法器长剑根本不算什么，所以随手就能赠出去，根本不需要在意是否浪费资源？清玄道人心乱如麻，而殿前广场上的战况已经急转直下。张含笑没了武器，根本不敢和李清然硬碰硬，一寸长一寸强，飞剑的优势也弥补了李清然在剑招上的短板。张含笑尽力应付，想着将李清然身上的灵气消耗干净，可拖得越久，他的灵气反而快要枯竭落入下乘。怎么可能？要是放在以前，他的灵气早就消耗完了才对。望着气势汹涌、一丝疲态都没有的李清然，张含笑道心一阵波动，这也导致他分神了一瞬。战斗中走神可是大忌，李清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剑招一变，保守的进攻霎时变得凶狠，衣袂翻飞，翩若蝴蝶。小无相剑第9式树影婆娑，他的手腕一抖，那剑便像是化作阳光，透过树叶留下的密集光斑，又像是分裂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直指要害。李清然彻底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同。树影婆娑是小无相剑法中最难的一式，放在以前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松使出，今天却格外顺畅。绝品丹田不仅仅提升他的灵气纯度和灵气储备，还提升了他的悟性。想到这里，李清然眼底微热，那丹药到底有多么珍贵，可想而知。可前辈就这么把丹药给了他，只是为了帮他恢复丹田，说不定那神丹前辈自己也有用，却还是用在了他的身上。前辈，清然不会让你失望。李清然，别得寸进尺。张含笑狼狈躲闪，心头怒意已积蓄到极点，他不再压制修为，双手结印，境界重新回到筑基中期。而李清然的剑也到了，剑光如影，漫天碎金。随着一声惨叫，张含笑的身体倒飞出去，滚落一身尘土，胸口四肢布满密集的剑伤，血液从中汩汩流出。3步开外，李清然收剑入鞘，昂首矗立。四师兄，不，张含笑，你输了。李清然看着倒地不起的张含笑，心里的郁结顿时一清，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许多。整个宗门广场噤若寒蝉，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李清然身上的灵气波动显然是炼气大圆满，结果身为筑基中期的张含笑却不是李清然的对手。尽管张含笑是最后才解开修为压制，尽管他的飞剑断了，也不应该就这么被击败才对。宗主吴断天也神情错愕，他扭了扭僵硬的脖子，问旁边的清玄道人：清玄长老，这李清然真的被拔了灵根，废了丹田？当初他其实觉得这些惩罚有点过，但介于青云宗的规矩是各封管各封的事，宗主只是统筹兼顾，再加上清玄道人实力最强，更是和青云老祖有点关系，所以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却是有点茫然了。他的亲传大弟子赵灵天丹田也被废了，修炼的灵气都会逐渐流失，根本没有一点战斗力。这李清然同样丹田被废，怎么还能把筑基中期的张含笑打成这样？这也太猛了。清玄道人死死盯着李清然没说话，他震惊的点不只是李清然爆发出来的战力，还有李清然对小无相剑的掌握。依稀记得李清然跟他请教过很多次，只是对剑法悟性实在有限，他讲解几次李清然都整不明白，渐渐对李清然就不耐烦了，让李清然独立思考，或者去问陆长天。李清然离开赤霄峰的时候，小无相剑也只是小成，现在却能用出树影婆娑，少说已经领悟到大成。虽然小无相剑也不是多么高明的剑法，只是个玄阶，可也不是短短几个月就能从小成领悟到大成的地摊货啊。张师弟，四师兄。此刻看到张含笑被击倒在地，陆长天等人立马围了上去。云子墨扶起张含笑的上半身，萧一峰拿出疗伤丹药塞张含笑嘴里，帮忙运功调息。慕白霜梨花带雨埋在张含笑的胸口，哭哭啼啼：师兄，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不应该收你那把剑。
你要是有那把剑，也不至于伤成这样。心里却在想着，幸好张含笑把那柄剑给他了，不然现在不白瞎了。李清然手中的剑一看就是好东西，就算换把剑，估计也是被砍断的下场。他心中也更加疑惑，同时带着些许恐慌。这李清然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站在他身后的那位大修士究竟是谁？对方会不会看破他的伪装？不行，他的身份绝对不能被看破。少主如今寿元将近，他必须拼尽全力帮少主博一线生机。等少主突破瓶颈，再和闭关的老祖联系上，他们就还有崛起的机会。慕白霜暗道三声低调行事，立马从张含笑身上起来，低着头装作哭泣的样子，神隐到陆长天身后。李清然，你未免有点过分了。陆长天指着李清然，神情冷峻。再怎么说，张含笑也是你曾经的师兄，你怎可下如此毒手？毒手？李清然两手一摊，摇了摇头。我只是炼气大圆满，不是筑基大圆满。我能伤到他已是极限，莫不是你觉得我还能把他打成重伤，昏迷不醒吗？陆长天张了张嘴，哑口无言，扭头又去看昏迷的张含笑。只见张含笑面红如砖，哪还不知道这位师弟是在装晕。他身上的外伤确实严重，可也的确不至于昏迷，他只是不愿意接受被李清然打成这样的事实罢了。李清然，你的丹田修复了。半天不吭声的清玄道人突然说了一句。赤霄峰的众亲传一愣，盯着李清然。慕白霜也从陆长天身后探出半个头来。幸得前辈怜爱，我才能修复丹田。李清然捋了捋耳发，单手扶着剑鞘，垂眸盯着脚尖，两抹红霞悄然爬上耳根，哪里还有之前淡然的样子？只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话上，并未注意到他的小女儿态，唯独慕白霜眯了眯眼睛。女人最是了解女人，她不知道李清然这段时间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她看得出来，现在李清然已经对那个神秘修士动了些特别的感情，就是不知道那修士对李清然如何，有点麻烦了。如果那修士的目标也是李清然的太阴道体，那么以他现在的实力，怎么跟这种老妖怪争夺？慕白霜咬了咬嘴唇，眼珠转动，心生一计。清然师姐，他从陆长天的身后站出来，怯生生地说：之前我听师傅说，修复丹田要一种极其珍贵的丹药，名为混元补天丹。这丹药已经失传，也只有这种丹药才能修复丹田。我想说的是，师姐丹田是不是真的修复了？可要注意别有用心的人啊，表面上给师姐一个假象，但实际上是贪墨师姐别的什么东西。闭嘴！慕白霜话还没说完，一股凶猛的杀气已经扑面而来，将他嘴边的话全部按了回去。李清然紧紧握着素弦剑，指节发白，身体微微颤抖。前辈对我恩重如山，岂是你能随意抹黑的？慕白霜吓得花容失色，连忙摆手道：啊，对不起，师姐，我只是担心你啊。噌！回答慕白霜的是一声剑吟。李清然低着头，一侧发丝扬起，素弦剑已是出鞘，一道剑光斜着飞向慕白霜，没有丝毫留手，就是奔着慕白霜的喉咙去的。慕白霜一动未动，只是楚楚可怜的闭上眼。他知道有人会比他先动，如此才不会暴露他的根底。铿锵，这一剑果然被接下。慕白霜睁开眼，赤霄峰的第三位亲传云子墨挡在了他面前。李清然和云子墨对望，那位曾经也将他护在身后的三师兄，此刻却用一种仇恨厌恶的目光瞪着他，多么讽刺！不过倒也无所谓了，他现在无需在意这些，他无需再为任何人而活，他就是他自己李清然，不再是谁的小师妹，不再是赤霄峰的前亲传，也不是谁的你我他。如果此生真要为谁开出花来，那也只有前辈值得。李清然摸了摸素弦剑的剑穗，眼中的淡漠与冰冷随着一段段记忆闪过逐渐升腾，嘴角微微上扬。云子墨，既然你现在站出来，那就从你开始，继续清算。怎么，你还想跟我决斗？云子墨眉头挑起，冷笑一声：我可不是老四，不会压制修为，对付你这种欺压同门目中无人的狂妄之徒，哪怕境界碾压你，我也不会觉得有多丢人。云子墨实力同样是筑基中期，但他身上好东西比张含笑多，张含笑赚了灵石立马就会花出去，云子墨就会攒着，再加上会点炼气和布阵之术，寻常筑基期修士遇到他都会觉得他很难对付。三师兄，你害怕了？李清然定定地看着云子墨，你不用激我，我不会上当。他从储物袋中拿出飞剑，目光落在素弦剑上，继续道：你的剑很不错，但我可不会像老四一样吃武器上的亏，我的飞剑还有很多。李清然却是不搭话，只是对宗主吴断天拱手作揖，朗声道：吴宗主，青云宗主张为善不可污，为恶不可长，污蔑他人，同门之间勾结陷害，乃是重罪，可有此事？吴断天满脑子都是修复丹田的丹药，此刻被李清然突然发问，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确有此事。李清然，你想说什么？
我可没有污蔑你的地方。云子墨的眼中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慌张，但他想着这事儿他处理的也算干净，就算被问到了不承认就行。李清然还能拿出什么证据不成？李清然瞥了云子墨一眼，继续问吴断天，该当何罪？吴断天眯着眼捋了捋胡子道，污蔑诽谤情节较轻者，执法唐司过口头警告，若要再犯，则发配撕过牙，互相勾结残害同门者，情节极其严重，若所查为实，则应拔舌寡眼铁水贯耳，1个月不得治疗，以示惩戒。对修行者来说，拔舌寡眼铁水贯耳也不是什么难以逆转的重伤，但带来的痛苦却一点不少。再加上1个月不能听，不能说，不能看，终日只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度过，说是极刑一点都不过分。李清然闻言再次作揖。赤霄峰第3亲传弟子云子墨勾结外门长老，污蔑迫害同门，青云宗既是名门大派，对这样的事情当不会坐视不管吧？这话一出，在场不少人都变了脸色。李清然虽未明说，但都知道这话是在影射什么。云子墨表面上怒火中烧，可那捏紧的拳头还是暴露了内心的紧张。外门长老王川和则眼神阴狠地盯着李清然，恨不得生吞活剥。外门弟子中也有几人眼神躲闪，下意识躲到众人身后。混账，你竟做过这样的事！清玄道人拍案而起，拔出剑来指着云子墨，怒目圆睁，一头黑白参半的长发被周身散发的威压吹起，活像头发飙的狮子。啧，本尊让你坐下。虚空中那灵石再次扫来，带着毋庸置疑的意味。清玄道人咬了咬牙，连着深吸3口气，这才把剑收了回去。这神秘修士既然帮李清然恢复丹田，那必然是当时炼出神丹的人，这样的存在少说也是河道往上走，他惹不起，加上在座的所有长老一起都惹不起，除非青云老祖出山。可青云老祖闭关就是为了突破瓶颈，贸然打扰他老人家也不可取，忍着吧。清玄道人尽力平息着心头的怒火。吴断天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俗话说得好，民不举官不究，李清然不说，他当然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可李清然既然说了，那这事儿的情节就严重了。放在平时，看在清玄道人的面子上，他会选择当和事佬或者私了，但今天李清然身后站着个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具体位置的老怪物，他敢和稀泥吗？况且这事儿说白了也是赤霄峰和清玄道人该头疼的。平日清玄道人也不怎么把他这个宗主放在眼里，今日正好借助这个机会给清玄道人上点眼药，同时也给李清然身后那位是个好。他还想着帮亲传大弟子赵灵天恢复丹田呢。云子墨，李清然所言可是事实。吴断天冷冷地盯着云子墨，化神后期的契机将云子墨锁定。云子墨面对那钩子般的目光，只感觉脊背生寒。他知道这件事爆发出来的后果，但咬死了李清然没有证据，便嘴硬道：“还请宗主明鉴，我从未做过此事。”这是李清然在污蔑。吴断天看云子墨外强中干的神情，已经知道个七七八八了，于是又看向李清然。作为青云宗宗主，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被踢出青云宗，本宗主自当为你讨回公道，但凡事要讲究证据，你可有实证？公道？李清然只觉可笑。吴断天嘴里的公道是给他的吗？不是给他身后那位前辈的。没有前辈护着他，他今天什么都讨不到。晚辈自然是有证据的。晚辈当时已被逐出宗门，收拾东西下山之前，曾找到一名当世弟子，以1000下品灵石让他供出背后主使。他觉得晚辈马上就不是青云宗的人，再加上有灵石诱惑，便尽数告知。那名弟子还让晚辈对天发誓，绝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李清然眼神一凝，抬眸直视着吴断天和赤霄峰众人。其实早在驱逐下山之前，他就可以这么揭发云子墨，只是他那时候还抱着一丝幻想，幻想着同门情谊，幻想着重新回到赤霄峰，大家重归于好的一天。直到被张含笑丢进破茅屋，他才明白赤霄峰的人已经不值得他抱有任何期待。前辈，清然不会让你失望。他眼眸微沉，心里念叨着，往日的沉痛也随着一颗颗字眼宣泄而出，否则当受万箭穿心之苦。话音刚落，噌，一柄虚幻的剑从身后破体而入，插了个对穿。李清然脸色蓦地惨白，嘴角一行血溢出，顺着下巴啪嗒啪嗒落在地上。他的手掌颤抖着抬起，从那虚幻的长剑穿过捂住胸口，身体摇摇欲坠，右手杵着剑才能勉强站稳。蹭蹭蹭，更多的剑从虚空中落下，扎在身上。剧烈的痛苦像无数虫子撕咬着他的神经。大口大口的血从嘴里喷出，从七窍中流出，洒在地砖上，留下触目惊心的痕迹。可他却愣是不吭一声。青云宗殿前广场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心神震颤。短短不到2个呼吸的时间，只见李清然的身前身后
竟已插满了虚实不定的利剑，将他活生生插成了个刺猬。他似乎被这些剑的重量压迫着，满头青丝落在地上，与那血水混在一起，只有单膝跪着才能支撑着单薄纤弱的身体不至于倒下。玄奥的大道经文在利剑身上环绕，万箭穿心。大道誓言在众目睽睽下应验。救！快点救一下啊！不是，这游戏也没说有女主的剧情杀啊。游戏外，目睹李清然瞬间变成个血人的陈怀安傻眼了，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是不是自己没冲够。他狂戳屏幕，本就遍体鳞伤的手机屏上的裂纹又扩散了一些，汗水顺着脸颊滚落。此刻陈怀安无比期待系统弹出个充值按钮。青云宗上下弟子全部傻眼，人群中有名弟子脸色苍白，满脸错愕。他这辈子都想不到李清然会把大道誓言当成证明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可是万箭穿心之苦，稍不注意就可能成为修行路上一辈子都迈不过去的阴霾，境界再也难以精进一步。陈怀安这边片刻虽迟但到，一个提示框终于在屏幕被戳烂之前慢悠悠地弹出来。是否充值18？8，购买一颗仙品碧玉造化丹为李清然疗伤，限时特惠。买！陈怀安二话不说就是闭眼冲，根本没注意这次系统给出的金额意外很良心。苍云界青云宗殿前广场上，近乎腾晕过去的李清然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扶住，然后众人就看到一枚锦盒从李清然身后的虚空中飘出。锦盒打开，露出里面碧玉色的丹药，一瞬间药香四溢，离得近的弟子只感觉周身灵气运转都快了些许，尚未长好的伤口竟传来阵阵瘙痒，离得远的也是精神一振，神清气爽。还不等众人细细品味那股醉人的药香，这丹药已经飞到李清然嘴边，化作一道青光，随着呼吸进入体内，眨眼间就扩散到全身。碧玉造化丹，肯定是碧玉造化丹。宗主吴断天第一个反应过来，这段时间为了给赵灵天恢复丹田，他什么珍贵的丹药都试过了，其中自然也有这号称能从鬼门关前抢人的碧玉造化丹，只是他给赵灵天吃的碧玉造化丹根本没有这么汹涌的药香，再加上刚刚关那丹药通体晶莹剔透，没有一点杂质，宛如翡翠。答案呼之欲出，还是仙品碧玉造化丹。吴断天心头的震撼无以复加。师傅，这丹药很牛。吴断天瞥了眼赵灵天，没好气地说，碧玉造化丹最低都是5品丹药，这枚碧玉造化丹的品质已经达到仙品，你觉得它应该算几品丹药？赵灵天闻言瞪大眼睛，凡品碧玉造化丹是5品丹药，那这仙品碧玉造化丹怎么也得算4品或者3品丹药了吧？这么好的丹药就拿出来给李清然缓解疼痛，他只是疼，又不是要死了。赵灵天这一刻只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各峰长老们眼巴巴看着李清然身体被碧玉般的青光包裹，心头也是五味杂陈。这丹药要是给他们那死活都是生死危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哪有这么浪费的？人群中外门长老王川河此刻已是满头大汗，他感觉到要大难临头了，被供出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谁能想到这李清然那么虎万箭穿心的大道誓言说破就破，以吴断天的脾气，他这个长老的位置肯定没得坐，还要挨剐眼拔舌的酷刑。最关键的是，李清然身后那神秘修士会放过他吗？吴断天为了讨好那修士，会不会把他作为牺牲品？越想越是后怕。王川河盯着李清然的目光越发阴狠，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那弟子身上，那神秘修士肯定也牵挂着他的安危，正是不设防的时刻。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王川河直接掏出飞剑往前方一扔，接着飞身而起，双脚踩在飞剑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走你！然而还没飞出2步，一把10几张金色符箓就以更快的速度追上，轰隆，晴空万里，却落下漫天惊雷。王川河躲闪不及，被劈了个正着，冒着黑烟一头栽了下去。手机前，陈怀安阴着脸将没用完的雷火符塞回背包，吹了吹抽得发麻的手指，深藏功与名。王川河作为外门长老，只是个金丹大圆满的修为，雷火符虽不足以把他直接劈死，但连续这么10几下，他也被劈得外焦里嫩，想站起来都够呛了。吴断天见此，心里也是跟着一惊，赶紧令人将王川河控制住，心里对那神秘修士又多了一层忌惮。那雷火符直接一把一把地扔，其中还有几张绝品雷火符，这说明对方拥有不少资源，该不会是其他宗门隐士的老怪物吧？这种有宗门作为后盾的老怪物是最难缠的，若是散修反而好拿捏一些。师父，宗主，弟子有罪。云子墨见王川河被摁住，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下去，于是便主动跪到吴断天和清玄道人跟前叩首谢罪。但弟子只是气不过李清然伤害小师妹，所以才会意气用事，出此下策，可不管怎么样都触犯了门规，弟子愿意受罚。混账东西！
清玄道人气得浑身发抖，满脸涨红，丢人丢大发了，以后他赤霄峰就要成青云宗的笑柄了，说不定等老祖出关，还会因为这些破事对他产生看法。越想越气，但暗中一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却不敢轻举妄动。清玄道人发誓，他这辈子都没这么憋屈过。这事儿没有王川河的参与，你也成不了，他才是问题的核心。吴断天捋了捋胡子，眯着眼。云子墨闻言也是心头狂喜，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那肯定主要惩罚是给王川河，这样他的惩罚就小了。接着就听吴断天朗声下令，外门长老王川河陷害污蔑同门弟子，性质极其恶劣，身为长辈却无德无道，身为管理者却不规不矩，现包了他长老的身份，挖眼剐舌铁水贯耳，送去思过崖忏悔半年。赤霄峰亲传弟子云子墨同样挖眼剐舌铁水贯耳，思过崖忏悔3个月，念其有主动认错的意愿，每日餐食加2片菜叶。至于其他被供述出来参与此事的弟子，就都送去思过崖面壁。云子墨闻言脸色大变，这说来说去不还是那些惩罚吗？而且思过崖忏悔的时间还延长了。宗主大人，不要啊，那样我会废掉的。师父，您替我求求情。云子墨连滚带爬地来到清玄道人脚边，却被清玄道人一脚踹飞出去，一路滚到广场口子上，停下来时已经不省人事。师父，三师弟他已经知错了。陆长天也没想到李清然被赶出青云宗是一场陷害，但看云子墨那凄惨的样子，他还是于心不忍。慕白霜也凑过去，软乎乎地恳求道：是啊，师父，三师兄他只是一时昏了头，然而平时对诸位师兄百试百灵的撒娇大法，在清玄道人这里却失去了作用。闭嘴！清玄道人阴冷的眼神刀子般刮在陆长天等人身上。再多说一句，你们也给本座滚去思过崖面壁！陆长天脸色一白，只能把嘴角闭上。刚想跟着求情的萧一峰呆了呆，赶紧把话咽了回去。慕白双眼里闪过一抹阴霾，事情和人都已经开始逐渐超出他的掌控了。吴断天瞥了眼赤霄峰众人，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笑，目光转而落在已经清醒过来的李清然身上，语气温和地说：清然啊，本宗主的处理结果你可还满意？碧玉造化丹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治疗伤势的同时还能缓解疼痛。修士陷入生死危机时，有时伤势不是最致命的，致命的反而是疼痛带来的各种负面状态。仙品碧玉造化丹几乎将所有痛苦完全隔绝，哪怕万箭穿心之苦都轻微到完全可以忽略。李清然看着身上朦胧的青光，左手轻轻捏住手腕，眼眸低垂下来。他知道不知不觉又成了前辈的恩情，只是欠下的恩情太多，早已不知该如何偿还。前辈，清然，无碍，一枚丹药而已，先处理眼下的事。缥缈之音在耳边响起，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清然啊，本宗主的处理结果你可还满意？李清然抬头看着吴断天，余光的角落里，云子墨已经被2名弟子架起来，即将送到执法堂用刑。诚然，哪怕是寡眼挖舌，在耳朵里灌满铁水所带来的痛苦，都远不及他所经历的苦难。没有前辈，吴断天看在清玄道人的面子上，大概只会给云子墨一个不痛不痒的惩罚吧。他本该不依不饶，可一想到站在他身后的前辈，顿时就释怀了。吴宗主深明大义，公平公正，晚辈自然敬服。李清然长揖一礼，这话的意思就是满意了。慢！一声淡漠的宣喝在虚空中响起。清然满意，本尊不满意。吴断天脸上刚扬起的笑容僵住，捏着胡须的手放也不是，抬也不是，只得小心翼翼对着那虚空问道：阁下觉得应当如何？那当然是当场用刑啊。陈怀安盘腿坐在沙发上，左手强撸着猫头，右手摁着传音符，一顿巴巴鬼知道。你们把他带到执法堂用刑，是真用刑还是假用刑？我又看不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虚空中沉默了一会儿，传出个飘渺的声音：刑不引亲，法不遗爱，惩戒若不展现在人眼，则不足以儆效尤，故当立决。李清然闻言怔了怔，心中稍暖。前辈那般圣洁的人，当时不愿看到这寡眼拔舌的阿灾画面。他是怕自己辛辛苦苦争取来的一切却被蒙骗，怕欺辱过他的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吴断天松了口气，他还以为这神秘修士要求把云子墨踢出青云宗，或者干脆一剑抹了呢。那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了。虽然他是宗主，但踢一名亲传弟子怎么也得跟长老商量，更别提这长老还是清玄道人。没问题，那就当场行刑吧。吴断天给架着云子墨俩执法堂弟子甩了个眼神。其实行刑后每个月他都会带着所有弟子去思过崖探望那些受罚的弟子，如此也能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不过既然那神秘修士这么要求，他就不多嘴了，最多就清玄道人丢点面子，他才不管那么多。执法堂弟子将云子墨拖回广场中间，
其中一人固定住云子墨的身子，另一人则拿出随身携带的钩子。修士恢复能力强悍，钩子就没必要用火烧一下了。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不少青云宗弟子都别过脸去。广场中间，云子墨没了舌头，瞪着一双血咕隆咚的眼眶，对着天空干嚎，声音早就走了样。铁水要现场烧制，需等待一段时间。吴断天看着李清然，明眼人都知道这话是对李清然背后的神秘修士说的。所有人都眼巴巴地望着李清然，仿佛李清然已经成了神秘修士的话事人。张含笑还在装晕，陆长天和萧逸峰脸色惨淡，也不敢给云子墨求情。他们一左一右将慕白霜护在身后，似不愿让慕白霜看到云子墨凄惨的样子。被那么多人盯着，李清然有些不知所措。前辈没说话，他也不好带前辈说什么，只能抱着素弦剑低头数地上的蚂蚁。清然觉得如何？温和的声音突兀响起。李清然闹了个大红脸，呆了一下，才强装镇定地说：晚辈觉得已经足够了。清玄道人阴着脸闷哼一声，吴断天则捋直了胡子，一脸和事佬的笑。他眯了眯眼，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便望着李清然的身后拱手道：老夫后言有个不情之请，阁下既然有办法恢复李清然这孩子的丹田，不知能不能也帮帮老夫的亲传大弟子。他把身后的赵灵天让出来，苦着脸说：这孩子天资聪慧，宽和仁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被魔门修士废了丹田。老夫不忍心就这么看着这孩子郁郁寡欢，止步于此啊。李清然抬起头，脸上的红霞褪去，秋眸里画着2块寒冰混元补天丹。他现在终于知道前辈给了他怎样珍贵的机缘，这样的神丹对前辈来说必然也很难弄到吧。吴断天张嘴就想要，凭什么？莫不是打算拿他要挟前辈？与此同时，手机前的陈怀安也收到了提示：青云宗宗主吴断天向您所求一份机缘混元补天丹，请您做出选择，不同的选择或将带来不同的后果，请慎重选择。直接拒绝，你们也配？滚！权宜之计，此事暂且不谈，待此件事了再细说。赠与机缘也罢，区区混元补天丹对本尊不算什么，给你1颗便是。失去1枚混元补天丹，若背包内没有混元补天丹，则会扣除100万或100灵金强制购买。使用1张传音符，自由对话。陈怀安几乎瞬间就要选其中一个，手指却猛地顿住，两眼一眯，发觉此事并不简单。他本来是想选第一个，先不说混元补天丹10万一个，就说现在锦鲤池里已经没有混元补天丹了，那是游戏方给的福利。选项3的提示也恰好说明混元补天丹这玩意儿价格绝对不只是10万这个级别，而且这里还只是混元补天丹，不是仙品。要是选1，这老狮子青云宗全体应击超雄化了咋整？虽说化神大圆满能把这些化神后期打得满地找牙，可护不住李清然啊。而且这种修仙门派放在明面上的实力只是一部分，鬼知道有没有那种神秘圣地，里面再窝几个老不死的闭关老妖怪，到时候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他顶不住啊。陈怀安撸着猫头的左手开始反复揉搓，思绪飞快翻动。他并不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一般这种养成类游戏一旦涉及到剧情选项，都会影响游戏的走向，稍微一不注意就会进入 bad end， 到时候游戏重来给他一个新的电子女友又有啥用？那也不是他的李清然。略微犹豫后，他的手指在选项2上按了下去。此事暂且不提，待清然的事情处理完，再找个地方细谈。缥缈之音沉稳浑厚，令人信服。吴断天也暗骂自己有点操之过急，赶紧拱手致歉。说的是清然这孩子的事情更重要，是老夫没有抓住重点。他也不求立马得到答复，在他看来，能练出混元补天丹的大修士也不屑于搞一些弯弯绕绕的，顶多之后就谈谈报酬啥的。但只要能恢复赵灵天的丹田，就算掏干他的家底又如何？一切都是值得的。李清然想着提醒前辈一下，却没有机会开口，耳边却响起个声音：稍安勿躁，本尊自有安排。原来前辈心里一直都清楚，他倒是白担心了。李清然深吸一口气，心里安定下来，又觉得自己蠢蠢的。像前辈那样的人，只是看着年轻，实际都不知道多少岁了，走过的路比他吃过的米还多，需要他去忧虑那么多吗？反倒还要前辈来安慰他，属实不应该。这么想着，他耳根子又有点发热，赶紧把那些杂乱的想法抛到脑后，眸子一抬，目光就扫在赤霄峰2弟子萧一峰身上。萧一峰本来还在安慰慕白霜，突然感觉背后一凉，扭头就对上李清然那双淡漠的眼神。他头皮一麻，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些许记忆来。记忆中的李清然一直都是逆来顺受的样子，什么时候露出过这样的眼神？哪怕是要的时候无比痛苦，也会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哪怕每天保护灵田打理灵草，被那些偷药的雀妖打得遍体鳞伤，也总是嘻嘻哈哈。李清然一直非常崇拜他的炼丹天赋。不，
应该是他以为李清然一直很崇拜他的炼丹天赋，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请李清然试药或者帮忙打理林田的时候，他从恳求变成了趾高气扬的要求。他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他平时也会把用不着的丹药给李清然，尽管那玩意儿对李清然可能也没啥用，但他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可是真的够吗？师兄，你怎么了？萧一峰回过神来，手里塞着一只冰凉的小手，柔弱无骨，映入眼帘的是小师妹慕白霜那双楚楚可怜的眸子。这小妮子吓坏了，刚刚听到云子墨的惨叫，一直在哭，脸都煞白的。可她明明那么害怕，现在却还强撑着关心她。她现在居然还在畏惧，有什么好畏惧的？萧一峰并未注意到慕白霜的眼底深处有淡淡的红雾游动。吴断天身边闭目打坐的清玄道人突然睁开眼朝萧一峰这边瞥去，眉宇间闪过一抹疑惑。刚刚那股气息，不对，不可能，他赤霄峰的弟子怎会出问题？都是经过他严格筛选的，可能也就心性方面有点长歪了。话虽这么说，清玄道人还是留了个心眼子，暗暗将那股一闪而过的气息记在心头。李清然，你看我做什么？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别忘了我给过你多少丹药。得到小师妹鼓励的萧一峰重新振作精神，走下台阶，抬头挺胸与李清然针锋相对。那倒是要谢谢您送我的辟谷丹、驱虫丹、通便丹。李清然掰着手指一个个数，引得周围青云宗弟子哄堂大笑，萧一峰脸都红成了猴子屁股。他顿了顿，眼里寒意如霜，又道：对了，还有您送我的那枚伪装成正常大海丹的废丹，火毒在我身体里烧了93天，烧得我夜不能眠，昼不能食，最严重的时候连走路都够呛。您可真是赤霄峰的好二弟子，我的好二师兄。萧一峰脸色变了变，他早就知道李清然会把这件事说出来。当时大比武结束，慕白霜受伤，李清然被陆长天劈了一掌，吐血不止。后来他是唯一去洞府看望李清然的，表面上说给李清然一颗大海丹疗伤，实际那丹药就是个伪装的废丹。他看着李清然感激地吃下去，不到半刻钟就火毒爆发。当时他还说要让李清然好好体会一下小师妹的痛苦，可李清然有什么证据吗？又对大道起誓不要命了，真不怕气运有缺，命格亏损，以后变成个短命鬼吗？再说师妹，我只是个7品炼丹师，虽然小有天赋，也不能保证所有丹药的丹毒都能剔除干净。你如何证明我是故意迫害你？萧一峰双手抱胸，抬着下巴颐指气使道：你经常来我这里试药，身体对丹药非常敏感，早已和我这种炼丹师差不多。你能看不出来一枚丹药内有没有火毒？我看你就是白眼狼，失心疯了，把我们对你的好全部当成狗屁。李清然看着盛气凌人的萧一峰，突然捂着嘴胃里一阵翻涌。哪怕被逐出青云宗，哪怕待在破茅屋里等死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他曾经崇敬的二师兄会变成这么一个令人作呕的小人。不过他确实没有直接证据，萧一峰说过的那句话也只有他和萧一峰两人知道。正当李清然有些手足无措之时，身后的虚空里忽地响起一声冷哼。有意思，萧一峰，本尊问你，你身为炼丹师就一定能知道丹药里有没有火毒？萧一峰怔了怔，辨别丹药内的火毒是一名丹师的必修课，如果连这最基本的都做不到，还做什么炼丹师？所以他当即点头，没错，既然如此，那你就给本尊好好辨上一遍。话音落下，李清然身后的虚空里飞出10个锦盒，里面全部都是最基础的凡品大还丹，这是最基础丹方被研究的最透彻的丹药，并且品级越低越是简单。萧一峰困惑地望着这些丹药，只觉都是正常凡品大还丹，并无特别之处，甚至还是一炉所出。那么这前辈又是何用意呢？这里有10颗凡品大还丹，其中9颗有火毒，一炷香的时间，你若能选出没有火毒的那颗，本尊便算你过关。萧一峰抬眼扫过所有丹药，有些品质低劣的废丹火毒会暴露在丹药表面形成黑斑，此刻光是靠眼睛看，他没有察觉任何丹药有异常。他缓过神来，这是李清然背后那位前辈在给他下套。这些丹药必然是经过精心伪装的，一般人可看不出来。可是他是一般人吗？萧一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是先天乙木灵根，最适合炼丹师的灵根之一，天生就对灵草特别敏感。有些材料比较简单的丹药，他只需要闻气味就能将丹药用了什么材料分辨出来，这一能力同样可以用来辨别丹毒。比起嗅觉，他的味觉则更加敏锐。毫不夸张地说，在场的化神修士看不出来的丹毒他都能看出来。前辈，我若能看出丹毒，当如何？他并未立即答应，而是不卑不亢地看向李清然身后的虚空。今天他就要为云子墨、为张含笑还有小师妹出口恶气，给他赤霄峰争一口气。算你过关，清然的事本尊既往不咎。萧一峰很想问这前辈和李清然到底什么关系，还既往不咎上了，但理智还是控制住了他。
他躬身作揖，恭恭敬敬中含着半抹锋芒。前辈，若晚辈能辨认丹毒，那就请前辈亲自为我三师弟和四师弟疗伤，并向吴宗主求情，撤销对我三师弟的惩罚，如何？吴断天的脸色变了变，心道这萧逸风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还跟一名实力未知的老妖怪讲上条件了。清玄道人则是欣慰地捋了捋胡子，他是不信萧逸风给李清然喂毒丹的，而且现在萧逸风的表现很对他的胃口，这才是他清玄道人教出来的徒弟。陈怀安瞅着手机一阵寻思，目光落在萧逸风发现正常丹药的概率上，0%，这是游戏给出的评估。他有点无语，又有点想笑。这萧逸风不是找死吗？他有脑子吗？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他好了。于是他摁住传音符，行啊，没问题，我还给你3次机会，3次都没找出正常丹药，你就把10个丹药全吃了。青云宗广场上，所有人都眼巴巴等着虚空中那神秘修士的答复。萧逸风表面上很勇，实际心里也慌的一批，只能寄希望于这神秘修士不跟他这种小辈计较，毕竟刚刚那些话确实很不敬了。可虚空中缓缓传出声音来，你只有3次机会，若是不成，这些丹药你当尽数10支。萧逸风闻言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个自信的笑。前辈雅量，晚辈说到做到。他上前几步走到锦盒前，胸有成竹，先是把10枚大还丹挨着闻了几遍，脸上的随意逐渐被认真取代。从嗅觉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些凡品大还丹完全一致，这种一致体现在火候、结构、材料用量、材料的年份等等，给人的感觉就是这10颗大还丹是1比1互相复制的。可是这对吗？什么级别的炼丹术才能做到这种地步？萧逸风心头震颤，额角不自觉溢出汗来。清玄长老，萧逸风能行吗？吴断天不太懂丹道，但看萧逸风又是闻又是捏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放心吧。清玄道人两眼微磕，鼻子里嗤了一声，我这弟子可是先天乙木灵根，那人用这种方式考验萧逸风根本没有意义。吴断天哦了一声，大体的细节已记不住了，反正当初萧逸风拜山门的时候本来是拜他这里，结果半路被清玄道人截胡，因为这事儿他气得2晚上没睡着。陆长天听到清玄道人的话，顿时松了口气。筑基期修士的自我排毒能力相当于没有，要是萧逸风把9个毒丹全吃了，当场就算没废，后续要是不好好休养身体，也得半废这老妖怪，果然心思歹毒。陆长天望着李清然身后的虚空，冷笑道：李清然跟着这样歹毒的人，日后就算有什么成就，估计也跟魔修没什么两样了。躲在陆长天身后的慕白双翻了个白眼没说话，怕是没见过真正的魔修什么样吧。他们魔修可不会讲什么道理，看不顺眼直接杀，就算迫于无奈讲道理，那么此情此景，这10颗丹药都得是剧毒。时间1分1秒的过去，萧逸风已经不满足于用鼻子闻了，他开始每个丹药都舔2口，用小刀刮点粉末或者切开一角观察切面。一阵忙活后，他脸色越来越苍白，眼神也越来越迷茫。一炷香的时间到了，你可选好了？一个声音冷不丁传来，吓得萧逸风哆嗦了一下。他怔了怔，喉头上下滚动，目光最终落在其中1颗丹药上，眼神也跟着坚定下来。选好了，就是这颗。陈怀安看着萧逸风选的大还丹，当即冷笑一声。他这里其实还有瞬间替换的选项，6块钱一次。如果萧逸风真的运气逆天选中了那颗没有单独的大还丹，他也可以花钱替换成有单独的。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他充钱。萧逸风也不是什么运气逆天之辈，选的第1个丹药就是有单独的。他摁住传音符，既然选出来了就吃啊，愣着干啥？既已有定数，便服下看看。萧逸风，你还在犹豫什么？清玄道人斜了2弟子一眼，他已经迫不及待看到萧逸风打脸神秘人了。至于萧逸风脸上那便秘一样的神情吗？他只当是距离那神秘人太近，萧逸风紧张了。是，师傅。萧逸风把漫天仙神求了个遍，闭着眼将那大还丹一口服下，药力爆发极快。萧逸风闷哼一声，痛苦地捂住胸口，脸涨成了紫红色。他眼珠赤红，喘气如牛，正是丹毒爆发的特征，而且绝对是料很足的丹毒。为了避免经脉受损，他立刻就地盘膝打坐，调息体内灵气，用乙木灵气来逐渐化解体内丹毒。换成其他灵根的修士，此刻只能嗑药或者找长辈帮忙运功排毒。这吴断天看了眼旁边的清玄道人，发现这位长老的脸又黑下去了，黑得发青，跟头上的帽子差不多一个颜色，藏在袖子下的手都在哆嗦，显然气得不轻。你还有2次机会。李清然身后的虚空里，那声音平淡如水。四周围观的青云宗弟子和长老们知道，萧逸风第1次辨认失败了。萧逸风将丹毒暂时压制，睁开眼睛，脸色难看。他犹豫了片刻，对李清然身后拱手道：晚辈斗胆，想问问这10枚丹药中，当真是有1枚正常的丹药吗？怎么？
觉得本尊诓你。一声冷哼响起，威压降临，狂风席卷而过，将萧逸峰周围的台阶碾碎成渣。虚空中传来杀意升腾的声音：就凭你刚刚这句话，本尊杀你不需要理由。晚辈知错，请前辈息怒。萧逸峰赶紧低头，心惊胆战。他的余光瞥向清玄道人那边，却见自己师父正冷漠地闭着眼，似乎眼不见心不烦。宗主吴断天笑眯眯地看着李清然，眼神像在打量亲闺女。没人能帮他，师父和宗主都不愿意得罪那个神秘修士，现在只能靠他自己。萧逸峰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选了第2枚丹药。嗑药，火毒却再次爆发。你还剩一次机会。压制完火毒，萧逸峰伸出青筋暴起的手，颤抖着伸向8颗丹药。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火毒是体会如此痛苦，全身经脉和骨骼就像有一把插满钢针的刷子在反复刮擦。这种痛苦并不会一直持续，而是一阵接着一阵，如一条蛇般在全身四处游走，不给人任何适应的机会，只会不得安宁。这还是因为他是乙木灵根，他的灵气天生就有解毒和压制毒素的能力，可李清然没有。原来李清然被逐出赤霄峰之后，终日都在这般痛苦中辗转反侧吗？这神秘修士炼丹手段实在高明，哪怕他作弊般的切一点下来，常都辨别不了哪个丹药没有丹毒。既然如此，还不如随便选一个。萧逸峰闭上眼，也不挣扎了，随便拿了1枚。这小子运气不错啊，1/8的概率都让他选到了。陈怀安无奈氪金6块，扣款的瞬间，萧逸峰手里的丹药也同时被调了包。旁边的黑猫眼神诡异地看着陈怀安，这小子盯着那黑盒子在自言自语什么？该不会脑子有问题吧？难道说这黑盒子是某种能操控心智的魔器？有趣，有趣，就是不知道这黑盒子背后的魔和本凶兽比，谁又会更加邪恶？解。黑猫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尾巴高高翘起。萧逸峰将最后一次机会服下，火毒再次爆发。前面2次的火毒已经积累到极致，这第3次就像一朵引爆导火索的火种，前2次的火毒和第3次叠加在一起，彻底爆发开来。萧逸峰面如金纸，又赤红如潮，咚咚咚在台阶上连退数步，最终还是跪倒在地，仰头喷出一口黑血。诡异的是，那黑血居然见气化物，空气中弥漫着药渣和恶血混合在一起的腥臭，离得近的弟子们立马掩住口鼻。广场中心那道人影捂着胸口强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栽倒在地，抽搐几下没了动静。清玄道人，你这弟子似乎没有他自己认为的那么天才啊。虚空中响起一声轻嗤，还有7枚丹药没吃，你们给他喂，还是本尊亲自动手？陈怀安一点都不同情萧逸峰，李清然可是忍受了火毒3个月之久，身上的经脉已经被丹毒烧得发黑溃烂，与之相比，现在萧逸峰承受的这点痛苦算什么阁下？这弟子已经受到了惩罚，他现在火毒尸体情况非常严重，就不要再吃剩下那7枚丹药了吧。吴断天感觉旁边的清玄道人已经在暴走的边缘，赶紧出来打圆场。本尊让你说话了，坐下，你休要欺人太甚。清玄道人忍无可忍站起身来，剑却指着李清然，别以为本座不知道，你这10枚丹药全部都有丹毒，本座那2弟子根本就挑不出来，就算你想为李清然出气，未免也有点太过分了。况且我那2弟子就真的给李清然吃了毒丹。清玄长老，清然顶着化神后期的压力，绷着苍白的小脸，艰难地上前2步，像是要挡住身后虚空中的人。那双清冷的眸子凝视着自己曾经的师父，眼里却尽是冷到骨子里的凄然。晚辈自大比武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吃的唯一的1颗丹药就是萧逸峰给的大海丹。你放屁！清玄道人怒目圆睁，晚辈若有一句假话，以天道起誓，五雷轰顶。李清然3指对着天，天道的威压让他俏脸煞白，他甚至能清晰感觉到命格在亏损，曾经苦苦维系这些关系有多卑微，今日他奋不顾身的反扑就有多凶猛。青云宗上空本晴空万里，瞬间乌云密布，几条雷光在云层中闪烁，似在窥探，窥探无果便又随着乌云一并散去。清玄道人与李清然决然的目光对上，手里的剑颤抖，哑口无言。连续2次与那天机纠缠，命数必然亏损，李清然这是在搏命。即使如此，那毒丹就是萧逸峰故意给的，包括他让拿去给李清然的疗伤丹药，也并没有送到李清然手中。剩下的7枚丹药中，有1枚飘到清玄道人面前，压迫在李清然身上的威压也随之化解。虚空中那缥缈之音又道：是不是毒丹？阁下不妨试试。清玄道人望着眼前装着丹药的锦盒，眼里闪过一抹犹豫。我怎么知道你这丹？话音未落，锦盒突然打开，1枚大海丹嗖的一声射进清玄道人嘴里。虚空中斥道：给本尊吃！
看到丹药射清玄道人嘴里的时候，两个人哆嗦了一下。一人是宗主吴断天，一人是手机前陷入呆滞的陈怀安。刚刚游戏弹出提示是否将正常丹药主动递给清玄道人，他选了是，所以这就是递给吗？那么硬核的吗？这 NPC 真的不会暴怒吗？该不会突然出手引发 bad end 吧？吴断天则是在震惊陈怀安的粗鲁，身为大修士居然做出将丹药强行塞进别人嘴里的事，实在是有辱斯文，相当炸裂，令人惊喜。李清然已经傻眼了，一根呆毛在脑门上竖起，呆呆的。清玄道人喉头滚动了一下，大海丹下了肚子。他正要怒火攻心，大还丹的药力就扩散开来，其中没有哪怕一点丹毒，显然正如那神秘修士所说，并没有耍诈。萧一峰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清玄道人心情复杂，被怒火冲昏的头脑也冷静了些。他总不能说这丹药里就是有丹毒来扭曲是非吧？所有人都明眼看着，这脸已经丢到家了。眼下这修士境界不明，还在暗处，他要是抱起还没打过，那以后就别在青云宗待了。算了，最后再忍一手。清玄道人深深吸了口气，僵硬的脸抽搐两下，嘴里挤出句话来：这大海丹内确实没有丹毒，本座没教好徒弟，倒是让阁下看了笑话。不过萧一峰丹道天赋绝伦，假以时日，若能有所成就，到时候再跟阁下讨教。清玄道人的话很委婉，意思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徒弟版。陈怀安听懂了，对清玄道人话里话外的示威嗤之以鼻。等你徒弟有所成就，我早就把清然宝宝刻成剑仙了。师傅不必等那么久，今日我就好好讨教讨教。众人听见一串脚步声，纷纷侧目，见陆长天走上广场台阶，站定在李清然面前。他从剑鞘中缓缓拔出飞剑，身上气势逐渐升腾，锋利的眼神锁定李清然。赤霄峰大弟子，筑基大圆满，在不到30岁的修士中，这般境界已是天纵之才。两人沉默对视，已是剑拔弩张，心弦绷紧。陆长天的长袍鼓动，似有大风灌入，他的瞳孔深邃，含着怒意和憎恨。待气势攀登到巅峰之际，却又逐渐内敛向下压缩，直到炼气7层才停下来。师妹，我依然愿称呼你一声师妹，但我称呼的是曾经的你，而不是现在面目可憎的你。若不是你，张含笑、云子墨、萧一峰不会伤成这样，赤霄峰和师傅也不会因此受辱。但我不愿称你为师兄。李清然拔出素弦，剑尖斜对着陆长天，剑刃上倒映着一双被霜雪覆盖的眸子。我从擂台上跌落那天，陆长天就已经死了。你伤害小师妹，这是你罪有应得。我若想伤害慕白霜，你们根本反应不过来。那时我筑基，他炼气，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想伤他，你们拦得住？诸位长老和宗主都不在，就凭你们和一个金丹期的外门长老，休要辩解，让我看看你的剑有没有你的嘴皮子利索。陆长天欺身而上，剑气如雪，寒意森然，正是慕白霜常用的剑招揽霜雪，同样出自小无相剑法。这剑招也是当日擂台上慕白霜所用。彼时慕白霜是炼气7层，他就把修为压制到炼气7层。他精通小无相剑所有剑招，慕白霜当时用过什么，他就用什么。倒要看看是不是如李清然所说，只要他想，他们就拦不住。李清然同样察觉陆长天的想法，他躲过一道扫来的剑气，身影一晃，素弦剑刺向一处无人之地。身化霜雪的陆长天出现在那片空气中，他眉头紧锁，目光凛然，一个鹞子翻身躲过素弦剑，暗叹什么时候李清然的反应变得那么快，又感到头皮上方凉意袭来，立马举剑格挡，一股大力轰在剑上，却一闪即逝。待他旋身抽出一记阴险的鞭腿，李清然已经翩然退出3步。在陆长天尚未收腿的瞬间，挺剑再刺，剑光如雨，其势剑急。他所用剑招同样是当初擂台上对慕白霜用的小无相剑第6式与淋漓。压制境界太多，陆长天的身体跟不上脑子的反应，也未曾想李清然的剑居然那么快，哪怕再了解小无相剑，也只能仓促应对。雨淋漓最高持续刺出49剑，记忆中李清然找他练剑，这一剑招从未施展超过30剑，只要撑过30剑，来不及再多想，一抹凌厉的剑光突兀映入眼帘，快到极致。这剑光从天而降，后面跟着一团模糊的倩影，暴雨倾盆，剑势如瀑。那剑影组成的雨幕中，竟有一丝微不可察的剑意孕育。蓄势49剑后，猛然刺出，势如破竹。当，陆长天的剑脱手而出，他跪在地上，瞳孔震颤，呆呆地望着跟前那熟悉又陌生的少女。素弦冰冷的剑刃早已横在脖间。为何你能刺出雨淋漓这最后一剑？为何？李清然的声音似在叹息，又似在自嘲。陆长天，
我其实早就会了，只是你的耐心从不让我刺到最后一剑。陆长天怔了怔，记忆中是什么时候开始，师妹找他练剑，他却越来越不耐烦了呢？明明是他让师妹经常与他切磋，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呢？他不再耐心未招，不再每天等待李清然来演武场。曾经李清然哪怕笨笨的他也会笑着鼓励，细心复盘。后来李清然再怎么努力，在他眼里却是漏洞百出，是愚蠢，是没有见到天赋。哼，原来如此，原来变的不是李清然，而是他。筑基期的李清然真要伤害慕白霜，他们根本拦不住。从始至终，他们只是在发泄，是因为没有索取到更多在发泄他们的不满。李清然从始至终都把他们当作师兄，当作亲人，他们却在李清然的一声声师兄中迷失自我，一切都变成了理所当然。陆长天悟了，要杀要剐随你便，这是我欠你的。他没脸再跟李清然，只是低着头叹了口气，你自废丹田吧。李清然收剑转身，只留下一个纤弱笔直的背影。陆长天抿了抿嘴，拳头攥紧，又缓缓松开。如果我自废丹田，你能原谅我吗？清然，你能回赤霄峰吗？那个摇曳的身影头也不回。寒风刺骨，风里噙着两个决绝的字眼，不能。帅。手机前本来还有些紧张的陈怀安顿时一巴掌拍在大腿上，要的就是这种感觉，狠狠打脸，全部一耳巴子甩回去。结，不愧是我的清然宝，钱没白充。他还真有点怕游戏制作方搞什么幺蛾子，比如整个李清然于心不忍的心软剧情，然后被哄着回到赤霄峰，演绎出师兄全部悔改追师妹火葬场的戏码。那么他这个前辈大概就会在剧情的影响下成为扶持赤霄峰和青云宗的道具，想想就特么恶心。这和 NT2 有什么区别？好在游戏制作者是个脑子正常的。感谢您对本游戏的支持，您的专属游戏头盔已送达。一个窗口弹出来，门口也跟着咚了一声。陈怀安一个弹射起步飞到门口，打开门环顾四周，熟练低头，嗤笑一声，抱起盒子回到沙发。打开盒子，里面是个形如摩托车头盔，但看起来更有科技感的黑色游戏头盔，上面还有电子女友的游戏 logo， 旁边是个 Q 版的小李清然。陈怀安缓缓打出个问号，旁边的黑猫也缓缓打出个问号。陈怀安，这玩意儿戴在头上不会爆炸吧？有点可疑啊，这游戏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需要用到游戏头盔的。黑猫，没看错的话，这玩意儿是个残缺的仙器吧？这大佬怎么回事？他是祖龙什么人？陈怀安看了旁边的黑猫一眼，疑惑道：你哆嗦啥？黑猫喵了一声，低头不太熟练地舔起爪子。他只是个小猫咪，他永远都只是个小猫咪。他懂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陈怀安最终还是把头盔戴在头上，他可以不相信游戏制作方，但他相信冲进去的30多万。电子女友连接中，漆黑的画面一晃，陈怀安傻了，他看到李清然一步步走到自己面前，环顾四周，不正是青云宗广场吗？我勒个豆，这 VR 技术那么强。陈怀安以前去体验馆玩过最新款的 VR 头盔，确实画面做得很真实，但还是有明显的割裂感。可是电子女友这个游戏就不一样，它是真的身临其境。要说有什么割裂的地方吗？也不是没有。虽然画面和环境音效那些都非常逼真，就好像李清然真的站在面前，皮肤下细小的血管都能看到，甚至能听到沙子滚动的声音，但总感觉还是隔着一层膜，触碰不到游戏里的那个世界。即便如此，陈怀安也满足了。30万不亏，一点都不亏。以后买个飞机上用的保温杯，直接就是起飞。今日我陆长天自废丹田，一位赎罪，二位获得清然师妹的原谅，虽死无悔，还请师父成全。陆长天站起身，正要自废丹田，头顶却响起一声暴喝，接着身体就不能动了。孽障，本座辛辛苦苦将你栽培到如今这地步，你却要为了一个人将你的丹田和修为废掉，窝囊废，给本座滚去撕过牙面壁！在亲传大弟子即将自废丹田之际，清玄道人终究还是坐不住了。陆长天是他最喜欢的弟子，萧逸峰次之，排第3的是慕白霜，倒不是因为慕白霜有什么天赋过人之处，主要是会说话讨人喜欢。陆长天作为他的第一个弟子，他投入的心血何其之多，怎能眼睁睁看着陆长天自废？陈怀安一看，这还了得，游戏制作方最终还是忍不住喂食了。您的角色投影已激活，可自由行动，化神大圆满状态剩余21小时，您可自由对话。请注意，您的所有语言和决策将会影响剧情走向，您的言行代表您的形象，请三思后言。陈怀安一看，嘴边的甘霖酿赶紧咽回去，面色一正，冷哼道：本尊说过，今日之事谁都不能插手。清玄道人，
勿谓言之不预也。书到用时方恨少。陈怀安只觉得词汇量实在有限，只能尽量憋。而随着这话一出，整个青云宗广场上的气氛瞬间低沉下来。清玄道人沉默不语，只是拔出清玄剑，化神后期的气息如浪潮汹涌，周身灵气激荡。他的帽子落在脚边，衣袍和头发在无形的气息中狂舞。清玄长老，有话好好说啊！吴断天是最不想看到两个修士打起来的，这里是青云宗，打坏了他吃亏。再说他还等着那神秘修士帮赵灵天治疗丹田呢，这要是结了仇，还谋划个屁啊！陆长天乃本座大弟子，本座岂能坐视他丹田被废？清玄道人逼音呈现，对吴断天说：“他绝对不是合体期，关他和李清然的关系，就算无师徒之实，也有师徒之意。既是师父为徒弟出头，若真是为合体境大修士，用得着这么弯弯绕绕？”清玄道人语气决绝，铁了心要死保陆长天。吴断天叹了口气，清玄道人的话他怎会不懂？大家眼右不瞎，对方显然也顾及青云宗的实力，不会轻易出手。可他并不在意这些啊，对方是什么实力境界无所谓，他只在意对方能不能帮赵灵天恢复丹田，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吗？无话可谈。清玄道人依旧冷着脸，直接放出了声音：“罢了罢了，那就打吧。”吴断天劝不住，干脆摆烂，打得山门破碎，打得老祖出山，到时候苍云界正魔两道都看我们青云宗笑话。很好，那就看看今天这事，等有没有资格插手。李清然身后的虚空扭动起来，从中传出怒意升腾的冷哼。比清玄道人身上更加骇人的威压降临在所有人心头，一人影逐渐在虚空中浮现，悬衣白发，手持一黑灵长剑，神光朦胧的脸上五官看不真切，只知俊逸非常，倒是一双金色的树瞳分外威严，只与之对视都叫人心慌。他悬停在李清然身后，随着身体彻底凝实，吼！空中闪过一道炸雷，只见一头黑龙虚影从这人身后窜出，围着这人身体盘旋，张牙舞爪，威势赫赫，最终与那柄黑灵飞剑部分相融，宛如那飞剑的剑魂。前辈李清然双眼紧盯着已经站到他身前的陈怀安，哪怕只能看到个侧脸，却连呼吸都忘了，只是俏脸越来越烫，脑子一片空白。丫头退后，本尊要开始装，嗨嗨，杀人了！李清然紧张，陈怀安也紧张。他现在视野右边一片眼花缭乱的技能栏全亮，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技能是啥，根本没有时间了解，就已经被赶着鸭子上了架。关键还戴着 VR 头盔，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增添几分心头的紧迫。他都不敢看李清然，刚刚看了一眼，太好看了，长得真牛逼。有 VR 和没 VR 简直两码事，他怕自己盯着一直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应该怎么操作？哪里亮了点哪里。可是这特么全亮。下面开始新手战斗教程。陈怀安视野中出现一个游戏框，他心头狂喜，太好了，是傻瓜教程，我们有救了。下一秒，周围的一切陷入静止。陈怀安知道进入教学了，立马扭头盯着李清然一阵猛看。这叫脱敏训练。本游戏采用最新脑神经映射技术，玩家可以通过意念直接操控角色做出任何动作。眼前出现一个水波般的镜子和一个假人木桩，陈怀安依依不舍地从李清然脸上挪开视线，对着镜子试着做了个剪刀手。仙气飘飘的化神期大圆满修士做出这样的姿势还是非常违和的，他立马恢复正常那副仙风道骨的样子。进入角色之后，他不自觉的就装起来了。本游戏会将您可以使用的功法、心法以及对应的效果映射到您的脑海中，请放心，这并不会对您的大脑造成负担，随着映射的次数增加，它们将逐渐成为您的一部分记忆。请您攻击面前的假人。陈怀安寻思了一下，对那假人挥出一剑，假人直接碎了，没有任何打击感反馈，像切豆腐，轻飘飘的。请你使用一次功法技能。假人再次生成，陈怀安脑子反应了片刻，使用青莲剑点第一式长风破浪。银，随着一声剑鸣，陈怀安身随剑动，剑出如龙，眼前只看见雪亮的剑光闪过，那木桩已经四分五裂，下一秒他就已经回到原位，而木桩附近居然还留着一道水汽组成的残影，保持着他刺剑的姿势。这时候长风破浪的二段还亮着，掠影杀，顺身回到残影位置，再次一剑。卧槽，牛逼！陈怀安没啥文化，但他懂得赞美。想不到青莲剑点第一式就这么诡异，那必须要好好练出来，交给李清然了。教学结束，祝您游戏愉快。周围静止的一切重新鲜活过来。陈怀安目光锁定不远处的陆长天和清玄道人，原本茫然的眼神已经被自信取代。清玄道人是吧？喜欢插手是吧？陈怀安冷笑一声，对于这种顽固不化的老骨头就应该直接丢大招。脑海中浮现出青莲剑点第10式跃出天山，主要11和12是锁着的，
化神大圆满根本用不出来，不然他今天非得把银河插在清玄道人脸上。黑灵剑出鞘半寸，剑光如尘，肆虐的剑意从剑鞘中吐露，将周围的空气切得嘎吱作响。清玄老狗，想护住你那徒弟？陈怀安两眼金芒一闪，那就接本尊这剑。银剑鸣如雷，青云宗上大殿门前，有抹月色平地而起，公子无双，剑意如虹。所有人都震惊在那一轮圆月之中，尽皆失语。吴断天踉踉跄跄地站起身，难掩失态。清玄道人手里的清玄剑微微颤抖。青云宗山体深处，隐蔽的洞天福地内，一满头白发闭目打坐的老妪眉头突然锁住。李清然痴痴仰望月色，圆月中有人剑舞，恣意癫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飘渺之音在月色中传来，余音贯耳，却不显得聒噪，反而令人目眩神迷，渐渐沉溺其中。月中剑舞如梦似幻，有寒光凌冽飞射，刺破云海。突然剑势一变，急如奔雷。又听那飘渺之音大笑，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宁，高天之上，剑意峥嵘。那剑舞的身影停住，手中飞剑轻飘飘往下一展，噌，云海左右分开，天地一清，月色更浓，无边的杀机却也笼罩而下。吴断天心惊肉跳，脸色煞白，慌忙对左右吼道：不好，快去稳住护宗大阵，让弟子立即从广场撤离。方才那神秘修士现身的时候，看气息只是个化神大圆满，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太当回事。本以为清玄道人就算不敌也能周旋一下，大不了他就让长老们帮帮忙。谁曾想对方剑招刚起，光是剑意就已经让他从头凉到脚。这人莫不是剑阁隐士的老怪物吗？居然能使出这般恐怖的剑法。众所周知，修士多用剑，但纯粹的剑修却很难有所成就。可一旦有所成就的剑修，那招式的破坏，立苍云界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无时多想，那剑已然落下，直指清玄道人。月色的清冷与剑意的凌冽融为一体，远看尚有形体，可及到近处，视野之中只剩一片银白。清玄道人握着剑，分不清眼里是月光还是剑光，前后左右皆被笼罩，避无可避，只能咬着牙使出大无相剑最强一剑揽星河。清玄剑身带起一抹星光，灼人眼球。这本是声势浩大的一剑，在月光中却显得幼稚可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星光在皓月面前只能被吞噬消融。圆月消失，青云宗广场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剑孔，越靠近中心越是密集。清玄道人满身是血，用剑支着摇摇欲坠的身子，陪伴他上百年的清玄剑已是千疮百孔，连同他那布满剑痕的身体一般，仿佛只要动一下就会支离破碎。一道月光落在清玄道人身后，陈怀安从月色中走出，看都不看那跪在广场中心的血人一眼，只是缓步走到陆长天跟前。你自己来，还是本尊帮你？陆长天仰望着陈怀安，脸色越发苍白，他喉头滚动了一下，艰涩道：我自己来。灵气逆行而下，随着一声闷响，陆长天捂着丹田，在地上疼得满地打滚，刺耳的哀嚎在广场上回荡。清玄道人的身体动了动，想要站起身，挣扎了两下，却还是跪回血泊里。冤有头，债有主。陈怀安走到慕白霜面前，凝视着这模样娇美的少女，那双金色的树瞳里只有淡漠。此刻这女孩像个受惊的小鹿般，满脸惊恐地看着他，嘴唇和身体都在哆嗦。那我见犹怜的样子确实诱人，仿佛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将其撕碎。但陈怀安的额角却落下一滴汗来。慕白霜女负347岁，化神中期，自我封印中天生媚骨。两个坏消息：第一，这是个极品隐藏老怪物；第二，为了装波大的，他的蓝已经空了。两人对视了一会儿，陈怀安缓缓开口：李清然的水灵根交出来。前辈，你交还是不交？望着那对杀意弥漫的金色树瞳，慕白霜咬了咬牙，心里认真掂量了一下，如果不交，势必要解除修为封印，跟这怪物般的剑修打一架，不仅暴露身份不说，对方万一还有余力，他不是白给吗？他必须活下去才能帮到少主，他不能暴露身份。左右不过是个水灵根，对少主无用，他也不稀罕。我给。慕白霜装作委屈的样子，对陈怀安挺了挺胸脯，偏过头露出白皙的脖颈，娇俏的脸上满是凄然，说话间眼里已是落下泪来。前辈直接取吧。不愧是天生媚骨。陈怀安无语。请选择要取出的灵根。丹水灵根来自李清然，土木霜灵根来自杨天。好家伙！陈怀安心里直呼好家伙。虽然不知道这妖女是怎么藏着之前那组灵根不被清玄道人发现的，但现在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两个都拔了，结。
既然是个隐藏身份的妖女，她敢说什么吗？敢暴露吗？陈怀安两个都选。只见慕白霜小腹亮起2团光，她直接伸手一捞，那手居然毫无阻碍透体而入，2个光团全部拔出，再往背包里一塞，同时递给慕白霜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慕白双人都傻了，失去灵根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恐惧和骇然才更令他头皮发麻。他天生媚骨，本就没有灵根，后剥夺他人的灵根所用，又修了一卷天魔宫中隐藏灵根的法门，按理说和道都不可能看出来他的底细，这人怎么？他回味着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只感觉毛骨悚然。这修士不会是看出什么来了？可是既然看出来，为何不揭发？难道他也是魔修？慕白霜心乱如麻，抬眸想再去和陈怀安眼神确定一下，却发现陈怀安早已转身朝李清然那边走去。人也揍了，仇也报了，该拿的也拿了，蓝也打没了。陈怀安准备带着李清然跑路。从清玄道人身边经过的时候，他琢磨着要不要给这半死不活的老东西补一刀，随即就感觉周围有多个化神后期的契机锁定了这边。吴断天没说话，但陈怀安能从这沉默中读出一些信息，适可而止，否则不死不休。也罢，清玄道人这老东西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顶多算个教徒无方。清然，我们走。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不知何时，清玄道人身边已经站着一名白衣老妪，他杵着个龙头拐杖，浑浊的眸子盯着陈怀安，身上没有一丝气息波动，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出现，无声无息的站在那里，似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隔下来我这青云宗打砸一番，拍拍屁股就想走，这恐怕说不过去吧。老妪龙头拐杖往地上一杵，咚，青色的波纹如水面涟漪般扩散开来。四周几个青云宗化神后期的长老连同吴断天皆双膝跪地，俯身叩首。宗门大殿前噤若寒蝉，一片死寂。陈怀安脚步一顿，暗道终究还是来了。隐藏 BOSS， 修仙小说的常见桥段，写在书里甚至都会被认定为毒点的宗门老祖。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打了老的，来了复活的。天下无敌，天上来敌，无限套娃，无穷匮也。若是别的玩家，这个时候可能只有逃命或者剧情杀，但他陈仙尊不一样，他有钱。你就是隐藏在青云宗内的老怪物吗？呵呵。陈怀安只微微偏头，半张脸笼罩在阴影里，唯有那只树瞳依旧灼人。这话一出，全场皆惊。李清然默默地望着陈怀安，总感觉前辈的说话方式和露面之前有很大的区别，但这不重要，他只知道自己心跳很快。吴断天和诸位长老瞅着陈怀安一副看傻子的眼神，装死的张含笑扒拉开一只眼睛，陆长天也不打滚了，慕白双瞪大眼睛掩住小嘴，就连半死不活的清玄道人都抽了抽嘴角。青云老祖合体境大修士居然叫他老怪物，虽然他确实很老，可基本尊重的有啊，更何况你一化神大圆满在狂傻，只差一境，那也是天差地别。你叫我老怪物？青云老族眼尾的皱纹狂跳，嘴角却咧出个笑来，只是那笑里没有一点笑意，尽是阴森和杀意。没错，老怪物。陈怀安心里一点不虚，但这话说完，他感觉对面这隐藏 BOSS 差不多要动手了，是时候启动金钱的力量了。于是心头默念，给本尊把境界提升到合体境大圆满。既然是脑神经映射技术，那么应该能捕捉他的意识流。正如他所料，这游戏确实捕捉到了，却弹出个提示框：境界暂未开放，且您的余额不足。陈怀安，那就给本尊提升到合体后期。境界未开放，余额不足；合体中期，境未开，钱不足；合体前期，未开，不足。陈怀安，完了，记了，斯巴达了。意念的交流不过一瞬间，而对面的青云老祖已经周身灵气翻涌。只见一尊面容青黑、苍发赤目、面容威严、由青石组成的巨大法相在他身后直立而起。那法相生有6臂，分别手持剑、刀、枪、瓶、盾、扇6种法器，举手投足间威严赫赫，直接亮法相了。陈怀安脸上镇定，心里慌的一批，不会真触发剧情杀吧？您激怒了隐藏 BOSS 青云老祖，您有3个选择可多选。一个游戏框弹出，陈怀安即将佝偻下去的腰板立马挺直。本月限定充值18，获得一张千里神行符，逃离战场。超值0，00夭折特惠充值88，临时获得合体后期境界威压，持续30秒。超值特惠充值188，提升魅力值，青云老祖对你刮目相看，你攻略青云老祖的成功率得到提升。不是，第3个选择是认真的吗？陈怀安仔细一琢磨，异界版绑富婆，要是没有李清然，他包秒选的。这只是个游戏，
有大腿抱当然要抱大腿啊，反正游戏角色只需要享受富婆快乐钢丝球和数值的飙升就好了。身为玩家的他要考虑的就太多了，而且还能提升魅力值。但现在嘛，陈怀安两眼一眯，在青云老祖即将暴走之际，直接充值294，全血。刹那间，青云老祖死死盯着陈怀安的目光猛地一顿，他恍惚觉得那张被神光笼罩的脸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子浩，是子浩吗？不，子浩已经死了，他不可能是子浩，可是气质真的好像。青云老祖原本渐渐拔高的气势，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衰弱下来。吕子浩，青云老祖曾经的道侣，苍云界前10美男子，但由于天赋实在太差，哪怕青云老祖找了各种天才地宝，还是没能让其突破到化神为其延寿。原本青云老祖不是这副老妪的模样，修仙之人驻颜有术，只要他想，谁都看不出他什么年龄，哪怕他1000岁、10000岁，都能像个28年华的小姑娘一般鲜嫩多汁。他只是心死了，可现在早已死灰般的心却冒起了一丝火星子。然而下一秒，这火星子就被对面一句话掐灭。老妖怪，你合体境就很厉害吗？陈怀安淡笑一声，话罢他的气息终于不再掩饰，猛地向上拔升。合体后期，整个青云宗广场像是被一座巨山镇压，笼罩上一层阴影。2尊合体期修士的威压让那些化神期长老头都抬不起来，跪在地上的双膝都陷入石砖之中。陈怀安身后，一头比之青石怪人更大的黑龙法相盘旋而出，龙吟震耳，威严如玉。那一对金色的树瞳恰似2轮烈日，连太阳的光辉都被掩盖。这个时候，我似乎应该作诗一首。陈怀安眉头一皱，心里突然爆发出这种古怪的冲动，可惜肚子里墨水空空，总不能张口一句卧槽牛逼，索性闭口不言，维持高冷。殊不知旁边的李清然眼里已经在冒红星了。你竟也是合体期？青云老祖心神更乱，这人身形气质都和他那已故的道侣很像，实力又和他相当，今日这场子还找吗？若是找了，以后和这人还能搞好关系吗？若是不找，青云宗颜面何在？青云老祖在纠结，陈怀安在卡时间。眼见30秒就要过去，他主动扔出个台阶。今日本尊来青云宗，也算是见识到大宗气度，冤有头债有主，本尊无意再惩戒他人，现在因果已清，本尊就不多留了，告辞。还有5秒，陈怀安直接拿出千里神行符，想去拉李清然的手，却没拉住，直接穿了过去。好在神行符把2个人都包裹在内，阁下可留姓名。青云老祖眼神追随着那威严的背影，目光盈盈波动。剑门，陈怀安。唰，陈怀安和李清然的身影瞬间消失。剑门，莫非是隐世宗门？青云老祖心里五味杂陈，却也没有追上去。那修士实力很有可能还在他之上，既然对方已经给面子了，再赶上去送就不礼貌了。他转身走到清玄道人身边，龙头拐杖点在清玄道人的肩膀上，青色的光辉将清玄道人笼罩，他身上的伤势逐渐愈合。半晌，缓过气来的清玄道人艰难抬起头，望着老妪：“娘，闭嘴，滚去撕过牙面壁。”老妪冷哼一声，擦身而过，没走2步，复又转身回来，冷着脸道：“半个时辰内给我送2炉驻颜丹上来。”清玄道人，对了，还要牛奶玉和洛神花。清玄道人，不开玩笑。清玄道人觉得自己妈要没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但青云老祖的命令不敢违抗，哪怕身上伤势没有完全复原，也只得奉命行事。倒是没想到那人是个合体期大修士。清玄道人唏嘘摇头，既是合体修士留他一命，就是手下留情，是顾及青云宗的面子。他心里也释然了，被压制境界的合体大修士一剑秒了又如何？他的惨败与有容焉，一般化神在那惊天一剑下估计早被碾碎成渣。师父，我这丹田。陆长天踉踉跄跄走到清玄道人面前，脸色惨淡：“你这丹田为师也没办法。”清玄道人眉宇间尽是不耐和厌烦：“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早知如此，你们何必欺辱清然那女娃？还跟我说她故意要伤木白霜，让我把她灵根拔了，现在后悔了，知道来求为师了。”陆长天低着头，哑口无言。清玄道人到底不忍心看着自己最喜欢的徒弟就这么废掉，摇头道：“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走。要么转体修，体修横练一身骨肉，以力破万法，以你的天赋也能有所成就。但青云宗没有多少体修法门，包括整个苍云界都很少，这条路很窄很难走，需要你自己摸索的东西很多。要么就是第2条路子，提前为中州秘境做准备，这次会有一大一小2个秘境。师父，我愿意进入大秘境。”陆长天立刻作揖，神情坚定。清玄道人抬起剑柄敲在陆长天脑门上，怒道：“
蠢货，那是元婴以上修士进去的地方，你去了必死无疑。我提到秘境是要告诉你，这次各大圣地会来挑选人才，若你在小秘境中表现优异，或许能被圣地看上，这样你就能获得一桩机缘，说不定能把你的丹田治好。陆长天闻言豁然开朗。苍云界三大圣地，瑶池、真武、梵境，其中强者如云，更有很多在苍云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些人手段通天，或许其中就有哪位有混元补天丹，或者有完整的体修炼体系呢？那样他丹田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清玄道人瞅着陆长天脸上的喜色，心头一暗。圣地挑选天骄弟子都是有标准的，丹田破损的陆长天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看上？难。不远处打坐疗伤的慕白霜竖起耳朵一阵打听，中州秘境的事情他当然知道，这可是1年1度的盛事，很多上古功法、上古法器、丹药都会在秘境中出现。毫不夸张地说，若是能得到里面的好东西，哪怕一个普通人都能摇身成为各大门派趋之若鹜的天才修士。李清然应该也会去中州秘境吧？慕白霜心里一阵寻思。太阴道体和张寒笑身上的乌金寒玉对少主非常重要，搞到乌金寒玉对他来说不难。张寒笑现在正好受伤，他趁机再跟这位师兄好好温存温存，这块宝玉就基本到手了。至于太阴道体嘛，之前李清然在宗门内他一直不好动手，原本的想法是让李清然死在外面，他靠天魔噬骨秘法将太阴道体剥夺到自己身上，结果李清然遇到那名高人，不仅没死，还修复丹田，破了他中的心魔。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出了这青云宗，若在秘境中相遇，一个小小李清然不是随便拿捏。那位合体期的大修士就算再闲也不可能一直盯着李清然，毕竟像这种修士没事儿就爱闭关打坐，他敢在青云宗待着，就是因为青云老祖10年半个月都不会出关一次，而只要不在这老祖面前晃来晃去，隐藏身份还是没问题的。你是清玄的徒弟。正当慕白霜这么想的时候，旁边突然响起个苍老的声音。慕白霜浑身一震，鸡皮疙瘩和汗毛都起来了，他看也不敢看那人，只是跪地叩首，弟子慕白霜拜见老祖。青云老祖眼眸沉着，没说话。慕白霜咬着下唇，视野里只有青云老祖的鞋和拐杖，汗水顺着脸颊一滴滴往下落，只感觉度日如年。正当他怀疑青云老祖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他要不要拼死反抗一下的时候，青云老祖发话了。李清然的事情我知道一点，慕白霜，修行就好好修行，若在心术不正，我不介意帮我那逆子清理门户。话罢，青云老祖杵着龙头杖一蹦一跳的走了，很有少女味道。像慕白霜这种喜欢挑拨离间的女弟子他见得多，曾经他还只是个弟子的时候，玩的手段不见得就比慕白霜少。他现在正迫不及待焕发自己的第二春，一个炼气期弟子敲打就行，懒得理会。与此同时，另一边陈怀安带着李清然从千里神行符中出来，他瞅了眼地图，发现从地图上看根本就没离开青云宗多远。本尊曹了，这牛鼻子地图的有多大？为了避免青云老祖追上来，陈怀安用隔空取物拎住李清然，biu的一下就上了黑灵剑。趁着化神体验卡还有时间，他必须带着李清然飞远些。化神强者飞行速度有多快？陈怀安感觉跟战斗机有的一拼，他没坐过飞机也没个对比。就在他感叹这游戏真牛逼的时候，身后的李清然已经被狂风吹得睁不开眼。他望着前辈的背影，想说话求助，可一张口，嘴巴就被吹成了喇叭花。为了避免被前辈看到狼狈的模样，他只能赶紧闭上嘴，心里却是一阵困惑。前辈踩飞剑的时候都不开防风阵的吗？难道是因为这样吹起头发比较帅气？不，前辈不可能这么肤浅，前辈定然是在感受风的律动，感受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大道法则。李清然啊，李清然，和这样的前辈相比，你还是太差劲了。就这样，你还想成为前辈的徒弟？哎，也不知道前辈有没有徒弟，有没有女徒弟？有几个女徒弟？李清然望着前面狂舞的白毛，即便自己的头发已经被吹得糊了一嘴一脸，却还是心里软软的。管那么多做什么？前辈怎样都对，有100个女徒弟也是应该的。西嘶，这风吹得还挺冷。陈怀安搓了搓手，稍微降低速度。都修仙了，飞剑就不能自带温度调节吗？给他清然宝冷到了怎么办？一点都不玄学。恭喜您协助电子女友完成主线任务1，您获得奖励雷火符10张已送达。呵，区10张雷火符，打发叫花子呢。陈怀安撇了撇嘴，他陈仙尊缺这玩意儿吗？殊不知酒店的房门突然咚了一声，黑猫从鞋盒里探出头，仔细探查了一下门外物件的气息，顿时浑身一震，猫眼瞪圆，又哆哆嗦嗦地缩回了鞋盒。主线任务2，
请帮您的电子女友在新的托管所立足。托管所？陈仙尊脑子一懵，差点没从飞剑上栽下去。前辈，您以前来过天泉城吗？前辈，您看这个好有趣，小时候爹娘给我买过呢。前辈，您有什么爱吃的吗？晚辈知道这里有个特别棒的酒楼，对不起，亲然忘了你已经辟谷了。前辈，这条路是通往飞龙关的，爹娘那时经常说，从这条路离开的人大概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李清然转身面对陈怀安，却只是低着头，手捏着衣角，额前的碎发随着风儿荡着，睫毛下一闪一闪的，是难以诉说。天泉城，李清然曾经的家乡，如今早已改朝换代，城主更是换了2批。站在城门前，面对来往的车水马龙，李清然的声音酸酸的：“前辈，您……”他不敢抬头，怕让前辈看到他泛红的眼。本尊，陈怀安手足无措，因为他现在的行为和把小孩扔进托管所里，只顾自己轻松的父母长辈没有任何区别。一来是为了给对方普及斩妖司的存在，二来也是为了防止对方成为祖国人。最近几年各种诡异连环，杀人案频发，有些是妖干的，有些就是获得非凡力量的人干的，甚至这些获得异常力量的人类比起妖都要来得更为恐怖。符箓还给陈怀安了，即便有着一张青春无敌可爱萝莉脸，他也没能把符箓给赖下来。不过他并没有放过陈怀安这个隐患，今天追踪陈怀安住到陈怀安隔壁，也是为了确定陈怀安到底是以上哪种情况。如果对方只是个普通人，偶然获得了那些符箓，那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危险的东西回收，比如花钱买过来。当然他承认这些宝贝符箓他也很眼馋。来到419房间门口，000看着对面紧闭房间门的418陷入沉默，门上端端正正贴着一张符箓，正是山上炸死狼妖的那种。嫩娘的，所以他到底会不会用啊？000抓了抓脑袋，他觉得自己快抓狂了。万一对方真是隐藏身份执行秘密任务的大佬，他贴上去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算了，先住几天观察观察再说。与此同时，418房间内，陈怀安把刚买的曹黑压分了一半给吧唧，然后美美的给手机插上电，开机打开电子女友。昨晚上经历了一堆破事，下半夜他是在检察局度过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被野兽袭击要去检察局做笔录，而且周围还有大量的警卫包围，整得跟恐怖分子袭击一样，也是开了波眼界了。清然肯定拜入灵犀谷了，陈怀安心里念叨着。灵犀谷啊，一听就是那种有很多妹纸的宗门，那岂不是可以大饱眼福？然而打开游戏，没有预想中的青砖瓦砾、古色古香，没有荷塘月色、花团锦簇，只有举目破败、满目疮痍。这特么给他干哪来了？这是灵犀谷，传说中全是女子的一休宗门。闹呢，这宗门的牌匾都碎了，上面的字儿都看不清了。陈怀安缓缓打出个问号。这时一个游戏提示弹出来，您的电子女友李清然已加入宗门剑阁，剑阁门内皆为剑修。因剑修的特殊性，该宗门也被称之为苍云界最穷宗门。陈怀安，天机推演呢？滚出来！他要申请残障人士退款。半日前，弟子清然拜见宗主。李清然对着苏祈年盈盈一礼，他已经通过剑阁的各项检测和考核，成功拜入剑阁。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为了抢灵石，剑阁一共4名长老全都出动，带着他飞的那个，则是剑阁大师姐苏祈年的亲传大弟子玄武剑岳千池。剑阁弟子稀少，宗门建筑破败陈旧，处处透着寒酸。一路走来看到的剑阁弟子不过100余名，而且给人感觉似乎都有点神神叨叨的。哈哈哈，清然不必拘谨，既然来了我们剑阁，那就是一家人了。苏祈年捋了捋胡须，带着李清然来到宗门广场，笑着说：“之前骗你说我们这儿是青云宗，实属无奈。当时人多眼杂，指不定就有人盯着。我们刚干了一票大的，千万不能暴露，所以只能出此下策。”李清然自觉抢劫不是正道之举，虽然剑阁没有伤人，但这么做确实不对。可一想到这剑阁可能是师尊的宗门，顿时这些小纠结就散了个干净。他甚至有点能理解苏祈年了。作为以剑修出名的名门大派，要是有的选，阁主肯定不会带着长老去抢劫，显然已经被逼急了。这种事情想必只会出现一次，剑阁渡过难关后定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紧跟着他就听到矮矮胖胖的袁30长老说：“阁主，这次收获颇丰，足足10几万下品灵石，够我们消耗一段时间了。下一次我们抢谁？”苏祈年想都不想便回答道：“1个月后中州秘境，我们再抢一波，如何？”长老们纷纷大喜，拱手道：“阁主英明。”李清然，对不起，他收回刚刚心里想的话。既然把李清然抢了回来，那就要对李清然负责。苏祈年让长老们站成一排，
挨个介绍道：“亲人啊，我们剑阁有6大山门，分别是本座的玄武峰、修玄武剑意、烈士开山为重剑，元长老的凌云峰为第一式剑，气盖山河；李长老的藏剑锋，修养剑藏剑之法，剑不轻易出鞘，出鞘则必要嗜血；王长老的落双牙，修世上第一双剑，剑意刺骨漫山飞雪；吴长老的无情锋，修无情剑意，剑锋削骨，剑意销魂。除此之外，还有个第6山门为万剑锋，只是我们之中没人修那无双剑意，上面只有1石碑可供参悟，没有长老领你入门，建议你慎选。”苏七年看到李清然眼神呆呆的，捋了捋胡子，建议道：“你是丹水灵根，丹田品质更是绝品，乃是万年难得一见的修仙奇才。本座推荐你修双剑，拜王长老的山门，他的冰魄剑法与你的水灵根相辅相成，修炼速度1日千里。此外，你那绝品丹田一定要保密，不可告诉任何人。在剑阁内，本座和各位长老、师兄师姐尚且能护你，可若是出了剑阁，人心险恶，恐生祸患，清然谨记。”李清然回过神来，躬身作揖。进入剑阁前做天赋检测的时候，他还有些害怕绝品丹田被看出来会引起祸乱，不曾想阁主和一众长老只是惊讶了几秒。后来通过他们的交谈才知道，剑阁内丹田有品级的弟子有30多位，大师姐岳千池就是2品丹田。他这绝品丹田确实千年难得一见，但在这剑阁并不至于大惊小怪。剑阁看着不起眼，是因为不争，看着是那么穷酸，却藏得很深。正如一柄鞘中之剑，可能唯一能让这些剑修情绪发生波动的，大概就是没钱了吧。尽管阁主推荐的山门很好，还有长老教导，但李清然并未忘记自己的目标，他想成为一名一修，既要成为一修，那么剑就不能作为主修，所以他不能拜入任何一位有长老的山门。他不想以后因为意见的不统一和长老产生冲突，于是便作揖道：“弟子想去那第6峰。”苏七年听到李清然的选择，无奈一笑：“你还想着成为一名单修或者一修？”李清然低头沉默不语。也罢，那你就去第6峰。苏七年也不强求，只是提点道：“从你那完美适配的内功来看，你多半已经有师尊，本座倒是不担心你缺心法。本座这剑阁虽是以修剑为主，但底蕴比苍云界任何一个宗门都要深厚。莫看人丁稀少，山门落魄，当你走进藏经阁，你自会发现另一番天地。”李清然不觉得阁主在吹牛，因为他从那话语中听到了绝对的自信和狂傲。如此这般，没有成功进入灵溪谷的遗憾便也消减不少。而且这里说不定真的和师尊有关呢。想到这里，李清然忍不住问了一句：“宗主，清然斗胆，请问您是否认识一名陈姓的前辈？”“姓陈的，剑修。”苏七年眉头一挑：“是。”啊哈哈哈！苏七年瞅着李清然那双满含期待的大眼睛，眼珠子一转，忽悠道：“认识。陈长老是我们剑阁的太上长老，不过他已经不在剑阁了，本座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估计是在哪个地方杀妖杀着玩呢。”原来如此，李清然心中浮现出一抹惊喜，原来这里真的是师尊曾经待过的宗门，怪不得他们采飞剑都一个风格。你好生修炼，以后陈长老回来，本座帮你引荐引荐。苏七年摇头晃脑地说：“陈长老对弟子非常严格，没点实力的弟子他可不愿意见，你得提升实力境界。”“是，弟子谨记。”李清然再拜，脸上笑意嫣然。“行了，跟你师姐去选东府吧。”苏七年递给岳千池一个眼神，岳千池会意，立马带着李清然离开。“阁主，咱们剑阁真有个姓陈的太上长老？”“有个屁！那您怎么？这小妮子绝品丹田，丹水灵根，若是认真修剑，必然前途无量。”他如此迫切问那陈姓剑修，必是赐他水象心法的师尊，只是对方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他，所以本座才故意这么说。苏七年背着双手，望着山门下苍茫云海，目光悠远。“你们就舍得看到这么一个天才扎根到没有出路的一修和单修上吗？现在是大争之势，而非盛世，紫薇晦暗，杀劫将至，只有腰上的剑才能保护自己。一修单修看似前途无量，可真惹急了眼，还不是拆了你的药铺，踹了你的丹炉，你却只能干瞪眼。本座这是惜才啊！”众长老闻言对视一眼，纷纷恍然大悟，低头叩拜。“阁主圣明。”“清然，这里就是我们剑阁的洞府了。”飞剑上，师姐岳千池指着远处一座万丈高峰。李清然定睛去看，依稀能看到不少人为开辟的洞窟或者搭建的小石屋。洞窟和石屋附近有修士自己打理的灵田，石窟和石屋外种的植物与摆设也彰显着这些修士不同的品味。比如有个修士洞府门口种满了菊花，还有个则种满了巨大的仙人掌。虽然没见到本人，但李清然暗自思忖，这俩必然是性格截然不同的存在。
岳千池见李清然沉思不言，还以为李清然觉得这座山峰寒酸，便笑了笑解释道：我们剑阁不像其他宗门，没有太多洞天福地，宗主为了提高灵气浓度，就把其他山峰的灵气用阵法汇聚到这处山峰。如此一来，虽然各山门弟子均居住在这里略显拥挤，却能拥有更好的修炼环境，也更热闹不是？李清然闻言点了点头，眼里浮现出一抹钦佩。那阁主必然是个务实的人，愿意牺牲宗门的牌面，提升弟子们的福利。在青云宗的时候，他就想过，为什么宗主不把几个山峰的灵气汇聚到一起，而是任由弟子之间互相攀比。他跟清玄道人提，清玄道人却骂他愚蠢，说修仙是与天争、与地争、与人争，大家都吃同一口饭，如何体现出天赋和个人努力带来的差距？而他却觉得宗门就应该像家一样，大家团结一心，互相帮助，不该互相争斗。可能是他的想法太天真了吧？师妹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李清然望着岳千池清澈的眼睛，红了红脸，低头嗫嚅道：师姐，我觉得这里很好，有哪些洞府是空着的？岳千池往山上一指：诺，山腰往上基本都空着，有些洞府是弟子自己开辟的，有的是师父追杀镇宗兽的时候砸的坑，你要是不满意也可以自己弄。为何大家都愿意住在下面呢？李清然好奇道：方便啊。岳千池耸了耸肩：踩飞剑可是很累的，我们剑阁的宗旨是出门在外，能站着不飞着，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能睡着不醒着，能死嗨嗨，后面没了。李清然，这就是剑阁修士的生活态度吗？可真是够摆的。距离山峰越来越近，他果然看到有不少剑修随地大小躺，比如瀑布边就有个剑修躺在乌龟背上晒太阳，粗看似乎很懒散，但细细观之却有着别样的禅意。那是个修无情道的师兄，叫段峰，他在悟道，这人平时跟个棺材板似的，没意思的紧。岳千池翻了个白眼，带着李清然加速飞过，又围着山峰上下转悠一圈。怎么样，师妹，选好以后住哪了吗？李清然眨了眨眼，脑海中浮现出山顶悬崖，朝日东升，百鸟争鸣的画面。师姐，我想住山顶。行。岳千池并不意外，大多数弟子刚来剑阁的时候都会选山顶，风景好，视野开阔，想着每天踩飞剑也无所谓。可再美的风景也是会看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发现每天必须踩飞剑去上早课是多么痛苦。要起很早不说，累得要死要活，还没别人慢悠悠走过去快。等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烈日当空，晒一天就老实了。熬过了夏天，冬天狂风暴雪，山下鸟语花香，山上冰天雪地，冻一晚上也老实了。不出半年，这些弟子就会挑战其他前辈，把自己的洞府尽量往山下搬。越靠近山脚的弟子实力最强。岳千池带着李清然来到山顶，这里已经有一处积着灰的小石屋，看得出来许久没人来过了。好了，师妹，就送你到这，有什么事可以用传音符唤我，欢迎来山脚1号洞府找我玩。风中突然蔓延起些许酒香，本来还懒洋洋的岳千池眼睛立马亮了，他急吼吼地把李清然放下，舔了舔红唇。师姐，我要去喝酒了，姐再见。岳千池踩着飞剑轰轰轰地下了山，山峰中还回荡着他的吼声。师妹记得明日的早课，不要迟到。声音渐行渐远，复又响起。许愿师弟，我数3个数，把你新酿的酒交出来，不然老娘砸了你的洞府。来人婆，你休想！轰隆，2股剑意在山中升起，接着就是一连串打斗之声，地面都在颤动。悬崖边几只仙鹤惬意打着瞌睡，显然已经对这些动静见惯不怪。李清然在悬崖边呆立了一会儿，转身走进石屋，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明天上完早课就去藏经阁看看，他一定要帮师尊解毒，他要让师尊长命万岁。李清然挥了挥拳头给自己打气，拿起门口的扫帚准备简单打扫一下到处是灰的房间。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清然，一日不见，可有念及为师？清然，俺想死你了。418房间里，陈怀安抱着手机一顿输出，并不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不远处的桌子上吃了一口曹黑鸭的霸鸡，正辣得浑身打哆嗦。听到陈怀安的声音，李清然的眼里就像化开了一团蜜，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明亮了。师尊，清然很想你。李清然环顾四周，却不见陈怀安的身影。师尊，您在哪？为师还在与大妖战斗，不过留了一丝神念在你这里，偶尔可以跟你说说话。李清然闻言心里有些失望，但很快又回过神来，关切道：师尊，那大妖没伤到您吧？您的毒，切勿挂念，为师没事。哦，那就好，师尊最厉害了。李清然心想，怎么会没事？那么严重的毒，师尊身上肯定会很疼吧？他已经脑补出尸山血海中
一名刚刚厮杀完的白发仙尊靠着妖兽的尸体躺在血泊中，剑还插在妖兽身上，却忍着痛苦与万里之外的徒弟对话的画面，光是想想，心跳就已经加速10000倍。不，李清然红着脸敲了敲自己脑袋，现在是想这些的时候吗？师尊，我已经加入了一个新宗门，这里的大家都对我很好，明天我就去藏经阁帮您寻找解毒的方法。这事儿不提还好，一提陈怀安就郁闷。你加入了什么宗门？剑阁。李清然点了点嘴唇，眉眼弯弯。一开始准备去灵溪谷，但出现了一些意外，就没去成。那个灵溪谷的少主不喜欢男人，听说您是男人，就把我赶出来了。什么？岂有此理！陈怀安气得直翻白眼，心里已经把什么老史子灵、溪谷少主记在小本本上了。清然，你等着，以后遇到那少主，本尊帮你收拾他。还把你赶出来，他以为他谁啊？我陈仙尊的宝贝徒弟是能随便欺负的。呵，区灵溪谷，怕是活腻了，竟让本尊徒儿受委屈。待本尊回来，请客电话。师尊，没事的。李清然摇了摇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忌讳，他不收徒儿就算喽，现在徒儿已经有了更好的归宿。陈怀安嘴角一抽，剑阁。对哦。李清然嘿嘿一笑，这是师尊以前待过的宗门哦，徒儿看到他们采飞剑不开防风阵就知道了，是不是很激烈？等等，陈怀安懵了，防风阵是啥？采飞剑要开防风阵？防风阵在哪？怎么开？还有，剑阁是他以前待过的宗门。什么鬼？这话是谁跟你说的？是阁主哦，他说您是太上长老，就是不知道您去哪了，还说让我好好修炼提升实力，不然您会看不上我这个弟子呢，嘻嘻。李清然手指在胸前对着，眼波流转，顾盼生情，脸上憨憨笑着，不知道在高兴啥。陈怀安瞅着李清然天真愚蠢的大眼睛，如果所料不错的话，这傻妮子应该是被忽悠了。这位阁主也是好手段，估计看出来了什么，直接给李清然画了一张大饼，他这傻徒弟成了头上绑了萝卜的毛驴，而他这个陈仙尊则变成了那根胡萝卜。这么一想，陈怀安不禁有些哭笑不得。对了，师尊，要告诉阁主您现在的情况吗？如果有阁主的帮助，李清然眼眸亮了亮，苏七年到底什么实力他不知道，想必也是无断天那个级别，说不定能帮到师尊呢。不，也行。陈怀安本想直接拒绝，毕竟他又不是真的太上长老，但他转念一想，这阁主借着他的名义忽悠李清然，虽然本意是让李清然认真修炼提升实力，可既然都忽悠了，那就索性将计就计，看看这位阁主怎么圆。好的，那清然明天就去找阁主。李清然绷着俏脸严肃点头。陈怀安打开地图，将整个剑阁上上下下看了一圈，让他惊讶的是，剑阁全员都是绿色光点，一个黄点都没有，这就说明剑阁的弟子没有一个心思驳杂之辈，全部都对李清然或者说对剑阁内的同门抱有善意，哪怕那俩正在互撕的光点也是如此。看起来似乎打得很激烈，但其实一点敌意都没有。算了，没进灵溪谷就没进吧。陈怀安摇了摇头，俗话说得好，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他也不知道登个山能遇到2头那么大的狼。您电子女友的洞府过于破旧，充值68，给您的女友一个温馨的家。一个充值提醒弹出来，陈怀安不屑一笑，区68，9牛1毛，就算这是开启下一波氪金的钥匙又如何？他陈氪金仙尊有的是钱，充 TM 的。刷！李清然刚要打扫房间，随着金光一闪，石屋变成精致温暖的木屋，增添了各种新的家具，原本就有的家具也全部焕然一新。这一幕和之前何其相似。李清然呆呆地望着漂亮的房子，不禁眼眶一热。其实在他心里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法器、灵石，甚至恢复丹田的神丹都排不上号。他永远都会记得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随着一声家来，遮风挡雨的家就出现在眼前。木料、石块堆砌的房子在其他修士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可在他眼里却是最珍贵的。当初被陈怀安带着离开万青山的时候，他还望着小石屋的方向难过了很久。师尊给他的关怀从来都是在这些其他人注意不到的细节上，也是最让他无以为报的点。只是李清然并不知道，他此刻正感动的时候，手机外的陈怀安正盯着屏幕陷入沉思。你已开启电子女友洞府功能，您可自由购买以下项目，助力您的电子女友修炼：常驻初级聚灵阵1万，灵石自动补充；常驻中级聚灵阵10万，灵石自动补充；开垦1块灵田5000，开垦10块灵田88万，升级灵田至 LV， 增加灵芝产量和生长速度1000，建造灵兽栏5万，建造后开启灵兽幼崽商店，建造初级玄甲阵5000，材料自动补充
升级洞府至 LV2， 提升舒适度。998，以上充值均可用零时零金按比例替代。陈怀安缓缓打出个问号，他拉动视角，缩小房子，看着悬崖上这片划分出各种待开垦区域的荒地，一个古早的游戏脱口而出：这尼玛，扣扣农场！虽然这游戏已经很古早了，但陈怀安一眼就看出来，这所谓洞府系统就是在套扣扣农场的模板。本尊要是把这什么兽栏整出来，怕不是里面还能养点灵鸡、灵牛。陈怀安冷笑一声，先把李清然的洞府升级到 LV2。随着金光一闪，整个小木屋又大了一圈，旁边还多了2个偏房，看里面的沐浴桶和灶台，显然是分别用来洗澡和煮饭的灵气也不能少。陈怀安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座山本身就已经是个初级聚灵阵，那就再给李清然上个初级聚灵阵在房间里，如此效果就算不如中级聚灵阵也差不了多少，主要是不需要再额外补充材料，这点让他很心动。冲！初级玄甲阵，保护清然安全，必须冲！一套消费下来，洞府环境大变样。虽然没有亭台楼阁，却也是青砖瓦砾，精致耐看。关键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怕放在青云宗也是正儿八经的豪宅，放在这剑阁那简直就是梦中情府。正当陈怀安琢磨着还要冲点什么的时候，游戏里响起个弱弱的哀求声：师尊，够了，可以了，太多了。李清然惶恐地站在床边，无处安放的小手捏着衣角，俏脸紧张到通红。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师尊隔空变物的神秘神通，自是不会大惊小怪。他主要是在想，现在洞府变成这样，若是被其他剑阁同门看到，他该如何交代？总不能说是自己盖的吧？清然宝宝说这就够了。陈怀安觉得不行，女孩说不要就是想要。清然，别人都有灵田，为师也给你整点啊。师尊，别啊，不要。10块大大的灵田够不够？10块。李清然记得师姐好像就只有2块灵田吧，而且说到灵田的时候还非常自豪，毕竟想培养出一块肥沃的灵田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结果现在师尊开口就是10块。好，那就10块。轰轰轰，小木屋周围的土地一阵翻动，10块散发着点点灵气光辉的田地很快就浮现而出。陈怀安甚至还顺道升级了一波，现在是灵田 LV1 10块。好了，差不多了，再冲就没钱了，总要留点应急。李清然颤颤巍巍地打开门，望着门口一大片肥沃的灵田，膝盖一软跪在地上，绝望地闭上眼，喃喃道：完了，完蛋了。师尊给出的东西想收回去是不可能的，他已经预见到自己即将成为剑阁的名人，那些弟子不会说他是施宝图吧？这件衣服不错，拿去穿着睡觉。一件衣服落在床上，李清然进屋拿起一看，顿时闹了个大红脸。是一件白色的纱裙，裸露着后背，腰部和臀部布料逐渐收紧，大腿根处还有开叉，不难想象穿上这裙子必然能完美展现出腰部和臀部的曲线。这衣服肯定是不能穿到外面去的，师尊让他穿着睡觉，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师尊想看他穿？哎呀，不能想，羞死人了。李清然的脸越来越红，红得耳根发紫。他什么时候穿过那么露骨的衣服？可是如果这是师尊的要求，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就在李清然胡思乱想的时候，陈怀安已经退出电子女友商店，其实他根本没想那么多，只是电子女友商店突然刷新了这么一件特惠睡衣，他想着横竖不过18块钱就直接买下来了。您已完成主线任务2，帮助您的电子女友在新的托管所立足，奖励9转灵兰1株，女娲土1盆已送达。主线任务3，距离中州秘境副本开启倒计时30天，请提升您电子女友在副本中的存活率，每提升 30% 的存活率会获得一条天机提示，当前存活率 0%。 咚，门口又传来一声响，见惯不怪了。陈怀安知道是神秘快递已经送达，不过那玩意儿啥时候去拿都行。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主线任务3，上。终于要开启第一个游戏副本了吗？之前他就想过，这种 MMO 类型的游戏怎么可能没有副本，而且游戏地图还那么大，可供探索的东西必然很多，说不定还有世界 BOSS。 离开万青山的小屋只不过是离开新手村，如今加入剑阁才是游戏刚起步的地方。接下来整个游戏必然逐渐展开，他将会以李清然师尊的视角进入这片游戏世界的势力纷争，这其中肯定伴随着各种危机，有些是剧情安排，有些是玩家主动出发。中州秘境看起来就是剧情安排的，如果我不让李清然去中州秘境会发生什么？他摸着下巴一阵寻思，这游戏自由度那么高，以他和李清然的好感度，还真可能让李清然避开。只是他很快就会知道，这想法实在有点天真。算了，不管去不去，
这个存活率都要提升。陈怀安按住李清然的肩膀，查看状态。狂想时刻，修炼进度399800炼气3层，剩余寿命143年，好感度85萌发。这小妮子不知道在想啥，红着脸头上在冒粉色泡泡。实力已经进入炼气3层，存活率为0，就说明她现在的实力不适合进入秘境，那就要迅速提升实力，心法和功法都要跟上。看来这青莲剑典，我得抓紧时间入门了啊！陈怀安心里不禁生出一抹急迫，可转念一想，不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吗？应该问题不大。作为一名氪佬，只要好好充钱享受游戏就好。而作为策划和游戏制作组，要考虑的就多了，该去拿快递了。陈怀安起身打开门，门口还是像往常一样躺着2盒子，其中一个盒子的缝隙里还冒出一片细细的嫩叶，另外一个盒子沉甸甸的，隐约能闻到一股土腥味儿。九转铃兰，女娲图，整得还挺邪乎。陈怀安将2个脏兮兮的盒子拎进房间，放在窗台上，又去拿剪刀和湿巾纸。茶几上，刚被曹黑压辣的奄奄一息的霸基突然直挺挺地翻了个跟头起来，那双猫瞳左右寻觅，最终定格在窗台的2个盒子上，闪闪发光。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霸基盯着盒子，目不转睛。他有种预感，只要吃了盒子里的东西，他的实力必然突飞猛进，到时候哪怕面对人类的铁盒子，他都可以塞嘴里请客炼化。这位大佬给他喂了那么多天使，终于舍得给他上点美味了吗？陈怀安用剪刀打开盒子，如他所料，这盒子里是一株植物，另外一个盒子则是带着盆的土坯，5颜6色的那种。他把植物栽进盆里，放在窗台上盯着瞅了一会儿，最终还是不死心的拿出千度10万物扫了一下，结果很快出来，草一种植物。不是，哥们儿，就真是一株普通的草呗。陈怀安无语了，这游戏方也太没诚意，现在买盆兰花才多少钱，就这么脏兮兮的发盆草过来，是不是有点过于敷衍？还有这个土坯也是，里面整得5颜6色的，跟工业污染一样，一点都不好看。转眼他发现盒子里还有东西，掏出来是张符箓，用密封袋装着，里面还有配有一张使用说明：紫霄神雷符，请将此符箓贴在花盆上，保护九转铃兰，避免九转铃兰幼苗被贪食妖兽所食。陈怀安，还贪食妖兽都来了，他这房间里只有蚊子和一只傻猫，算了，就当是个装饰品吧。虽然里面种棵草，但这雕刻着天宫和祥云的花盆还是蛮好看的。他把符箓抽出来贴在花盆上，贴了符的花盆配上一株烟不拉几的草，远远看着还是很颠，不像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游戏里，李清然正抱着衣服在床边绕圈圈，陈怀安见没别的事，就下了游戏。忙活那么久，早饭还没吃，等吃了早饭去广场练剑，不知道那老爷子今天在不在。趁着陈怀安弄早饭，霸基鬼鬼祟祟地接近九转铃兰，越是靠近，那上面散发的灵气就越是浓郁。这等灵草怎会在如今这个灵气稀薄的时代诞生？这大佬到底从哪弄来的？他瞅着九转灵草，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无所谓，并不影响食用。他又靠近了点，贪婪地咽了口唾沫。突然，噼啪，随着电弧声响起，一股恐怖的威压悬在头顶，吓得他赶紧连滚带爬暴退到沙发上。霸基这才注意到花盆的侧边贴着一张黄纸，那是一张符箓，而且是比门和窗上更加恐怖的符箓。只要他敢碰那个花盆一下，立马就得死。随着他退到安全距离，符箓上已经溢出的雷霆也缩了回去。呵，本王还是太天真了。霸基看着被雷符保护的灵草，仰头45度对着天空，这等好东西，那大佬怎么可能会给本兽吃？自嘲地摇了摇头，他继续啃之前没吃完的曹黑鸭。不管怎么说，只要有这个灵草在，很快就能创造出一片适合修炼的区域。那时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灵气侵染，普通的米会变成灵米，曹黑鸭会变成灵黑鸭，养条鱼久了都能成精。如此一来，虽然吃的还是屎，但到底升级成屎味的巧克力了。霸基这么安慰着自己，越吃越香。天门山惊现野狼，为保护游客们的生命安全，现有关部门已经介入。刷抖音的时候，一条新闻短视频引起了陈怀安的注意。关于体型如此庞大的野狼，看看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大家好，我是王教授， C 省农业大学犬科动物荣誉院士。这次天门山出现的野狼体型巨大，很多朋友甚至猜测是不是妖怪。哈哈，大家还是不要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东西。这种野狼实际上是饮用了污染海水的变异生物，看起来很大，其实身体协调性很差，攻击性比起正常野狼要低许多。陈怀安看着视频里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白发老头，嘴角抽了抽。神特么攻击性低，攻击性低直接把面包车当玩具给拆了。不过最近10年确实出现了不少变异生物，
这主要是因为10年前发生的一件人神共愤的事。那时候很多人都不在意，直到海水污染带来的危害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变异生物就是其中之一。以前听说餐饮行业用的鸡都是多腿多翅的肉鸡，那可能只是个玩笑，但现在3颗头甚至5颗头的鸡确实出现了。曾经多头鸡只是出现在实验室，现在是个养殖场，偶尔都能冒几只出来。而且这种变异的多头鸡不仅不会早夭，还会拥有更长的寿命，并且每个头都有自己的想法，经常出现互相攻击的情况。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尽管还没确定多头鸡的安全性，但有些地方已经把吃多头鸡当作潮流，甚至还有养殖场开始主动培养多头鸡。陈怀安和大部分普通人一样，认为变异生物一定会对人类带来危害，只是现在变异生物还在控制范围内，能够被子弹打死，等他们继续变异到无法被炮弹打死的时候，估计就彻底掩盖不住了。陈怀安觉得那么一天他应该是看不到了，毕竟他活不过今年。等他嘎了，管他洪水滔天。当时幸好那个女孩来得快，直接掏出手枪，一枪就把那狼打死了。另外我要控诉三光面包车质量实在太差，就稍微用力关了一下车门，那车门居然自己掉了。什么？你说那是个长得显嫩的女警卫？原来如此，怪不得有枪，我还以为是个初中生呢。哈哈哈哈哈！哟，这不是张导吗？画面一转，陈怀安看着被记者采访的中年男人，不禁呲着大牙傻乐。另外一匹狼是被雷劈死的，谢天谢地，要是不被劈死，剧组里的另外3个人恐怕凶多吉少啊。几张雷坑的图片弹出来，其中的变异狼已经被雷劈成炭了，而往嘴里扒拉饭的陈怀安也突然怔了怔，看着那雷坑，他终于想起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当时听到的雷声，这熟悉的雷坑以及遗失的一张雷火符，他掏了掏冲锋衣，将几张皱巴巴的雷火符掏出来，盯着那雷火符上的朱砂字，两眼发直。他小心翼翼把7张符箓放在茶几上，又小心翼翼伸手戳了2下，半晌愣愣道：这特么该不会是真符箓吧？从小他陈仙尊就是个思维敏锐的人，换一个人可能还被身体的变化蒙在鼓里，但他陈仙尊不一样，在感受到异常的瞬间，他就已经知道了真相。癌细胞，最神秘的细胞，激活了他的基因潜能，将他强化成了阉割版苏普尔曼。尽管他一棍子敲不死狼，但靠着回血能力，他和那头狼互撕，至少能比正常人多活30秒，这就是超凡之力。而如此思维敏锐的他，回想起昨晚的一些细节。首先是那个小姑娘从哪里捡到的符箓，据他了解是在野狼的尸体附近。其次是这符箓造成的威力和产生的效果与游戏里的反品雷火符一模一样。再者，狼尸有个关键的细节，若是被雷劈，应该是背或者头部出现严重损伤，但实际上呢，这变异狼遗失了一条左腿，就像被地雷给炸碎了一样。把以上这3个点联系起来，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他有理由怀疑，当时慌忙逃跑的时候，他不小心掉了2张符箓，而那变异狼不小心踩到其中1张，所以才有了那声熟悉的雷鸣。这变异狼其实是被他的符箓给炸死了。原来如此，真相大白。这波推理，就算柯南来了，也得原地滑跪。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他的茶几上正放着7张 C4。陈怀安下意识远离茶几。不对，这玩意儿要是会随便爆炸，估计早就爆炸了。难道是我多想了？虽说他已经跟阿姨说不需要打扫房间，毕竟有只猫藏在这里，可阿姨总要打扫对面的房间，偶尔还会从门口经过，所以这符箓的触发一定需要符合一些条件，其中必然包含主动触发的方式。符箓是怎么用的？那当然是丢出去啊！陈怀安兴奋了，立马将茶几上的符箓捞起来，穿上衣服就出了门。他离开不久，419的房门鬼鬼祟祟打开。好机会！那个大帅比离开了。000探出头来望着空荡荡的走廊，眼里金光一闪。他等的就是陈怀安出门的时刻。他准备去陈怀安的房间里看看，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门这边肯定是进不去了，那就只有窗户。000一个翻身从走廊尽头窗户翻出去。此刻正是早上6点过，已经有不少人出来上班，但他的动作非常快，轻盈的身姿在空调机上几个蜻蜓点水就抵达陈怀安房间的窗户前，并没有被下面过往的行人发现。418的窗户上也贴着一张黄纸，其中的煌煌正气似乎在警告他，非法闯入者杀无赦。000不敢乱动了。那么警觉的吗？所以他其实会使用符箓。隔着窗户往里张望，并未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要实在说有什么异常的，谁会在窗台上种一盆普通的草，而且还那么恶趣味的使用这种五颜六色的土？不对，这植物有问题。000死死盯着那棵看似普通的草。成为武者之后，他的目力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能够看到一些普通人注意不到的细节。只见那草叶上居然顺着脉络刻画着大量绚丽的雕纹，
狼腰漫回，岩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000瞪大眼睛，甚至忘记了呼吸。这纤细草叶上居然勾勒着一幅隐晦的云端仙宫图，若不是他这个角度刚好对着日光，再加上远超普通人目力，不然根本看不出来。这草叶上的画是他雕刻的？不可能。他很快否定了这个观点，因为这草叶上根本没有雕刻痕迹，每一处笔画都浑然天成，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仿佛这株植物本就应该如此生长，本就应该有这样华丽的叶子，从它诞生之初就是如此。这必然不是普通植物，只是其中有什么秘密，以它的级别根本看不出来。如果想弄清楚这植物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将其送到斩妖司才行。可就算没有窗户上的黄符，他也不敢这么做。首先这种行为不道德，他都已经准备闯入人家屋里了，怎能再动人家的东西？其次，万一这大帅比真是个大佬，他只是好奇看看大佬的东西，最后顶多被打成残疾羞辱一番。可要是把大佬的东西拿走，那估计会被大佬直接碾成骨灰，一把扬了。他还没活够，还没见识到这世界更广阔的一面。他有一种预感，未来有一天他能踩着飞剑在天上飞。所以腿可以瘸，但命不能丢。进不去就算了，以后再找机会。000害怕陈怀安回来看到他，准备就此撤离。可就在这时，一声压抑着杀意的低鸣响起。000后背一凉，只觉如坠冰窟。他的脖子像是被什么控制着，一点点扭向一边。看到不知什么时候，窗台的侧边已经上来一只黑猫，那双金色的猫瞳死死盯着他，眼神就像打量一只乳鼠。刚刚的吼声是这黑猫发出的，像是钢铁在玻璃渣子里摩擦的嘶吼，尖锐暴虐，想要摧毁一切。黑猫一步步走近，步伐优雅，却带着一股王者的气势。日光偏移在他身上，后面的墙上倒映着巨大而狰狞的扭曲虚影。妖！看到那影子，000瞳孔一缩。这妖也不知是什么级别，光是气势的威压就让他无法动弹。所以那人平时就跟这妖待在一起，他们如何和睦相处？还来不及多想，那黑猫突然抬起一只爪子，砰的一声猛然砸下。嗡！一圈黑色的涟漪扩散而出，如鞭子般抽在000身上。他重新拥有了身体的控制权，却已经迟了。一股巨力撞得他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脚下一滑，从窗台栽了下去。霸基凑到窗边，和贴着黄符的窗户保持一拳的距离，盯着摔在雨棚上生死不知的女孩哼了一声。真是活腻了，居然敢觊觎大佬的灵职，可惜本王无法触碰他，否则他今天必须死。霸基很不满意，却也只能就此作罢。他畏惧地看了眼花盆上又开始闪烁雷光，警告着他的符箓，赶紧下了窗台，去沙发上老实窝着。在这位悟道的大佬眼里，他只是只猫，那么他就只能扮演好猫的角色，不然哪天暴露，他会死得很惨。另一边，陈怀安已经来到广场的一角，他没去之前老爷子练拳的地方，在那之前，他得先试试这符箓到底能不能用。如果在广场上炸一坑，我要赔多少钱？陈怀安望着面前的草坪，陷入沉思。虽说他现在还算有钱，但这点钱估计不够赔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就算炸烂了也不用赔钱呢？陈怀安左思右想，最终来到附近一处垃圾场。此刻居民垃圾已经快把这垃圾场堆满，垃圾车还没来得及收拾。既然都是垃圾，那么炸个坑应该也没事。那么要来了。陈怀安两眼一凝，深吸口气，右手伸进包里，食指与无名指捏住一张雷火符，然后猛地抽出，丢！雷火符飞出半米，一头栽到地上。陈怀安，不对，符箓应当配合口诀。他把符箓捡起来，口中冷喝一声：哇呀呀！急急如律令，丢！符箓飞了半米，一头栽下去。难道是口诀不对？陈怀安眉头一皱，再次喝道：宁去，走你！子泽，阿多肯，击毙你！塞班！雷火符一次次栽倒在地。陈怀安陷入沉思，不对，游戏里他根本没有说任何口诀，应该不是口诀的问题，那就是姿势不对。仙人丢符箓是什么姿势呢？陈怀安原地摆了几个 pose， 有旋转扔铅球式、助跑投标枪式，还有单手扶额甩扑克式、单手撒盐式，不管使用什么动作，全都不行。哼，我果然还是太天真了。陈怀安抬头望着天空，目光与天际线形成忧伤的45度夹角，自嘲一笑。哪有什么符箓，哪有什么修仙剑，不过是个将死的癌症患者无聊的幻想罢了。一条流浪狗从陈怀安脚边经过，狗子嗅了嗅陈怀安的鞋，脸色猛地一变，跟见到鬼一样呜咽着跑了。陈怀安怔了怔，脑海中灵光一闪，当初这符箓是落在活物身上触发的，也就是直接扔出去不对，他缺少一个特定的目标。那么找什么作为目标来试试呢？下意识的，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出霸基的身影。
房间里，沙发上正睡觉的霸基突然浑身打了个哆嗦，只感觉一股寒意从头淋到脚，可环顾四周又没察觉到这股杀意从哪来的。不行，霸基那么可爱，而且不能虐待小动物。垃圾场边杵着的陈怀安摇了摇头，弥漫在霸基周围的杀意也跟着消失。等会儿回去的时候，去菜市场买条鱼吧。这是陈怀安觉得唯一可行的目标，就当这条鱼他本来就要吃好了。再说正常杀鱼还要刮鳞剖肚，如果符箓激发，那就啪的一下很快，瞬间就把鱼给碳化了。如此一来，他陈某人也不算虐生。念头通达的陈怀安乐滋滋跑到老爷子练拳的地方，果然看到老爷子在。哟，年轻人，昨天怎么没来？我还以为你3分钟热度。李老头看到陈怀安一双浑浊的老眼顿时亮了。昨天看到陈怀安没来，他还怪难过的。哈哈，怎么会呢？李老，我是昨天有事儿。陈怀安用自拍杆把手机架好，打开游戏的瞬间，鼻血差点没喷出来。只见李清然已经换上了那件刚买的睡衣，尺寸刚刚好。他坐在床榻上，脸上的红如打翻的朱砂，连脖子也落了个满，鬓角发自然落下，耳垂和半截耳廓就藏在里面，像黑丝绸里塞着的红玉。他鼓着腮帮，吹起刘海，露出光洁的额头，细长的脖颈托着鹅蛋脸，一双美目含着情，偶尔望向房梁，似在期待着什么。随着他抬头，精致的锁骨也完全展现，他们是山峰中的亭台楼阁，被饱满的白玉山峦撑起。山谷悠悠，却不见春色，那儿横着一块翠绿的翡翠鸾鸟，红绳蜿蜒，是雪地中连成一串的腊梅花瓣，腰若约素，不盈一握。朦胧的烛光里，随着那晃动的小脚丫，腰肢也跟着轻轻摆动，恰似裹挟着夜色的微风。再看那小脚丫，那真是……你小子在看啥？乌漆嘛黑的。陈怀安一惊，下意识遮住屏幕，讪笑道：没什么，在看考研资料。哈哈哈哈哈！还是你懂事，我那孙子跟你一般大，一天到晚满脑子创业，都亏了2000万出去了，还在创业。说起这个事儿，李老头就头疼，不禁摇了摇头。等会儿，李老，你刚刚说啥？我说我孙子创业，后面一句亏了2000万。对。陈怀安脸上的笑容里多出99分谄媚。李老，创业压力实在太大了，我觉得给您孙子一人承担实在太残忍，不如算我一个。嗨，也不是不行。李老摆了摆手，主要我孙子他都是贷款。陈怀安，那我们还是练拳吧。话题重新回到练拳上，陈怀安强迫自己不去看李清然，而是把青莲剑典的进度调出来。这一看，整个人直接傻眼。只见青莲剑典前12张剑章已经全部达到初亏 99%， 只要稍微再练一下就能进入小成，并且青莲剑典的第一式长风破浪和第二式剑光出匣都已经解锁，可以修炼了。不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陈怀安一脸懵逼，他不记得他练过这些，怎么一个个就都要小成了？难不成他晚上做梦的时候还在练这个？小伙子，我看你对剑法似乎很有兴趣啊。就在陈怀安这里戳那里点点寻找原因的时候，旁边传来李老嘚瑟中带着些许卖弄的声音。那天我回去研究了一下，你之前那一手起势是剑法的起势，所以我就专门温习了一下以前学的太极剑，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老头子我学学？陈怀安两眼一眯，怎么说，老爷子您的剑法很牛逼？可李老一抬下巴，一般吧，整个省估计能排个第一。嚯，那么牛逼？李老爽了，拍着陈怀安肩膀说：我敢保证，你小子只看我打一遍剑法，马上就想喊我师傅。看到李老把自己吹那么厉害，陈怀安也不禁期待起来。小子你可看好，我这一剑贼拉帅。话罢，李老摆出架势，由慢到快，再由快到慢打了一遍太极剑。不愧是老登，剑法就是牛逼。以陈怀安的审美和肚子里的墨水，就只能这样了。李老的剑法确实很飘逸，看得出来功底深厚，连贯顺畅，没有一丝卡顿，甚至似乎真的可以用来对敌。只是总感觉还是表演性质多一点，说不上来具体的，他就是感觉一些动作很多余，去掉或者改成别的动作更好。可他又不是什么大师，也不敢指指点点。怎么样，够剑吗？李老捋了捋胡子，收剑入鞘，脸上那叫一个骄傲，已经准备好倾听陈怀安高达3000字的赞美。可以，很贱。陈怀安竖起个大拇指。李老不满了，怎么，你觉得我这剑法还差点意思？没有。陈怀安知道李老误会了，但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挠了挠头说：李老，我最近也感觉顿悟了点，要不您帮我看看？行啊，但你要是哪里有瑕疵，我可不会客气。好嘞，借您剑用。陈怀安从李老手里接过剑，凝神静气，双眸微磕，扎稳马步，摆出青莲剑典第一张鹤立的架势。这一出手，李老本来带着批判目光的眼睛立马就瞪圆了。一日不见，
这小子就像变了个人，腿好了不说，前天还是一副门外汉，今天的动作却全身统一，信手拈来。最关键的是，他掌握了最重要的东西——神。现代武术之所以总是被人诟病嘲笑，主要还是因为花架子，而花架子其实就是模仿了武术的形，却缺少了最关键的神。形神兼具才是完整版的武学，而神远远比形更重要。为什么古代士兵要一直苦练前刺的动作？为的就是靠无数次的重复，寻求突破理解的契机。怎样发力才能刺得更狠？什么角度才能更轻松地刺进盔甲？遇到阻碍应该如何摆脱？这一切的一切，当脱离思考，形成一瞬间反应的时刻，便是神形成的时刻。在此基础上继续突破，在厮杀中继续顿悟。一名新兵蛋子靠着一招贯彻了神的前刺，即可成为百夫长、千夫长。而战将就是掌握了更多神技的武者，正思索着。陈怀安已经打完剑典前12章，一开始只是固定的动作，后面逐渐连成飘逸的剑招，挑刺横抹，来去自如，毫不拖泥带水。恍惚间，李老在陈怀安身上仿佛看到一白衣剑客翩然剑舞，一手持剑，一手拎酒，肆意狂放，宛若游龙。这怎么可能？李老傻眼了，这小子哪里是什么萌新，根本就是大师。不，就算他见过的那些大师，也不可能将神贯彻到那么多的动作之中。很多大师只是2、3招贯彻了神，便已经是名人。可这小子又是什么来历？突然，视野中那道飘逸的身影猛地一顿，陈怀安昂然矗立，闭着眼，收剑入鞘，左手扶剑鞘，右手搭着剑柄。有风吹来，荡起一丝锋锐之气。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话落，剑出，枪。李老根本看不清陈怀安的剑，只能看到日光下一抹雪亮的光弧闪过，那光弧碎成一片，恰似一朵盛放的秋莲。随着丝丝剑吟，秋莲花瓣寸寸破碎凋谢，而陈怀安已然铿锵一声归剑入鞘。李老呆呆地看着陈怀安，喉咙里卡着什么，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感觉脑子里嗡嗡的。这是一名年轻人能打出来的剑招。刚刚那秋莲是剑花吧？这得多大的腕力，多快的速度，又是在剑招中沉淀了多少年？不太行啊！陈怀安望着面前的老杨树，摇头叹气。他原本的目标是把杨树的树枝给砍下来，虽说李老头的剑没有开锋，但他觉得就算是个小孩拿着那么重的剑，只要瞄准了也没问题吧。可面前的树枝还在风中摇曳。算了，游戏里教的东西有几分样子就该满意了。陈怀安已经搞明白其中的原理，他之前戴了那个游戏头盔，通过神经映射技术就把里面的剑招记忆记了点在他脑子里，所以他今天才能那么顺畅。陈怀安看了眼时间，已经快9点，自己倒是没啥感觉，没想到那剑招还打了挺久。李老，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去趟菜市场，就先走了。他把剑色给还在呆滞的李老，帮他掰开手指把剑鞘固定，然后扭头就走。陈怀安走了许久，李老才回过神来，他没说话，只是严肃着脸凑近那棵杨树。他的眼睛没去看树枝，而是在树干上仔细寻找，用手一点点摸索。很快就在那粗壮的树干上找到一条深邃的剑痕，这剑痕只有发丝般粗细，若不是他手指摸索到，光靠肉眼都可能发现不了。李老深吸一口气，脸上的肌肉抽动，眼里尽是难以置信。他又绕到杨树的另一边，在相对的位置也找到了一条发丝般的细痕。剑气，竟真的是剑气！李老头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对面传来个张扬粗糙的烟嗓：“喂，李老头，许久不联系，是不是忘了老朋友了？老彭，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做好心理准备。”李老并未在意对方话语中的调侃：“我这儿遇到个小伙子，他能使出剑气。”“什么？”对面的声音抬高了8个度。“你确定？”“确定。”李老头摸索着杨树上的剑痕，声音都有点哆嗦。“就在我面前握了个驴槽的，你是没看到，就唰的一下，他妈的一剑把树干劈了个对穿。老李，你在那等着我，别动，我马上从斩妖司过来。”与此同时，酒店下的一个小巷子里，000一瘸一拐地从里面出来，尽管他还维持着面无表情的平静模样，但不时抽搐的脸皮还是暴露了他正在忍受的痛苦。那只妖怪绝不是一羽之辈，光靠身上的妖气就能把我压制到动弹不得，甚至不需要碰我就能把我轰飞。000从未见过那么强的妖怪，至少在他目前听说的妖怪里没有这样的。嫩娘的，肋骨起码断了3根。这里的事情我这种白级根本处理不了，得向斩妖司汇报了。他在路边拦了一辆的士，拖着剧痛的身体上了车。阿弥陀佛，无量寿佛，阿门。于施主，本尊知道其实你已是妖身，为了让你以后不要祸乱人间，今日本尊就替天行道。陈怀安对着案板上还活着的10斤大青鱼拜了3拜，随后拿出用晾衣杆绑着的雷火符，这是
为了防止雷火符激发的时候将他的手臂炸断。得罪了。话音落下，陈怀安将晾衣杆往下一按，眸子金光闪烁，口中默念急急如律令。啪嗒，大青鱼在案板上扑腾了一下，鱼眼瞪得老大。无事发生。陈怀安沉默，45度角仰望天花板，眼里尽是苍茫。本尊就知道修仙只是梦幻泡影，成为肿瘤超人才是唯一出路。饭桌上，霸基一脸懵逼地瞅着行为诡异的陈怀安，心里疑惑不已。这位大佬在干嘛？用雷符杀鱼吗？不愧是大佬，真有钱。可是他为什么不手持符箓？哦，我懂了。陈怀安一拍脑门，狠狠道：这雷火符还是得手持，不然无法触发。既然如此，他豁出去了，直接一把拿起雷火符按在大青鱼身上。大青鱼剧烈扑腾了一下，无事发生。陈怀安，霸基，他不理解，如果大佬想杀鱼，为什么不给雷符灌注灵气呢？难道不知道主动触发雷符需要灌注灵气？这种可放置型符箓都是这种特点，要么察觉到妖气、杀气、鬼气，逮一自动触发，要么就是制符者用灵气御符主动触发。这位大佬该不会不知道吧？不可能，这是圈套。霸基望着陈怀安的背影，仿佛能看到另一边陈怀安脸上阴险恶毒的笑。他必然是假装这样，引诱本王暴露，一旦本王暴露身份，就会被杀。本王不想死。霸基一步步后退到黑暗的角落里，他要自闭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也就只有灵气才能给他一些安慰。他已经尽量学习猫的习性，可要完全扮演一只合格的猫，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是太多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暴露。比如刚刚。算了，本尊果然是超人，也只是个超人。陈怀安摇了摇头，给大青鱼找了个盆儿装水，连盆儿一起放在窗台上。这盆儿有点小了，大青鱼的半只尾巴还在外面，但条件有限，将就将就吧。没死就不错了。霸基，那么大一条鱼，你居然没兴趣？他扭头诧异地看着那只黑猫。这小黑猫自从伤势恢复之后，一天到晚就神神叨叨的，倒是非常符合奶牛猫的祖传特征。霸基闻言怔了怔，连滚带爬地跑到窗台上，对着大青鱼的尾巴就是一顿舔，一边舔还一边看陈怀安的脸色。陈怀安，这猫有点颠啊。他笑着摇了摇头，不去管大青鱼和霸基，自然也看不到九转铃兰上的灵气正在逐渐渗透整个房间，往他的皮肤里渗透，成为癌细胞壮大的养料，也滋养着他的正常细胞和骨骼。看不到霸基主动吸收着灵气，看不到原本半死不活的青鱼在花盆附近逐渐变得平静下来，也不再朝上翻着肚皮。变化在潜移默化发生着。陈怀安只是打开电子女友游戏，他可以教李清然练剑了。老李，你说的那个年轻人在哪啊？杨树下，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人朝周围东张西望着。他说要去菜市场，那么久了，估计已经买了菜回家了。络腮胡闻言急了，你咋不看着他呢？李老头翻了个白眼，你让我原地别动，我怎么看着他？我会分身啊。络腮胡张了张嘴，叹了口气，好吧，先看看剑痕。李老领着络腮胡，两人围着老杨树绕了一圈又一圈。半晌，两人在杨树下停住呆立，望着树干默默无语，似乎在消化庞大的信息。过了一会儿，李老先问络腮胡，如何？不好说。络腮胡脸色凝重，不好说。对，我就一师级，我敢说啥？你的意思是这小子一剑的威力往兵级以上走了？络腮胡沉默，李老看着一脸便秘的络腮胡也跟着沉默。降级？不敢想，只是兵级就已经够离谱了。老李啊，去年王老虎从咱们省撬了个人走，你还记得吗？络腮胡眼里闪过一抹追忆，扶着树干顿了顿，继续道，那小子原本是个视频博主，平时就自己鼓捣点古剑法练着玩，没想到灵气复苏的蛋糕砸到他身上，他练的那些剑法一夜之间融会贯通，带去斩妖司测试的时候直接就是师级甲等。今年听说他已经是兵级了，处理了10几个难度很大的事件，人气如日中天啊。可即便如此，他也才堪堪能把剑气激发出来，那威力一言难尽，还不如他自己用剑砍的。我知道，那个白眼狼。李老冷哼一声，以拳击掌，眼里浮现出怒意。这件事他一辈子都记得。吴海婷，当初他还帮助过这小子顿悟剑法，结果这小子见钱眼开，被隔壁省的斩妖司撬走。C 型斩妖司花费大量资源培养，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导致这2年他们 C 省斩妖司一直过得紧巴巴，强者不够，业绩不行，处理事件效率低，有时候还得申请让上头从别的斩妖司调人过来。丢脸是次要的，关键是妖怪造成的人员伤亡令人心痛。如果他们这边能有个兵级以上的强者，根本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狼狈。所以李老，这个年轻人你一定要帮我们斩妖司争取到。
络腮胡握住李老头的手，语气恳切。上个月又死了几个好孩子，现在能出任务的斩妖师已经不到20个了，这我可说不准。李老疲惫地摆了摆手，摇头叹气。我理解你的难处和急切，但这件事不可操之过急。首先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其次我跟他接触没多久，不知他的底细和品性。这小子真熟练掌握了剑气，我们加一起都不是对手。你忘了31年那个失控的家伙了？他造下了多少杀戮，现在都没抓到，就是因为我们没实力承担风险，也高估了他的人性和欲望。络腮胡再次沉默。确实，就现在他们斩妖司的水平，若是发生意外，根本无法控制一个掌握了剑气的复苏者。虽说子弹和炮弹对复苏者依然有威胁，可10级以上的复苏者对危险就已经有提前反应，概率能够躲避子弹。兵级复苏者只要不是在密集的弹雨中，面对枪械的威胁，只需借助掩护，几乎就难以杀死。降级就更不用说了，用冷兵器就能把子弹磕飞。我明白了。络腮胡深吸一口气，是我急于求成了。李老，这样，你继续和那个年轻人保持接触，最好想办法考验一下对方的品性。等确定没问题，我们再给他透露点斩妖司的情况，探探口风。可以。李老点头，他觉得陈怀安既然对剑法和鼓舞有兴趣，那么哪天早上肯定还会来这里，他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到时候他再打听打听对方的住址，以后找人也方便。事情谈完，络腮胡喊了个的士回斩妖司。刚上车，屁股还没坐热，手机就震动起来。看了眼来电显示，他赶忙按了接听。Boss， 出事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满是慌张。有民间斩妖师汇报，天府市疑似出现甲等妖孽，还是2头，2头甲等。好，我知道了。络腮胡脸色变了变，拳头捏紧。我马上回来。挂了电话，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络腮胡眉宇间尽是忧色。街道上车水马龙，赶着上班的人们行色匆匆，可他们却不知道整个世界正在渐渐变得混乱。霓虹百鬼夜行，美区恶灵肆虐，欧区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吸血鬼和狼人狩猎的后花园。有时候他也会怀念曾经是个社畜的日子，虽然活得像个 NPC， 至少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突然暴毙。可天有不测风云，最近妖怪出现的事越来越频繁了。清然宝贝，俺已经学会一点青莲剑点了，俺现在就把你教成绝世剑仙。清然，你已拜入师门有段时间，为师也是时候教你一些防身之法。李清然刚打算打坐修炼，虚空中就响起师尊的声音。师尊终于要教他功法了。李清然心里满是欢喜。好呀，师尊，徒儿一定会认真学习，绝对不会给您丢脸。他在蒲团上乖乖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抬头挺胸，却并未注意到跪坐的姿势更勾勒出纤细的腰肢和丰满的翘臀，再加之脸上眼巴巴的期待和崇拜的小眼神，直接就让陈怀安的心狠狠颤动了一下。小作坊，恐怖如斯。陈怀安第 N 次这么感叹。为师今天教你一卷剑法，名为青莲剑典，总共36章12式。为师先教你前12章和前2式。为什么不是全部36章和12式呢？李清然放在膝盖上的手攥紧，眉眼中有着一丝紧张和迫切，小心翼翼地说：师尊，徒儿一定会认真学的，徒儿其实没有那么笨，师尊可以试试一次性全部给徒儿塞满的。嗨嗨，倒不是本尊觉得你笨，而是这剑法霸道，要先打基础，循序渐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李清然听陈怀安这么说，便安静下来。只要不是师尊觉得他愚笨便好。之前回青云宗，清玄道人和陆长天说了很多他很笨很蠢之类的话，现在跟了陈怀安，他急着证明自己，想给陈怀安留下一个好印象。被抛弃惯了，他不想再被当垃圾一样丢掉了。青莲剑典第1章到12章，为师先给你打一遍，之后再为你逐个拆解，你切看好。陈怀安按照游戏提示将手机安置在自拍杆上，游戏自动跳转到前置摄像头录制画面。怎么说，接下来就直接打一遍就行了。他看到屏幕左上角弹出一个方块，方块里有个身穿玄衣的白发仙尊，手持黑灵剑，和他此刻的动作一模一样。陈怀安做了猴子望月的动作，那仙尊也跟着行为一致。哦，这是我的游戏角色，想起来了。陈怀安回过神来，他大概理解游戏的意思了。如果这不是个游戏，那么李清然看到的就是白发仙尊，而不是现在穿着一身睡衣的光头。事实和陈怀安想的一样。随着你切看好落下的瞬间，李清然眼前一晃，便发现自己早已不在小木屋里，而是来到一处四周昏暗的独立空间，但昏暗中却有一抹亮色，也就是面前5米外的人影，白衣复健，苍发如雪，是他的师尊。这里看到的师尊没有青云宗上那么恐怖的威压和压迫感，却更让他的心湖荡起波澜。青云宗上的师尊太过难以接近，就像高高在上的仙神，
现在的师尊似乎终于可以触碰，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唉，听课要认真。不知什么时候，师尊已经走到面前，一根戒尺轻轻拍在他头上，啪的一声，不疼，却让他脸颊越来越热，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好玩，徒弟开小差还能互动，表情还是那么惟妙惟肖。陈怀安按着戒尺敲了敲李清然的额头，等李清然注意力集中，乖乖坐好，他才开始演示动作。与此同时，落霞峰上一柄飞剑落下，徐岸提着2个酒葫芦从飞剑上下来，这是他酿的灵酒，里面的酒意已经化去3分，并不醉人，用作饮料味道甘美，不仅能开胃安神，还能加快灵气的吸收速度。师姐说新来的师妹拜的是那无人的万剑峰，我们这些师兄师姐自当多多帮衬，结果我新酿的灵酒总共6壶，就给我剩了3壶。徐岸摇头叹气，这再给小师妹2壶酒，他就只剩下1壶了。可要是只拿1壶也送不出手，终究还是面子大于里子，该送就送。听说小师妹就在山顶的石屋里。等等，石屋？徐岸愣住，俩眼珠子瞪得溜圆。娘西痞的，这还是落霞峰吗？这给他甘霖溪谷来了吧？山顶的哪里是石屋？分明是个装修精致的木宅子。最关键的是，宅子周围居然有10块已经开垦好的灵田，那土壤中溢出的灵气都快化成雾了。木屋扮演在竹林中，一束溪流从竹林深处潺潺而出，在木屋边聚成一汪清池，其中荷花盛开，几只仙鹤在里面扑腾着翅膀玩水。清池映竹黄，和蕊点亭廊。望着那门前景色，徐岸不禁摇头晃脑，一阵唏嘘感叹，这才是仙家人洞府该有的样子啊！与之对比，我那洞府跟狗窝有何区别？那么问题来了，这位师妹是如何在半天时间内把山顶布置成这样？还有这10块灵田又作何解释？莫非是有什么法宝？徐岸瞥了眼手里拎着的2酒壶，突然就感觉有点送不出手。他本就不擅长待人接物，此刻看到这番景色更是拘谨。算了，我就不进去了。徐岸在木屋前的石阶上站定，将酒壶放在石头上就要离开，突然察觉到小木屋中一股淡淡的道韵弥漫开来。他脸色微变，喃喃道：小师妹天赋如此逆天，刚来半天就顿悟。他环顾四周，发现小木屋周围没有任何防御措施，顿悟乃是修行关键，不可被打扰。我就帮小师妹布个隐匿阵吧。徐岸一拍腰间，迎一柄墨色飞剑祭出，围着小木屋环绕一圈，只是写写画画便已布阵完毕。待剑归鞘，他又在阵眼处撒下一把灵石，在剑阁中自是没有危险。布置隐匿阵的目的是告诉其他人，这里面的人不想被打扰，算是一种另类的提醒。做完这一切，徐岸满意的点了点头，望着隐匿在阵法中的小木屋，摇头晃脑道：有趣有趣，刚来的小师妹半天不到就开垦了10块灵田，这事儿我等会儿可得跟大家说道，让大家都来落霞峰顶看个热闹，正好也走走剑阁的传统。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开心事，仰头大笑，转身踩着飞剑冲天而起。清然，青莲剑典的精髓就是念诗融诗于神，一词一剑，词能赋予剑招更强的力量。原来如此，徒儿记住了。李清然定定地望着那白衣负剑的身影，心里越发肯定了一件事，他的师尊必然是一位绝代剑尊。如此一来，师尊的身份也得到了再次证实，必然是剑阁的太上长老。剑阁修士身上多少带着一丝锋锐之气，或如刚开封的新剑，锐意勃发；或如出鞘之剑，锋芒毕露；或如藏锋之剑，隐而不发。也有像阁主那样厚重如山，但没有任何一名修士身上的气质能和他的师尊媲美。那是一柄开天之剑，拥有绝世之锋芒。这样锋利的开天之剑，必然需要一柄与之匹配的剑鞘。他想成为那样的剑鞘，只是如今的自己还差了太多。足足6个时辰，李清然才勉强把青莲剑典前12章学会。他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剑法，这些看似简单的基础动作，只有连贯起来才知道有多么困难。只是尽量将每一个动作做到位，居然就已经抽干了他大半的灵气。灵气的匮乏和身体上的疲惫让他摇摇欲坠，整个人都晕乎乎的，好想就这么往床上一躺，睡在师尊温暖又威严的目光里。等等，师尊！李清然猛地一咬舌尖，不能睡，坚持住！现在师尊可是在教他剑法，他怎能犯糊涂？清然，你连贯起来，再给为师演示一遍，然后今天就到这里，明日为师教你剑士之一长风破浪式。是，师尊。李清然定了定神，暗暗给自己加油打气，起身剑舞。陈怀安塞了一把花生到嘴里，瞅着屏幕一脸陶醉。其实李清然的剑典12章已经是初窥，他就是单纯想再看一遍舞剑而已。刷刷刷，屏幕中的少女手持素弦，以鹤立起剑，脚步轻移，英姿飒爽，手上连着玩起几个剑花，衣裙翻飞间，那闪烁的剑芒恰似人间初雪，飘忽不定。
陈怀安看得如痴如醉，忘了时间，也并未注意到女孩脸上的疲态。待12件张舞下来，李清然已是香汗淋漓，她身上那件睡衣本身就薄，又是清透的料子，顿时让陈怀安大饱眼福。师尊，清然这剑招如何？李清然收剑归鞘，右手强撑着剑柄，左手提着裙子，将撑在地上的剑身藏在裙子后，脸上强装镇定，只是难掩急促的呼吸和脸上的潮红，一滴汗珠从眉心滑到精致小巧的鼻尖上，又落到唇角，痒痒的，他赶紧伸出小舌头舔掉。用脚趾想，他都知道自己有多狼狈，灵力完全消耗干净，乃至于最后2张的动作走形，完全是撑着一股气忍着身体的不适强行做完。李清然眼巴巴地望着天花板，他知道师尊正看着他，他能感觉到，只是师尊为何半天不说话？是觉得他做得不好吗？手机外，陈怀安平复了一下内心的躁动。不错，再接再厉。听到师尊的夸奖，李清然眉眼弯弯，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身上的疲惫似乎都散了大半。他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谁的认可都远不如师尊的认可让他开心。师尊，徒儿愚钝，足足6个时辰才出窥门径，若是师尊，恐怕半个时辰就已经小成。李清然轻倚着素弦，手指在胸前对着，低垂的眼眸里藏着粉色的小九九。他还舍不得把陈怀安放走，只能随便找点话题。呵，瞧瞧这话说的。陈怀安只觉汗颜，青莲见点的动作他练了很久，要不是用过一次头盔让他记住了基础的动作，估计少说的要1周他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的地步。嗨嗨，徒儿不必自谦，你能6个时辰出窥，为师很满意。那师傅是用了多久？嗨嗨，半刻钟。哇，师尊就是师尊，徒儿还要努力向师尊看齐。陈怀安看着满脸崇拜的李清然，只感觉脸上烧得慌。他又跟李清然聊了几句，然后就慌张撤退了，足足打了几套动作，他也饿得发慌。李清然也没继续缠着陈怀安，而是老老实实去旁边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他没有选择休息，身上的疲惫稍微消散了点，就立马盘膝打坐，恢复耗尽的灵力。与此同时，落霞峰上下，唉，你听说了吗？新来的小师妹半天整了个漂亮房子，还有10块灵田。什么？我那个飞剑嘞？听说了吗？新来的小师妹自带漂亮房子，50块灵田。天大的消息！新来的师妹半炷香开了100块灵田，盖了一座仙府。无量天尊，你们知道不？新来的小师妹有云端仙宫、100亩仙田，还抓了2头青龙当宠物。什么？假的吧？走，管它真假，都去看看。嗖。突然，窗外传来阵阵飞剑呼啸之声，李清然吓了一跳，赶紧起身打开窗户查看。只见窗外漫天飞着剑修，他们衣袍猎猎，踩着5颜6色的飞剑，将整个落霞峰顶围住，竟全部都是剑阁的弟子，就连剑阁阁主和长老们都全来了。这是要干嘛？李清然脸都吓白了，脑子一懵，下意识关了窗户，蹲下靠墙，抱头蹲防。清然师妹，别躲了，我们都看到了外面响起师姐跃千池的声音。看到什么了？李清然脑瓜子更懵，一片空白。看到他师尊给他开小灶了，他还在师尊面前穿着睡衣，睡衣里面还是青蛙和荷花的小肚兜，他还没穿罗袜，就这么赤着一双脚丫。啊，师尊啊，羞死人了！你再怎么躲，你的房子和灵田也收不回去啊，快出来！哦，李清然稍微松了口气，但紧跟着心又跟着提了起来。这些人围在外面干啥？再联想到剑阁弟子豪横的作风，他紧张兮兮地推门出来，双手贴着门，就像保护海螺屋的小螃蟹，望着那满头顶飘着的剑阁弟子们，已经几乎预料到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整个落霞峰的弟子应该都来了吧？不会真要抢他的房子吧？房子和灵田都是师尊给他的，他死都不会让给别人。不过师尊既然是太上长老，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做吧？小师妹，你护着那大门干啥呢？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空中踩着飞剑的岳千池笑着调侃：怎么，怕我们把你的小屋子门给卸了？然后冲进去鸠占鹊巢。周围剑阁的弟子们闻言纷纷哈哈大笑，只是那笑声中倒是没有一点歹意。小心思被揭穿的李清然闹了个大红脸，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清然，这房子和灵田可是你师尊的手笔。说话的是阁主苏齐年。李清然抬眸望了一眼，移开目光，嗫嚅道：是师尊帮我弄的，师尊说只给我一个人住，灵田也是我一个人种。哦。苏齐年望着那灵田暗暗吃惊，这些灵田的肥沃程度已经算得上良品，他的药园子也就这个级别了吧，而且也没比李清然的大多少，可这样的灵田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开垦出来，足足10块。
李清然的师尊到底什么来头？总不可能潜入了剑阁，他发现不了吧？必定是动用了什么法宝，可只是动用法宝也确实手段通天了。师傅，清然师妹怕你抢她灵田呢。苏七年在岳千池的提醒下反应过来，看着李清然那副戒备的样子，不禁翻了个白眼。灵田你不自己种，还本尊帮你种吗？你想的还挺美。一众剑阁弟子又是大笑。李清然俏脸更红，支吾道：弟子不是那个意思。苏七年，你就是那个意思。弟子不是。那你什么意思？李清然不开腔了，不敢说话。这么追着弟子问的宗主，他也是平生仅见。苏七年看着哑口无言的李清然，一脸惬意地捏了捏胡须，笑着说：峰顶是你选的洞府，想怎么开垦是你的事，搞得再漂亮那也是你的。我剑阁虽然穷，但还没穷到劫掠同门弟子的地步。是啊，师妹，我们就是好奇来看看，毕竟那么大一块灵田爱。岳千池满眼羡慕，他要是有那么大的灵田，大概就不用花钱买灵草了，自给自足多的，还能卖钱赚外快。师姐，你也可以把灵草种我这里。李清然想着师姐对他挺好的，帮师姐种点灵草也没什么。师妹有心了，不过你的灵田还是你自己用吧。岳千池轻哼了一声，傲娇地说：你不是要做单修或者一修吗？灵田对你而言很重要，好好努力吧。对了，这个给你。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个小布包，推到李清然手上，这里面是些基础灵草种子，上次买多了，你拿着用就好。师姐，李清然张了张嘴，正要拒绝，下一秒就被一脸无赖样的岳千池打断。你要是拒绝，我就在你灵田上种芒狗尾巴草。李清然，小师妹，上午给你拿了2壶灵酒，记得带回屋里。岳千池旁边的飞剑上，凌云峰亲传大弟子徐岸对李清然笑着挥了挥手：你就是新来的师妹吧？在下凌云峰二弟子公孙胜。一剑修从怀里掏出个物件推给李清然，这是在下平时做的小物件，只需以灵气激发即可爆出108000根灵气钢针，关键时刻或可救命。小师妹，在下藏剑锋亲传大弟子真鹤。又一双手抱剑，做着仙鹤的剑修推给李清然个小袋子，这是3枚藏剑丸，其中有在下凝练的剑气，筑基之下必杀，金丹之下也能重创，拿着防身。小师妹，这是我养的仙鹤，赠你一只。小师妹，俺啥也没有，给你几颗丹药吧，嘿嘿。小师妹，师姐这个簪子送给你，很适合你哦。各种各样的礼物被推到李清然面前，他的怀里塞不下了，就高高堆在一边。诺，这个给你。一个淡漠的声音响起，李清然从礼物堆后面勉强露出半个脑袋，懵逼地望着前面，是上午看到的那个在乌龟背上睡觉修无情道的师兄。不愧是无情道，感觉对方说话都像含着刀子刮人的紧。在下段风，无情牙轻传段风双手托着个黑沉沉的剑匣，淡淡道：入剑阁即为剑修，剑不再是武器，而是我们的伙伴亲人，哪怕是一柄木剑也要从一而终，直到它再也无法使用。我们所有的资源几乎都会砸在养剑和修炼上，这养剑匣可以温养剑刃，一定程度修复剑伤，也能让剑变得更锋利，送你了。这我不能收，太贵重了。李清然已经被一群师兄师姐的礼物砸得晕头转向，说话都在结巴。无碍，身外之物，而且我有更好的。段峰将养剑匣放在礼物堆的最上面，找了个超绝平衡点，转身就走。他的剑就挂在腰间，那柄剑漆水明亮，剑身缠绕着一层淡淡的青光，也是在场唯一没在天上飘着的。等所有人送完礼物，李清然已经被礼物堆完全包围，照了师姐送的仙鹤，还帮他背了一部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预料。他本以为这些师兄师姐会要他做什么，可是他们送完礼物就各自结伴离开，没有一点要留下的意思。岳千池帮李清然把礼物全部搬进屋里，两人一人抱着一坛徐岸的灵酒，坐在落霞峰崖边的月光中。这是我们剑阁的传统，习惯就好。岳千池摸了摸李清然的头，嘴角扬起温柔的弧度。大家为什么送我那么多东西？李清然还是很困惑。剑阁不是很穷吗？有个师兄甚至把保命的丹药都给他了，他自己就留了一颗。岳千池望着月光，眼里含着一抹哀色，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道：师妹，剑阁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师弟师妹加入了，剑修的路很难走，远比其他门派难走得多，不仅需要个人的毅力，还需要大量的资源。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剑阁弟子再次夭折。曾经的剑阁其实并没有那么穷，只是每一个剑修的死对剑阁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这里的弟子灵石全部根据境界的需要来领取，而不是根据在宗门中的地位。哪怕身为宗主亲传的他，也不会得到多余的资源。而就算只是一名普通弟子，只要他的修炼需要，提交证明材料，经过剑阁长老审核后，就能得到足够的资源，无论多少。而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剑阁弟子都是吞金兽。
大量的资源培养出来的剑修，死一个都是剐下心头肉。可如今这世道，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死呢？李清然不了解剑阁的过往，但他能读懂岳千池眼中的哀伤。他主动伸出手，反握住岳千池的手，五指相扣。师姐，我不会死的，我会努力活下去。你也不能死，你可是我们剑阁的大师姐。岳千池怔了怔，笑了，笑得很豪爽。说的也是。他一仰头，那酒壶中便流出一缕月光。有我岳千池在，谁也伤不得我剑阁的师弟师妹。月下之人眼神灼灼，身上的气魄似要将整个落霞峰都护在身后。纵使被伤得遍体鳞伤，李清然也依然愿意相信岳千池的真心，因为这里可是师尊曾经待过的宗门啊。师姐。夜晚，熟睡的陈怀安翻了个身。清然在新宗门没被欺负吧？他拿出手机看了眼，迷迷糊糊中看到李清然正在修炼，便随手将手机丢到一边，继续睡觉。窗台上缩着身子的霸基惊出一身冷汗。当确定陈怀安再次睡着之后，才缓口气，对着九转铃兰和月光将饕餮的气息放出来。他的身上像是伸出无数漆黑的触手，与屋里的阴影连接着，周身散发着邪恶的气息。这大青鱼倒是好运气。霸基望着水盆里享受灵气沐浴的青鱼，冷哼一声。如今这个时代灵气稀薄，能跟在大佬身边生活在灵气充裕的环境中，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至于他是怎么了解这个时代的，主要还是靠陈怀安看电视的时候，他也跟着蹭点。后来陈怀安出去，他也会主动打开电视接收信息。他现在已经知道，上次差点把他撞死的铁盒子叫做半挂式卡车，这根本不是人类的武器，而是交通工具。人类的武器是一种叫做枪和炮的玩意儿，有点像暗器，能够远程击杀敌人。了解到这些后，他也更加确定这大佬就是来悟道的。大佬遨游无数世界，封印实力和记忆，感受不同世界的道则，如此来完善自己的道。但千万不要以为封印了实力的大佬就能当软柿子捏。大佬既然敢封印实力和记忆，就代表大佬有自保的方法。他估计那个名为手机的东西就是大佬留下的后手。这手机和人类的手机完全不同，人类的手机能看到屏幕里的画面，而大佬的手机是一片黑，上面是只有大佬才能看到的东西，是大佬悟道的秘密。一开始他还有觊觎的想法，但随着那张紫霄神雷符出来，他彻底老实了。这青鱼应该是大佬故意留下的，既然大佬有意留你，那本王也送你一场造化。饕餮作为上古四大凶兽之一，说是万妖之祖也不为过。点化一个生灵，让其逐渐妖化，甚至拥有更强的血脉，对他来说不过顺手为之。霸基将猫爪按在青鱼脑袋上，一滴暗红的血也顺着青鱼的脑门渗入。按照这个速度，最多2个月，这青鱼就该化妖了。霸基收回爪子，圆溜溜的眸子里尽是狡猾。青鱼若是化妖，对他而言就是挡箭牌，只要大佬记忆没有恢复，那么注意力肯定会集中在化妖的大青鱼身上。如此一来，他身上一些不符合猫的特征就没那么值得注意了。结，本王真是个天才。臭猫大晚上发什么癫？陈怀安随手丢了个枕头出去，手放回来碰到手机屏幕。游戏里李清然还在修炼，一个游戏框弹出来，您的寿命剩余57天，今日卦象，小吉，宜婚配，天府斩妖司，3个0。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而不是编了个故事诓我？络腮胡望着面前穿着校服的妹纸，满脸不可思议。刚刚这妹纸说什么？有个大佬出手就是7、8张能召唤雷火的符箓，而且还和一头甲等妖孽住在一起，这还是中文吗？吴大哥，虽然我不是斩妖司正式成员，但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000身上已经做了简易的包扎，用了斩妖司特制金疮药后，他的伤势好多了，但还是需要靠着长枪才能好端端站着。他又补充道，而且我怀疑那妖可能不只是甲等妖孽，甚至可能是妖祟。越来越夸张了。络腮胡无语。目前华区斩妖司将出现的妖分为妖将、妖祟、妖孽、妖怪，其中妖怪就是受到灵气复苏影响刚刚诞生的妖。这些妖怪进化的方式主要是进食血肉以及互相吞噬。妖祟级别的妖只有冰级复苏者才能处理，冰级以下上去都是送菜，因为这类妖已经有了不逊于人类的智慧，无法通过智商压制令其伏诛。如果事情真如000所说是个妖祟级的妖，那就麻烦了，因为现在 C 省斩妖司没有一名冰级复苏者，他和李老头也只是师级甲等，根本不可能是这种妖祟的对手。对了，你刚刚说这妖和一名神秘复苏者住在一起对吗？而且这复苏者还会使用雷符。是的，我试探了对方，对方似乎对斩妖司并不清楚。000摸着下巴思索道，我现在有2个怀疑，其一，这复苏者就是野生复苏者，并不知道斩妖司，可野生复苏者就已经能自由操纵自己的力量，这点实在有点可疑。
其二，对方也是斩妖司或者别的民间斩妖组织的一员，只是对方正在执行秘密任务，所以才对我的试探不予理会。不，还有第三种可能。络腮胡脸色凝重，你有没有想过对方可能是个失控者呢？失控者？000回忆着陈怀安的视频账号，又联系起对方那副愚蠢而清澈的眼神。失控者怎么可能会有那种难大的眼神？他根本就没有往失控者这个方面去想。络腮胡也看了陈怀安的视频账号，但他认为这些并不足以作为参考，毕竟人是可以伪装的，这件事必须引起重视。络腮胡一拍桌子站起身，眼神灼灼地盯着000。现在只有你和那个神秘复苏者有接触，并且对方并未对你发动进攻，所以我给你的任务是继续盯着对方，一旦对方或者对方房间里的妖有任何异常，立刻上报。我已经向总部申请调一名兵级过来，你只要拖延时间就好。我000指着自己，嘴角抽了抽，我就100级甲等，你让我盯着那个大佬，这事儿做好了给你升师级。络腮胡拢着手，笑眯眯地说，你也知道斩妖司缺人手，民间斩妖师又多是欺软怕硬的。30啊，你不一样，只有你最勇敢，我一直非常看好你，你只需拖到兵级斩妖师来，不仅给你升师级，我还给你转正。升师级不是自动转正吗？000瞥着络腮胡，那不一样。络腮胡打开抽屉，拿出一卷文件，这是上面最新研制出来的吐纳法，从我这里转正，你就能领取前3卷。吐纳法？真的把吐纳法研制出来了？000面无表情的脸上都不禁浮起一丝悸动，他摸了摸身后的长枪，抬眸盯着络腮胡，斩钉截铁。成交。不过我没钱了，还要接个简单点的斩妖任务。没问题。络腮胡指着墙上密密麻麻的任务栏。太好了，你随便选。000走了。络腮胡左脚搭右脚搁在办公桌上，望着墙上的任务栏，惬意地点了根烟。下午回来的时候他慌的一批，收到总部文件后他瞬间不慌了。妖怪数量在变多，斩妖司也在进步，吐纳法就是他今天听到的好消息。这是斩妖司总部研制出来的功法，类似古代内功，不过这功法并不修炼内气，而是捕捉空气中稀薄的高能粒子，同时将真气内息也转化为这种高能粒子。这种高能粒子附着在身上时，能大幅度增加出招的威力，提升身体强度，作用与内力相似，效果却强大7至100倍。总部那边将这种高能粒子称为灵气。10年磨一剑，终于熬出了头。有了吐纳法，意味着官方斩妖司将完全凌驾于民间斩妖组织之上。诸位斩妖师在修炼方向上也不再是到处乱撞的绿头苍蝇，从复苏开始就固化的境界有了提升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有好东西能够吸引那些复苏者主动接任务，主动加入编织。在此之前，由于对复苏者的掌控力有限，斩妖司针对民间复苏者都是放养的态度。他们想邀请复苏者成为编制内成员，人家就一句话，你们斩妖司除了钱还有啥？如今枪杆子有了，也是时候重拳出击。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吐纳法的出现，复苏者会逐渐向斩妖司靠拢，最终独剩一个声音。只要人类团结起来，那些妖怪又算得了什么？络腮胡嗤笑一声，嘴里的烟猛吸一口，燃个干净。他起身取下墙上最顶部的任务，那是属下汇报的另外一头甲等妖孽。任务地点：宽窄街下水道。任务难度：甲等妖孽。情报：疑似一只妖化的流浪狗，唾液能够将人感染成疯人，如今已经造成17人死亡，其中有2名白级民间斩妖师。该死的妖孽！络腮胡眯了眯眼，捏紧拳头喃喃自语：今晚我就能进入归元真功第1层，刚好就用这妖的脑袋试试吐纳法够不够顶。弟子亲然福望上苍精敏，师父护之慈悲，驱诸般恶难，保佑师尊平平安安。翌日清晨，李清然照常焚香沐浴，对着天空拜3拜，为师尊祈福。随后便搭乘赵乐师姐送的仙鹤前往剑阁宗门广场。他一直都是个守时的人，能提前绝对不会迟到，本以为也算是来得比较早的弟子，可到了宗门广场便呆住了。只见整个广场上早已人满为患，房顶上、苍松上、竹林的竹子尖上，或站或坐，或躺或盘膝，到处都是剑阁的弟子，视野越好的地方人越多。枪！突闻一声剑鸣，只见人群前方剑光冲天，接着便传来一阵打斗声。爬开，这位置是我的，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我还说是我的呢，我放了飞剑站位置，我管你啊！激烈的剑斗声直冲云霄，周围的剑阁弟子没有一个要上去阻止的意思，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甚至还在讨论哪一个会赢小师妹，下次还得再来早点啊。旁边的一根竹尖上落下一人，正是昨天送他灵酒的徐岸。徐师兄，李清然赶紧作揖行礼。不必拘谨。徐岸拎着个酒葫芦，眼里带着3分醉意，笑呵呵地说：宗门早课非常重要，
乃是各位长老集中解决修炼上遇到的问题，以及诸位亲传弟子分享修炼和战斗经验的地方。宗门早课结束后，各峰弟子才由各峰长老带回修炼对应的剑道。原来是这样，李清然懵懂地点了点头。剑阁的授课模式和青云宗截然不同，似乎很环保的样子。所以宗门早课一定要提早来占位置，有时候亲传之间会互相比斗，那么越靠近前面就越能看到一些细节，对修行和剑斗颇有裨益。徐岸似乎醉意上冲，说话间整个人都在竹间间上摇晃起来，可是不管摇晃的幅度多么大，他的脚都死死粘在竹间间上。可是师兄，你好像来的也很晚。徐岸无所谓的摆了摆手，我的位置没人敢占，最前面是各峰前3真传的位置，要占可以，先打赢我们再说。前面的剑斗似乎分出胜负，有一剑阁弟子骂骂咧咧地上了旁边一处楼顶，一掌将楼顶某个提前选好位置的剑阁弟子劈了下去，取而代之。咚咚咚，远山中传来飘渺钟声，连着响了9下，整个广场瞬间安静下来。早课要开始了。徐岸面色一正，醉意瞬间消失。小师妹，我去前面了，再见。话音落下，李清然只是一眨眼，视野中便没了徐岸的踪迹，只有那根翠竹还在微微晃荡。整个早课李清然听得如痴如醉。剑阁的长老们讲学并不是将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就完事儿了，由于境界的差距过大，很多知识对境界不够的弟子而言根本就是天书，所以长老们的做法是将这些知识揉碎的到各个境界中，让不同境界的弟子都能很容易理解，同时也让弟子们提前了解到高于自身境界的知识却不会影响修炼。这让李清然不禁想起之前待过的青云宗，清玄道人讲赤云诀的时候就只是把口诀告诉他，之后就一概不管了，而光是将口诀翻译成他能够理解的字句就花了他不少功夫。早课结束后，所有弟子在各自长老的带队下离开，李清然没急着走，他围着小广场绕了一大圈，终于在一棵苍松上找到了呼呼大睡的剑阁阁主苏祈年。宗主，晚辈有事汇报。李清然站在松树下作揖，但松树上没有任何回应。他抬眸瞥了眼，这位保底化神后期的剑修居然毫无警惕的还在睡觉。宗主，师妹，你这样是喊不醒师傅的。岳千池不知从哪冒出来，满脸坏笑的揽住李清然的肩膀。师傅在外面相隔百里都能发现敌人的杀意，但在剑阁内，弟子哪怕靠近他10厘米内，他该睡还是睡。岳千池在储物袋里一阵摸索，掏出个青铜圆盘和一个棒槌。他对李清然挑了挑眉，今天师姐就教你如何唤醒沉睡的宗主。李清然脸色一变，师姐，这不太好吧？他已经预想到岳千池要干嘛了，那可是大不敬，放在青云宗可是会被逐出宗门的。没啥不好的。岳千池一个纵身来到树上，将圆盘架在苏七年头顶，右手拿着棒槌抡了个大圆。咣！李清然吓得闭上了眼。等余音散尽，再睁开眼时，苏七年已经盘腿坐起来，黑着脸，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而始作俑者岳千池已经不见踪影。完了！李清然赶紧作揖解释，宗主，刚刚不是弟子做的，刚刚是……他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没把师姐给供出来。就让宗主自己猜吧。他干脆眼睛一闭，自暴自弃地说。弟子眼睛进了灰，啥都没看见。嘿，你不说，本尊就不知道是岳千池那个臭丫头敲的。苏七年咬牙切齿，袖袍内的拳头捏紧。这臭丫头真是越来越皮了，等会儿本尊就让她去给镇宗寿扫大便。啊，那就还好。李清然松了口气，只是给镇宗寿清大便根本不算什么惩罚吗？这样的事他干过不少了，无非就是臭一点。哪知苏七年闻言却是变了脸色，嘴角勾起一抹狞笑。结，所以就是那臭丫头干的是吧？结，好，他干得好啊。结，李清然傻眼了，他没想到居然是阁主在炸他，结果一不小心他就把师姐给卖了。李清然低着头，双手合十，满脸歉意和懊悔。师姐对不起 QAQ， 宗主他实在太狡猾了，不必为那个臭丫头祈祷了，他完蛋了。苏七年从苍松上下来，站定在李清然面前，整理了一下长袍，困惑道：倒是你找本尊何事？李清然定了定神，长揖不起。阁主，晚辈的师尊，也就是那位陈姓的太上长老，如今正在与大妖战斗。师尊说他身中奇毒，恐怕已经命不久矣。晚辈想着，师尊既然是剑阁的太上长老，这件事还是应该让您知晓。师尊，剑阁太上长老还身中奇毒啊！苏七年嘴角抽了抽，不是，这咋还来真的了呢？所谓太上长老，只是他为了让李清然好好修炼提升实力画的一张饼，实际上剑阁并没有太上长老，更没有姓陈的太上长老。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李清然的师尊身中其独命不久矣，就这么放着不管不太好，但要是管的话也没那个钱啊。清然啊，告知本尊这件事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师尊的想法？苏七年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先探探口风再说。是师尊的想法，也是弟子的想法。李清然再次作揖，敢问宗主可有帮到师尊的法子？弟子都愿意去做。苏七年人麻了，这下好了，收个弟子还给剑阁认了个太上长老，这合适吗？这对吗？鉴于事情有点复杂，苏七年还是打算做一下切割。他再次试探道：本尊入宗的时候，那位太上长老就已经离开宗门去游历了，本尊只知道他姓陈，却不知具体名字。师尊名为陈怀安。李清然赶紧补充：啊，这样啊，那你就随本尊来宗门祠堂，本尊找找具体是哪一位太上长老，也好根据他的境界来想办法。苏七年心里想着，祠堂里都是已经作画的祖师的牌位，有些则是离开宗门不知生死的。去了祠堂没有看到陈姓祖师的牌位，他直接一句认错了，这件事就接过了，到时候再给李清然画个饼，让他好好提升实力，如此一举两得。不是他自私，实在是现在的剑阁经不起折腾，资源越来越少，已经不足以接济其他人。李清然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确定身份，他只是怀揣着希望老老实实跟在苏七年身后来到祠堂。剑阁的祠堂已经老旧，但里面却打扫得很干净。李清然注意到有一女剑修正打扫着落满树叶的院子，她素衣白发，高挑纤瘦的身影沐浴在晨光里，白皙的面颊像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恍惚间，李清然觉得时光都和这位女剑修融合在了一起。林师姐，苏七年对女剑修拱了拱手，这是李清然第一次看到苏阁主神情那么震惊。女剑修只是轻轻点头，似对两人的到来并不在意。苏七年也没向李清然解释这位林师姐的具体身份，只是带着李清然快步进入祠堂。祠堂中摆满了牌位，和破旧的祠堂相比，这些牌位每一个都擦得干干净净，就好像才刚摆上去没多久一样。不自觉的，李清然又想起院子里那位气质超然被阁主称作师姐的女剑仙。祠堂中的牌位必是她日夜精心打理的，方才能光亮如新。苏七年点燃3根香，插进香炉里，对着这些牌位拜了3拜，转头对李清然说：你有分头找找看，切记不要翻动牌位，只能看不能摸。李清然绷着俏脸点了点头，您放心，弟子绝对不碰。你性子乖巧，本尊就不看着你了。祠堂不止一层，苏七年晃晃悠悠上了第2层，想着稍微糊弄糊弄。反正他记得祠堂里没有任何一位祖师或者剑阁的前辈名为陈怀安。李清然在祠堂内仔细寻找着，越找越是心急，尤其在一脉姓陈的牌位中并未找到师尊的名字。时间1分1秒的过去，苏七年从祠堂顶部下来，看着满脸焦急的李清然，心头虽然不忍，但还是硬着心肠说：怎么样，找到你家师尊的牌位了吗？若是没有找到，兴许是本尊记错了。人老了是这样的，有时候记忆会发生错乱。李清然还在找，充耳不闻，连苏七年身后已经被苏七年找过的牌位也不放过。他眼睛红红的，紧抿着嘴，是要全部再检查一遍。苏七年也不阻止，只是耐着性子继续道：清然啊，就算你那师尊不是我们剑阁的太上长老，我也会想办法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的，你不用。找到了。雀跃的声音将苏七年还没说完的话按了回去。啥？苏七年满脸不可思议地转过头，只见李清然正紧紧抱着个牌位走过来，泛红的眼尾挂着点点泪花，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弟子找到师尊的牌位了。这不对啊，这不应该啊。苏七年再次扯下一根胡须，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样，阁主，是师尊的牌位吧？李清然眼巴巴地望着苏七年，手紧张地攥紧了裙角。宗主已经盯着牌位上上下下看了10几分钟，该不会还有什么问题吧？这怎么说呢？苏七年从缺了个字的牌位上收回目光，眼神复杂。这牌位上写着陈什么安，中间那颗字是缺失的。李清然的师尊叫陈怀安，但缺了个字，也不能确定这个牌位就是陈怀安的。可是李清然的师尊又说他曾经是剑阁的太上长老，苏七年已经懵了，他的记忆告诉他剑阁没有叫陈怀安的太上长老。祠堂的牌位则告诉他剑阁确实有个叫陈什么安的老祖级人物。因为这牌位是放在最上面的，由于缺了个字，再加上他记忆里没有陈怀安这个人，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细看，直接略过。要不是李清然把他看过的牌位也检查了一遍，说不定就这么错过了。该不会他进宗的时候，这位叫陈什么安的前辈真的出去游历了？他瞎鸡巴乱说的话成真了。苏七年拿着牌位去找外面那位女剑修，李清然赶紧跟上。林师姐，你进宗比我早，可还记得一名叫陈什么安的前辈？那一袭白衣闻言转身，
好看的脸顿时阴沉下来，抽出腰间的剑鞘就敲在苏七年头上。谁让你动祠堂的牌位？想挨抽了是吧？苏七年贵为剑阁宗主，却不敢反抗，只是低着头任由林师姐劈头盖脸一顿训。陈姓的老祖倒是有点印象，不过具体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林雨熙将牌位恭恭敬敬地放回原位，转头看着2名小辈，淡淡道：那位老祖很早就出去游历了，跟我们师傅的师傅是师兄弟，这牌位已经很久远。以前看管祠堂的弟子保护不善，被调皮的镇宗兽闯入刨了一爪，所以才没了中间那颗字。苏七年眼前一黑，没想到他随口一说还成了真。还有关于那前辈的其他信息吗？他还想最终确定一下。林雨熙皱眉想了想，道：那位祖师确实留下过一句话，就在万剑峰的石碑上。原来万剑峰石碑上那句话是陈姓祖师所留。苏七年大为意外，我还以为是师傅留下的，弟子还未来得及去万剑峰，敢问是什么话？告诉你也无妨。苏七年顿了顿，捋着胡须道：那句话不过短短8个字，却气势如虹，也把万剑峰所修之剑意完全概括，天道崩塌，唯有一剑。苏七年摇头晃脑，沉浸在这句话的狂傲之中。李清然却是眨了眨眼，眼底有些犹疑。这句话虽然气势如虹，却不像是师尊会说的话，师尊的话会更有仙气一些。不过这不重要，以前的师尊是以前的师尊，现在的师尊是现在的师尊。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师尊也经历了更多，说话和以前有些许不同是正常的。那便是了。苏七年以拳击掌，自我总结道：李清然，你的师尊陈怀安不是我宗门的太上长老，却是一位老祖。可能他离开宗门的时候职位是长老，现在又不好论述在剑阁中的职位，所以才告诉你他是太上长老。李清然没说话，其实师尊没有告诉他，都是他问的。既然令师尊是我们剑阁其中一位老祖，那这件事自然要妥善处理。你回去问问你那师尊现在何处，中的又是什么毒，剑阁就算倾家荡产也会帮他寻来解毒的丹药。苏七年这话说的斩钉截铁，他是真豁出去了。先不说剑阁不放弃任何一名弟子的精神，就说剑阁老祖4个字的含金量，就值得他们砸锅卖铁去救。若是把这位剑阁老祖救回来，区区青云宗算什么东西？他们剑阁直接集体出动，冲进青云宗，把青云宗的灵石挖空，让他们剑阁的镇宗兽把青云宗的那条母蛇给配了。青云宗上下敢说一个不字吗？敢吗？结。苏七年想到了开心的事，笑得很贱羞。苏七年，擅动祖师牌位，自己去执法堂领100鞭。一个冷漠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吓得苏七年浑身一哆嗦。哎，师姐，我都是宗主了，这宗主也得挨罚。林雨熙合上祠堂的门，冷冷地说：怎么，你现在不走，是准备等着像小时候那样，由我亲自把你拎到宗门广场上，当着所有剑阁弟子的面用藤条抽你的屁股吗？苏七年闻言脸都绿了，赶紧带着李清然撤退。他知道这位林师姐是真干得出来。宗主，弟子还想去一趟藏经阁。虽然苏七年已经答应处理这件事，但李清然还是觉得要双管齐下。师尊的独托不得，万一苏七年这里解决不了，他却能在藏经阁找到办法呢。去吧去吧。苏七年百无聊赖地挥了挥手。宗门北峰顶就是藏经阁，记得遵守那里的规矩。他照出飞剑，正要前往执法堂，又转身回来，脸色阴沉地望着李清然。清然啊，今日之事你……李清然神情严肃，板着脸拱手道：弟子只是和宗主去了一趟祠堂，看了牌位就出来了，并未见到任何人，任何人也没对宗主和弟子说任何话，弟子也不知道宗主现在要去哪里。苏七年满意的捋了捋胡子。乖。话罢，他踩着飞剑冲天而起，而李清然也松了口气。他解下腰间的铃铛，将仙鹤招来，乘着仙鹤朝飞峰飞去。咚咚。早晨，陈怀安原本还在睡梦中，门外突然传来2声巨响。他迷迷糊糊睁开眼，不是吧？游戏又送道具来了。沙发上，霸基也睁开眼睛，金色的猫桶里寒芒一闪，血腥味儿以及之前那个小贼的味道。陈怀安起身打开门，一股血腥味儿直冲脑门，冲得他直皱眉头。但见一条血痕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直接连到了脚下，而在他脚边有个娇小的身影正缩成一团，身上的第一中学夏季校服浸着血和泥沙，乱糟糟的头发与血污混着糊了一脸，看不清五官。倒在他门口的小女孩，关键是他还认识，这不是3个0吗？000。陈怀安第一次知道女孩名字的时候，就给这妹纸起了个外号3个蛋或者3个0。在他的印象里，这是个中2病晚期小屁孩，比他病情还要严重。但2人实在没有太多交集，就之前有过一面之缘。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不太熟悉的妹纸为什么会出现在他门口？而且没看错的话，
对方没走正门，还是翻窗进来的。这连锁酒店的监控系统不太行啊！陈怀安看着一地的血迹，只感觉脑仁突突的。这么多血他怎么处理？到时候怎么跟打扫房间的阿姨解释？算了，先把这妹纸挪进来吧，地板怪凉的。出于尊重，陈怀安先进屋把衣服穿上，才出来将3个零抱进去。他之前只穿了一条大裤衩。沙发上蠢蠢欲动的霸基看到陈怀安把小贼挪进来，整个猫都傻了。为什么大佬不直接把这小贼给碎了，还要把小贼这么温柔的抱起来？难不成他之前打错人了？这小贼和大佬实际上是朋友。鸡爸越想越是心惊，万一等会儿这小贼醒了告密，大佬不就知道他是妖了？然后大佬直接一波记忆觉醒，抬手召唤漫天雷霆，给他劈成一坨焦炭，再丢锅里煮煮，撒点葱花料酒切成几块，蘸点酱油，配着小酒，把他当下酒菜给炫了。这对吗？他之前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到底都算什么？陈怀安可不知道，某只饕餮已经吓得浑身炸毛。他正拿出手机准备打120，虽说他的缝春针确实可能对3个零现在的情况有效，但人命关天，万一他几针下去3个零嘎了，他不就成下人犯了？他用脖子夹着手机，同时把女孩放在沙发上。3个零刚躺下，就头往旁边一歪，哇的吐出一大口血。我了个豆啊！这妹子是被全险八卦撞了吗？伤势那么严重？陈怀安震惊。电话拨通后，他赶紧给医生描述了一下3个零的情况。他的情况很危急啊，你先帮他急救一下，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医生让陈怀安给3个零止血，然后做心肺复苏。陈怀安揭开3个零的校服一看，胸口小腹都有狰狞的伤口，看起来像是被什么野兽抓了一样，一片血肉模糊，皮肉都翻卷出来。他赶紧把被单剪成条给3个零包扎。事已至此，他知道已经不可能继续在这儿住了，所以造起来也没啥心理负担。接下来是心肺复苏。陈怀安按照医生发来的视频，双手垫在3个零的胸口往下一按，咔吧，噗，3个零一口老血喷到了天花板。陈怀安，不是，他手劲儿啥时候那么大了？按一下直接给人家肋骨按断了。可怜3个零才被摔断3根肋骨就伤未愈，又被陈怀安按断了3根，左右倒是刚好对称。不行了，还是得上阵。眼看3个零出气多进气少，陈怀安也顾不得会不会成为杀人犯了，立马就把那套银针掏了出来，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感觉今天施针的速度比以前更快、更准，也更稳，3两下就已经刺激完止血的穴位，接着开始专攻骨骼修复。具体原理他也不清楚，大概是增加干细胞的合成速度。大佬居然亲手救治，这人到底什么身份？鸡爸看到陈怀安拿出银针，已经彻底绝望。能由大佬亲自施针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他找了个角落缩着，默默等待自己悲哀的命运。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看造化了。陈怀安将3个零从沙发上挪下来，刚好放在霸基面前。霸基，大佬这是要他死，但是他敢动吗？他不敢。奇怪，今天霸基怎么畏畏缩缩的？陈怀安瞥了眼角落里苟着的霸基，倒也没太在意，可能是被吓到了吧。猫咪这种动物本来就比较敏感，对陌生气味比较警惕。不到10分钟，000悠悠转醒，严重的失血和饥饿让他脑袋晕晕的。不过当目光瞥见霸基的时候，那股浓烈的妖气瞬间让他清醒，吓得他整个人都抽搐了一下。被霸基盯着，000只感觉头皮发麻，根本不敢动。是那只隔着窗户将他轰飞的大妖怪。000呼吸都在哆嗦，欲哭无泪。昨晚上接的任务翻车了，本以为目标是一只乙等妖怪，结果根本就不是一只，而是一群。那情报估计已经有段时间，已经完全滞后。原本那头乙等黑鼠妖早就晋升到甲等，更是生下一群丙丁等的小妖。一只甲等妖怪他尚且能对付，可是一大群2个他都干不过啊。现在好了，拼死拼活逃出来了，结果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而且这次必死无疑。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那黑猫一步步缓缓走近，一双金色的猫瞳直勾勾地盯着他。完了，要死了，要被妖给吃了，死无全尸。000心里哀鸣着，她还只是个学生，只是个小女生，还有大好年华，她还没踩着飞剑在天上飞呢，怎么就要死在这里了？咪呜，软乎乎的猫叫让000愣了一下，他眼珠子动了动，发现那只黑猫已经凑得很近，然后呲溜，000两眼瞪得溜圆。天，那只大妖怪居然在舔他！他两眼一翻，差点又吓晕过去。哟呵，你醒了！一张帅得发亮的脸出现在视野中。陈怀安看着正舔着3个零脸蛋的霸基，不禁露出个姨母笑。看来霸基还挺喜欢你的，他都不会舔我的脸来着。000震惊，什么鬼？这只大妖怪叫鸡，不对，叫霸基。霸基浑身一哆嗦，
舔大佬的脸，肯定是圈套。本兽还想多活几天，绝对不能中计。谢谢您，救了我。000望着陈怀安帅得掉渣的脸，脑子一片混乱，再加上身体不适，说话都费劲儿，索性就闭着眼放空。他需要一点时间好好整理一下脑汁，不用谢我。救护车马上来了。说曹操到。陈怀安话音刚落，一群医生在酒店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冲了进来，3两下就把000抱上担架。看到这一幕，神经绷紧的霸基终于松了口气，赶紧走，永远都特么别回来。直到被抬上救护车，000的脑子才稍微清醒了点。陈怀安和霸基的关系暂时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陈怀安并非大奸大恶之人。或许陈怀安身上的符箓和那只猫妖有关。斩妖司中也有那种和妖怪缔结契约获得强大能力的复苏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了，他想起来了，他的血迹可能会被那些黑毛鼠妖追踪。完了，坏事了。000挣扎着坐起来，刚想去提醒陈怀安，下一秒就被左右护士按了回去，接着一个呼吸罩扣在脸上，让他瞬间闭了嘴。病人情况严重，都癫痫了，火速回去抢救。医生神情严肃，一声令下，救护车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走了。担架上的000望着惨白的车顶，眼角落下一滴悔恨的泪珠。大佬，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万剑锋弟子李清然求见。紧闭的藏经阁大门前，李清然拱手作揖。有了祠堂那边的前车之鉴，哪怕这藏经阁比祠堂还破旧，他也不敢小觑了。或者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剑阁中越破旧的地方越神秘莫测呢？万剑锋倒是许久没有听到从那来的弟子了。进来吧。藏经阁的木门咔吧一声砸在地上，里面传来个苍老的声音。李清然望着地上的木门，沉默了一下，走上台阶进入藏经阁。既然人在剑阁，那就要对这些奇怪的地方逐渐习惯。门是朝下开的，怎么了？只要开了就行。藏经阁里光线昏暗，倒是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比较惹眼。他就站在正厅前，一身墨绿长袍，影子拖在身后的黑暗里，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双目狭长，眼神锐利如鹰，一只眼睛用眼罩遮住，另一只眼睛瞳孔很小，眼白占了大部分，再加上眼窝深陷，面容苍老，总给人一种凶厉的感觉。李清然在行义里低头的时候，发现这老人腰间挎着的并不是剑，而是一根枯木枝。老夫囧渊墨乃是驻守藏经阁的长老，平时并不会去广场授课，你称呼老夫为囧长老即可。囧长老，囧渊墨背着双手点了点头。既来藏经阁，就要遵守藏经阁的规矩，1、2层随意进出，但是3层往后就需要拷问剑心，通过方能通行。你如果实在找不到心仪的功法，也可以找老夫推荐，但每个人只有1次推荐机会。李清然想都没想就对囧渊墨说：囧长老，弟子想找解毒的丹方，最好是那种什么毒都能解的，您可有推荐？囧渊墨眉头一挑，面色沉了下来。你来剑阁的藏经阁找丹方，可是要为了寻找丹方浪费那一次宝贵的推荐机会。被那锋利的目光一照，李清然虽心里毛毛的，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是，弟子想为师尊疗毒。你师尊不是剑阁的，是何人？师尊曾经是剑阁的太上长老。什么？囧渊墨的声音不自觉抬高了8个度。李清然老老实实说：弟子已经跟宗主求证过，师尊是曾经的万剑锋第1代锋主，名为陈怀安，只是对方很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剑阁外出游历，哪怕宗主也对他的印象零模两可，不过确实在祠堂的牌位上找到了他。原来如此，可是在万剑锋石碑上题词的那位？正是。囧渊墨闻言，脸上的不愉缓糊了许多。他刚刚之所以不高兴，是猜想眼前这名弟子是不是被有心人利用。毕竟剑阁的藏经阁确实是苍云界除圣地之外存有上古秘籍经文最多的地方，并且藏经阁对所有剑阁弟子开放，哪怕这弟子在外面有别的师尊，只要通过藏经阁的考核，也能学走藏经阁内的功法武学，就算之后他退出剑阁，也不会被追回。早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别的门派专门派弟子来剑阁的藏经阁偷师，偷完了又找理由退出。尽管宗主苏其年对这种事并不在意，但他很在意，特别是这些偷师的弟子还想使用珍贵的推荐名额让他为他们量身找一门功法，结果找好了又退出宗门，这种事简直太恶心了。听闻李清然的师尊是剑阁曾经的太上长老，囧渊墨脸上多了丝严肃和郑重。李清然的话他没怀疑，谁敢拿宗主当幌子撒谎，更别提他眼睛还没老呢。一个弟子有没有撒谎，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此刻李清然在囧渊墨眼里已经从偷师贼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对师尊孝顺的好徒弟。你且等等，容老夫想想。囧渊墨坐回到正厅的蒲团上，闭上眼盘膝打坐。李清然也不到处乱走乱看，只是乖乖站在墙根等候。不过片刻，
整个藏经阁猛地一震，李清然看到藏经阁外刮起大风，树叶堆在门前打转，无数杂乱的卷章虚影在迥渊墨周围浮现，紧跟着一个以迥渊墨为原型的淡金色人影从其头顶飘出，那些卷章也跟着上浮，围绕着那金色的人影狂舞。阳神出窍，李清然眨了眨眼，喃喃自语：这位囧长老也是个高手，修士境界达到化神期才能阳神出窍。据说阳神脱离肉身之后，拥有一念之间洞察万物的大神通。此刻囧长老就是在利用阳神出窍来观看查询藏经阁内的所有秘籍功法。只是阳神出窍也并非随便一个化神修士能做到的，化神只是阳神出窍的门槛，能稳定出窍自由控制的无一例外都是各个宗门的老怪物。等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藏经阁内的异象逐渐消失，外面的风也渐渐安定下来。囧约莫睁开眼，眼底深处闪过一抹疲惫。他还是第一次找丹方，这可比找剑典的信息量高多了。老夫查阅藏经阁内337600卷藏经，在第5层找到了你可能用得到的东西。囧约莫站起身，领着李清然走上楼梯，来到第5层的光幕前。那卷藏经名为丹心注解，其中记录一味丹方或可解各种奇毒，但藏经阁的规矩不能破，你想取那藏经就需要通过第5层的剑心之事。他见李清然抿着嘴，还以为李清然紧张，便出声宽慰道：只要你剑心坚固，道有所向，通过这剑心之事并不难，去吧。话还没说完，李清然已经拎着素弦走了进去。囧约莫背着手摇了摇头，心里估摸着又得等几个时辰。剑心之事时为镜花水月，进去会与同境界的自己战斗，唯有剑心更胜一筹方能通关。但一般弟子进去都会先被虐到怀疑人生，才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心之所向。这李清然看着聪慧，大概也得要个2个时辰吧。这个想法才刚产生，只听咔嚓一声，囧约莫一脸懵逼地看着李清然从破碎的光幕里出来，带着一张白生生的俏脸踏入第5层。那么快，他心里暗暗吃惊，赶紧与那剑心之事的阵法感应起来，仔细探查一番，脸色不禁有些古怪。想不到这小妮子心之所向全在他那师尊身上，剑心无比坚定，出剑就把镜像给秒了，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他哑然失笑，摇头叹了口气。可是这小妮子就没想过，那可是太上长老，2人的年龄起码差了得有几百岁吧。刚刚那镜像居然说他对师尊的感情是假的，还说师尊已经没救了。李清然想起刚刚的镜像就生气，那有什么好说的？阻止他救师尊，那就一剑全穿死。被囧长老选出来的藏经已经闪烁着淡淡的光辉，哪怕第5层的藏经密密麻麻也能一眼找到。李清然将那卷藏经拿起来仔细翻阅，这是一本丹经，共分为上下2册，上册记录了炼丹技法，下册则记录药方。药方一共只有3个，分别是金灵炼皮散、百草解毒丹、龙筋淬骨液。其中百草解毒丹号称可以解天下奇毒，比之灵犀谷的丹方都要厉害，只是炼制难度极高，尤其是材料不好收集，足足需要上百味稀有灵草。但李清然却非常开心，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不禁眉眼弯弯。幸好没去灵犀谷，去了灵犀谷就找不到解决前辈身上妖毒的办法了。看好藏经就可以出来了。外面的囧长老招呼一声，李清然将藏经放回原位，回到门口。这是丹心注解的拓本。囧约莫将一枚玉简对给李清然，叮嘱道：12时辰后，这玉简会自动销毁，你需要在12时辰内将玉简内的经文记下来，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李清然接过拓本，谢了囧长老后，便出了藏经阁，站在剑阁北峰之巅，望着天边云卷云舒。李清然伸了个懒腰，终于感觉轻松了一些。接下来就是收集需要的灵草了，还要把这件事跟师尊说一下，让师尊也开心开心。李清然嘻嘻一笑，他想着找灵草的事情，宗主肯定也会帮忙，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帮师尊解决妖毒，到时候师尊就可以平安回剑阁了。那样的话，他也能和师尊天天见面了。想着想着，耳根子不自觉便红了一片。李清然摇了摇铃铛，悬崖边的仙鹤便飞过来。他骑上仙鹤，准备先去一趟万剑峰，看看师尊曾经留下的石碑，之后再回落霞峰顶。警卫先生，你听我解释，我跟那个女生真的不熟。不熟她怎么在你屋里？而且她还没成年，我是看她受伤了，给她止血。这就是你扒人家衣服的理由？我不把她校服脱了，我怎么包扎啊？怎么失真啊？难道你会对一个小屁孩产生什么想法吗？哦，你还会扎针？你是医生吗？不是。继续说，我有在听。警卫扬了扬手里的笔录本，示意陈怀安接着编。陈怀安很无语。000被救护车拖走后不久，警卫就上门了，估计是酒店工作人员报的警。警卫一看门口门内到处都是血，又涉及一名未成年女初中生，自然就把她铐了，直接带走。我说的都是实话，
等那个女生醒了，你们问就行了呗。我们会等的，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在这里老实待着。警卫依然一副信一个字就吃屎的表情。就在这时，审讯室的大门打开，一名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向警卫出示了一下工作证，那警卫脸色一变，神情立马恭敬起来。这件事交给我们处理，你们不用管了。络腮胡在警卫耳边说了一声。警卫点了点头，对络腮胡敬个礼就出去了。陈怀安。络腮胡看着笔录上的身份信息，目光落在陈怀安身上，带着一丝审视和忌惮。尼玛的，这男的怎么长得那么帅？帅的不正常，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他现在已经完全相信3个0对陈怀安各种不可思议的描述了。这样的人确实古怪。酒店那边他也已经去过，隔着个门他都能感觉到那股惊人的妖气。只能说幸好门窗都还是关闭的，警卫没有随意放人进去，这才让那只妖怪没有跑出来。门和窗户上的符箓都是真货，是限制那只妖怪离开的重要防线，碰不得。我是无辜的。陈怀安一脸无奈，他以为这络腮胡是警卫的上司，诉苦道：我早上起来就看到那妹纸浑身是血躺我门口，作为一个好公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哼，陈怀安先生，我完全相信你是无辜的。络腮胡脸上露出个真诚的笑容。是吗？那能把手机给我吗？陈怀安眼巴巴地看着络腮胡，已经半天没有看到亲然宝宝了，他感觉身上有蚂蚁在爬。络腮胡虽然诧异，但还是把手机还给了陈怀安。他看到陈怀安满脸欣喜地打开手机，在那不管什么角度看过去都一片漆黑的屏幕上点来点去，眼里的困惑和疑虑越来越重。这手机不太对劲，可能是妖气或者灵物。自灵气复苏以来，除了各种妖怪和复苏者不断涌现，还有一部分具备特殊功能的妖气和灵物出现，前者和妖怪有关联，甚至会把正常人转化成妖，是妖怪祸乱的源头之一。有些强大的妖气甚至自有灵智，非常狡猾。而灵物则相反，有些灵物是伴随复苏者诞生，拥有各种难以理解的功能，还有些灵物则是天生地长，种类多种多样，目前主要以灵草和武器为主。灵物和妖气是复苏者们所追求的东西，这两者只要能为人所用，便会产生巨大的威力。那么陈怀安的手机会是一件灵物吗？这种可能性很大，和目前观察的情况完全能说得通。络腮胡默默观察着陈怀安，从陈怀安各种言行表现来看，明显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人。那么门和窗以及展示给000的符箓就可能来源于灵物。想验证这手机到底是不是半生灵物也很简单，半生灵物只有对应的复苏者才能使用，若是野生灵物则不会有这种约束。他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到陈怀安身边，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说：陈怀安，你这个手机好像跟我的手机差不多啊，用了挺久的老牌子了吧？能给我看看吗？看手机。陈怀安眨了眨眼，退出游戏，把手机递给络腮胡。他那手机又没啥东西，看看就看看呗。他以为检查手机也是审讯的过程，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像他这种正的发邪的人随便查。络腮胡接过手机，随意拨弄2下，手机屏幕上果然就有画面了，全然不似在陈怀安手里那般一片漆黑，像是笼罩着一层灰雾。看来这手机确实是一件半生灵物，这小子运气真不错。络腮胡心里暗想，他装模作样翻看2下，没有任何收获，便将手机还给陈怀安。还真跟我的手机是一个牌子的，不过感觉它掉电太快了，过段时间我得换了。对啊，确实。这话引起了陈怀安的共鸣。我这手机就是掉电快，要是能换我也换。嗨，络腮胡眯了眯眼，手机屏幕是亮起状态，但到了陈怀安手里便笼罩上迷雾。而且陈怀安刚刚说什么？要是能换，这句话要是好好解读一下，那也就是说对方不是不想换，而是出于什么顾虑不能换。这手机是半生灵物，实锤了。既然如此，先不说那酒店房间里的妖和陈怀安是什么关系，光陈怀安这个人就是斩妖司的吸纳目标啊。怀安老弟啊，我从酒店那边过来的，你那门上的符箓是从哪搞的？画的还挺逼真。络腮胡换了个话题，同时观察着陈怀安的反应。哦，符箓啊，我贴门上贴着玩的，是游戏送的道具。陈怀安挠了挠头，笑着说：确实逼真，之前我都幻想这符箓是不是真的，还做了实验，可惜果然还是太中二了，哈哈哈哈。络腮胡暗道果然，游戏道具，手机里的某个游戏联系起来了。那个游戏只有陈怀安能看到，他刚刚检查手机的时候，里面根本没有游戏。这帅小伙的手机干净的可怕，相册里愣是一张照片都没有。那些符箓都是真的，只是这小伙子并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上次天门山炸死狼妖，应该是触发了符箓的启动机制，也正是因为如此，那妖才不敢离开酒店房间。络腮胡脑子一清，思路一下就畅通了。
不过陈怀安和李老遇到的那个剑气少年一样都不好处理，他无法给陈怀安定级，也没想好要不要让陈怀安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因为陈怀安那灵物产生符箓的上限在哪还是个未知数，每次换取符箓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再者，陈怀安本身似乎没有战斗力，他只是个灵物的启动者。那剑气少年就不一样了，强的很明显，不好处理完全是因为打不过。但不好处理归不好处理，他也不想放弃陈怀安这个能够产出符箓的香饽饽。看着陈怀安这么一副很好骗的大学生模样，络腮胡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忍住心里壮大天福斩妖司的欲望。他清了清嗓子道：呵，怀安老弟啊，你这符箓我很感兴趣啊，不瞒你说，我就喜欢收集这种小东西。我的意思是，这玩意儿你能卖点给我吗？这符箓你要买？陈怀安一脸狐疑地看着络腮胡，一个装饰品居然还有人找他买，也太奇怪了。可是我的符箓已经揉得皱巴巴了。啊，没事没事，我主要是研究其中的文化底蕴，揉皱了也没啥。络腮胡笑得很真诚，但陈怀安觉得更可疑，就算要研究文化底蕴，也不至于收这种皱巴巴的符箓吧。陈怀安两眼一眯，发觉此事并不简单。我也不知道这符箓要怎么定价，要不你开个价？他把球踢回到络腮胡脚下。这1000块。陈怀安盯着络腮胡不说话，他在思考。络腮胡见陈怀安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心里骤然一惊，忍不住加价道：要不就1万块，这东西我确实喜欢得紧。陈怀安还是不说话。一个疑似警卫上司的人不跟他聊案件，也不审讯他，话题莫名其妙就转移到符箓上了，简直要多奇怪有多奇怪莫不是他的符箓真是个好东西，只是他一直没搞清楚使用方法。络腮胡咬了咬牙，继续加10万块，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他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了。陈怀安到底知不知道这符箓的价值？成交。陈怀安脸上露出个爽朗的笑，钱一到账，他也掏出一张符箓拍在络腮胡手上。络腮胡吓得两腿一哆嗦，差点给陈怀安跪一个。他手里捏着的可是威力巨大的雷符，万一触发了，不直接被炸死。好在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络腮胡缓了口气，眼巴巴望着陈怀安。怀安小兄弟，你这符箓还有多少？能再卖我几张不？他想着多买几张，一张上交总部，一张自己研究，剩下的留着防身用。但陈怀安却是摇了摇头。我也很喜欢这些符箓，以后有更多的再说吧。络腮胡闻言只好作罢。警卫局门口，络腮胡与陈怀安依依惜别。他拿出一张卡片塞陈怀安手里，笑着说：那个陈怀安老弟啊，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就来这个地址找我。陈怀安看了眼卡片，是个穿着比基尼的性感妹纸。学生妹，嫩模，小白领，上门服务，包您满意，电话 XXXX。 不好意思，给错了。络腮胡尴尬地将小卡片收回，换了一张。龙腾网吧24小时营业， RTX 9080显卡，包厢 VIP 卡座，价格优惠，地址 XXXX。 陈怀安。所以这络腮胡不是什么警卫上司，而是网吧老板。不对，太可疑了，明明这人有权利把警卫支开，还能放他走，网吧老板必然只是个隐藏身份。好的。陈怀安不动声色地收了名片，露出个高深莫测的笑容，然后转身去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手机快没电了，他得回酒店充电去，顺便寻思着换个地方住。络腮胡凝望着远去的出租车，郁闷地抓了抓脑壳。刚刚离开的时候，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小伙子看出了他的小心思？他其实知道他的手机不是普通手机。不对啊，好乱啊！络腮胡抓狂了。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符箓怎么用啊？回到酒店，陈怀安发现房间里没人动过，心里不禁舒坦了点。他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哪怕是那些警卫。霸基听到动静，从角落里露出头来，看到是陈怀安，赶紧喵了一声，然后坐在陈怀安跟前开始表演猫咪舔爪。脸盆里的大青鱼从水里露出一点点脑壳，似乎也在偷听房间里的动静。陈怀安给手机充上电，坐在床边开始整理乱哄哄的思路。世界已经开始变得不对劲了。听到陈怀安的自语声，舔爪的霸基猛地一顿，惊恐的眼神缓缓向上移动。难道说大佬已经发现了吗？从天门山回来就不太对劲，那个变异狼死的蹊跷，3个零问了我几个奇怪的问题，结果今天又差点死我面前，被带去警卫局，还遇到个权力很大，伪装成网吧老板，言行举止都很神神叨叨的络腮胡大叔。陈怀安脑海中的几条线逐渐连接起来，眼睛越来越亮，霸基的神情却越来越恐慌。大佬就要觉醒记忆了吗？什么东西遮住了眼？房间里的天黑了，这是何等恐怖的威压，竟能偷天换日！九头蛇、神盾局、复仇者联盟、
X 战警。霸基，大佬在说啥？根本听不懂。霸基将脸上陈怀安丢的袜子扒拉下来，感觉似乎没事了，便继续表演舔找。000这少女穿着校服，背着一杆长枪，出现在深山老林里，根本就不对劲。那边一狼还是他弄死的。这络腮胡是最不对劲的，能够驱使警卫又明显不是警卫系统的人，给了个地址，看着像是某种神秘组织的演示。我明白了，陈怀安以拳击掌。3个0和络腮胡是某个神秘组织的成员，他们发现我被癌细胞改造成了超人，所以主动与我接触。而络腮胡花10万买我的符箓，是故意给我留个深刻的印象。至于3个0，陈怀安摸着下巴一阵寻思，3个0为什么会满身是血的倒在他门口，他确实没想明白。算了，不想了，反正我肿瘤超人身份已经被发现了，他们还会再来的。秉持着想不通就摆烂，开开心心每一天的原则，陈怀安启动了电子女友游戏。师尊，您终于来了。陈怀安上线的瞬间，正在蒲团上盘膝打坐的李清然就立马睁开眼，仰着俏脸望着天花板，眉眼弯弯。他能感觉到师尊温暖的视线。啊，果然还是电子女友能够治愈我的心啊。陈怀安望着屏幕里俏脸微红，满脸都是期待和小雀跃的李清然，只感觉心里被柔软温暖的东西塞得满满的。师尊，您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多事呢。李清然兴致勃勃地掰着手指，他从早上的早课开始说起，说剑阁授课通俗易懂，长老和亲传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样子，除了抢位置比较激烈，大多数时候大家都和和气气。又说到狡猾的宗主，以及大师姐岳千池是怎么把宗主唤醒的。每次说到有趣的地方，都不禁笑出声来。对了，师尊，这些都是师兄师姐们送弟子的礼物。李清然将床上的一大堆各种物品展示给陈怀安看，每件物品的功效和作用，是谁送的都一一介绍了一遍。看来你很喜欢剑阁。陈怀安欣慰啊，之前李清然在青云宗被那么欺负，来了剑阁脸上的笑容都比之前多多了。那是自然，这里很好，大家都对清然很好。李清然满心感激地感慨道，不愧是师尊待过的宗门，弟子才来没几天，便已经感觉这里像家一样温暖了。陈怀安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这宗门他是真没待过，全靠那剑阁宗主给李清然画大饼。对了，师尊，弟子今天跟宗主说了您中毒的事情。李清然板着脸，规规矩矩坐在桌前，神情严肃。哦，他怎么说？陈怀安也是来了兴趣，他很想知道这位剑阁宗主会怎么圆。他带着弟子去祠堂确定了您的身份，在里面找到了您的牌位。陈怀安，弟子不是拜入了万剑锋吗？那石碑上的字也是您提的天道崩塌，唯有一剑。嘿嘿，就算师尊在万里之外，清然也能一下选中您的山门呢。李清然脸上的严肃绷不住了，露出个娇憨的笑。他现在都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他是师尊的弟子，也正好拜入了师尊的山门，这就是缘啊。陈怀安，不是，这不对吧？牌位找到了，他还在万剑锋石碑上提过字，所以按照这游戏剧情的发展，不会真在以后爆出他是剑阁某个太上长老吧？这剧情就算放在2034年，也依然非常狗血。师尊，宗主问您现在在哪个州，修炼到什么境界了，好安排人给您送解毒的丹药过来。听到李清然的话，陈怀安懵了一下。州什么州？他在亚洲，这一下怎么搞？好在游戏里已经弹出对话框，一本尊并不在苍云界，乃是被困在一处小千世界中。二其实本尊不是剑阁的太上长老。三结，没用的，本尊就要死了，已经被大妖夺舍。结，4消耗1张传音符，自由回答。陈怀安沉默了一下，模仿着游戏对话框的语气道：本尊现在并不在苍云界，而是被困在一处亚空间，这里遍地妖兽非常危险，你们过不来。心意领了，你们就准备点解毒丹药吧，虽然不一定有用，本尊可以施展神通，以你所在之处为锚点，将丹药取走。啊！被困在遍地妖兽的亚空间，李清然愣在了那，俏脸苍白，只觉周围的空气都是凝固的，一股窒息感扑面而来，压迫着心脏，心头一阵抽痛。原来师尊所在的环境那么危险，原来师尊吃了那么多苦。本以为有宗主帮忙就能找到师尊，没想到李清然蹙着眉，眼尾发烫，有什么湿热的东西在眼眶里滑动。不能丧气，师尊已经过得很苦了，怎能再让他为我这个亵徒弟忧心？李清然深吸一口气，倔强地仰着脸，强打起精神，脸上挤出个暖暖的笑来。师尊您放心，徒儿已经在藏经阁找到能够解天下奇毒的丹方，徒儿定会为您炼出最好的解毒丹。他心里想着，师尊在满是妖兽的世界该是多么孤立无援，那里定然暗无天日，师尊被无数妖怪围攻，只能日夜不停息的战斗，或许师尊和他说话的时间才是每天唯一能够休息的一点时间，如此短暂。
那平稳温暖的声音里，不知道背负着多少伤痛。越想越心疼，心里堵得慌。眨了眨眼，睫毛扑朔间，泪还是顺着脸颊落下。他拳头捏紧，一字一顿地说：“徒儿不会让您死的。师尊，敢问您现在是何境界？”缓过神来的李清然立马开始积极收集可能用到的信息。本尊。陈怀安顿了顿，现在他是自由对话，也就是说境界可以随便说。苍云界修士最顶层是大成期，大成期度过天劫就飞升成仙了。要说他是大成期，那未免有点太离谱。干脆，陈怀安心里一横，一拍大腿：“本尊目前是洞虚期。”此话一出，游戏里外2个房间都安静了一瞬。霸击 QAQ 竟然是洞虚期的大佬。不对，大佬如果是洞虚，肯定发现我的真身了。那大佬到底是什么境界？为什么又这么说？霸击自闭了，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所谓洞虚境，实在大成之前，达到这个境界的修士，基本对大成期会经历怎样的雷劫就已经有所感应，所以也会被称为渡劫期或者至劫期。境界达到洞虚期的修士，就要思考应该走怎样的道。如果在渡劫之前没有想好，道心不坚，那大概率会被雷劫直接劈死。至于陈怀安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他刚刚用了一波天机推演。苍云界风云突变，无量天尊2日不见那位大能推演天机，老夫还以为那大能出了什么意外。没有大能推演天机的日子，还有些不习惯了呢。也不知道大能又推演出了什么。哎，该死！通知宗门弟子最近行事谨慎些，尤其蛰伏在那些正道宗门的那几个，务必小心。那位天天推演天机的修士又出现了。苍云界各大宗门老怪议论纷纷。执法堂里挨鞭子的苏七年都瞪着天空看了许久，但李清然并不关心这些，他只是在思考洞虚期是什么概念。大成之下，合体之上，强大到能洞察解析道则，凝练世界之力于泥丸宫内自成一方小世界。只有圣地之主才有这般恐怖的实力吧。可即便如此强大的师尊依然被困在那处亚空间，可见其中的妖兽是多么凶险。那么师尊身上的毒也必然非常棘手。李清然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已经做好百草解毒丹无法产生效果的准备，但不管如何都要先给师尊试试。弟子知道了。李清然从蒲团上站起身，对着房梁作揖。弟子这就去跟宗主商量。话罢，他便拿着铃铛出了门。陈怀安挠了挠头，是也跟着李清然一直来到宗主大殿，结果没在宗主大殿找到人。李清然在殿前皱着眉头，急得转了几个圈圈，似乎想起什么，又骑着仙鹤去了执法堂。果然在执法堂门口看到了宗主苏祈年。此刻苏祈年面前正站着一排弟子，隐隐听到训话声。嘿嘿，今日之事，你们……宗主，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对啊，什么都没听见。您今天就是来执法堂视察了一下。没错没错，您绝对没有来执法堂让我们抽您100鞭子，嘿嘿嘿。苏祈年脸色一黑，斜眼瞅着最后面那名弟子，冷笑一声：“你黑个腚，目无尊长，嘲笑宗主，滚去领100鞭。”那弟子脸上的笑容顿时转移到了苏祈年脸上。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李清然一直等执法堂弟子回去。苏祈年准备踩飞剑离开的时候，才骑着仙鹤落下去。他一路小跑到苏祈年跟前，行礼道：“宗主，弟子有要事禀报。”哦，是清然啊，有什么事吗？苏祈年早就察觉到李清然了，不过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立马装作一副才刚发现的样子，捋着胡子，脸上挂着很贱羞的假笑。宗主，弟子已经去过藏经阁，在那里获得了一卷丹方，有可能对师尊有用。这事儿囧长老已经跟本座说了。苏祈年点了点头，笑眯眯地说：“那丹方出自上古时期一位丹修大能，他的丹药以炼制简单，材料复杂，药引繁琐，但效果显著著称。你能拿到他的丹方，对你和对你的师尊而言都是一桩机缘啊。”李清然闻言喜上眉梢，拱手又道：“师尊说他并不在苍云界，而是被困在一处其他世界的亚空间中，无法直接支援他，但他有大神通能从弟子这里取走丹药。”哦。苏祈年脸上露出一抹惊诧，皱眉道：“都已经不在苍云界了，那他的境界？”师尊是洞虚境。空气安静了一瞬，一片落叶飘在剑柄上，啪嗒，苏祈年的剑也跟着掉了。他赶紧弯腰捡起来。洞虚境，怪不得。这位剑阁阁主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隐隐带着一丝激动。洞虚境的太上长老啊，这要是救出来，他们剑阁不直接在苍云界横着走？只要圣地不出手，他们剑阁就无敌。他们还需要为一点资源打家劫舍吗？镇宗寿至于因为发情而去后山撅草皮吗？救，必须救，砸锅卖铁都得救，而且现在立刻马上。清然啊，你把那个百草解毒丹需要的灵草跟本尊说说。
苏七年神情严肃，掷地有声，大义凛然，大手一挥，拯救剑阁师族太上长老，我辈剑阁修士义不容辞。现在本尊就去帮你和你师尊找需要用到的灵草。陈怀安，虽然这剧情看着还挺感人的，但就是说形容太上长老用师族不太合适吧？有苏七年那么大个剑阁阁主兜底，李清然心里的底也瓦实了。他早就把百草解毒丹的丹方背得滚瓜烂熟，此刻便将那100种主药和300种辅药背出。听到这一连串灵草的名字，苏七年只感觉头皮发麻。关键是其中有些他甚至都没听说过。怎么样，阁主，这些灵草好找吗？李清然眼巴巴地望着苏七年，他感觉这位剑阁阁主的脸色似乎不太好看。等会儿。苏七年眉头紧锁，摇头道：你现在跟本尊去一趟药园，灵草解毒丹丹方源自上古，很多灵草名字有变化，其中有些灵草本尊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是得去问问专业人士。为了让李清然把心放进肚子里，苏七年又拿出个通体碧玉一看就品质不凡的龟甲，拖着那龟甲给李清然看，保证道：如果药园的长老都不知道部分灵草的来历，那本尊就算折寿也帮那位太上长老窥探一波天机。游戏外，正观看剧情动画的陈怀安不禁乐了。怎么说，这位剑阁的老弟，你也要天机推演啊？在苏七年主动告知之前，李清然还不知道剑阁居然还有药园这种地方，一直以为大家都是各自在洞府门口划一块地，自己种自己的，互不影响。来到药园才发现，剑阁不仅有很像样的药园，而且还不小，比起破旧的祠堂和藏经阁，药园就像新建的一样，到处都光鲜亮丽的样子。站在药园门口，苏七年却没马上进去，而是踌躇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对药园里面喊道：刘长老，嗨嗨，在吗？药园里安静了一瞬，接着传来一声暴怒的咆哮：滚！药园大门砰地打开，迎面而来的罡风吹得空间震荡，狂风卷地，百草摧折。苏七年只是轻描淡写的开了个防风护盾，显然已经习以为常。风停，他随手散去防风护盾，对李清然说：清然啊，刚刚嗓门贼大的就是我们药园的长老柳元清，你别看他好像很凶，但其实他人还不错。李清然半天没听到李清然的回应，苏七年扭头一看，发现李清然已经被狂风吹到了悬崖边，刚才爬上来，满头秀发都吹成了鸟窝。这苏七年讪笑一声：不好意思，刚刚护盾开小了，没把你照进去。药园门口不知何时已经站着一名鹤发童颜的老者，他慈眉善目，面相温和，只是眼神异常锐利，尤其是看着苏七年的时候，眼里像是要喷火。苏阁主，老夫敬你一声阁主，但你要是再来药园偷灵草，老夫定要与你大战300回合，不死不休。李清然诧异地看着苏七年，苏七年无视李清然的目光，嘿嘿笑道：刘长老，今天本尊不是来拿灵草的，今天偷。刘长老眯了眯眼：本尊是宗主啊，拿点灵草偷。刘长老再次强调：好吧，本尊今天不是来偷灵草的。苏阁主直接摆了，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这名弟子想炼百草解毒丹，但是丹方上有不少灵草本尊不认识，所以请您来辨别一下，然后从老夫这里偷灵草是吧？刘长老不为所动，斜眼瞥着苏七年，冷笑一声：老夫警告你，这药园里的灵草是咱们剑阁所有弟子的命根子，是我们剑阁的重要根基，不管你找什么理由，你敢偷我就敢打。他噌的一声拔出剑来，周身真气滚动，衣袍猎猎。刘长老，弟子急需弄明白百草解毒丹的丹方为师尊解毒。李清然上前2步，双膝跪地诚恳一礼，叩首道：还请刘长老帮弟子看看丹方，再让阁主和这位刘长老扯皮，等会儿非打起来不可。他算是看出来了，阁主没少来这药园子偷灵草，而药园和宗门是分开的2个部门，这位长老地位和阁主相当，对药园有绝对管理权。刘长老上下打量了李清然几眼，见是个俊俏可爱的后生，又态度恳切，脸上的怒意顿时消减不少。你倒是个孝顺的，师尊是何人啊？禀长老，弟子的师尊是剑阁太上长老柳元清。他是半路子进的剑阁，对剑阁祖上不太了解，他只知道目前剑阁地位最高的就是阁主苏七年，并没有什么老祖或者太上长老。要是有这种人物存在，剑阁也不至于那么穷，所以他只能向苏七年递去一个求证的眼神。苏七年点了点头。那位太上长老很早之前就外出游历，已经在祠堂确定了他的身份。所有本尊真不是来偷灵草的，你今天不偷，明天也会偷。柳元清哼了声，缓步走到李清然跟前，脸上已经换上一副笑脸，温和地说：既是你师尊需要，那你就把丹方背给我听听。李清然再背一遍丹方，而后紧张地看着刘长老的神情。让他稍微安心的是，刘长老倒是面色如常，没有像苏七年那样一脸懵。
果然，这剑阁除了阁主都是靠谱的。他心里突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柳元清琢磨了一会儿，又拿出一卷册子翻了翻，一会儿摇头晃脑，一会儿又点头念叨，半晌才合上册子，抬眸道：“百草解毒丹需要的灵草，老夫全部都知道，并且药园中的灵草就能提供半数以上，药园里没有的也能去灵溪谷买，都能凑齐。只是……”李清然听柳长老的话，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个指示便让他的心又提了起来，扑通直跳。刘老头，你就别卖关子了。旁边的苏七年拿着飞剑剔着牙，满脸不耐烦。你急个屁，说话不用脑子想的吗？柳元清翻了个白眼，皱眉道：只是有2味药引非常难寻，龙蛇杏和血兰干，那是上古时期才有的灵植，如今这苍云界恐怕已经没了。既是如此，那就只能去秘境找。苏七年接过话茬，安抚着俏脸煞白的李清然，还有不到1个月，中州秘境就会开放，那里面全部都是上古时期的遗迹，到时候我剑阁上下都会进入秘境寻宝，肯定能找到那2味药引，你不必担心。没错，柳元清抚须点头。上古时期丹宗奇多，那时候资源丰富，随便有点底蕴就能开宗立派，其中以药王谷底蕴最为深厚。若是本次中州秘境开放期间，你们能找到药王谷的遗迹，那么这以藏尽天下灵药著称的药王谷内必然有这2味药引。李清然闻言后退一步，深深一礼：宗主，柳长老，清然虽立威，也想进入中州秘境。他知道师兄师姐进入秘境都是为了寻找各自的机缘，不可能花费太多精力在寻找药引上面。就算大家都愿意花时间帮忙，他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情耽误大家获得机缘。所以这次中州秘境他一定要去，也一定要找到那2位上古时期的药引。苏七年和柳元清对视一眼，他本不想让李清然去，毕竟李清然和太上长老的关系在那里摆着，必须保证李清然的安全。可看到李清然眼中的坚定，他还是犹豫的点了点头。好，只要你在秘境开放之前达到筑基期小成境界，那本尊就让你去。李清然抬头，一双雪亮的眸子与苏七年对视，掷地有声：弟子清然必不负所望。搞了半天在这里等着呢。陈怀安看着剧情的发展，摇了摇头。主线任务是提高李清然在中州秘境的存活率，当时他在想能不能不让李清然去中州秘境。这下好了，剧情导向是李清然必定要去中州秘境，而且是为了给他炼制百草解毒丹。怎么说呢，虽然这剧情也在预料之中了，但被人惦记的感觉真的很不错啊。陈怀安想起之前谈的前女友，似乎看他直播赚了钱，又上了一趟综艺，还想加回他绿泡泡求和好。和你大爸，当初他住院的时候，这前女友可从没来看过他。现实里活生生的人还不如电子女友给的情绪价值。陈怀安摇了摇头，突然闻到身上的血腥味儿，才想起之前折腾了一圈，还没来得及换衣服。这酒店已经没法待了，洗个澡赶紧撤退。陈怀安把东西收拾了一下，随便挑了几件衣服，抱着去浴室洗澡。霸基看着已经收好的箱子，虽然他对很多事物还不够理解，但他大概知道大佬是准备离开了，希望大佬离开的时候直接忽略本兽。霸基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虽然大佬这里天天有灵气吃，可是生活真的是担惊受怕的，他都受了。离开大佬，他只需要随便找个地方苟住，随着灵气逐渐复苏，这方世界的灵气会越来越多，那时候就算没有大佬的灵植，他也能实现灵气自由。再在这里待下去，他怕自己得那个电视里说的什么，对，抑郁症。霸基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医院，尽管000还不是正式斩妖师，但本着对准下属的关怀，络腮胡还是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查看000的情况，顺便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记得000接的是个还算简单的任务，以他的能力不该重伤才对。奇迹，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太厉害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自我恢复能力那么强的人类。病房门口的络腮胡脚步一顿，发觉此事有蹊跷，里面什么动静？再听听看。你们敢信？我接到他的时候，他左右胸各断3根肋骨，现在6根肋骨自己都快接上了。还有，你们别看他浑身是血，刚刚做了检查，他居然没有贫血。你敢信？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红细胞和干细胞合成速度比正常人快很多。要不上报院长吧，这女孩绝对能给我们的医学带来突破啊！不行，她的身份比较特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让我们把嘴巴管好。嗨，也不知道这些大人物一天到晚在掩盖什么，真是越来越不对劲了。想不到3个0还有那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那这妹纸怎么以前不说？真是捡到宝了。成为斩妖司的正式成员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是达到师级，即处理5次任意级别的异常事件，第二则是自愿。当然，作为天府斩妖司的司长，遇到一些好苗子，他也可以忽略第一条直接提拔，比如000这种
其实了解斩妖司之后，想加入斩妖司的复苏者真的很少。毕竟以前的斩妖司实在没有好东西诱惑那些复苏者加入，而且还有强制1个月至少出1次任务的规矩，出任务就代表要面对危险。而大多普通人拥有超能力后，膨胀的内心更加向往自由，见识妖怪的恐怖后，向往自由的同时又贪生怕死。钱，有些复苏者靠超能力就能快速变现，斩妖司的钱根本不稀罕。对于这种滥用超能力的复苏者又不好制裁，人家去古董摊子上捡漏当倒爷又没有危害社会，总不能判人家非法获取财物吧。因此招募新人的进展一直很不顺。000是个意外，这妹纸父母离异，爹不管妈不爱，想上学都没钱，他最缺的就是钱，所以当他拿出钱来的时候，这平时饭都吃不饱的妹纸顿时感激涕零发誓一定要加入斩妖司。只是经过检测，他的初始实力只是白级，也没有什么自我恢复能力。难道经历这波危险后，自我恢复的能力觉醒了？不能再继续偷听了。络腮胡咳嗽2声走了进去，直接掏出证件给医生看。好了，这里没你们的事了，出去吧。医生们闻言纷纷离开监护室，而络腮胡则拿出一根针剂打进000的手臂。等了不到10分钟，麻醉中的000就悠悠转醒 BOSS。 看到络腮胡，000眼神还是猛的。络腮胡扬了扬手中用完的针剂，细胞高速愈合剂10个功勋点，先欠着。谢谢。000咬了咬嘴唇，心里感激。每次出任务根据难度获得1100功勋点，他才3个功勋点，根本不够买这种疗伤药的。客气了，都是投资。络腮胡坐到000床边，点了根烟。说说吧，一个普通任务的妖怪怎么把你打成这样？情报有问题。说起这个000就来气，咬牙切齿道，也不知道这任务挂上去多久了，嫩娘的，情报上是一只甲等黑鼠精，但我去了之后根本就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繁衍了。络腮胡眉头一挑，对啊，2只大的黑鼠精带着一群小的，得亏他们不爱吃肉，不然我就领盒饭了。络腮胡看3个0那愤怒的样子，不禁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作为斩妖司司长，没有更新情报是他的问题，但是这能怪他吗？斩妖司就那么点人手啊，他也才刚做了任务回来，屁股都没坐热。这次实验了一波上面发的归元真功，不得不说是真好用啊。以前面对甲等妖孽他畏畏缩缩，有了归元真功他直接重拳出击，打的那条狗妖抱头鼠窜。以后斩妖司会越来越好的。这么一想，心里的愧疚顿时就消散了不少。今晚回去就把归元真功拿1卷出来补偿给3个0吧，也提升提升这妹纸的生存能力。那你杀了几只？络腮胡强行转移话题。母的杀了。000面无表情地说，小的也杀完了。那个公的急眼了，打不过。络腮胡怔了怔，好家伙，换他也急眼啊。不过还是宽慰道，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单算你完成，等会儿我喊人去收尾。对了，掩盖气息的药水你用了吧？000闻言脸色顿时就白了，他那懵逼的脑子终于想起自己忘了什么关键信息。络腮胡，你怎么不说话？我觉得这个任务简单，肯定能必杀，就没买药水。000哭丧着脸。络腮胡的脸色也变了。那也就是说，陈怀安那边 BOSS 快救人。几个医生还在外门偷听。砰的一声巨响，监护室的门斜着飞出去，插在墙上。他们只看到一个黢黑的残影顺着8楼的窗户晃了下去。酒店，霸基听着洗澡间里的水声昏昏欲睡。突然一股浓烈的带着怨气的妖气弥漫而来，越来越近。这是有妖过来了。他跳上桌子，透过窗户朝外张望，果然看到下面的草丛一阵晃动，似乎有野兽在其中狂奔。那晃动的草垛来到排水管的位置后戛然而止，下一秒一头足有牛犊般大小的大黑老鼠猛地窜出，如离弦之箭般几下就窜上了酒店2楼。哟呵，还真是冲着这边来的霸基冷笑一声。这鼠妖那么大的怨气，估计跟之前那个人类幼崽有关系。那人类幼崽在大佬的房间附近留下了血迹，这鼠妖肯定是追踪血迹才确定了位置。可惜他不该来这里就是找死。先不说大佬是个洞虚期，就说那门上和窗户上的符箓都能把他碾碎成渣。结霸基并不觉得妖死在自己面前有什么好怜悯的，他属于妖又不是妖。上古时期人类将他和妖类相提并论，但他其实和妖类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是超脱于妖的存在，真正天生地长的凶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属于妖类的天敌。毕竟比起塞牙缝都困难的人类，那些拥有动不动几十上百米庞大身躯的妖王才是更好的食材。可惜大佬在这里不能暴露身份，不然这鼠妖倒是可以满足一下本兽最近匮乏的口舌之欲。霸基舔了舔嘴角，眼里闪过一抹红芒。他听到浴室那边传来开门的声音，
赶紧把食欲压制下去。喵！哦，霸姬，差点把你忘了。陈怀安已经穿好衣服从厕所里出来，看到霸姬不禁扬了扬嘴角。虽然霸姬没什么存在感，但养了霸姬几天也有感情了。况且霸姬非常听话，不像其他的猫没事就跑酷整点动静出来，而且他的眼神自带一种忧郁的气质，就好像很倒霉一样。看着这样的霸姬，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霸姬，完了，刚刚想鼠妖想得太得意了，居然忘了找个地方躲着。陈怀安拿了个鞋盒过来，对比了一下鞋盒和霸姬的体型，想着鞋盒关起来霸姬会很憋屈，于是又换成了收纳箱，然后把不敢动弹的霸姬提起放进收纳箱内，歉然道：不好意思啊霸姬，就委屈你现在收纳箱里了，等过去了我给你买个猫包。霸姬看着合上盖子的收纳箱，心里拔凉拔凉的，但很快又冷静下来。没事，就算被关起来也是个机会。这个收纳箱不方便收，大佬肯定是直接拿手上，所以只要等大佬出了房间，他就直接跳出来跑路，到时候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解解。这个想法才刚产生，收纳箱打开，一条大青鱼被丢了进来。霸姬，大青鱼，盖子又合上了。外面响起陈怀安的声音：哎，这个鱼也不好带走，放箱子里给霸姬吃了算了。霸姬和大青鱼对视一眼，大青鱼赶紧扑腾两下，望向霸姬的大鱼眼里满是哀求：罢了，反正都要跑了，就不吃了。霸姬再次按捺住食欲，心里想着，本王这点体型的猫按理说不可能吃掉这么大的鱼，忍住，再忍忍就自由了。下一秒又听陈怀安道：窗户和门上的符箓也带走，20万块钱呢，杰杰真是冤大头。啪，收纳箱上被人按了一下，霸姬心里一惊，颤颤巍巍地抬头，透过不怎么厚的盖子，依稀能看到2张竖条状的纸，贴在上面是符箓，从窗户和门上拿下来的新鲜的符箓，大佬随手就贴在了箱子上。呵，本兽真是太天真了。霸姬45度角仰望盖子，眼里含着2滴泪水。那可是大佬，大佬怎会不知道本兽的小心思？就算不知道，那耀眼的气运也会将本兽镇压，逃不掉，根本逃不掉。陈怀安不知道自己一番随意的举动已经让霸姬自闭，他已经收拾完毕，行李箱里装着衣服和那盆植物，收纳箱用胶带捆在行李箱上，身上则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这一套下来虽然比较土，但他早就习惯了，不影响他出门的时候被各种女生要绿泡泡。然而就在他打开门的瞬间，侧边不远处突然响起一声尖叫：啊！怪物，怪物啊！是打扫房间的阿姨的声音。他往旁边一看，只见阿姨已经摔倒在地，瑟缩在墙边，吓得浑身发抖。铺着红毯的走廊里，一头巨大的黑毛老鼠正一步步朝这边走来，身上的黑毛刮在墙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可见其坚硬。他看都不看软倒在一边的阿姨，血红的眸子死死锁定走廊的尽头，锁定站在那儿的陈怀安。一步两步，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变异老鼠。陈怀安看着那巨大的黑鼠，不知为何心里就是没有一点恐惧。他下意识就把这老鼠和清玄道人做对比，发现这老鼠啥也不是，甚至不如那天在天门山遇到的变异狼。但理智告诉他，他似乎应该拿什么东西防身。来不及思考，那黑毛老鼠已是突然加速。哦！他左突右撞，嚎叫着，如一道黑色的旋风以极快的速度扑杀上来。太快了，陈怀安根本来不及躲，他只能下意识双手护住眼前，脑子还处在脱机状态。可黑毛老鼠并未扑上来，陈怀安没听到动静，慢慢放下手，看到那黑毛老鼠竟愣在2米开外停住。哪怕物种不通，他也能清晰在老鼠震颤的眼睛和颤抖的身躯上感受到深深的恐惧。他在害怕我。陈怀安定了定神，肯定了一下自己的判断。这老鼠屁股下一滩黄色液体，这不都吓尿了？他慢慢往前走了2步，直到挪到黑毛老鼠面前，老鼠都不敢动，还真害怕我。就这，结节。陈怀安膨胀了，双手叉腰，站在黑毛老鼠面前摆了个 pose， 并未注意到黑毛老鼠恐惧的眸光正集中在歪倒在一边的收纳箱上。这就是生命能级带来的恐惧震慑吗？我滴个乖乖，还是头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他围着黑毛老鼠转了一圈，见那老鼠呆呆傻傻一动不动的样子，跟电视剧里被贴了符的僵尸一样，不禁生出捉弄的心思，便也从兜里掏出一张雷火符朝黑毛老鼠的脑门按去。结，今天本尊就让你 cos 一下僵尸叔叔。就在符箓即将贴在黑毛老鼠头上的瞬间，这黑毛老鼠就像终于反应过来一般，脑袋终于往下一缩，竟直接缩进胸腔内。可陈怀安手中的符箓已经脱手而出，他秉持着陈怀安的意志，精准落在黑毛老鼠的脑门上。而这一幕
也恰好落在走廊尽头姗姗来迟的络腮胡眼中。卧槽！别！他瞳孔猛地一缩，有股凉意从脚趾窜天灵盖。来不及了！只见黑毛老鼠的脑门上与符箓交接之处，一颗硬币大小的光团出现，伴随着呲呲电弧声越来越亮。络腮胡抓起瘫软在地的酒店服务员，一个翻滚撞开旁边的门，两人一同滚了进去。陈怀安瞅着黑毛老鼠头上扭曲的光团，脸上的笑容凝固。尼玛！轰！一道雷光贯穿整个走廊，整个酒店都在炸雷声中震了震。络腮胡心有余悸地看着被炸成碎片的房门，这门距离符箓爆炸点还有50米，可依然被冲击波撕成了碎片，可见这符箓的威力有多强。走廊是形如管道的结构，爆炸一旦发生，可是无差别攻击。不好，陈怀安该不会被炸死了吧？络腮胡探头出去，此刻整个走廊已经被浓烟覆盖，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有几处房间的门已经着火。走廊的尽头，陈怀安靠墙坐着，低着头生死不知。行李箱和收纳箱挡在他侧前方，收纳箱的左边是焦黑的走廊，一大片烧焦的碎肉呈放射状糊满墙壁和地面，而右边属于陈怀安那不到2个平方的区域，则是整个走廊唯一的净土。这就是那神秘符箓的威力吗？络腮胡算是见识到了，他焦急地走到陈怀安跟前，小心翼翼伸出手想要探探陈怀安还有没有呼吸。然而他的手还没伸到陈怀安鼻尖，就被一只烧黑的手指抵住。络腮胡愣了愣，眼前的少年依然低着头，烧黑的手指还在冒烟。一束光落在他那帅得想死的侧脸上，那里嘴角上扬，勾起一个邪魅的弧度。原来如此，原来我不是肿瘤超人。陈怀安抬头看着络腮胡，咧了咧嘴，黑烟从2排牙齿中渗出。原来我是雷电法王络腮胡，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崩坏了，对吗？对，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些电视里说的变异野兽根本就不是变异野兽，而是妖怪。这样的妖怪很多，并且还在不断产生，包括最近几年很出名的几个灵异事件和连环杀人案，很多都是邪祟和妖怪做的，当然也有失控的复苏者。被警车包围的酒店门口，络腮胡和陈怀安蹲在街边，望着来往的车辆行人。抽烟吗？不抽。望着络腮胡大叔递来的烟，陈怀安摇摇头。我姓罗，你叫我络腮胡就行。络腮胡叼着烟自己点上，自顾自地说。能力是吞噬童话，不过还没找好童话目标就是了。陈怀安的脑子还很混乱，他指了指自己，我就是复苏者。没错。络腮胡点上一根烟，吞云吐雾，眯着眼道。我原本已经打算跟你接触，只是还没考虑好要不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因为对比其他复苏者和妖怪，你的身体非常羸弱，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你复苏的能力非常厉害。你是说符箓？陈怀安看着自己焦黑的手掌，符箓爆炸的瞬间他就被炸飞出去，只是不知为什么，明明能把黑毛怪鼠炸成碎片的符箓，却没有把他也一起炸成碎片，只是让他拿符箓的那只手稍微有点烧伤而已。你的符箓来自于你手机里的一款游戏吧？陈怀安愣了愣。大叔，你能看到那个游戏？不，我看不到，只有你能看到。络腮胡摇了摇头，吐出个烟圈，继续道：这是你的半生灵物，唯有你，也必须是你才能使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驾驭。不过你这种完全屏蔽其他人的灵物也算比较罕见了。半生灵物，陈怀安琢磨着络腮胡话里的信息。从始至终，他一直以为自己身上的变化是癌细胞带来的升华，可仔细想想，似乎他的生活从得到电子女友这游戏之后便开始了突变。没有这游戏，他不会去爬泰山。他不爬泰山，哪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机遇？我知道一个和你能力很像的复苏者。络腮胡突然说，他的能力初评就是兵级甲等，绰号神笔，半生灵物就是一支笔，他画的东西能变成实物，根据创造物的逻辑性和破格度，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最高能把他的命都吞掉。他的目光落在陈怀安身上，渐渐深邃。无中生有，往往才是最难的。而你的符箓也是半生灵物创造的吧？陈怀安点了点头，这么说也没错。除了符箓，他还获得了一张护身符、一串灵石手串和一株草。怪不得他每次多快冲到门口都没有带住那个送东西的神秘快递员，原来根本就没有黑客，也没有什么快递员，这些东西根本就是电子女友游戏这个半生灵物凭空创造的。那么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制造这样一张符箓。络腮胡紧紧盯着陈怀安，眼里带着些许急切。他非常需要知道置换这些威力巨大的符箓要付出什么，这关系到陈怀安的复苏者初定级，也关系着天府斩妖司的未来。陈怀安和络腮胡的目光对上，张了张嘴，又沉默了。需要付出钱？他隐隐感觉这个回答不太妙。如果络腮胡说的是真的，这个世界即将被妖怪占领，
即将成为复苏者的时代，那么钱对这些复苏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钱就能换到这种符箓，那他跟一个行走的人形宝箱怪有什么区别？万一被抓去切片咋办？万一被圈养起来天天爆符箓咋办？万一抢他的半生灵物怎么办？络腮胡说半生灵物只能他用，就一定是真的吗？陈怀安不愿以最大恶意去揣测他人，但生命中无数次沉痛的经历无时无刻不再告诉他人不值得信任。若是人值得信任，他就不会领着那点微薄的抚恤金乐紧裤腰带过日子；若是值得信任，他的前女友也不会给他戴绿帽，大学室友不会跟他抢贫困生的名额。所以代价是寿命。陈怀安盯着络腮胡的眼睛，脸部红心不跳，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寿命竟是如此沉重的代价。络腮胡张了张嘴，半截还没燃尽的香烟掉地上，他突然就很内疚，毕竟符箓是陈怀安用命换来的，他就花10万买走了。当时陈怀安应该不知道这符箓有什么价值吧？这么说来，他好像在故意哄骗一样。那你是怎么知道代价是寿命的？我记得你之前应该不知道这符箓能够使用吧？陈怀安早就准备好了措辞，滴水不漏地说：之前确实不知道。关于我是怎么确定代价是寿命的，他捞起裤腿，露出密密麻麻的骨肉瘤给络腮胡看。实不相瞒，我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不过在1周前我还是中期。络腮胡看着陈怀安腿上的骨肉瘤，懵逼道：这么说，因为你换取了符箓，所以你的癌症加重了？对，医生说我的癌细胞扩散速度平生仅见，而癌症恶化刚好是在我换取符箓之后。那你还能活多久？谁知道呢？陈怀安笑了笑：死得慢半年，死得快1个月吧。络腮胡脑子一懵，难以想象面前这个笑容阳光的帅哥就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但那腿上的骨肉瘤告诉他，这是真的。这少年确实已经癌症晚期，命不久矣。我真该死啊！他在心里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作为堂堂天府区斩妖司的司长，居然欺骗一名癌症晚期的病人，用仅10万块钱骗走了一张那么珍贵的符箓。先不说他自己良心上过不去，这事儿要是被其他区的斩妖司知道，不得背后区死他。怀安老弟啊，对不住啊！为了让自己良心上过得去，络腮胡赶紧跟陈怀安道歉。老哥之前不应该哄走你一张符箓。嗨，没事儿。陈怀安摆了摆手，我这儿不是还有多的符箓吗？本来我就已经是绝症必死之人，再消耗一些寿命也没啥差别。络腮胡沉默地望着陈怀安，心里更难受了。我再给你转10万。好。陈怀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手机，出示收款码。络腮胡转完钱，两人之间的气氛明显多了几分真诚。怀安老弟，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怀安和络腮胡一起望着来往的车流，他的打算其实就是继续赚钱冲游戏。之前不知道电子女友是半生灵物，他就愿意冲，现在知道了，他就更愿意充钱了。万一哪天游戏里发个能治疗他癌症的道具呢？还有，这游戏内的世界到底是真实的吗？如果这游戏是假的，为什么他的电子女友如此活灵活现？可若这游戏是个真实的世界，以那个世界的文明水平，不早就完爆地心一条街？毕竟一张反品雷火符威力都已经恐怖成这样，若是仙品符箓呢？还有其他更高级的符箓，那岂不是随便一张威力堪比导弹甚至核弹？如此就更说不通了。3维世界凌驾于2维世界之上，这明显不合理。其次，这世界还有所谓的主线任务，所谓的剧情还能选择对话，他何德何能可以操控一个真实世界的走向？真要那么厉害，他现在早就成仙了。苍云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更像是个游戏世界，所以陈怀安确定手机里的电子女友游戏是络腮胡口中的半生灵物。至于电子女友里的修仙世界是否是真实的，他还是保持质疑的态度。正所谓眼见为实，他当然希望李沁然是真实存在的，可有些时候抱着太大的希望并不是一件好事，那意味着一旦现实与期望相反，就必须付出沉重的精神代价。络腮胡见陈怀安不说话，还以为陈怀安在迷茫何去何从，他对此倒是非常理解。很多复苏者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茫然，于是他拍了拍陈怀安的肩膀。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混乱，我们守护的一切随时都会破碎。人行道上，刚放学的小学生手牵手唱着歌，公园的长椅上，一对情侣拥抱热吻。阳光追随着提着菜篮的老人，外卖小哥望着慢吞吞的老人停下车，无可奈何。陈怀安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耳边响起络腮胡的声音：怀安兄弟，不如加入斩妖司，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些有治疗能力的复苏者，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癌症问题。现在的斩妖司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吐纳法知道不？类似小说里的功法，能够吸收天地间的灵气为己用，目前只有我们斩妖司有。当然从我的角度出发，我不希望你是为了这些利益
加入斩妖司，我希望你是为了使命，守护家园，守护人类，守护安宁生活的使命。络腮胡说完，用余光瞟着陈怀安。这套说辞是斩妖司培训的话术，一般这个时候只要复苏者听进去了，多少脸上会有点动容的。尤其是陈怀安这种年轻人，最爱听的就是这种热血沸腾的话。然而络腮胡发现陈怀安居然面无表情。感谢您跟我说这些话，也感谢您的邀请。陈怀安挠了挠头，依然笑着，只是说出来的话不太好笑。怎么说呢？您知道吗？我父母死在一场森林大火中，本该补偿20万抚恤金，但到我手里，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只剩下2万。这些年我过得很辛苦。当我以为上了大学等着毕业就能熬出头的时候，我查出来癌症晚期。医院只问我有没有保险，有没有钱，没有就先筹钱，不然不给治。我的女友给我戴绿帽子，知道我癌症就把我踹了。络腮胡望着沐浴在阳光中的少年，艰涩道：你是觉得这世道不公？所以不，我觉得这世界很公平。陈怀安摇了摇头，没钱治病就等死，这是合理的。抚恤金因为各种理由发不下来也很正常，男友得了癌症，女友跑掉不也可以理解吗？那你……我只是觉得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拥抱我。如果让我现在立马转身拥抱这个世界，我会很恶心。陈怀安看着络腮胡，眼里的光忽暗忽灭。络腮胡却也觉得这阳光下坐着的少年似乎全身都散发着死寂。大叔，你守护的是你的世界，可我的世界还不值得守护。街道的尽头，陈怀安拖着行李箱的身影渐行渐远。他回头笑着挥手道别，再转身便像那芸芸众生般融入人群。络腮胡沉默地坐在台阶边，烟一根接着一根，耳边似还回荡着陈怀安离开时留下的话：斩妖司我就不加入了，至少现在我找不到加入斩妖司的理由，也看不到您口中的使命。不过您需要帮忙可以找我，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红灯变成绿灯，络腮胡掐灭了烟，也融入一片人群。他没回斩妖司，就是想到处走走，看看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却又存在于不同世界中的人们。坏了，忘了件事儿。来到新的住处湿地公园附近一家月租2000的复式公寓，放好行李，陈怀安才后知后觉想起来，那大叔不是说杀了妖怪有悬赏金吗？我现在没加入斩妖司，算是民间斩妖师，也是能领赏金的吧？也不知道那黑毛老鼠值多少钱。那么弱的妖怪大概率不怎么值钱，估计也就几千块钱了不起了。不过问题不大，现在妖怪很多，就算只是千把块钱一只，只要杀得多，钱自然就积累起来了。想起这件事，陈怀安心里就一阵激动，终于可以用他更喜欢的方式赚钱了。不加入斩妖司也能去龙腾网吧领悬赏，生活自由自在，还能薅羊毛，岂不快哉？正当这么想的时候，手机铃声响起，陈怀安打开一看，发现是个陌生号码。喂，哪位？怀安老弟对面响起个熟悉的声音。大叔，你咋有我电话的？之前在警卫局检查你手机的时候存了一下，这不重要，我跟你打电话是通知你，给你治疗癌症的复苏者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3天后你过来一趟。啊可我又没加入斩妖司。没事，我也不能看着你死啊，都叫你老弟了，那麻烦别人也不太好吧？免费的。好的，我去。陈怀安答应的那叫一个爽快，只要免费，那么一切都不重要。那就大后天早上9点，龙腾网吧3楼。络腮胡似乎早就知道怎么拿捏陈怀安，话语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OK， 没问题。两人又聊了一下关于黑毛老鼠悬赏金的问题。陈怀安想差了，黑毛老鼠的悬赏金高达2万，这还是黑毛老鼠已经被轰成渣无法回收的缘故。如果还保留着完整的尸体，那么悬赏金还能翻上一番。这笔钱将会在申请提交审核后打给络腮胡。络腮胡再原封不动打给陈怀安。行，那挂了。络腮胡按下挂断，没多说别的。他还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只是渐渐想通了一件事：陈怀安不加入斩妖司固然令人沮丧，但只要让陈怀安感觉到人间自有真情在，那么早晚有一天他会被感动，他会加入斩妖司的。啧，姜还是老的辣，我真特娘的是个天才。络腮胡为自己的机智点赞，原本不顺的心气儿也舒坦了，脑海中不禁想起李老那边要接触的剑气少年。陈怀安是暂时错过了，但那个剑气小子可千万不能错过，这是我天府区的希望啊。络腮胡心里想着，捏紧了拳头。陈怀安的抗拒源自于他昏暗的过去，但那个剑气小子总不至于也有个不幸的家庭、绝症的身体以及劈腿的女友吧？这世界要真有这样巧合的事儿，我直接倒立吃屎。唉，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陈怀安放下手机，一阵感慨。可惜好人出现是在他成为复苏者之后，不然他肯定非常感动。给手机插上充电器，
陈怀安简单打扫了一下房间，先把收纳箱上的符箓取下来贴在门上，之前是当装饰，这次他是已经知道符箓的作用，把这玩意儿当防御妖怪入侵的地雷。随后打开收纳箱，收纳箱里霸基看起来恹恹的，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可能是闷着了，等会儿给你扎2针。陈怀安将霸基拎出来放在一边，伸手就去拿一动不动的大青鱼。他以为大青鱼已经嘎了，结果刚摸到尾巴，啪的一声，那大青鱼一个鲤鱼打挺弹起来半米高，吓了陈怀安一跳。我了个豆，这鱼成精了，脱水那么久都没嘎。陈怀安望着那地上瞪着2大眼睛，嘴巴疯狂开合，似乎在口吐芬芳的大青鱼，一脸懵。从酒店到出租房这边1个小时，期间他还在找房和讨价还价上花了1个多小时，所以差不多3个小时才住进来。那么长时间过去，这鱼不仅没死，还那么大一把子力气，该不会是妖吧？陈怀安两眼一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符箓。他问络腮胡妖是怎么出现的。络腮胡回答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说异常大概率就是妖，不是妖就是邪祟，直接干就完了。现在大青鱼异常，那就干，保底2万块呢。这蠢鱼！霸基恶狠狠地瞪了大青鱼一眼，要不是他挨了一波符箓的冲击波体不起气势，不然现在非得把这臭鱼压死不可。大青鱼感受到霸基的目光，立马原地僵硬不动，鱼眼渐渐上翻，甚至开始散发出咸鱼的味道。怎么又半死不活了？回光返照。陈怀安将全身瘫软的大青鱼拎起来，弄进厕所浴缸里放了半缸水，眼见大青鱼翻着肚皮，呼吸微弱，才稍微松了口气。还真是回光返照，不过到底是没死。陈怀安收起符箓，本尊也非是杀之人，你若是能侥幸活下来，今晚就不吃水煮鱼。然而他不知道，就在他关上厕所门的瞬间，浴缸里的大青鱼立马翻身过来，瞪着2大眼睛疯狂喝水，吐的浴缸里全是泡泡。喵！陈怀安来到客厅的时候，霸基正一边舔爪一边对他喵喵叫，看起来精神了许多。乖，饿了吧？马上给你整点好的吃。他见霸基精神不错，就不给霸基扎针了，而是拿出手机在美团上买了一袋猫粮。坐在沙发上，陈怀安让心静下来，开始整理混乱的大脑。霸基也松了口气，果然如我所料，大佬还是把窗户和门给封上了，跑不了，根本跑不了。事到如今，他也差不多放弃了。至于为什么不想挨针，他都已经瘸了1只腿了，虽然现在是装瘸，可要是再被扎瘸了1只，他到时候怎么装？拖着2腿在地上跑吗？那也太难受了。手串、护身符、草、雷火符、黑灵剑、逢春针法、开脉针法以及青莲剑典，陈怀安把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放在茶几上，拿不出来的则用纸记下来。望着茶几上这堆物件，他眯起眼。已知电子女友游戏等于半生灵物，又知半生灵物产生的符箓可用，那么其他从半生灵物那获得的东西大概率也是真家伙。所以你们的玄机都在哪呢？让本尊好好深入了解一下。陈怀安喃喃自语，探究的目光跟 X 光扫描一般在那一个个物件上扫过。陈怀安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串已经掉色的护身符，上面的字迹已经掉色，像是泡了水的墨迹晕染开来，只能依稀辨别写的是什么。之前他一直用游戏赠品的态度看待这护身符，所以并未将平时发生的事情和护身符联系起来。现在知道雷火符是真品，那么这护身符是不是也是真的呢？陈怀安两眼一眯，护身符是从泰山回来后掉色的。泰山之行发生了不少意外，先是腿骨折，后来又遇到山崩，这2件事发生任何一件都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可实际上呢，他不仅从泰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还幸运得到了甄大哥的打赏，赚到起步资金。所以护身符其实产生了作用，所以才掉色了。陈怀安把玩这护身符，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这护身符他已经洗过，但上面的清香还在，并不是洗衣液的味道。他感觉自己的推测8、9不离10，要是再有一枚护身符就好了，这样可以做个验证。要不等会儿上游戏找李清然要一枚，也不知道这事儿是否可行。若是可行，他以后的道具岂不是都能白嫖？先小小期待一波。对了，还有那个泰山仪仗队，他们必然也是灵气复苏产生的异象。当时我就觉得那帝王有些古怪，不过具体泰山那边是什么情况，应该只有斩妖司才清楚吧，毕竟听起来也是个很官方的组织了，情报收集能力应该不差。沙发上趴着的霸基默默听着陈怀安的碎碎念，弱小的身体又往角落里缩了几分。完了，大难临头了。大佬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世界不对劲了，这会不会是大佬记忆即将复苏的契机？那他的饕餮之身还藏得住吗？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大佬接触这个世界的异常了。不行，还是得跑，得想办法跑。他望着窗台上的灵植，心里一阵琢磨。
以他现在吸收灵气的速度，再有个1周左右，大概就能相当于一头200年的妖怪，到时候强行破窗逃跑完全没问题，无非就是被符箓劈成重伤，可只要能逃出去，一点伤根本不算啥，总比待在这里随时可能丧命的好。霸基认真密谋的时候，陈怀安又陆续检查了一下其他几样东西。灵石手串多半是真的，已经有一半的珠子变浑浊，大概是其中的灵气已经消耗完毕，至于怎么消耗的，啥时候消耗的，还需要测试。窗台上的那盆草也很奇怪，他试着剪了一下叶子，发现剪不开，先养着看看以后会不会有变化，比如长个嘴出来之类的。至于黑灵剑，他已经打算晚上抱着睡觉了。这种神兵利器挂在床头根本就是暴殄真物啊，必须跟它紧紧贴在一起，沾上它独有的味道才行。结节，橘红的余晖落在茶几上，玻璃反射着刺眼的光。陈怀安被晃了一下，后知后觉居然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沙发扶手上充满电的手机响起一声提示。今天经历了一大堆破事，陈怀安也累了，便拔了充电器，打开手机启动电子女友游戏。他还有些想法要测试一下，然而打开游戏却发现李清然并没有在房间里，他正站在落霞峰山头，披着夕阳的余晖，面前站着大师姐岳千池和阁主苏祈年，三人神情严肃，似乎在交谈什么。这是在干嘛？陈怀安把音量开到最大，三人交谈的声音立刻变清晰许多。李清然，路途遥远，你又修为低微，这次本座就让你大师姐护送你过去，你们两人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可是这会不会太麻烦大师姐了？李清然目光在苏祈年和岳千池身上来回移动，抿了抿嘴，脸上尽是迟疑。不麻烦，不麻烦。岳千池无所谓的摆了摆手，我的修为本身就已经到瓶颈了，师尊早就想让我下山游历一番，长长见识的同时对突破境界也有好处。他望着神情呆呆的李清然，便凑过去碰了碰李清然的胳膊，笑意中带着点故意装出来的讨好。嘿嘿，师妹啊，我可不是白护送你，路上的酒你得包。哼，天天喝，喝不死你。苏祈年抬手要打岳千池的脑袋，却被岳千池嬉笑着躲开了。看着这调皮的徒弟，苏祈年只能头疼的叹了口气，对李清然无奈道：你大师姐嗜酒如命，路上看着点她，恐喝酒误事。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李清然只能点头答应，欠身一礼。弟子谨记，请宗主放心，路上弟子一定督促师姐少喝些酒。切苏老头，你以为小师妹看得住我？略。李清然的身后不远处，岳千池吊儿郎当地倒挂在一棵树上，对着苏祈年做鬼脸。苏祈年只当没看见。你们准备，差不多就可以启程了。他又拿出2个灵石袋子塞给李清然。虽然剑阁现在资源匮乏，但作为宗主，路上必要的盘缠还是要给你们的。这是20块下品灵石，你俩一人10块。李清然，岳千池，怎么？可是觉得不够？苏祈年脸色一板，手又往前递了递，一副毋庸置疑的模样。李清然只好接过。谢宗主。宗主。他扯了一下灵石袋子，居然没扯动。这位剑阁阁主手攥的那叫一个紧。直到岳千池过来，将苏祈年的手指一颗颗掰开，这俩灵石袋子才终于落到李清然手里。师父，你要是不想给，可以不给。岳千池的白眼都快翻上天了。被看透心思的苏祈年轻咳了2声，拿出飞剑往天上一扔，再一晃人就踩了上去。哼，你们好自为之，本座走了。苏阁主走得很拉风，人剑合一在霞云里左右漂移。落霞峰的余晖里只剩下李清然和岳千池，空气中弥漫着草叶被太阳烘干的味道，很好闻，让人联想到夏天的夜晚。李清然看向岳千池，大师姐的面庞被夕阳照得一片艳红。岳千池从苏祈年划拉出来的云彩上收回目光，揽住李清然的肩膀，大笑：走，师妹，我们下山。落霞峰顶，红霞万里，上有大剑，休以云为墨，以剑为笔。上书：一路顺风。清然，你们这是打算去啊？师尊。正和岳千池行走在山间的李清然突然愣了愣，眨巴着大眼睛环顾四周，后知后觉师尊根本不会出现在身边，便抬头望着头顶的虚空，眼里尽是雀跃。师尊，我和大师姐准备去灵溪谷求药呢。灵溪谷求药？跑那么远？这也是没办法啦。李清然解释道。柳长老寻遍了整个药园，也只是凑齐了一部分百草解毒丹需要的灵草，剩下的只有灵溪谷才有了，所以弟子便打算去灵溪谷寻找其他的。话罢，他又把旁边一脸懵的岳千池拉到跟前来。师尊，这是岳千池师姐，宗主让师姐跟我一起去，有了师姐照应，这一路肯定会顺利很多。岳千池上下左右一顿看，愣是没看到李清然所谓的师尊在那里，于是只能顺着李清然看的方向露出个尴尬的笑，拱手行礼。前辈您好。太诡异了，刚刚李清然是在跟谁说话吧？他都没有听到那人的声音。
难道是在给李清然单独传话？那岂不是很尴尬？岳千池脚趾抠地，别看他在剑阁内是大师姐，实际出了宗门他还是非常腼腆的。您的电子女友离开剑阁，组队模式开启，屏幕左上角出现一个组队栏，队长是李清然 ，Q 版头像上有个小红旗，他在李清然下面的第2排是副队长，白发仙尊的头像，但名字后面标注了华灵的位置 buff。队伍里没有岳千池，只是弹出了一个入队请求，是否同意岳千池加入队伍语音？同意。陈怀安嘴角抽了抽，络腮胡说有个叫神笔的复苏者半生灵物跟他这个差不多，但他觉得不会有哪个复苏者的半生灵物会比他这个半生灵物更有趣了。剑阁大师姐岳千池已加入队伍。随着这个提示出现，陈怀安发现居然能看到岳千池的基本信息了。岳千池，剑阁大师姐，特点：嗜酒、忠义、护短。生平：幼时亲眼目睹双亲葬身大火之中，差点丧生火海，后为路过的剑阁阁主苏祈年所救。金丹灵根，修玄武剑意，为剑阁亲传大弟子。相比起陌生修士，成为队友之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信息，甚至还能看到简单的生平介绍。陈怀安对这一点非常满意。哎呦，不错嘛，这应该就是 MMO 游戏里类似随从那样的存在吧。他之前还在担心岳千池会不会故意接近李清然，毕竟人心隔肚皮，他这电子女友一身都是宝贝，万一岳千池有歹心，他总不能24小时盯着。可到底是游戏，没有那么复杂，直接一个信息显示就让他放心了，连带着看岳千池都变得顺眼了很多。你就是岳千池，倒是经常听徒儿谈起你。这回岳千池听到声音了，吓了一跳，不过到底是适应性强，心理素质强悍，他马上转头看着李清然打趣道：看来清然师妹还挺喜欢我的嘛。旁边的李清然顿时闹了个大红脸，面对岳千池戏谑的眼神，他慌慌张张的移开目光，搅动着手指，嘟着嘴说：也没有经常提起了，你不要听师尊乱说，有你照顾李清然，本尊也能放心了。陈怀安本意是夸岳千池靠谱，不曾想听到这话，李清然却红了眼睛。师傅您在说什么胡话？他蹙着眉，手指捏的裙角皱巴巴，说话的声音都带着丝颤抖。徒儿愚钝，尚且还在为治好师尊而四处奔波，无怨无悔。昨晚上给那些灵草一个个研磨分类，眼睛都看花了，不敢有丝毫差错。师尊就不能为了自己也为了徒儿的努力再振作一些吗？休要再说那些托孤的丧气话。李清然说完抹了把眼睛，低着头盯着脚尖不说话了。面对师傅，话语冲撞是他的错，但他听不得这样的话，哪怕被责罚他也要说出来。岳千池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李清然，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李清然埋进自己宏伟的胸膛里，也不管那天上飘着看不见的是李清然的师傅，凶巴巴地说：前辈，你这徒弟还是你自个儿照顾吧，我才20有8，可不想凭空多个娃娃，以后连道理都找不着。好了，清然别哭了。他摸着清然的头，温柔地说：你放心，你师傅要是敢把你丢给我，我就把你丢进10万大山喂妖兽，看他舍不舍得。李清然。手机前的陈怀安沉默了，他没在意岳千池的玩笑话，只是脑海中还回荡着李清然的声音。说实话，对于李清然所谓的百草解毒丹，他一直都只当是个游戏剧情，因为他给李清然说他中的是毒，所以李清然就给他找天下最好的解毒药。但是他知道癌细胞不是毒，那是比毒更恐怖的东西。哪怕现在灵气复苏了，络腮胡也没说100%治好，只是说让那复苏者来试试。所以有人真的会在意我的事情，会牵挂我，会为了延续我的生命为之努力，会把我放在心上。陈怀安喃喃自语，眼里的晦暗跳跃出一团火苗。哪怕只是我的半生灵物。络腮胡说过，半生灵物随主生，随主死。半生灵物希望他活，半生灵物要救他。所以半生灵物在借助电子女友这个游戏，借助李清然的嘴告诉他：陈怀安，活下去，别放弃。好。虚空中响起的声音让李清然抬了抬眸，两人的目光隔着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相互交错。陈怀安摁住传音符，深吸一口气：本尊不会死，本尊要活。他陈怀安一定要活下去。贼老天，你给老子吃那么多苦，你还想要老子死？老子偏偏要活。大鸡看着对着天花板大吼的陈怀安瑟瑟发抖，心道：您多牛逼啊，您活了我得死啊。他摇了摇头：疯了，大佬疯了。记忆阶段性苏醒就会有这种神志不清的情况，看来大佬距离彻底苏醒已经不远。得跑，必须跑。陈怀安缓了口气，之前他觉得什么都无所谓，氪金无所谓，遇到狼妖的袭击无所谓，面对黑毛老鼠也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就觉得活不了多久，什么时候死无所谓。因为无所谓，所以什么都敢玩一票大的。
不过现在嘛，为了活下去，他也敢什么都玩一票大的杀妖，赚钱联系最好的医院。不是有150万1针的特效针吗？一针不够扎10针，10针不行100针，这些针不行他还有缝春针、开脉针，只要有钱就能继续往上升级，总有把自己扎好的一天。陈怀安站起身，只感觉心头充斥着一股热血，他雄赳赳气昂昂穿上衣服打开门，门口一个娇小的身影横在那儿。突然的开门似乎吓了对方一跳，他啊了一声，连退了几步，最终还是失去平衡摔了一屁股。陈怀安一眼便认出了摔在地上的女孩，不禁眉毛一挑，3个0，我是来监视你的。000端起饮料喝了一口，话很有气势，表情也很平淡，只是声音有点抖。一张沙发3米长，霸基在最左边，000在最右边，中间像是隔着楚河汉界。陈怀安看着这一幕，嘴角抽了抽，3个0，你怕猫啊？000瞥了眼霸基，咽了口唾沫，怕？女孩子不应该喜欢小猫小狗吗？陈怀安很是诧异，伸手在霸基猫头上揉了2下。霸基长得又不丑，他还以为会很讨女孩子喜欢呢，而且看霸基瑟瑟发抖的样子，显然也很怕3个0这个陌生妹纸。哼，这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000低着头不敢说话。猫他是不怕的，但前提是这玩意儿的是只纯猫啊。来的时候络腮胡就已经跟他说了，若只看符箓威力，陈怀安可以被定为至少兵级丙等复苏者，但考虑到获得符箓需要消耗的代价过于严苛，所以最终给陈怀安的定级为师级甲等。对他这种白级来说，师级甲等妥妥大佬啊。而在大佬眼里，那猫妖就只是小猫咪嘛。不愧是大佬，宠物都别具一格。陈怀安坐在霸基和000中间，视线一隔开，他清晰感觉到两边的2种生物都松了口气，本来凝重的空气似乎都变得轻松不少。你说你是来监视我的？是，000直截了当地说。其实监视是次要的，您对斩妖司非常重要，再加上您手上有威力巨大的符箓，考虑到一些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需要一名斩妖司正式成员盯着。当然，主要还是给您提供各种便利，比如您有什么和斩妖司有关的需要，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帮您完成。那如果我不配合你们的监视呢？陈怀安眯了眯眼。000转过头看着陈怀安，悬在半空中的小短腿收起盘膝而坐，接着身体转过来改坐为跪，双掌叠在额头上，然后深吸一口气，猛地弯腰，他直接给陈怀安磕了一个，请您务必让我监视。陈怀安，他沉默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问，监视我你有工资吗？有。多少？1天1000，我们1人1半。好。陈怀安伸出右手，露出个友善的笑，欢迎监视。000捏着陈怀安的手指上下晃了晃，严肃道，以后请多多指教。霸基，对了，监视的话我就要住得离你近一点，可是你隔壁楼下楼上全部都已经有住户了。000脸红了一下，小声说，以后你就是我哥了，我是你亲妹，这是对外的身份，因为我还在上学，如果有机会一起出任务，这样有利于隐藏我们复苏者的身份。可以。陈怀安指着那间主卧，你住那边吧，独立卫浴，别来外面上厕所，我喜欢裸睡。000，对了，叫声欧尼酱来听听。000，他脸一僵，嘴角抽了2下，踌躇了半天，迫于大佬的淫威，最终还是从嘴里挤出来个欧。后面2个字陈怀安还没听清，他就已经拖着行李箱冲进了主卧，轰的一声关上了门。霸基傻了，大佬居然让这个知道他身份的人类幼崽住进来，那岂不是还没等大佬记忆复苏他就有暴露的风险？这一刻他只感觉到一股如蟒蛇缠绕般的窒息感。陈怀安望着关闭的门，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会儿，虽然他不喜欢被监视，但凡事要看两面。这3个0来了，刚好方便他打探一下斩妖司做任务的细节。这些事找络腮胡一样可以打探，但络腮胡是斩妖司的领导层，有些东西可能不会告诉他。而像3个0这样的小成员反而好拿捏。斩妖司观察他，他何尝不是在观察斩妖司？毕竟是赚钱的地方，总要认真了解一下。喂，3个0，他敲了敲主卧的门，门缝马上打开，露出一只往外打量的眼睛。等会儿吃完晚饭，我想接杀妖任务赚钱，你能帮忙吗？000眼里浮现出一抹意外。络腮胡就是希望陈怀安主动做任务，毕竟这样才能跟斩妖司保持频繁接触，也能帮忙解决一些堆积的任务，压制天府区妖怪猖獗的趋势。他原本以为劝说陈怀安接任务是件很困难的事，没想到陈怀安居然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对，刚刚知道自己是复苏者的人一般都想试试自己的能力吧，只是在见识到妖的恐怖后，那些兴致勃勃最终都会转变为胆怯。没问题，刚好晚上9点会刷新任务，到时候我们去看看，新任务的情报都是新鲜的。怎么说
你们斩妖司的情报经常不新鲜。陈怀安眼里浮现出一抹狐疑。000自知失言了，便移开目光，将门掩上了一些，讪讪道：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会呢？我们斩妖司的情报都是实时更新的，绝对不会发生那种因为情报出错导致成员发生危险的情况。络腮胡说过，不要暴露斩妖司的缺陷，斩妖司的缺陷是一时的，以后会越来越好。要是让陈怀安知道这些，他会被扣工资。那你怎么被打得浑身是血？嫩娘的，当然是情报有问。话没说完，000就呆了呆，意识到什么般，慌忙捂住了嘴。砰！陈怀安望着紧闭的门，恍然大悟，斩妖司人手不够，已经草率到情报无法及时更新了。那这斩妖司更加入不得，做个编外人员领赏金就好。毕竟他现在的目标是活，不能冒大险。房门后，000满心疲惫地靠着门沉淀了一会儿，却是越想越气，越气越急眼，反手给了自己一嘴巴，又不敢使劲打，只是颓然的喃喃：000啊，嫩真是桑的大，嫩真蠢，真累。灵溪谷少主，剑阁那边明日会来2个弟子，拜帖已经提前送来了。哦，剑阁。纱帐里闭目打坐的云素心睁开一双美眸，望着帐外的灵溪谷弟子。对方可有说明来意？回少主，对方想来买一些灵草。灵溪谷有灵田万亩，乃是苍云界盛产各种灵草的大户，很多宗门或者散修都会从灵溪谷这里买灵草，价格比外面便宜不说，品质还有保障。灵溪谷也对这些生意来者不拒，但唯独剑阁就不好说了。好啊，让他们来。云素心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好你个剑阁，之前抢了灵溪谷的事儿他还没算账呢，现在到自己送上门来了。他云素心就没见过那么自觉的，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你们准备，把灵溪谷前的幻阵打开。这话一出，那灵溪谷的弟子不禁怔了怔。若是把这大阵打开，等那俩剑阁的弟子倒了不得在里面困到天荒地老。少主，他不明白凭时代人谦逊有礼的少主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你做就去做，哪来那么多疑问？云素心的声音冷了3分。那灵溪谷弟子不敢再问，立马应了声是，低头退出房间。哼，若你们能走出幻境，就让你们入谷买灵草又如何？可若是走不出来，就在里面玩几天吧。云素心轻声喃喃，抱元手一，闭上眼继续修炼。中州秘境开放在即，他要尽快提升实力，最好在这段时间突破到金丹大圆满。这次进入秘境一定要找到药王谷的遗迹。母亲那边事态严峻，已经拖不得了，他的机会也只有一次。师姐，我们要多久才能到灵溪谷？大概明天下午。夜晚，李清然和岳千池已经进入一处小城，找了个旅馆待着。下午他们一直御剑飞行，现在灵气耗尽，便随便找个地方休息。岳千池拿起桌子上的酒喝了一口，顿时眉头皱成一团。我去，这啥？嘿嘿，这是果酒啦里。清然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宗主不让你多喝酒，怕你飞剑撞悬崖，但是师姐又想喝酒，那就折中，喝这种不那么醉人的果酒吧，果酒还更贵呢。岳千池看着模样娇憨眼巴巴望着他的李清然，终究还是叹了口气，接受了，咂巴嘴道则：好吧，反正这小县城也没什么好酒。刚刚那话要是哪个师弟说的，他早抡起剑柄敲上去了。但李清然不一样，李清然那么漂亮，光看着就让人神清气爽。果然美的事物是能令人心情愉悦的。师姐是有什么心事吗？李清然见岳千池只顾喝酒也不吃菜，那双英气的剑眉中含着抹淡淡的忧色，便关切了一句：也不算什么心事吧。岳千池抬了抬眸，苦笑道：师妹，之前我们剑阁不是去收徒大会抢了一波吗？其中就有灵溪谷，当时灵溪谷少主也在，那个娘们儿比狐狸还精，她就是我亲自搜的身。我估计她能推测出来是我们剑阁抢的人，所以这次去灵溪谷求药恐怕会有不少波折啊。李清然呆了呆，担忧道：那他们会不会不给我们买灵草啊？岳千池最后一口果酒入肚，轻哼了声：怕啥？他不给我们买，我们就强买，又不是不给钱。李清然抿了抿嘴，干笑了一下，这话没毛病，还真给不了钱，剑阁根本没钱。那些灵草一个个价值不菲，宗主就给了他们一人10块下品灵石，就算加上师尊平日给他的灵石也远远不够，所以这次是准备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带了一些剑阁的土特产，比如飞剑、藏剑丸等，看起来是比较寒酸，但绝对都是质量过硬的防身利器。据说剑阁锻造的飞剑连气宗的修士看了都要为之惊叹。灵溪谷修士普遍在战斗方面不太突出，平时需要借助一些外物防身，这些东西刚好就是灵溪谷需要的，如此也算是投其所好了。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天，眼见天色不早又没有修炼条件，便准备睡觉。
李清然刚把纱帐掀开，转头就看到岳千池已经把长衫脱了，身上就穿着一件肚兜，胸前汹涌的曲线将肚兜上半部分完全撑起，让下半部分就像窗帘一样吊着。师姐，你这是要干嘛？李清然双手捂着脸，红霞蔓延到耳根。干嘛？岳千池伸了个懒腰，反手解开肩膀上的带子，就要把肚兜也一起脱了，无所谓的说：穿着衣服睡觉很不舒服啊，我这都闷一天了，该解放一下喽。大家都是女孩子，你害羞什么？可是，李清然嘴唇哆嗦着，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平时他不管干嘛，师尊都知道，代表师尊能随时看到他的情况。那也就是说，现在岳千池师姐也能被看到。师姐，别，话还是说晚了。岳千池已经脱了个精光，满脸狐疑的走到床边。他见李清然俏脸红红的，忍不住起了捉弄的心思，直接逮住李清然，一只手把李清然身上的长衫扯下来，另一只手揽住李清然柔软的腰，往床上一带纱帐掀开，被子一卷，两具美妙的胴体撞进了被窝。李清然整个人都是呆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感觉有具火热的身体贴在他背后，耳边涌来一阵带着酒香的热流。嘿嘿，那么害羞啊？快让师姐看看你发育的怎么样。不，师姐，不是害羞。那你咋了？刚刚开始就奇奇怪怪的。李清然捂着脸，头埋进被子里，声音尖细而颤抖。师姐，我那师尊有大神通，能随时看到我这边的情况。刚刚你背后那火热的娇躯哆嗦了一下，更烫了。你说什么？你师尊真能看到？回答岳千池的是一个细细的不可能吧。岳千池只感觉脸上像是有火在烧，支吾道：你师尊应该不会随时盯着你吧？他就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要是他真能看到，刚刚应该也会回避或者多少有点反应吧。李清然缩着身子，紧咬下唇不说话。师尊会不会回避他，能不知道吗？毕竟他洗澡都能感觉到师尊若有若无的视线。正当两人手足无措，东想西想的时候，一座中型聚灵阵在小房间内凭空出现。出门在外，条件苛刻，却也不要忘了修炼。虚空中响起严肃的声音，话音落下，聚灵阵也跟着启动。被窝里，李清然蚊子哼哼般呜咽了一声。岳千池头皮发麻，绝望地看着床边环绕起的聚灵阵，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俩就睡觉了？那么早？出租车里，陈怀安抽空看了眼游戏。他登入进去的时候，李清然和岳千池就已经上床躺着了。估计是到了凡人地界灵气稀薄，那就整个中型聚灵阵吧，让他们边修炼边休息好了。这么一想，陈怀安就冲了6个时辰的中型聚灵阵。如今李清然的修为已经来到炼气大圆满，可存活率依然只有 5%， 修炼方面要加快速度，可不能因为去趟灵溪谷就懈怠了。我可真是个好师傅。陈怀安臭美了一下，眼见已经到了龙腾网吧门口，便离开了游戏。龙腾网吧看起来和普通网吧没什么区别，而且还是那种生意不太好的网吧。昏暗的光线，淡淡的烟味儿，只有10几个机位是亮着的，给人一种距离关门已经为时不远的感觉。陈怀安低头看向一边的000，问：你不是说络腮胡会出来接我们吗？000沉默了一下，抬腿往前走。可能有什么事耽搁了，问题不大，我带你上去。从网吧最里面的楼梯上到4楼，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便扑面而来。000瞳孔一缩，咬了下嘴唇。出事了。两人快步穿过走廊，来到最里面一间亮着灯的房间，血腥味儿更重。只见房间里随意摆着3条沙发，几个人坐在沙发上，最中间的是埋头抽烟的络腮胡，而在几人跟前的地板上则躺着2具血肉模糊的尸体。Boss！ 000喊了声，带着陈怀安走进房间，目光在尸体上飞快瞥了一眼，瞳孔微缩，身体哆嗦了一下。那俩尸体死状凄惨，头顶被什么东西开了个洞，里面的脑浆已经没了，一片空荡荡，面目更是狰狞扭曲，七窍流血，眼睛上翻露着眼白。2名民间斩妖师，白吉，其中一个挺年轻，000有点印象，记得他原本是个程序员来着，两人还合作出过任务。提交任务材料的当天晚上，这哥们儿就莫名其妙跟他表白了，说喜欢他，想和他升足球队，完全不顾他还没成年以及足足8、9岁的年龄差，就很下头。但看到这人死在这里，还是难免兔死狐悲。你们来的还挺巧。络腮胡掐灭了烟，阴沉着脸。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有只妖怪已经盯上我们这里了，这俩尸体就是他猎杀的复苏者，而且他还把这俩复苏者扔到这里示威，这是根本没把我们斩妖司当回事。妖怪实在太猖狂了。确实，等我修炼了吐纳法，定然让这些妖怪好看。Boss， 您直说吧，要我们怎么办？在场的斩妖师都义愤填膺的样子。陈怀安扫视每一个人，暗暗点头。不愧是行走于刀尖之上，保佑人间安全的斩妖师，
至少目前看起来都还是很有血性的。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分析那妖怪的情报，然后找到对方藏身之处，一拥而上将那妖怪挫骨扬灰，展现斩妖司的强大和斩妖师的决心，进一步提升所有人的凝聚力。000的一腔热血也被勾动起来，绷着俏脸，捏着拳，肃然道 ：“Boss， 你动手咋弄吧，俺们都听嫩嘞。”我们，络腮胡双手交叉在桌前，眼皮子耷拉下来，望着所有人，沉声道：“我们跑！”入。陈怀安，000，不愧是司长，高见。是啊，这波战略性转移非常关键，那妖怪肯定猜不到。Boss， 这不对吧？000瞪大眼睛，不甘心道：“那妖怪都打上来了，我们就灰溜溜的跑，我们可是斩妖师啊！再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总不能被那妖怪追杀一辈子吧？”络腮胡望着面前眼含怒气的女孩，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道000说得很对，可那只妖并不好惹。昨天一晚上他都在斩妖司没走，但那妖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尸体丢进他的办公室。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睡觉的时候，那妖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杀死。在座这些斩妖师中，他是最强的。他尚且不是对手，带着这些白级师级去送菜吗？如今有了吐纳法，他完全可以带着这些愿意跟随斩妖司的复苏者狗一段时间。只要等大家实力再提升一些，这样的妖怪也就不算什么了。000啊，你说的我理解，但是理解什么？一个尖锐的声音在众人头顶响起，伴随着一阵癫狂的阴笑声。咯，身为斩妖师却畏惧妖怪，面对妖怪第一想法居然是逃跑，真是可笑呢。谁？络腮胡心头警铃大作，众人纷纷抬头望向头顶，只见头顶的天花板不知何时已经布满黑色的蛛网，一只足有会议桌般大小的蜘蛛盘踞在蛛网中心，它背对着所有人，头部咯吱扭了一圈，露出一张惨白的人脸。这人脸更像是一张面具，用红色颜料勾勒出眼睛、鼻子以及嘴角咧到耳根的诡异笑容。妖怪！一众斩妖师纷纷拔出武器，有拿着手枪的，也有像000一样用冷兵器的。只是看他们慌张的样子，显然对那人面蜘蛛颇为畏惧。不是妖怪，是失控者。络腮胡眼神一凝，拉开旁边的柜子，掏出一柄造型夸张的散弹枪和一把砍刀，先对着人面蜘蛛轰了一枪，趁着蜘蛛用蛛丝防御的空档，对众人吼道：“这是一名兵级丁等，你们不是对手，都去呼叫总部支援，我来拖延时间。”杰，就你还断后！失控者从天花板弹射而下，顶着络腮胡撞他一面墙。烟尘中响起络腮胡痛苦的嘶吼：“陈怀安，我们走！”000拉着陈怀安的手就跑。兵级的存在绝不是他们这种小喽啰可以对抗的。进入斩妖司之后，他已经见过不少死亡，早已不是那个见到妖怪就上的愣头青。其他斩妖师也纷纷撤离，不是他们没良心，而是当下请求支援才是最好的选择，上去也是给络腮胡帮倒忙。如今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老大能撑住了。刚刚那是什么？无人的小巷子里，陈怀安望着靠着墙气喘吁吁的000。失控者！000缓了口气，斜眼看着脸不红气不喘的陈怀安。严格来说不算妖怪，失控者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获得能力后报复社会的复苏者，还有一种是复苏的力量比较邪性，又受到力量的反噬，最终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所以刚刚那个是后者。没错。000擦了把汗，拿出手机，眼里尽是焦急。这种失控者心理和精神已经完全扭曲，很难处理，而且实力普遍比较强，属于悬赏通缉犯。我得赶紧呼叫支援。通缉犯？悬赏？察觉要素，陈怀安眼前一亮，舔了舔嘴唇，意思是说这玩意儿很值钱。000迟疑的点了点头。通缉犯当然值钱，不过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比杀妖值钱？那肯定。好，陈怀安点了点头，从胸口掏出一把符箓。已知目前遇到的妖怪有狼妖、黑毛鼠妖，其中面对狼妖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威胁，所以狼妖暴毙了。又知面对黑毛大老鼠的时候他也没感觉到威胁，所以黑毛老鼠也暴毙了。综上可得，狼妖、黑毛老鼠暴毙。刚刚的人面蜘蛛他也没有感觉到威胁，于是得人面蜘蛛、黑毛老鼠、狼妖，最终得人面蜘蛛暴毙。那玩意儿会被他的符箓劈死。得出结论的陈怀安扭头就往巷子外走。000望着陈怀安的背影，急得大喊：“嫩要弄啥？”陈怀安脚步微顿，笑道：“赚钱。小胡子，追杀我的时候你不是挺得意的吗？现在怎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网吧第2层破碎的墙壁里，近乎毫发无损的人面蜘蛛趾高气昂。络腮胡坐在角落里，一只手杵着布满裂痕的砍刀，满身是血。
是了，他的感觉没错，这失控者的实力确实达到了冰级。师级和冰级只是一级之差，却是鸿沟般的差距。络腮胡吃力地抬起头，脑子晕乎，身上的疼痛近乎将他吞噬，一片血红的视野中清晰倒映着这失控者得意而疯狂的嘴脸。这人之前本来是个正常复苏者，觉醒了操控蜘蛛，让蜘蛛巨大化的变异能力，可这人不愿意加入斩妖司，他就只能派人盯着。可突然有一天，那个每天都给他汇报情况的线人消失了。等他追踪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复苏者已经变成了一头蜘蛛怪，而他派来的线人则散成一客厅的零件，还有一部分在这蜘蛛怪的肚子里。这样的蜘蛛怪有个在斩妖司领导层中独有的名称——诡辩失控者。这类特殊的失控者从3年前长白山那件震惊全国的黑棺灵天复苏事件后开始逐渐出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两者存在关系，但8、9不离10。如今斩妖司对复苏事件的了解还太浅显，连10年前最初的昆仑仙宫都没研究彻底，只是从仙宫外千层台阶下的一块石碑上获得了吐纳法归元真功，而破解这吐纳法就花了整整10年。若是放在2天前，我这天府区斩妖司还真有可能被你一锅端。什么？人面蜘蛛盯着络腮胡眯了眯眼，眼前这男人垂着头已是强弩之末，可那胡子拉碴的脸上却咧开个笑。络腮胡站起身，颤颤巍巍地抬起手，人面蜘蛛恐怕生变，身体炮弹般弹射而出，锋利的猪腿往上一拉，一根手臂斜着飞出。络腮胡看着靠近的人面蜘蛛笑了，一直揣在兜里的右手猛地伸出，染血的符箓也贴在了人面蜘蛛身上。他嘴角动了动，砰！空气宁静了一瞬，无事发生。人面蜘蛛嘴角抽了抽，抬起爪子将那符箓从脑门上扯下来丢在地上，一腿把络腮胡扫翻在地，脸上的笑意越发瘆人。砰什么砰，你在那装你妈呢？络腮胡望着地上的符箓傻眼了，难不成陈怀安给他的符箓是假的？不应该啊，那符箓上的煌煌正气骗不得人啊。可当看清那符箓正面的时候，络腮胡的心也跟着凉了。那符箓上的煌煌正气不知何时竟已消失。问你话呢，小胡子，你在装你妈呢？人面蜘蛛戏谑地拍打着络腮胡的脸。刚刚络腮胡拿出符箓的时候，他还真的惊慌了一下，以为是什么杀手锏。结果呢？这不是搞笑吗？想起络腮胡追杀他的那段日子，人面蜘蛛心中怨气更盛。就这么让络腮胡死了，太可惜了。他冷笑道：我该怎么折磨你呢？比如用蛛丝把你捆起来，只露出个头，然后从你的脚底注入消化液，让你的身体从脚开始逐渐被消化，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一点点吃掉你的身体。想想就美妙。结。突然淡淡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很近。人面蜘蛛头皮一麻，猛地转头，发现不知何时一名长得巨他妈帅的寸头年轻人已经站在他身后，两人距离不足2米。年轻人手里拿着个符箓，和络腮胡刚刚那张一模一样。你是谁？人面蜘蛛盯着陈怀安，眼里尽是警惕。他都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出现在他身后的，难道是他刚刚注意力都集中在络腮胡身上，对周围的警惕心下降了？陈怀安看了人面蜘蛛一眼，不说话，只是一味地凑近欲贴符箓。人面蜘蛛后退半步，盯着那张符，嗤笑一声：你不会觉得这种破烂玩意儿对我有用吧？陈怀安拿着符箓继续凑近一步：那咋了？你不信就贴上试试呗。你以为我不敢贴？我看你就不敢贴。呵呵，老子马上贴给你看。那你贴，我这就贴。陈怀安梗着脖子大吼：你贴！人面蜘蛛抬爪就要去勾住符箓，却突然停住爪子。臭小子，你以为我傻吗？他脸上露出狰狞的笑，猩红的眸子里闪烁着洞悉一切的智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只要贴上这个符箓，周围立马就会冒出浓烟，就像烟雾弹一样，等我的眼睛被眯住，你就会趁机把那络腮胡救走。陈怀安不说话，只是将晾衣杆戳在人面蜘蛛脸上，然后转身卧倒一个翻滚进了桌子下面，两腿一缩拿起个椅子坐垫挡在面前，顺便双手捂住耳朵。络腮胡自求多福。他默默叹了口气。光、雷与火在人面蜘蛛眼前绽开，噬骨的灼热从头皮开始迅速蔓延全身。轰！整个第2层被一道晃眼的白光灌了对穿。爆炸过后，2楼几乎塌陷。一只巴掌大小、全身烧得冒黑烟的蜘蛛慌不择路地跑向网吧大门。跑，必须得跑！那老鹰匕首里的符箓居然是真的，怎么会有那么大威力的符箓？难道这和斩妖司破解的吐纳法有关？蜘蛛脑子一片乱，他心中有无数个没有答案的为什么，但有一件事是有答案的，只有跑才能活。他穿过翻倒的电脑桌，躲过2楼砸下来的砖块，跳过被点燃的键盘，一个弹射飞跃数十米的距离撞向大门。突然
大门前出现一个女孩，这没什么，不影响他跑。然而，女孩又抬手在门上贴了什么。看清那东西的瞬间，蜘蛛6只眼睛猛地瞪大。尼玛，不！轰！又是一道雷光闪过，桌子下面缩着的陈怀安悲悯地闭上了眼。衣服兜里，手机内的游戏界面弹出个提示框：击杀蛛魔，获得奖励。魔修碎片 X1，蛛丝软甲 X1 已送达。